跑啊！怎么不跑了？慕容威轻点着脚，白衬衫的下摆被他随手在其间打了个结，布料绷得恰到好处，衬得胸脯愈发饱满。随着他踮脚的动作，那团柔软便随着动作轻轻一颤。更狠的是，他还穿低腰裤，那细腰与丰臀的火辣曲线让人能喷鼻血。他虽然很性感，但在谢墨眼里，他却活脱脱的是一个女恶魔。慕容威手掌转着跟断了头的拖把杆，他身后3个流里流气的强壮男生把退路堵得严严实实。这里是学校后墙的死角，监控照不到，连风都带着骨鳖们。谢墨刚想后退，衣领却被慕容威身后一个身材魁梧的男生抓住。威姐，怎么处置？害我在整个学校都丢尽脸。慕容威抬脚踹在谢墨小腹上，硬鞋跟让谢墨吃痛不已，踉跄着跪倒在地，是卷散了一地。谢墨的脸已经疼得五官扭曲，咬着牙在嘴里吐出一句话：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你和华少在天台约炮的视频不是我发的。啪！魁梧男生反手一巴掌打在谢墨脸颊上。放屁！就你看见薇姐和华少在天台上那个了，不是你还能是谁？慕容威听到魁梧男生说那个，不由得皱眉。这个那个已经让他成了学校的风流人物。他现在之所以被人们戏称为学校天台女战神，完全都是这个谢墨惹的祸。打他！这里没有监控，给我往死里打。好的，薇姐。不过这个礼拜咱们已经连续揍这废物好几次了，不知道他吃得消吗？一个穷鬼废物，打死了我慕容家也能轻松善后，给我打！3个人得了命令，围住谢墨就是一顿暴力输出，膝盖顶腰，拳头砸脸，脚踢后脑，啪啪啪啪，耳光抽的就像不要钱一样。谢墨被打得七荤八素，咬牙爬着想逃，但被人揪住后领拽起来，脑袋咚地撞在身侧的砖墙上，眼前瞬间冒起金星。给你脸了是吧？慕容威的声音带着戾气，拖把杆抽在谢墨身上，火辣辣的疼顺着神经窜遍全身。谢墨意识渐渐模糊，耳边的斥骂和殴打声越来越远，身体像被拆散了一样，慢慢的失去了力气。最后一眼，他看见慕容威居高临下的冷笑，随后便彻底陷入了黑暗。眼角的铁马在秋风中乱响。女侠慕容威近几日解决完一桩江湖仇怨，返程时途经荒郊破庙，忽觉喉间一阵灼烫。难道方才茶馆里那杯看似无害的清茶竟被人下了药？慕容威踉跄着扶住破庙门，内力一瞬间即溃散，手中长剑无力握住，哐当一声坠在地上。突然一道黑影从破庙屋顶翻落，带着一脸邪笑。慕容女侠武功盖世，可惜啊，终究抵不过我这醉春风。醉春风那不是采花大盗谢小乙的独门迷药吗？它无色无味，让人没法提防，一旦服用内力，就会在一天一夜间无法凝聚。慕容威大吃一惊，你是采花恶贼谢小乙？哎呦，不错哦，慕容女侠居然知道我，是不是也想被我踩？淫贼，你找死！没错，就算我找死，也是想在你这牡丹花下死。谢小乙嘴上说着，手却猛地攥住慕容威的手腕，力道粗蛮得急不可待。他早就被慕容威的腰臀比吸引了，那翘臀让他丢了魂。这一路的尾随让他三魂七魄全飞出了窍，沾到了慕容威的丰胸、纤腰、肉臀上，不能归位。淫贼，放开我！慕容威又怒又急，残存的内力只能让他勉强挣扎，却被谢小乙顺势推倒进破庙内的干草堆上。吃了！谢小乙另一只手粗暴地扯开了慕容威的外袍领口，布料撕裂的声响在寂静的破庙里格外刺耳，但在谢小乙耳中，这个声音却十分悦耳动听。他很享受这种给女人扯烂衣服的声音。慕容威眼见他的脸凑了过来，他下意识偏头躲闪，下颌却被狠狠捏住。谢小乙嘿嘿一笑，指腹摩挲着慕容威的肌肤，带着急切的贪婪。都说慕容女侠冰清玉洁，今日我倒要看看武林侠女在床上是不是也这般硬气。你卑鄙无耻！慕容威娇骂着，只感觉谢小乙的气息喷在他颈间，带着酒气与梅香。没错，果然没错。江湖传言，采花盗谢小乙每次作案时都会喝京城名酒梅花酿，这味道不就是梅花的味道吗？慕容威急了，只觉得又一阵眩晕，在药力作用下他没了力气，但还是要反抗的。他吃力的抬脚去踹，却被轻易压住膝盖，整个人被死死禁锢在谢小乙身下。吃，外袍被扯得半退，露出肩头白皙的肌肤。谢小乙的手正顺着他的衣襟往下探，指头扫过之处，激起一阵战栗般的恶寒。啧，还真不小，放开我！慕容威咬着牙，眼角因屈辱愤怒泛起红丝，可药力作祟，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只手越来越不规矩。他很后悔这次外出没有让师兄师姐陪同，这次大意说不定会让自己抱憾终身。这时谢小乙因笑出声，女侠就是女侠，这皮肤都比寻常女子嫩。他正摸得得意忘形，却一不小心被慕容威一口咬住了手腕。谢小乙吃痛地抽回手，但手腕已经被咬得鲜血淋漓，他却非但不怒，反而笑得愈发的邪啐。慕容威一口血沫吐向他，而这口血沫也是他唯一能反抗的武器了。谢小乙不以为意，一只手掌死死按住他的肩背，将他牢牢地固定在干草堆上。性子越烈，我越喜欢。他的声音带着得手的快意，另一只手毫不留情地撕扯着慕容威仅剩的中衣。吃了！布料破碎的吃响与慕容威无奈的娇喘交织，在空荡的破庙里回荡。今日之后，
你这冰清玉洁的女侠，就是我谢小乙的胯下玩物。慕容薇被他这虎狼之词给吓到了，也恶心到了，但他挣扎的力气越来越微弱，药力彻底吞噬了他最后的内力，四肢软得像没了骨头。他只感觉到谢小乙那只手在他肌肤上游走，每一寸触碰都让他神经一紧，屈辱、愤怒、绝望密密麻麻地钻进慕容薇的心脏。他想晕过去，想就此解脱，可意识却异常清醒，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得让人崩溃。慕容薇的中衣最终被扯得粉碎，娇嫩的肌肤暴露在秋凉中。谢小乙的手变得更加贪婪，蛮横地抚过慕容薇的腰际，蹉跎着她的浑圆挺翘。慕容薇咬牙正动，纤细的手指在她身侧乱抓乱挠。你越反抗，我越强壮。谢小乙淫笑，探手先扣住她一只手腕，紧接着反手一捞，又攥住另一只，顺势往左手一合，单掌死死箍紧慕容薇的双手，随即往上一压，将她双手死死按在草堆上。她越是挣扎，他扣得越狠。乖，别犟了。慕容薇咬着嘴唇，醉春风的药力让她四肢软得像一滩泥，只能任由谢小乙的重量压得她胸腔发闷，每一次呼吸都带着一声呻吟。谢小乙腾出右手，手指径直抓向慕容薇的肩头，目光落处，肩颈往下便是浅浅凹进的锁骨，轮廓清隽分明，随着他的呼吸清浅起伏。慕容薇能感觉到谢小乙的手指划过锁骨的痒，他的锁骨一向很清晰，很有线条感，那是他没日没夜习武才练就的一身极致身材，此刻却被人蹉跎。而谢小乙得手后愈发粗暴粗重的喘息，一句接一句的虎狼之词，让慕容薇只想一死了之。昏天暗地，谢小乙得逞的笑在破庙里回荡，哈哈，想不到慕容女侠和普通女人一样，嘴上喊着不要，身体却诚实的很。你无耻，你卑鄙。慕容薇的身体像被狂风摧残的花枝，在干草堆上微微颤抖，她已经竭尽全力不让自己娇喘出声，可微弱的细节还是被谢小乙捕捉到了。还有更无耻的呢，别急，咱们慢慢来。不知过了多久，谢小乙终于尽兴，衣衫不整地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蜷缩在干草堆上的慕容薇。她的发丝凌乱地铺在草堆上，裸露的肌肤沾着草屑和污渍，曾经清亮如水的眼眸，此刻只剩下一片死寂的灰败。慕容女侠，滋味如何？从今往后，你是我谢小乙玩过的女人了。谢小乙，只要我活着，我慕容薇有生之年必将你碎尸万段。谢小乙见说，走向慕容薇，蹲下身，啪的一声，在她肉多的地方拍了一下，嘴硬，这里不适合，梅开二度，把你带到一个舒服的地方继续哈。不，我不要，你别。慕容薇怕了，眼底虽有怒火，泪水却一滴滴滚落，声音又哑又颤。谢小乙，你这淫贼，敢再碰我一根手指，我师门上下必会踏平你的老巢，扒你的皮，抽你的筋，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啪！慕容薇身上一痛，屁股又被拍了一下，弹性十足。谢小乙看着自己的手，啧了一声，意犹未尽地说道：再碰你一根手指，那我直接买1送4，给你1巴掌。滚！你给我滚！我慕容薇就算是死，也绝不会让你得逞。死哪有那么容易？我还没玩够呢。说着，谢小乙用手指戳了戳他的鼻尖。慕容薇一愣，挣扎着想去咬谢小乙的手，却被他顺势捏住下巴，强迫自己抬头看着他，别乱动啊。谢小乙眼底闪过一丝快意，语气却带着戏谑，再闹我可就不温柔了。你说要是让江湖上的人知道，他们冰清玉洁的慕容女侠被我这样糟蹋，会是什么表情？你卑鄙无耻！慕容薇气得浑身发抖，却偏生挣不脱谢小乙的桎梏，那种明明是武林高手，却只能任人宰割的无力感，比死更让他煎熬。他想骂更狠的话，可搜遍了从小到大被师门教诲的正派言辞，竟找不出一句能泄愤的脏字，只能红着眼眶，气得浑身发抖，憋了半天才挤出那句卑鄙无耻。但话一出口，自己都觉得无力。比起谢小乙的卑劣，这样体面的斥责简直像挠痒痒。谢小乙看着他这副骂又骂不过，打又打不过的憋屈模样，更来劲了。走了，我的慕容女侠，咱们换个地方继续。说罢，他无视慕容薇的挣扎，用自己的黑色披风将她丰腴窈窕的身子裹住，一把将她拦腰抱起，走出破庙。慕容薇被迫勾住谢小乙的脖颈，徒劳地捶打着谢小乙的后背，声音里带着哭腔：放我下来，谢小乙，我咒你不得好死。呵呵，咒吧，不得好死也是爽死。这种烈女嘴硬却无力反抗的拉扯感，让谢小乙很是受用，步伐变得更加轻快，更加急切。谢小乙抱着昏沉的慕容薇踏进荒郊客栈时，眼角的灯笼正被夜风晃得明明灭灭。掌柜的是个满脸褶子的老头，瞥了眼他怀中的女子，眼神里闪过一丝了然。他没多问，只指了指2楼最里间客官，只剩那间上房了，清静。这种江湖儿女喜欢清静，双方两情相悦，开客栈大都想远离县城的喧嚣，一来能规避熟人，二来就是在偏僻的地方心里有安全感。这就是所谓的远嫖近赌了。老掌柜也算是老江湖了，他又怎么会看不出其中门道？这荒郊野店本就是江湖人避人耳目，各遂所愿的去处，三教九流来来往往，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像谢小乙这种，说不定就是2个人私定终身，背着家里来的生米煮成熟饭。谢小乙也不多话，扔下碎银子，走向2楼最里间，随后粗鲁地将慕容薇甩在吱呀作响的木床上。慕容薇鬓发散乱，披风半退，
露出的洁白肩头沾着干草与尘土，那都是拜谢小乙所赐。他平日里仗剑江湖的英气现在荡然无存，只剩被药力摧垮的萎靡。谢小乙居高临下的欣赏着慕容薇的身材，披风将她裹得很紧，紧得能勾勒出她那惹火的身形。慕容薇此刻在醉春风药力下无法动弹，想张口呼救，却早被点了哑穴，只能任其所为。谢小乙越看越上火，眼底的邪又渐渐的高涨，唰一把扯去慕容薇身上的披风，整个人又压了上去。翻云覆雨，不知天的为何物。经过一系列的折腾，谢小乙进入了贤者模式，沉沉的睡去。窗外的月光透过窗纸，不知过了多久，谢墨猛地睁开眼，头痛欲裂，像是被重锤狠狠砸过。他下意识地抬手按着额头，手指触到的肌肤触感却有些陌生。这双手骨节分明，带着常年握刀的跛茧，绝非他记忆中那双手。谢墨撑着软榻坐起身，脑子里无数陌生的画面与记忆翻涌而来：飞檐走壁的轻功，挥刀比武的快意，采花到谢小乙的恶名，独门迷药醉春风的配方。这些记忆清晰的仿佛是他亲身经历，可与此同时，另一段记忆却在疯狂叫嚣。学校后巷的憋闷空气，慕容薇踹在小腹上的硬鞋跟，三个男生的拳脚相加，试卷散落一地的狼狈，头撞在砖墙上的剧痛，还有慕容薇那句带着戾气的揍他往死里打。怎么回事？谢墨起身，这时他正好一眼看到身边沉睡的慕容薇。她是慕容薇，怎么她头发变长了，还光溜溜的在自己床上？不对，光溜溜。一段和侠女慕容薇缠绵破庙和床榻的记忆涌入他的脑海。谢墨、谢小乙，他喃喃自语，这两个名字脱口而出时，眼眶突然一热。他是谢墨，那个在现代校园里被慕容薇霸凌致死的懦弱学生，可现在他又成了谢小乙，这个江湖上人人喊打的采花道。穿越？难道我穿越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两段泾渭分明的记忆在他脑海中激烈碰撞，让他一时间分不清现实与虚幻。谢墨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能挥刀，能制敌，能轻易将曾经不可一世的慕容薇玩弄于床榻，这是谢墨从未拥有过的能力。慕容薇，他猛地看向床上的女子，记忆中那张嚣张跋扈的脸与眼前这张苍白脆弱的脸渐渐重合。前世他是高高在上的施暴者，他是任人宰割的受害者，这一世他成了手握主动权的谢小乙，而他成了被他下药擒住的猎物。一股恨意从心底破土而出，在他胸腔里翻江倒海。谢墨俯身凝视着慕容薇，他还在昏睡，眉头紧紧蹙着，像是在做什么噩梦，眼角挂着未干的泪痕。曾经让谢墨恐惧到骨子里的人，此刻毫无反抗之力地躺在他面前，而且还是近乎半裸。你说这算不算天道轮回？谢墨伸出手，猛地用力捏住他的下颌，力道之大让昏睡的慕容薇下意识地闷哼一声。慕容薇，你欠我的，重来一世，我会让你千倍万倍的还回来。这时慕容薇已经痛醒，被点的哑穴也恢复了，他破口大骂：淫贼，你怎地这般无耻，还说我欠你的，你不要脸！说着，慕容薇眼角的泪点又簌簌下落。谢墨皱眉呵斥：你这个天台女战神，忘了怎么欺负我的了吗？慕容薇傻了，天台女战神那又是什么称号？欺负他谢小乙？淫贼，你少胡说八道，别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我听不懂。谢墨一愣，他不懂，难道我穿越过来？慕容薇不是穿越过来的，那这个光溜溜的美女是谁？也太像慕容薇了吧？我问你，你可是慕容薇？慕容薇一愣，他突然发现这个谢小乙很陌生，有点不像昨晚那个搞得他七荤八素的淫贼。想起他之前的所作所为，慕容薇眼眶发红，声音又急又颤：淫贼，你少装蒜，我明明是慕容薇，昨日你暗下迷药掳我，如今还胡言乱语什么天台欺负，你到底想耍什么花招？谢墨也傻了，难道他不是那个慕容薇？他也叫慕容薇，只是长得和现代的慕容薇一模一样啊！脑子混乱了，现代有一个慕容薇霸凌我，穿越古代我却欺负他，难道这是什么前世今生的孽缘？谢墨松开攥着慕容薇下巴的手，直起身走到窗边，推开窗户，秋风灌入，带着山野的寒凉，却让他脑子清醒了不少。根据谢小乙的记忆，昨晚自己已经让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天台女战神，江湖上人人敬仰的慕容女侠，尝到了被人肆意践踏的滋味。这算不算为之前的自己复仇？那接下来该怎么办？一定要好好打算一下，先整顿一下前世今生记忆，要把谢墨和谢小乙的记忆融合在一起，然后好好理一理今后的处境。而床上的慕容薇对此一无所知，她还沉浸在药力和屈辱的昏沉中，丝毫没有察觉那个将她擒来的采花道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谢小乙。谢墨倚在窗边，望着远处黛色的山影，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掌心的刀剑，那是这一世谢小乙常年用刀留下的印记，此刻却成了自己确认现实的锚点。两段记忆仍在脑海中冲撞：谢小乙的采花大盗身份，谢墨高中生被霸凌致死的经历。脑袋长死了！谢墨双手猛揉太阳穴，试图让自己好受一些。一阵秋风的灌入，两份混沌的记忆渐渐沉淀，融合在一起。谢墨清醒了，或者说谢小乙清醒了。理清思绪，谢墨心中下了一个决定：既然穿越了，又有双重记忆，那我从此不再是懦弱的谢墨，我以后就是采花大盗谢小乙。他转过身，凝视着肩头裸露的慕容薇，和现代慕容薇一样，身材还是那么好，
表情永远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即使昨天晚上被梅开二度，气质还是那么清高。不管你是不是那个慕容薇，既然顶着这张脸，就该替他还债。慕容薇一讶，完全听不懂。谢小姨，你又想干嘛？想。谢小姨转身时，脸上已没了方才的戾气，好像又恢复了昨晚的状态。想？你想什么？谢小姨缓步走过去，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和穿越前慕容薇居高临下的看着自己时的状态一模一样。你问我想干吗？我当然想了。他手指轻轻点在床沿，故意把那个干字说得很重。慕容薇毕竟是正派女侠，对她含沙射影的话理解不透，大脑连续转了好几圈才明白，原来她是在开银枪。淫贼，你休要痴心妄想，我是慕容世家之后，也是昆仑天剑宗掌门之徒，我师门定会有人寻来，将你碎尸万段。昆仑天剑宗？谢小乙挑眉，他的记忆里确实有这个门派，算得上江湖中流砥柱。不过这个丑陋的江湖，名门正派就都是好的了。谢小乙嘴角勾起一抹邪笑，那正好，我倒要看看你那高高在上的师门，看到自己的门徒成了采花道的玩物，会是何等模样。慕容薇登时被气得浑身发抖，红着眼骂：你这肮脏淫贼，满口污言秽语，也配提我师门？我慕容薇就算死，也绝不会让你出言辱我师门。谢小乙俯身，手指几乎要碰到他泛红的脸颊，笑得更邪。你舍得死？昨晚是谁哭着喊着求我，现在倒装起贞洁烈女了？你胡说！慕容薇吃力地拍开他的手，声音都在发颤。我什么时候和你这淫贼求饶了？谢小乙满嘴胡说八道，让慕容薇气得哭了起来。他哭了，谢小乙乐了。你没求饶，昨个哭成那样，嗓子都喊哑了，现在倒跟我装失忆。这话说完，谢墨自己都觉得自己变了。自打穿越成谢小乙后，他发现自己原来也是可以很坏的，至少他现在正用话霸凌慕容薇。慕容薇见他越说越难听，立即啐道：呸，烟杂东西，不得好死。谢小乙挑眉，故意往他身前凑了凑，一口气喷入他胸口。你浑身上下哪寸地方我没，现在说我阿杂，难道你自己就干净？我是被你胁迫，与我本身无关。你这种采花道，人人而诛之，江湖同道定会为我报仇。报仇？谢小乙嗤笑一声，伸手勾起慕容薇的一缕头发，轻轻绕在指尖。你以为他们知道你被我蹉跎了一晚，是会同情你，还是会背后戳你几两骨，说你丢了昆仑天剑宗的脸？你胡说！我师门师长最重情义，定会信我清白。清白？被采花贼睡过的清白？慕容女侠，你这话是在骗自己吗？慕容薇被对得哑口无言，胸口剧烈起伏，眼底满是恨意。淫贼，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做鬼就不好玩了。谢小乙松开他的头发，只起身笑得痞气十足。人鬼殊途，你做了鬼，咱俩可就不能那个了，你舍得吗？慕容薇被他的话气得几欲昏厥。这个谢小乙说话不但脏还气人，知道再和他争辩下去只有吃亏的份，索性闭眼不再理他。谢小乙见他玩起了闭门自修，索性也不去再招惹他，毕竟自己穿越前是一个好人，还是先把自己整明白再说吧。谢小乙开始将自己身上的物资一一排列在屋里靠窗位置的桌子上，有一把刀，一瓶药水，一张小弩，一个锦囊。刀是一鞘双刀，先拔出来的是一柄长刀，后拔出来的是一柄短刀。药水是能让人中之内力全失的迷药醉春风，那张小弩质地十分坚固，还是一把连弩。谢小乙数了数能一口气装10支弩箭，是近距离伤人的利器。至于那个锦囊，着实让谢小乙心花怒放，因为里面装着2本武学秘籍，一本是轻功燕翻云，另一本是内功心法和气诀。燕翻云这门轻功在谢小乙的记忆中是保命与作案的必要绝技，再看那和气诀，让他更兴奋了起来，因为它是一本让人双修的内功心法，这让谢小乙或者谢墨激动万分。他记得自己穿越前最喜欢看的小说就是《雪中悍刀行》，当时里面有一个人物让他记忆犹新，那个人就是被很多书粉系称为春秋14甲的炮甲轩辕大盘。轩辕大盘就是靠着一门双修的秘术，让他自己成了大天象境的高手。如今有了这本和气诀，那我谢墨谢小乙是不是也能靠着女人成为一代武功翘楚？嘿嘿，难怪昨天夜里让慕容薇一直挑灯看剑都没有累到，反而越来越精神。感情我是在双修啊。谢小乙搞清自己身上的资源后，又将那些物品逐一收好。他虽然现在拥有2个人的记忆，但毕竟刚穿越过来，又时间太短，还没办法把2个人的意识融合的明明白白。正当他在客房内冥想着记忆，突然客房外一道清亮却带着急切的女声响起，穿透力极强，直直飘上楼来。掌柜的在吗？谢小乙本身耳力就很好，又在和气诀的内力加持下，更是将客房外的一切听得明明白白。只听老掌柜开口了：客官，您是打尖还是住店？这时又有一个沉稳男子的声音问起：掌柜的，向你打听一下，这2天可有一位手持长剑的漂亮姑娘入住？拿长剑的漂亮姑娘？正是，她是我昆仑天剑宗的师妹慕容薇，这几日该回师门，可接连几天都未归，掌柜的可有见过？谢小乙在客栈2楼听得真切，知道是慕容薇的师兄师姐找了过来，不过听他们和掌柜的对话，他差点笑出声。嘿嘿，当然一夜未归了，你们师妹这一夜都在老子被窝里享受呢，难为你们能找到这里。而慕容薇在醉春风药力的作用下头脑发晕，压根就不知道他心心念念的师门家人就在外面寻他。谢小乙眉梢一挑，
抬眼看向床角的慕容薇，嘴角显现出坏笑。我要不要隔着墙当着他师兄师姐在此再玩他一次？想想都刺激。这时老掌柜的声音又飘入谢小乙的耳中。这2天没有一位拿剑的女侠入主，就是独来独往的女客官也不见一位。老掌柜，真的一位女客官都没有？要是有所隐瞒，我可不敢。真没有独来独往的女客官入住。不过昨儿前半夜有个小伙子抱着一位沉睡的姑娘住进来了，想是什么私定终身的小两口。这时女子带着急促的声音问道：那女子是沉睡的？谢小乙没有听到老掌柜说话，想来是点头回应的这句询问。那她住在哪一间客房？就住楼上最里头那间房。谢小乙暗叫一声不好，他妈的这2个人刨根问底，慕容薇肯定是藏不住了。唰的一声，谢小乙已经站到了窗边，回头冲慕容薇扬了扬下巴：你的师门找上门了，可惜啊，爷没兴趣陪他们玩。话音落，他单手一撑窗沿，身形如燕翻了出去，动作干脆利落。淫贼！慕容薇又急又气，扯着嗓子骂了一声。这声骂正好被刚踏上楼梯的师兄师姐听见，是师妹的声音。男子急步一脚踹开房门，正好看到一个女子裸露着肩膀，身上只披了一件黑色的披风。慕容薇转头看向门外，正好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大师兄萧凌云，泪水唰的流了出来。他还是那样的帅气，他还是那样的风度翩翩，可自己呢？都是那淫贼害的。慕容薇此刻恨透谢小乙，立即说道：大师兄，我不想活了，有坏人欺负我，你帮我杀了他。他刚跳窗跑了。这人正是萧凌云，也是昆仑天剑宗慕容薇的大师兄，门派的翘楚，剑法造诣极高。他踹开房门的刹那，已经被惊到了。这一幕让他浑身的血液瞬间冲上头顶，师妹半裸的身子，凌乱的床榻，空气中尚未散去的酒气梅香，像一把尖刀，狠狠扎进他的眼底。他行走江湖多年，又怎么会猜不透其中缘由？萧凌云向身后与他一起同来的师妹云千寻吩咐道：千寻，你照顾小师妹，我去追恶贼。话落，他腰间长剑嗡的一声出鞘，剑气逼人，身形一晃跃出窗外，一路循着谢小乙逃走的方向追了上去。云千寻见说已经快步冲入房门，一眼就看见了缩在床角的慕容薇。他身上只裹着一件宽大的男士披风，领口松垮，脖颈、肩头、胸口到处都是红痕，头发凌乱，眼眶通红，眼底还带着未散的惊恐，哪里还有半点平日里那个清冷高傲的昆仑小师妹的模样？师妹！云千寻惊呼出声，快步冲了过去。慕容薇看见云千寻，眼泪更是忍不住，又开始决堤，哽咽着喊了一声师姐。那委屈又狼狈的模样，看得云千寻又是心疼又是火起，一把将慕容薇搂入怀中，眼底杀意翻涌。感动他昆仑天剑宗的人，那淫贼必须死。另一边，谢小乙本来以为没人追得上来，他施展轻功跑了一会儿，也就放松了脚程。可突然身后有人怒吼：恶贼休走，给我留下命来！谢小乙微微吃惊，想不到慕容薇这个师兄轻功如此了得，这都能追得上来。贼，我定将你碎尸万段！萧凌云暗运真气于长剑，准备再追进几步给谢小乙致命一击。谢小乙没慌，反而脚下更快，还不忘回头喊一嗓子：他大师兄别急啊，你师妹的手艺不错，有空咱俩切磋切磋。这话又贱又欠，气得萧凌云七窍生烟，提气追得更猛。可谢小乙的身法就像穿林的雨燕，辗转腾挪间毫无滞色，明明看着近在咫尺，偏偏就是摸不着一角。萧凌云眼神一狠，不再留手，丹田真气猛地灌入长剑，剑身嗡鸣震颤，寒光暴涨数寸。贼，吃我一剑！一声暴喝，萧凌云手腕猛甩，一道凌厉剑气脱剑而出，带着破空锐响，直劈谢小乙后心。嗖，剑气呼啸而至，谢小乙耳力极高，听见身后风声不对，心头一紧，几乎是本能的侧身急闪。嗤的一声，剑气擦着他的衣角飞过，狠狠斩在旁边一棵碗口粗的槐树上。咔嚓一声脆响，碗口粗的树干竟被拦腰斩断，断口平整如切，树冠轰然砸落，扬起漫天尘土。谢小乙心头巨震，这昆仑天剑宗的剑气竟然这么霸道，他这手剑气至少要6品以上的内功。他这一惊讶，脚步却慢了半拍。萧凌云岂能放过这机会，足尖在断树桩上一点，身形如箭般射出，瞬间追到谢小乙身后，手中长剑带着凛冽的杀意，直刺谢小乙的后心。谢小乙见长剑袭来，千钧一发，腰身猛地一拧，险之又险地避开剑锋，同时手腕翻飞，腰间横刀一长一短枪啷出鞘，长刀顺势隔住萧凌云刺来的剑势，当的一声响，震得他虎口发麻。不过谢小乙咬牙挺住，短刀刁钻，贴着剑身反撩，直取萧凌云握剑的手腕。萧凌云冷哼一声，手腕轻旋，长剑荡开短刀，顺势横扫。谢小乙被刚才萧凌云内力震的胸口气血翻涌，不敢应接，脚下一滑，狼狈的在地上转了个身，躲开这致命一击，肩膀却被剑气擦过，划破一道血口。敢动我师妹，今天你必须死！萧凌云步步紧逼，剑招愈发凌厉，剑气纵横交错，将谢小乙周身的退路封得死死的。谢小乙心中暗暗叫苦，真想不到这个萧凌云人长得帅气好看也就罢了，武功还这么高。自己穿越没多久，武功内力全是靠着谢小乙本身的记忆来催动，离适应这身体还差得远呢。他妈的，
不会刚穿越过来就死在这个昆仑天剑宗的大师兄手里吧？几个回合下来，谢小乙已是险象环生，肩头又添一道剑气伤，鲜血浸透了衣衫。谢小乙暗忖，这萧凌云的剑气太过霸道，硬拼是绝对活不下来了的。剑长剑右至，双刀交叉，堪堪架住，整个人被震得连连后退，脚下在地面离出2道浅沟，喉头一阵腥甜涌了出来。谢小乙擦了擦嘴角的血丝，眼底闪过一抹狡黠，趁着萧凌云收剑的间隙，忽然咧嘴笑出声：“他大师兄，别急着下杀手啊！你可知昨晚你那清冷高傲的师妹在我怀里是什么模样？”萧凌云的剑势猛地一顿，瞳孔巨震，周身的杀气瞬间暴涨，握剑的手微微震颤。“你找死！我找死！”谢小乙故意拖长语调，脚下踩着刁钻的步伐，在剑气的缝隙里左躲右闪。“我看是你不敢听吧？慕容薇那丫头看着跟快冰似的，昨儿被我一阵蹉跎，那身段，那胸脯，那嗓音，啧，应该比喊你大师兄好听多了。”谢小乙故意激怒萧凌云的，他知道论武功自己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只有拿话激怒他，说不定能险中求胜。他还说呢，什么昆仑天剑宗的清规都不如在爷的怀里舒坦，说你这个大师兄死板得很，连句情话都不会说。住口！萧凌云果然彻底被激怒，原本沉稳凌厉的剑招陡然变得急躁狠厉，他恨不得一剑将谢小乙一分为二，全然没了之前的章法。下一招长剑横扫的弧度大了足3分，破绽瞬间暴露出来。谢小乙等的就是这个机会，迎着剑锋欺身而上，在长剑将要刺中心口的刹那，腰身猛地一矮，整个人如同飞燕般贴得滑出，左手短刀反身投出，朝着萧凌云后脑掷去。萧凌云偏头躲避，就这一瞬的空档，谢小乙脚尖点地，身子向后急退，同时掌心一翻，那把精致的小连弩已然握在手中，击阔轻响，3枚弩箭悄无声息地朝着萧凌云的膝弯射去。萧凌云防住了短刀，却没料到他还有后手，仓促间侧身闪躲，右边小腿却还是被一枚弩箭擦中，麻意瞬间弥漫开来，他的腿肚子一阵发麻，动作顿时滞涩了半分。“剑上有毒，你这小人！”萧凌云又怒又急，提气想上前继续出剑，右腿却不听使唤。谢小乙咧嘴一笑，痞气十足地啐了一口：“他大师兄承让了，我那醉春风的迷药用在你腿上有点可惜了，不过你师妹的滋味确实不错，改日再登门拜访。”话音落，他转身窜进旁边的密林，身形几个起落，便消失得无影无踪。醉春风，那不是江湖上采花到谢小乙的独门迷药吗？都说那谢小乙好色成性，师妹她该不会。萧凌云不敢继续想，握着长剑的手青筋暴起，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谢小乙逃走。小腿的麻意越来越重，最终踉跄着扶住树干，重重地喘着粗气。另一边云千寻安抚好慕容薇，替他换上干净衣衫。醉春风药力也差不多过去，慕容薇已经能起身行走了。二人又等了足足半个多时辰，始终不见萧凌云回来。云千寻暗忖，大师兄武功高强，按理来说他这个时候应该能回来了呀。就算那个谢小乙是什么采花大盗，他断然不会是大师兄的对手。难道他被什么事情绊住了？想到此处，云千寻嘱咐道：“师妹，我去看看大师兄的情况，你在此处稍等。”话刚说完，他的手腕被慕容薇一把攥住。“师姐，我跟你一起去，我怕。”慕容薇声音发颤，苍白的脸上毫无血色。云千寻看着他这副模样，心头又是一软，终究是点了头。两人一路探查，循着林间踪迹快步寻去。没走多远，便瞧见萧凌云拄着长剑，脸色苍白地倚在一棵大树下，他右腿裤脚被鲜血浸透，麻意正顺着腿腹往上蔓延。“大师兄！”云千寻惊呼着冲上前，扶住他摇摇欲坠的身子，目光扫过他腿上的伤口，又瞥见落在一旁的弩箭，瞬间明白了几分。“你受伤了？那恶贼呢？”萧凌云咬牙，胸口气血翻涌，想起谢小乙那副贱兮兮的嘴脸，想起那些污言秽语，只觉得喉咙腥甜，一口血险些喷出来。“让他跑了，我中了他的弩箭，剑上淬了醉春风的迷药。”醉春风！慕容薇浑身一颤，脸色霎时惨白如纸。昨夜的记忆又浮现在脑海，那陌生的体温，那戏谑的语调，还有自己失控的沉沦。慕容薇后退2步，踉跄着撞在身后的树干上，眼神空洞的吓人。是他，是那个采花贼谢小乙。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脸面回天剑宗？话音刚落，慕容薇猛地拔下云千寻腰间的佩剑，寒光一闪，便朝着自己脖颈抹去。“师妹！”云千寻和萧凌云同时惊呼。萧凌云不顾腿上麻意，猛地上前，可终究鞭长莫及。千钧一发，云千寻出手如风，伸出右手，食指中指夹住了慕容薇手中的剑刃，内力迸发，震得慕容薇手中剑轻轻脱手，他整个人也被云千寻抱住。慕容薇疯了似的挣扎，泪水浑着绝望，嘶吼：“放开我，让我死！我被那淫贼玷污了，我不配做天剑宗的弟子，我没脸见人了。”他哭得撕心裂肺，浑身都在发抖，往日里清冷高傲的模样荡然无存，只剩下悲伤和绝望。云千寻心疼的眼圈泛红，一把将怀里的慕容薇搂得更紧了，死死地按住他挣扎的身子，声音微微哽咽：“傻师妹，这不是你的错，是那恶贼卑鄙无耻，用了迷药，你没有错。”“没错。”慕容薇泣不成声。“可我慕容薇被一个采花贼天剑宗的脸都被我丢尽了。”
萧凌云看着他这副模样，心头的怒火与心疼交织，沉声道：“这件事，我和你师姐绝不会对任何人透露半个字，包括咱们的师尊。”云千寻连忙点头，拍着慕容威的后背安抚：“对，今日之事，只有我们3人知晓。师门那边，我和大师兄会想办法遮掩过去，绝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慕容威却只是摇头，泪水模糊了视线。没用的，他是谢小乙，他是采花贼，他一定会把这种事四处宣扬，他一定会，他敢！萧凌云猛地打断他，眼底杀意翻涌：“慕容威，你听着，从今日起，大师兄对天发誓，有生之年必取谢小乙项上人头。即使他是9品巅峰金刚圣域境，刀枪不入的体魄，他若敢将此事传出半句，我也要想办法让他挫骨扬灰。他若躲，我便他遍江湖，掘地3尺也要找到他。我要让他知道，动我昆仑天剑宗的人是何等下场。”一连串的几段画质的有声，话音里带着不容置疑，震得慕容威浑身一颤。云千寻抬手拭去他脸上的泪，声音沉缓又温柔：“师妹，死解决不了任何事。谢小乙那种混账，不值得你赔上自己的性命。师姐答应你，就算你摔进泥里，我也陪你咬着牙爬起来，把害你的人踩在脚下。”顿了顿，云千寻的纤手轻轻拍着慕容威的后背，语气更软了：“有我和大师兄在，天塌不下来。他谢小乙要是敢乱嚼舌根，不用大师兄出手，我先扒了他的皮。你只管养好身子，剩下的事我们替你扛。”慕容威将脸埋在师姐的怀里，哭声渐渐小了下去，抽泣也渐渐弱了下去。林间的秋风掠过，卷起地上的落叶，3人的身影在树影下沉默着。萧凌云眼底的杀意如同燎原之火，烧得烈烈作响。云千寻知道自己的这位大师兄一直偷偷喜欢着师妹慕容威，如今弄成这样，想必他比谁都愤怒难过。却说谢小乙拼着一口真气，不知跑了多久，脚下的十字路变成了泥泞的山道。先前他还能靠着和气诀的内功强撑，但时间一久，他的意识开始涣散，耳边只剩下自己粗重的喘息声。他不敢放松，见识到萧凌云的剑术后，他知道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那萧凌云内功醇厚，弩箭也只是擦伤，万一醉春风的药力不足以让其彻底脱力，那自己岂不是危险了？撑住，撑住！谢小乙喃喃自语，可话刚说完，一股剧烈的眩晕赶猛地袭来，眼前一黑，身体栽倒在山道旁的草丛里，彻底失去了意识。不知过了多久，只听到耳边响起了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师兄，你看，这里有人！”清脆的女声划破了秋夜的寂静，紧接着是沉稳的脚步声。女孩蹲下身，指头刚触碰到谢小乙的手腕，就被那黏腻的血渍惊得缩回了手。她皱着眉打量着地上的谢小乙，一身黑衣被血浸透，脸上沾着泥土和血污，腰间还别着一把刀和短弩，怎么看都不像善茬。是个江湖人，伤得很重，2处剑伤都在肩头，失血太多了。女孩的师兄也蹲下身，探了探谢小乙的鼻息，又摸了摸他的脉搏，眉头也拧了起来。还有气，得赶紧救！救！女孩拔高了声音，一把拉住师兄的胳膊：“师兄，你疯了！师父出门采药，不知多久才回，这种重伤号治不好就是害人害己。再说了，你看他这身打扮，指不定是哪个邪派的魔头，救了他，万一惹祸上身怎么办？”男子动作一顿，却还是固执地摇了摇头，伸手去扶谢小乙。速问：“医者仁心，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他就算是魔头，现在也是个半死不活的魔头。咱们把他带回医炉，先稳住他的伤势，等师傅回来定夺就是了。”“定夺个鬼！”叫速问的女孩急得直跺脚，死死拽着他不放。“师傅临走前怎么说的？让咱们守好医炉，别招惹江湖人。你忘了上次山下那个被追杀的剑客，咱们救了他，结果引来仇家，把医炉的药谱都给毁了。那不一样。”男子的声音依旧温和，他掰开女孩速问的手，小心翼翼地将谢小乙的胳膊搭在自己肩上。“上次只是咱们经验不足，这次我会小心，绝不泄露风声。”速问：“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在这儿吧？”女孩速问看着师兄的背影，又看了看地上昏迷不醒、浑身浴血的谢小乙，气得胸口起伏，却偏偏说不过师兄那套医者仁心的歪理。他跺了跺脚，咬着牙娇声骂道：“华林叔算我倒霉，等师傅回来骂你，我可不管你。”哼，想不到连师兄都不喊了，直接叫我名字了。华素问：“你胆儿肥了呀？”华素问翻了个白眼，嘴里又小声嘟囔了2句，随后蹲下身，嫌弃地皱着眉，伸手拖住谢小乙的另一条胳膊，费劲地将这个半死不活的男人往山道深处的医炉拖去。经过一番努力，2个人吭哧瘪肚地把谢小乙拖回医炉。华素问累得气喘吁吁：“师兄，你知道吗？”“我知道什么？你的好心早晚会害死你。”华林叔抬手擦了擦额角的汗，散漫一笑：“江湖路本就是一脚踩生一脚踩死，咱们医者的刀既能剜腐肉，也能剖人心。咱医者的命既许了救死扶伤，也容得下几分赌性。师兄，就你道理多，不是歪理多。”华林叔淡笑着叹了口气：“哎，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师兄，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所以你和我说这个是没用的。”华林叔一顿，这句话能这么用，真是拿他没辙。紧接着2人联手把人撂在了诊室的硬板床上。华林叔蹲下身扒开谢小乙染血的衣襟，华素问在一旁也打量着那血淋淋的伤口。
不看还好，一看之下，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好家伙，这哪是剑伤，分明是剑气侵体。只见2道伤口看着不算深，皮肉外翻处却泛着青黑，血液带着一股寒气往外渗，连带着周遭的肌肤都透着一层死白。华灵叔已取了银针，手指搭在谢小乙腕脉上，凝神探了片刻，剑气缠了他的经脉，堵着气血不说，还在往脏腑里钻，普通金疮药压根没用。华素问低声呢喃：“好霸道的剑气啊，真不知道他是得罪了谁。”华灵叔没有细想，手腕翻飞，银针迅速落进谢小乙伤口四周的穴位，快得华素问都没看清手法。透穴针法，先封住他的经脉，把乱窜的剑气逼回伤口处。说罢，华灵叔头也不抬，嘱咐师妹素问：“你去把师傅藏在药柜第3层暗格里的冰玉膏取来，再煎1碗清鱼汤，火候一定要掐准，沸3次就得停火，别多1分也别少1分。”华素问撇了撇嘴，却不敢耽搁，转身就往药柜跑。等他端着药膏和汤药回来，华灵叔已经施针完毕。接着他将冰玉膏厚厚的敷在谢小乙伤口之上，又取了干净的布条层层包扎，最后撬开谢小乙的牙关，把温热的清鱼汤一点点灌了进去。不过半炷香的功夫，谢小乙胸口的剧烈起伏平稳了些。华素问看得目瞪口呆：“行啊，师兄，师傅的透穴针法你居然练到这种地步了？少贫嘴了，去把后院的断续草挖出来1棵，连根带土，别伤了须子。师兄你疯了？那是师傅精心培育出来的，就为了这么个来路不明的家伙，耗掉半株都够心疼的，你还要连根挖？”华灵叔微微一笑：“哪有那么夸张？师傅培育出来20-30株，用1株也不打紧。”说着他抬手指了指谢小乙心口那处泛黑的青气，他这剑气已经伤到了心脉，断续草能引气归元，帮他尽快康复。华素问看着床上昏迷不醒的谢小乙，又看了看师兄一脸笃定的模样，最终还是转身往后院冲去，嘴里还不忘嘟囔：“等师傅回来，我非把你偷挖草药的事抖出来不可。”少废话，赶紧去吧，就你喜欢耍嘴皮子。几日光阴疏忽而过，一炉后院的药香散了大半，诊室里的血腥味早被熏得淡了。谢小乙早已转醒，他靠坐在床头，抬手拢了拢身上的黑色长衫，看向正端着药碗进门的华灵叔，起身拱手：“多日叨扰，救命之恩，谢某没齿难忘。敢问恩公尊姓大名？医者治病救人本就是分内之事，何须挂齿？”华灵叔微微一笑，将药碗递了过去：“在下华灵叔，师妹名叫华素问。”谢小乙轻声赞道：“灵叔，素问，好名字。”说着接过药碗，仰头一饮而尽，苦涩的药汁划过喉咙，让他不由得皱了一下眉。恰在此时，华素问端着一碟刚蒸好的糕点他进门来，见他这个样子，撇了撇嘴：“算你命大，换个人挨那2道剑气，坟头草都要3尺高了。不过你这么大人了，居然怕药苦？呵呵。”姑娘说笑了。谢小乙嘴上这么说，心中却腹诽：“我何止是怕药苦，我以前连打针都怕，吃药都要果汁送。这可恶的古代，要什么没什么，反倒是比现代更容易受伤，还是致命伤。”切！他抬头开始细细打量华灵叔师兄妹，目光先落在华灵叔身上。这人穿一身干净的青布长衫，年龄也就在20多岁，面容生得眉目温润，一眼望去便知是个心善之人。再转眼看华素问，姑娘生得一副纤细的身形，17、18的年纪，窄肩细腰，走起路来步子轻快，带着点小姑娘的娇俏。巴掌大的小脸，素净的面容，略显稚气的眉眼，正看着他上下转。谢小乙不好意思和他对视，赶忙侧过了脸：“还不错，这丫头放到现代就是那种白又瘦，妥妥是网上那群偏爱清纯挂的人会追着夸的风格。”谢小乙脑子里刚蹦出白又瘦这个念头，就瞥见华素问正瞪着他，手里的糕点碟子往桌上啪一撂，脆生生道：“看什么看？没见过人端糕点。”谢小乙连忙收回目光，干笑道：“没，就是觉得这糕点闻着挺香，算你识货。这可是我今早天不亮就爬起来蒸的，比师兄熬的苦药好吃100倍。”华灵叔无奈地摇了摇头，温声道：“师妹，他伤还没全好，你别逗他了。”华素问对着师兄扮了个鬼脸，转身就捏起一块桂花糕，在谢小乙眼前晃了晃，眉眼弯弯的，带着点狡黠：“今天算你沾我师兄的光，有机会尝我的手艺说吧，想不想吃？”经过几天的昏迷，谢小乙早就饿得肚子在唱空城计，听他这么说，忙不迭点头。华素问了一声，手却猛地往后一缩，小脸瞬间板得一本正经：“想占便宜，先交代清楚，你姓甚名谁？把你的身世来龙去脉说个明白。你伤还没好利索，要是个坏人，我可不让师兄继续救你。”谢小乙傻了，他哪敢实话实说？自己这采花大盗的名头说出来，岂不是自寻死路？华灵叔见他脸色尴尬，明显有难言之隐，便开口打圆场：“师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他不想说就别逼他了。”谢小乙被华灵叔的善良感动了，当下抱拳说道：“在下姓谢，单名一个墨字，就是一个走江湖的普通游侠罢了。之所以受伤，是因为被江湖恶人追杀。”华素问歪着头打量他，半点没信：“被恶人追杀，你叫谢墨？没骗我吧？”谢小乙赶紧摇头，一脸严肃，生怕漏了破绽。华素问眼珠一转，声音拔高了半分，带着点促狭：“没说谎，那你发个毒誓来听听。”谢小乙暗骂：“人小鬼大，真是个难缠的丫头，将来不知道是哪个倒霉鬼娶她。”
他心里暗骂，脸上却堆出苦笑，右手伸出食指、中指、无名指后起誓：我信谢丹明一个墨字，若有半点虚言，就不得好死。华素问嘴角轻挑，满意的点点头，行了，这还差不多。谢小乙心中暗暗好笑，切，发毒誓，那又怎么样？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强踢，我穿越前可是确确实实叫谢幕，所以不算说谎，将来更不会不得好死。华灵叔暗忖，谢幕这名字也不是很有名吧？江湖上确实没有听过这个名号，看来真的只是一个普通游侠而已。华素问也和师兄想的一样，谢幕这名头平平无奇，应该不是什么恶人魔头，这下可以放了心，伸手拿起一块糕点走到谢小乙跟前递给了他。他没到谢小乙跟前还好，这一凑近后，谢小乙不由得心神一阵荡漾，一股极纯净的气息扑面而来，是处子之身独有的清冽，与他修炼的和气诀所需的顶炉体质分毫不差。这念头刚冒出来，谢小乙浑身就是一震，心底像有团火，疼得烧了起来。和气诀双修之妙，他穿越过来后早已摸清，若能与这丫头成就好事，内功修为定能一日千里，说不定突破瓶颈更是唾手可得。喂，你吃不吃？华素问见他不接自己递过去的糕点，有点讶异，可谢小乙压根就没有听见他说什么，因为他的视线不自觉地粘在华素问身上，那是修炼者本能的渴望，也是功法牵引着的欲念。谢小乙动了色心，这个白幼瘦虽然年龄不大，但这股清纯劲太他妈诱人了，身材虽然娇小了点，但臀上还是有肉的，也挺翘的，要不然我就……可下一秒，啪的一声轻响，谢小乙狠狠抬手给了自己一个耳光，力道不算重，却打得脸颊发烫，也打醒了那点龌龊心思。华素问被谢小乙莫名其妙的行为吓了一大跳，手里的桂花糕差点掉在地上。你干嘛？疯了？谢兄你怎么了？可是又哪里不舒服？华灵叔也是好奇，被谢小乙给弄迷糊了。没什么。谢小乙抬起头，他对着那师兄妹二人拱了拱手，抱歉，方才走神，失仪了。华素问突然觉得他的行为很有趣，笑嘻嘻地问：走神就打自己耳光吗？还那么大力？谢小乙连忙垂下眼，掩去眸中翻涌的情欲，他心底的声音在疯狂拉着，怎么能这么想？眼前的姑娘是和他师兄一起把自己从鬼门关拽回来的人，这几日华灵叔为救自己耗尽心血，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啊！穿越前我还是个心肠软的高中生，看见路边的流浪猫都会蹲下来喂点面包屑，何曾动过这种趁人之危的歪念头？谢小乙摇摇头，理了理思绪，他现在大脑里有两个人的记忆，虽然有谢小乙邪的一面，但毕竟主导身体的还有谢幕。谢小乙虽然龌龊，但谢幕却的的确确的是一个有道德标准的人。华灵叔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端着空药碗的手指轻轻摩挲着碗沿。这个谢幕的行为看似荒诞，但他眼神里充满了挣扎。难道他有什么难言之隐？但他压根就不知道，谢小乙眼神之所以挣扎，完全是因为他师妹华素问的处子气息引起来的。他要是知道谢小乙刚才的想法，不给他死血捅2针才怪。又过了几日，谢小乙的伤好了大半，已经能在药炉里慢慢走动。古代没有网络，没有 act， 这让谢小乙感到无聊至极。而他看多了穿越剧，知道穿越到古代之后，除非穿越者死了，不然很难重新回到现代。可现代的自己被欺负成那个熊样，回去岂不是又被慕容薇他们霸凌？还有就是，万一自己在这个世界咽了气，那边的时空却连一丝涟漪都掀不起来，岂不白死了？不行，死太难受了，还是好好活着吧。谢小乙内心天人交战，最终结论就是：古代虽然无聊，但作为一个采花大盗，自己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不花钱的女朋友，这个 buff 不比现代当母胎 solo 强。在现代，自己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唯一一次和女孩的亲密接触，还是被现代慕容薇拿着拖把杆弄。这么一想，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难熬了。由于这些时日太无所事事，谢小乙偶尔便会蹲在医炉书架旁，胡乱翻着那些布满药香的旧书。华灵叔瞧着他对医书颇感兴趣的样子，也没有阻拦他观摩，偶尔还会把一些药理讲给他听。华素问更是闲不住，每日整理草药的时候，都会给谢小乙当起免费的老师。谢小乙一边好学不耻下问，一边却偷瞄着华素问微翘的臀部，想入非非。那和气诀的燥热顺着经脉疯窜，烫得他血液都在叫嚣。谢小乙自打修炼和气诀以来，他就多了一个天赋，那就是闻香识女人。只要有女子挨着他近些，他靠鼻子就能嗅出对方是不是处子，能不能对他的双修有注意。而华素问那股清冽的处子气息，让他脑子里全是一些不可描述的画面啊！受不了了，这丫头的身段，这纯净的体质，简直是天赐的进阶捷径。只要稍微动点手脚，用醉春风迷晕他，再以和气诀牵引，一夜之间突破我那3品修为的瓶颈，或许都不是妄想。谢小乙下意识地往前倾身子，目光粘在那抹弧度上，喉结狠狠地动了动。可这念头刚冒间，华素问却突然抬手拍了他一下：喂，我问你，清热解毒的草药除了金银花还有啥？你那翘。话刚出口，谢小乙就知道自己失言了，硬生生把那个臀字咽了回去，又硬生生拐了个弯，拔高了声调掩饰心虚：连翘吧？对，连翘能清热解毒。还有蒲公英、鱼腥草也能。吓我一跳，还以为你走神走傻了，刚才问了你3遍，
你都跟个木头似的。谢小乙干笑着点头，心里的两个声音却不是拉扯，而是邪念压过了理智。一个声音狞笑着蛊惑，怕什么？她一个小丫头片子，华灵书内温吞性子，根本察觉不到。等你功法大成，谁还敢管你？救命之恩，在修为面前，那点情分算个屁。另一个微弱的声音刚想反驳，就被他狠狠掐灭。谢墨的那点良知，在谢小乙的欲念面前，简直不堪一击。他攥紧了拳头，目光忍不住又扫了一眼华素问纤细的腰肢。偏偏华素问这个时候正背对着他弯腰，那姿势让谢小乙火大了去了。刚想伸手去拍一下，华素问却突然转过了身，拿着一株凝露草递到他面前，语气傲娇：“看好了，这味药能解腐蛊毒，还能续阶段里的经脉。记住了，以后再受伤就自己治。”他最近总喜欢鞭策教育谢小乙，因为这让他有了当人老师的感觉。而谢小乙现在需要的老师并不是这一种，而是苍老师那一种。他盯着华素问递过来的手，心里已经开始盘算，被他师兄妹救的时候，我的锦囊是别在内腰里的。华灵叔是个正人君子，他们没有搜我的身，所以里面的秘籍和醉春风迷药没被发现。要不要给他们下醉春风呢？然后拿下华素问，也算对得起自己这采花大盗的名头。正琢磨着，华素问突然皱起鼻子，伸手在他面前挥了挥，表情着实可爱。喂，你发什么呆呢？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师兄早上熬的药太燥，上火了？良药苦口利于病。华灵叔从屋子里正好走出，随口答了一句。面对华灵叔善良，谢小乙不忍心辣手摧花了，于是他忍了下去。好歹是救命之恩罢了，先欠着吧。华素问，转身又去整理药篓。他自己都不知道，刚才的那一段时间里，差点就成了谢小乙欲念失控的牺牲品。日子一晃又是大半个月过去，谢小乙身体已经恢复得完好如初。再过2天，他准备向华灵叔师兄妹辞别，一来能避免他对华素问的非分之想，二来他也想去看看这花花世界，看看自己的前一世和这一世究竟有什么关联。而现在的他正蹲在书架旁阅读那些药书，他想走前多记下来点，将来走江湖艺多不压身，说不定什么时候能用上。他本就不是笨人，穿越前身为高中生，文理双优的底子摆在那儿，超强的记忆力更是帮了大忙。读经本草集要旁人要啃个3年5载的内容，他不过是翻来覆去读上几遍，便能差不多的记住。华灵叔讲过的药理，他听一遍就懂，甚至能举一反三，指出古方里1、2味药材的替代方案。华素问起初还爱打趣他偷师学艺，后来见他连师傅木匣里的奇经8脉考都能默出大半，惊得他瞪圆了眼睛，直呼怪物。谢小乙的聪颖让华灵叔师兄妹对他愈发的喜欢，甚至放下了心中最后的一丝防备。这天晌午，日头正温，谢小乙正坐在院中的老树下，对着一本读经看得入神。院门外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来人是个中年文士，身着素色长衫，面容清朗，眉眼间带着几分儒雅，却又透着一股气度。他径直走进院子，目光扫过晒在竹匾里的草药，又落在谢小乙手中的书上。见谢小乙看得津津有味，淡淡开口：“这位小兄弟，敢问这读经中断肠草与钩吻是一物二名，还是两物殊途？”谢小乙闻声抬头，只当他是来求医的路人，放下书卷，起身拱手：“先生说笑了，断肠草便是钩吻，此物性温，有大毒，入口即灼喉，外敷可治戒选，只是用量需拿捏分毫，多1分则伤筋，少1分则无效。”文士闻言，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又问：“小兄弟是何人？怎么会在此处？”谢小乙见问，也不敢道出自己的真实身份证，无论是采花道亦或是穿越者，哪一个都够这中年人喝一壶的，于是就把骗华灵书和华素问的说辞又重复了一遍。中年人点头微笑道：“原来如此。”见小兄弟抱着读经看得入神，想是很喜欢学读。谢小乙内心深处自然是1万个喜欢。他穿越到这陌生的古代，本就感觉这里了无生趣，前些日子被萧凌云剑气所伤，更让他认清了自己和那些江湖高手的差距。如果能把读学经，说不定还能弥补自己武功上的短板，但他绝对不会实话实说，说自己学读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害人。他可没那么傻，在现代他可是双鱼座，说谎是信手拈来的，也是不用打草稿的，更是不会脸红。先生误会了，我乃是喜欢学读啊，我就是想着这山里林间到处都是毒草，万一哪天路过的行脚商，附近的乡亲们不小心沾了毒，我要是能认得这些毒物，知道怎么捡，就能帮着救人了。他一顿娓娓道来，把自己的逼格拉得满满的。中年人听后脸上露出了赞许的表情。谢小乙暗想，做戏就要做足，于是他挠了挠头，又补了句：“医读本就不分家，懂读才能更好解毒。我学这些，全是想为了能帮上旁人的忙。”秋风吹过，卷得药炉竹帘哗哗响，院角晒的草药被吹得乱晃。中年文士从背囊抓出一株叶子，像小戟，金杆泛紫的草，直接对到谢小乙眼前，开门见山的问：“认识吗？这叫鬼见愁，是实毒。这草毒得很，沾伤口就烂，吃进肚子直接毒穿肠，3个时辰内没解药，人就没了。那怎么解？”谢小乙暗想，他这是考我呢。他是谁啊？说不定是华灵叔的朋友吧。既然想讨教我，那就让你知道知道，我谢小乙也是有点能耐的。取老槐树的那层白皮，捣碎了加生麻油调成糊状，外敷能治皮肤溃烂。要是误食，
就得用穿心莲的全草熬浓汁，再对上铜尿灌下去，连着灌3次才能把毒压下去。谢小乙说的明明白白，中年文士脸上赞许的表情更甚。接着又从背囊扯出一株蝉藤开小白花的草，再看这个千机藤，吃了怎么样？浑身抽筋，手脚往一块儿缩，像个牵线木偶，直到断气都梳不开身子。解药呢？铁线莲的根混着陈年糯米酒，熬一炷香喝下去，再拿银针扎涌泉，取吃2个穴位，把余毒逼出来就行。中年文士摸了摸下巴上的短胡子，盯着谢小乙看了半天，孺子可教，难怪喜欢毒药书，看来有过目不忘之能。师傅，你回来了！竹帘哗啦被掀开，华灵叔端着药碗，华素问攥着半株草药，一头冲了出来。两人看见院里的场面，先是一愣，接着赶紧跑到中年文士身边。谢小乙的脸刷地白了，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他做梦都没想到，这个拿毒草考他的中年文士，竟然就是华灵叔和华素问的师傅。中年文士冲2个徒弟笑了笑，拍了拍华素问的脑袋，转头又看向谢小乙：“你之前说你叫谢墨是吧？刚才这几题，你答得比我当年初学读经的2个徒弟都强，看你是块学医术的料，愿不愿意拜我为师？”华素问笑嘻嘻地走到谢小乙跟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喂，我跟你说，我师傅可是江湖人称双绝医仙的华天乙华神医，他想收你为徒，可是你3辈子修来的机缘。”谢小乙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像是被雷劈中，手里的毒经差点没攥住掉在地上。老天爷，刚才还在心里猜这人是华灵叔的朋友，哪成想竟是正主师父，江湖上人称双绝医仙的华天乙，那可是1毒2道都能称得上泰斗的人物啊，还让我拜师，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正好砸在了头上啊！我的天，太玄幻了！华灵叔见谢小乙呆住，也不以为意，毕竟师傅这双绝医仙的称号在江湖上可是很响亮的，他吃惊也情有可原。谢兄弟，我师父问你话呢。谢小乙被华灵叔的呼唤惊醒了，飞快收敛神色，连忙躬身行礼，语气带着恰到好处的受宠若惊：“前辈抬爱了，我不过是死记硬背了些读经上的字句，哪里当得起您的亲传？再说我武功低微，怕是给您老人家丢脸。”这话半真半假，既摆低了姿态，又暗暗点出自己的短板，等着对方接话。华天乙闻言，抚着短靴，哈哈大笑，声音爽朗：“武功低微怕什么？我的徒弟靠的是医毒救人，不是拳脚逞强。你这小子心思活络，记性又好，还懂得藏拙，正是块好料子。”一旁的华灵叔连忙帮腔：“谢墨兄弟，师傅眼光毒辣得很，能被他看上是你的机缘。”华素问眼里满是雀跃：“你若拜师，即使你年纪比我大1、2岁，那以后你也要叫我师姐哦。”一语惊醒梦中人，谢小乙突然脑子一激灵，他成了我师姐，那我们是不是能有更多的时间接触了？不错，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想到这里，谢小乙挺直脊背，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响头，声音清亮：“弟子谢墨拜见师傅。”华天乙看着他磕完3个响头，方才收起笑容，目光落在谢小乙的脸上：“起来吧，既然做了我的徒弟，就把你脸上那层生根人皮面具摘了吧。”这话一出，院子里瞬间静了下来。华灵叔和华素问都是一愣，齐刷刷转头看向谢小乙，脸上满是错愕。他们朝夕相处这么久，竟半点没看出谢小乙的脸是假的。谢小乙刚抬起的身子猛地一僵，他每次作案都是必戴人皮面具的，只不过上次还没来得及摘，就被慕容威的师兄给打伤了，后来被救了。那段时间与华灵叔师兄妹相处，就更没机会摘了。却说谢小乙被华天乙戳破脸上戴人皮面具的事，让他不由得心中暗暗称奇，这华天乙师傅眼光也太独到了吧！我这人皮面具是生根人皮面具，这玩意儿可不是坊间那些用蜡皮消极糊弄人的货色，它可是阴山雪狐的皮和油脂揉制，寻常人就算凑到跟前细看，也瞧不出一点破绽。我从前每次采花全靠它遮掩，从未被人窥破过半分底细，怎地一下子就被这位双绝医仙看了出来？华灵叔皱着眉问谢小乙：“师弟，原来你现在不是本来面目啊？不过你在此养伤这么久，我居然没能瞧出破绽。”谢小乙尴尬一笑，强压下心头的慌乱，扑通一声又跪了回去，头埋得低低的：“师父明鉴，弟子绝非有意欺瞒，实在是弟子被江湖恶徒追杀，这才不得不戴上面具隐姓埋名。”他声音发颤，句句带着几分刻意装出来的惶恐。那些恶人武功高强，弟子也是被逼无奈，才用这面具遮掩行踪，只求能逃过追杀。华天乙听后点点头，温言道：“江湖险恶，隐姓埋名本就是自保之道，我不会怪你。”谢小乙大喜，再不犹豫，抬手攥住面具边缘，指尖用力一扯，只听极轻微的呲啦一声，那张与皮肉贴合无间的生根面具便被他缓缓揭了下来。呼，秋风掠过庭院，卷起几片落叶，也吹散了他额前的碎发，一张清俊的近乎逼人的少年面孔就这样毫无遮掩地露了出来。华素问看呆了，只觉得心脏跳动停住了，整个人都僵在原地。他和师父、师兄行走过江湖，见过的少年郎不算少，师兄华灵叔也算眉眼周正，可华素问从未见过有人能生的这般让人一见难忘。谢小乙方才戴着面具时，他不过是个看着有些木讷的寻常少年，可此刻面具一摘，那股子藏不住的清隽锐气，竟像是破鞘的剑气，直直撞进了他的眼底。
华素问忽然就懂了说书先生嘴里那句一遇少年误终身是什么滋味，原来真的有人仅凭一张脸就能让人忘了周遭的一切，连呼吸都能顿住。他怔怔地看着谢小乙，连师兄华灵叔在一旁轻声咳嗽提醒都没听见。华天以目光在谢小乙脸上转了2圈，嘴角的笑意不自觉地露了出来。他越看越满意，谢墨这小子眉眼清俊，骨相周正，配得上他这双绝医仙的徒弟身份。谢小乙却被华素问盯得浑身不自在，心里直发毛。他穿越过来就没见过自己的模样，原主的记忆里也没这部分，只当自己顶着张和采花贼身份相配的猥琐脸。这会儿又见华素问眼睛都看直了，还以为是自己长得太丑把人吓着了。他挠挠头，声音有点发虚：师姐，我很丑吗？你怎么这么看着我？这话一出，华素问才猛地回过神来，脸颊疼得一下红透了，慌忙别过脸去，磕磕绊绊的摆手：不丑，你怎么会丑？你很好啊。华素问越说声音越小，最后几个字几乎自己都听不到，只是在心里暗戳戳的称赞，原来谢墨师弟生得这样好看。可谢小已听得一头雾水，心里更没底了。待和师兄师姐一起把师父华天以功送回药炉，他立刻3步并作2步冲回了自己这几天住的那间木屋，一把抓过铜镜，凑到跟前仔细打量。镜子里映出一张少年人的脸，他开始盯着镜子里的人，手指在自己脸上摸了又摸，掐了又掐，足足愣了半盏茶的功夫。我靠！谢小乙低低地爆了句粗口，脸上的错愕慢慢变成了狂喜，因为镜子里的人很帅气俊朗，半点猥琐气都没有。老天爷可以啊，还算有点良心，虽然把我穿越成了个采花道，但好歹给了张帅脸，就算是采花道也是个漂亮的采花道了，不亏不亏。自那日拜师后，谢小乙算是扎进了医书堆里，一些他平日里看不到的典藏，现在随便揣摩。而华天乙的一炉藏书浩如烟海，从草药性味到经络穴位，从正骨接脉到奇毒解法，应有尽有。谢小乙本身就带着谢墨的现代底子，又有谢小乙的江湖阅历，脑子转得极快。华天乙讲的脉理，他一听就懂；教的草药辨识，他过目不忘。更绝的是，他能把现代的一些急救思路和古法医术揉到一块儿，偶尔还能给华天乙提些新奇的点子。日子一久，谢小乙和华素问的接触也自然多了起来。每日清晨，华素问会端着熬好的药汤来他的木屋，叮嘱他趁热喝，那是调理他健气救伤的方子，本来是大师兄华灵叔开的，也是华灵叔熬制的。但自打谢小乙摘了人皮面具后，华素问就把这个差事揽了过去，还美其名曰大师兄操劳，小师妹代劳。华灵叔其实早就看出师妹的小心思，他也不以为意，落得个清闲。但谢小乙又怎么会放弃和华素问那独处的机会？谢小乙每次喝药都故意磨蹭，要么说药太苦，要么说碗太烫，非要华素问坐在一旁陪他说话。师姐，你这药里是不是放了甘草？我尝着有股甜味儿。他眨着那双迷倒少女的眼睛，盯得华素问脸颊2侧泛红。就放了一点，怕你喝不惯苦药。谢小乙咧嘴一笑，仰头把药喝干。师姐熬的再苦也是甜的，巧嘴。华素白了他一眼，心里却甜丝丝的，不自觉地拿出帕子想帮他擦嘴角的药渍，但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因为他觉得这行为太过亲密，有些失态。你自己擦。谢小乙哪会放过这个好机会，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故意在手里揉捏。师姐帮我擦，我手笨。华素问被他握得心跳像打鼓，浑身都僵住了，只能由着他抓着手腕，轻轻帮他擦掉药汁。手指触到谢小乙的嘴角时，差点没站稳，耳根子都红透了。谢小乙又怎么会不明白这是少女的娇羞？我去，看来女孩都是颜控啊。穿越前我是学习那么优秀的高中生，只是长相一般就没女同学理睬，而那个华少，因为他长得比较帅，就能得到脾气暴躁的校花慕容薇的青睐，还在学校天台把他拿下，让他成了人们口口相传的天台女战神。这个世界真不公平，为什么都是一张脸，偏偏弄出天差地别的相貌？不公平啊，不公平！谢小乙看着华素问这副娇憨模样，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他当然没忘自己是采花道，华素问这等清纯相貌，本就是他穿越前最想拿捏却得不到的类型，更何况他的气息是和气诀里说的绝佳顶炉。这些日子的相处，心里从没断过采花的念想。两人一起去后山采药时，谢小乙总是故意选难走的路，时不时伸手扶华素问一把，手有意无意地碰着他的腰肢，划过他的翘臀。华素问每次都像受惊的小猫，猛地躲开，却又忍不住偷偷看他。有时大师兄华灵叔也会跟着，谢小乙就收敛些，规规矩矩地跟着师兄认草药。他的命是华灵叔救的，所以谢小乙内心深处是很恭敬这位大师兄的。但他有采花道的脾气，只要华灵叔一转身，他就会冲华素问挤眉弄眼，上下其手，逗得他又气又笑。华素问是情窦初开的少女，哪经得住这样撩？日子久了，一颗心早就悄悄系在了谢小乙身上。不过他脸皮薄，从来不敢说出口，只能把这份心思藏在心底，每日盼着能多和谢小乙待一会儿。谢小乙看得明明白白，心里暗爽。他知道再过些时日，等这姑娘的情谊再浓些，就能顺理成章地拿下她。到时候抱得美人归，还能修炼和气诀，顺便跟着师傅学医术，简直是一箭3雕啊！
看着华素问那白又瘦的身形，却配着紧致的小翘臀，谢小乙摸了摸下巴，嘴角勾起一抹笑。别急，师姐，咱们的日子还长着呢。一天，谢小乙整理完晾晒的药草，准备约师姐去看日落玩浪漫。其实他就是想让自己的手占便宜，趁四下无人摸个痛快。谁知这个时候，院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踉跄的撞门声，伴着嘶哑：“华神医，华神医，救命啊！”华天乙正和华灵书谈医理，闻声两人快步走了出来，连刚要回屋的华素问也跟着凑到门边。只见门口跪着2个村民，浑身沾着泥污，其中一个还捂着肚子，脸色蜡黄，另一个扶着他，嗓子都喊哑了：“神医，俺们清河镇上不知咋的闹起了怪病，上吐下泻，浑身发烫，一夜之间就没了10几口人，郎中都束手无策，求您发发慈悲，救救俺们吧！”那清河镇就在山脚下不远的地方，华灵书和华素问就是清河镇人，2个人都是自幼无父无母苦命的弃儿，他们是被华天乙下山治病救人的时候收留的，名字也是华天乙取的，所以华灵书听到清河镇上出事，不由得眉头紧皱，一夜之间没了10几口，莫不是瘟疫？这话一出，院子里瞬间静了，谢小乙脸上的笑意也敛了去，心里咯噔一下，瘟疫这玩意儿在现代都不好提防，搁古代就是要命的东西，说不定比昆仑天剑宗的剑气还狠。华天乙闻言蹲下身，指尖搭在那腹痛汉子的腕上，又掀开他的眼皮看了看眼底的淤色，起来说话：“你们先在院外的柴房待着，我取药给你们应急。”说着，他转身看向3个徒弟，语气凝重：“这病有些蹊跷，看来咱们要下山一趟了。灵叔，你留在一炉守着。”华灵叔一愣，刚想开口说要跟着一起下山，就被华天乙打断了。一炉里的药材、医书，还有后山的药谱，都得有人照看。附近村落的村民要是染了病找上门，你得先稳住局面。华灵叔向来对师傅的话奉若神明，他不敢违抗，当下拱手行礼：“是，师傅，弟子明白。”华天乙点点头，又看向华素问和谢小乙：“你们2个随我下山。谢末，你医术已经入门，正好趁此机会历练，辨证、施针、开方都得用心。素问负责熬药，护理病患，再记好每日的病情变化。”2人齐声应下。华素问偷偷看了眼谢小乙，脸颊微红，心里竟有些窃喜，能和他并肩下山倒是件不错的事。谢小乙心里却打着别的算盘，瘟疫凶险，这一去怕不是9死1生，可转念一想，跟着师傅见识大场面，医术肯定能突飞猛进。再者和华素问日夜相处，拿下这姑娘的把握又能大几分？一想到拿下华素问，他心里乐开了花。当晚师徒3人就收拾好了行囊，华天乙带了金针、脉诊和几本制医的古籍，华素问药囊里塞满了各种草药，谢小乙则换上了新衣。他原本的那一身被萧凌云的剑气搅得破烂不堪，这一身新衣服是华素问之前帮他在山下采购的，而他曾采花随身携带的物品装备早已经偷偷藏在了山中的一处树洞里，因为那些东西太过暴露，他怕在山下遇到自己以前的故人，万一被识破身份，可不是好玩的。第2日天刚蒙蒙亮，3人就背着行囊下了山。刚到清河镇外，一股刺鼻的腐臭味就飘了过来，镇口的木栅栏被拦了起来，几个衙役守在那里，眼神里满是惶恐。一个老衙役认出华天乙，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哭嚎道：“华神医，您来了！镇上的人都莫名其妙的病了，这瘟病邪门的很，上吐下泻，浑身发热，不出3日就得没命。”华天乙扶起老衙役，沉声道：“带我去看看病患。”老衙役刚要引路，巷口就匆匆跑来一个中年男人。老衙役赶忙引荐：“华神医，这位是我们清河镇保长，我们都称他王保长。”王保长看到华天乙，3两步冲了过来，拱手行礼：“华神医，您可算来了，小人是清河镇的保长，求您救救镇上的百姓啊！”华天乙伸手把他扶起，王保长不必多礼，先带我们去看看病患，再细说疫情的情况。王保长点点头，开始在前带路。谢小乙跟在后面，看着镇子里空荡荡的街道，家家闭户，偶尔传来几声凄厉的哭嚎，心里竟生出一丝莫名的感慨。他从前当采花贼，只顾着寻欢作乐，哪见过这等人间惨状？一行人进了临时搭建的一房，里面躺满了病患，呻吟声此起彼伏。华天乙立刻上前诊脉，一个接着一个，结果他眉头越皱越紧。不对，这不是普通的瘟疫。他掰开一个个病患的眼皮看了看，又看了看病患呕吐的秽物，脸色凝重。这是毒瘴引发的疫病，有人在水源里下了毒。谢小乙和华素问对望一眼，心里均是一惊，这哪是天灾，分明是人祸。王保长大吃一惊，有人下毒。华神医，这可如何是好？华天乙不答，转而看向2名弟子。素问记录，谢末先用金针定穴法给病患止痛。华素问有点害怕，脸色发白，却还是强忍着不适，拿出纸笔开始记录病情。谢小乙定了定神，按照师傅教的法子给一个轻症病患施针。他手法虽然有些生疏，但穴位找得极准，一针下去，那病患的呻吟声竟小了些，这让清河镇的病患看到了曙光，一声声感谢，此起彼伏。多谢小神医，这下舒坦多了，救命之恩啊！小神医你可真是活菩萨，肚子终于不疼了，谢谢谢谢，多亏了小神医，不然俺这把老骨头怕是熬不过去了。
谢小乙心里乐开了花，想不到采花大盗也有悬壶济世的一天，居然还被夸神医，采花倒成了小神医，这事儿听着够新鲜。谢小乙决定做戏要做足，假意抬手擦额角的汗，冲众人摆了摆手，小事一桩，举手之劳罢了，各位安心等着，保准会为每一位都是真的。说着，歪头瞥向华素问看过来的目光，师姐，我跟师傅学的这针法如何？华素问点点头，很不错，快赶上大师兄了。谢小乙见师傅离得远，就趁机撩师姐，那师姐，你是喜欢大师兄多点，还是喜欢我多一点？华素问握着纸笔的手一顿，他是真没想到在这场合下，这位师弟说话会如此直白。刚转了几声小神医，就蹬鼻子上脸了。师姐，我赚的哪是名声，分明是师姐你看过来的眼神，油嘴滑舌，也不怕被师傅听见罚你抄医书。谢小乙低笑一声，看着他害臊的模样，心里爽得不行。抄医书算什么？要是师姐肯陪我，抄100遍我都乐意。华素问红了脸，这个师弟太会撩人了，不能再理他了，不然一会儿让师傅听到真的罚他抄医书怎么办？而华天乙正在思索一读，约莫一盏茶的时间，他突然抬手让王保长取来笔墨纸砚，随即提笔蘸墨，一行苍劲的字迹跃然纸上。此方名为清障解毒破天方，主要3味：龙须杖心草3钱，去其根须，能破体内淤积的毒瘴；9叶还魂莲7瓣，去心流液，可生津固元，护助脏腑；玄水醒神花1朵，花瓣阴干研磨，专解水源里的阴毒。服药4味：赤血灵芝5分，寒髓草2把，玉露藤1节，镇邪液10片，尽数捣碎，与主药同入大釜，加山泉水熬煮3个时辰。药方配其分作2份，一份给轻症者直接服用，另一份撒入全镇所有水井。说罢，华天已将药方递给王保长。王保长接过药方，只看那一连串霸气的药名，就觉得心头一震，忙不迭点头。小人记下了，这就去安排人手，跑遍各大药房，也会把这些药草找齐。华天已又扫了一眼满屋子的病患，向谢小乙补充道：重症者服药后，需服以金针透穴，53克施针最佳，届时我也亲自来。谢小乙点点头，知道了师傅。不过您刚才说这毒是在水源里？华天以目光扫过一房外的水井方向，点头说道：不错，这毒唤作玄水瘴毒，是某些炼气士惯用的阴毒手段，遇水则溶，混在井水里不易辨别，寻常人喝了，毒邪会顺着血脉侵入脏腑，先是上吐下泻，而后脏腑衰竭，最后连脉象都摸不着。话音刚落，谢小乙心头一震，水源投毒，这手笔可比单纯的瘟疫很多了，摆明了是冲着清河镇满镇人命来的。华素问歪了歪头，柔声问：师傅，那您刚才的药方可能解这毒？若王保长能配齐药方上的药草，为师有90%把握解这一毒。忙活了一整天，直到月上中天，镇里的病患才算安置妥当。王保长领着师徒3人到镇口的小客栈，局促地搓着手，镇上就这条件，委屈3位住下，3间小屋收拾干净了，将就一晚。华天乙摆摆手，表示不必客气，随后径直进了最里头的屋子歇下。谢小乙也是有点累了，不过他还没忘记撩妹。师姐，余下的2间你先选一间吧，夜里要是怕黑或者有什么动静，喊我一声就行，我耳朵灵。华素问提着药箱选了中间那间屋，进门时回头向他丢了句：少贫嘴了，你也今天累了一天，我药箱里有安神香，睡不着就过来拿。说完便关了门，没再吱声。谢小乙心中一讶，他让我晚上去拿，这不是摆明给我机会吗？说不定今天那盒气诀要用上一用了。呵呵，先去打水洗个澡，那事儿要有仪式感，必须干干净净的。夜入2更，华素问拎着2个食盒，里头是傍晚抽空做的莲子糕。他先敲开了师傅的门：师傅，刚蒸好的莲子糕，您垫垫肚子。说着，他把一个食盒搁在桌上，转身就要走。华天已放下手里的医书，抬眼瞅着他泛红的耳根，这位双绝医仙眼底漾开了一抹了然的笑。素问：剩下的是给你师弟送去的吧？华素问脚步一顿，脸颊瞬间烧了起来，轻轻地点了点头。师傅，师弟忙了一天，我怕他饿坏了。华天已行走江湖多年，他又怎么看不出少女家的那点小心思？去吧，年轻人的事自己把握就好。华素问耳根更烫了，拎着食盒匆匆退出房门，几步走到谢小乙的屋前，轻轻扣了扣门板，门吱呀一声开了。谢小乙只披了件单衣，头发微湿，显然是刚擦洗过。师姐，这深更半夜的，是想我了？华素问被他直白的话噎了一下，把食盒往他怀里一塞，一见面就不说好话，你少贫嘴，刚做的莲子糕，你填填肚子。说着华素问就要转身走，机会难得，谢小乙也算万花丛中过的人，他哪肯放过？不等华素问迈步，伸手一捞，轻轻攥住了这位害羞师姐的手腕，力道不重，却让华素问浑身一僵，怔了2下没怔开。师姐，急什么？谢小乙凑近一步，温热的气息拂过华素问的耳畔，声音压得很低：能不能陪我聊聊天？我有些依理想和你探讨。这话说得很讨巧，既能正大光明的邀请，又给了他留下来的理由。你松开手，被人看见会误会的，这深更半夜的，谁会看见？谢小乙低笑一声，非但没松，反而轻轻把他往屋里一带。师姐，你做的糕点是不是得看着我吃了才放心？华素问踉跄着进了屋，门被谢小乙反手一带，
咔嗒一声落了栓。华素问大惊，转身要走。师弟，别这样，我要回屋。谢小乙这个时候要是让他回了屋，他就不是采花大盗谢小乙了。二话不说，扔了食盒就从华素问身后轻轻抱住了他的腰。师姐，能不能陪我一会儿？就一会儿。华素问懵了，大脑一片空白。他还是第一次被男子抱住，一股陌生的热意从他腰腹漫到四肢百骸。这样突然的拥抱惊得他手指都在抖。他想掰开谢小乙的手，可身体现在就是不听话，力道软绵绵的，完全使不出力气。华素问羞红了脸，声音带着点哭腔。虽然这间屋子离师傅那间还算远，但他怕动静太大惊到师傅。师弟，你放开我，别这样。谢小乙听话才怪，他下巴抵着华素问发顶，来回的蹭着。师姐，别躲，我就是想抱抱你。今天看着你忙前忙后，我心疼。华素问浑身僵得像块石头，这师弟太会撩了，他受不了了。师弟，你松开。谢小乙没松，反而把脸埋得更深，鼻尖蹭着他的秀发，语气软得一塌糊涂。就抱一会儿。师姐，你做的莲子糕闻着甜，不过你人更甜，我早就想这么抱你了，从第一次见你就想了。华素问继续掰他的手，可是他力气小，完全撼不动。你无赖。谢小乙松开一点，腾出一只手，轻轻捏向他的胸口，动作温柔的不像话。华素问惊得低呼一声，抬手就想拍开他的手，手腕却被谢小乙反扣住。师弟，松手，你登徒子。可他语气里没半分真恼，反倒带着几分娇憨，胸口被触碰的地方发烫，身子不自觉地轻颤。我就是登徒子，就是无赖，无赖到只想这样抱着你一辈子。这话钻进华素问耳朵里，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荡得他心尖都在颤。华素问想反驳，想推开谢小乙，可唇瓣动了动，最终没说话。谢小乙嘴角斜笑，因为他察觉到华素问内心的松动，手臂收得更紧了些，胸膛贴着他的后背，双手开始不规矩起来。师姐，我知道你心里有我，不然你不会给我做莲子糕，不会留安神香等我去拿，对不对？华素问被他的双手搅得五迷三道，脸烧得更厉害了，偏过头不敢看他，却还是轻轻了一声，声音细得像蚊子。这一声轻音像是给了谢小乙莫大的勇气。他突然扳过华素问的身子，师姐，我能亲你吗？华素问听谢小乙问能不能亲自己，他猛地抬头，刚要说不可以，谁知话到嘴边，他那樱桃小口就被谢小乙堵住了。他的这一吻很重，带着不容拒绝的炙热，这是华素问的初吻，从未有过的感觉惊得他浑身一颤，下意识想偏头躲开，却被谢小乙扣住后颈，力道不算重，偏偏能让他乖乖就范。华素问挣扎了一会儿，最终闭上了眼睛，双手攀住了谢小乙的后背，一点点地开始迎合。谢小乙当然察觉到了，他欲擒故纵，嘴唇稍稍退开半分。师姐，你是我的。华素问此刻被他撩得意乱情迷，抬手勾住了他的脖颈，踮起脚尖主动咬住他的唇瓣，声音软得发腻。是你的。谢小乙心中一荡，原本松开的手猛地收紧，吻得比刚才更急更浓烈。华素问闭上眼，沉浸在这份炙热里，直到氛围渐浓，他才下意识地轻声抗拒：师弟，别，不要。谢小乙嘴角轻挑，在他耳中这份羞怯的推脱更添情愫。师姐，别反抗，你跑不掉了。说着，他轻轻将他揽入怀中。华素问大惊失色，双手轻抵在他胸前：师弟，别这样，师傅离得远，师傅听不到。再说了，师傅是不会反对师弟喜欢师姐的，你这是歪理。师傅不反对师弟喜欢师姐，可也没让你。谢小乙不去理他，和气绝地功法牵引着心绪，加上华素问身上未染尘俗的纯净气息，让他心头愈发坚定。现在别说师傅了，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他也停不下来。华素问见他不为所动，出口央求：师弟，我求求你了。这份软语让谢小乙低头轻咬住他的耳垂，声音低沉：师姐，我喜欢你，我忍了好久了，你别反抗了好吗？华素问耳垂被咬，心中荡起一丝异样，好像身上的某个开关一下子被打开了，心软了下去，抵着他的手也软了下去，偏过头闭上了眼睛。这一松便是默许。谢小乙顺势打横着将他抱起，那和气绝功法本就需灵脉共振方能见效，他刻意压着内力，顺着两人交织的气息缓缓游走，不敢惊动师姐华素问。不一时，温热的气息开始交融，华素问只觉得一股真气游走在四肢百骸，通体舒泰。他不知道的是，那股暖流正是和气绝牵引的内力，正顺着他的经脉缓缓流转，再悄无声息地反哺回谢小乙体内。不知过了多久，一切归于平静。华素问窝在谢小乙怀里，呼吸渐渐平稳，谢小乙却毫无睡意。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体内原本滞涩的三品内力此刻正疯狂涌动，经脉像是被拓宽了一样，一股更浑厚的气流冲撞着丹田。轰一声轻响在他体内炸开，内力陡然暴涨，原本卡在三品巅峰许久的壁垒竟被轻而易举地冲破。谢小乙猛地睁眼，眼底闪过狂喜，他悄悄运起内力，指尖凝起一缕比以往强盛数倍的气流，那是实打实的四品修为。爽，难以言喻的畅快感席卷全身，比以往任何一次突破都要痛快。他低头看着怀中人恬静的睡颜，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这和气绝果然霸道。华素问这灵力纯净无垢的体质，简直是修炼的绝佳，灵脉契合者。
更妙的是，他对自己情根深种，满心满眼都是信任的爱意。谢小乙收紧手臂，将华素问抱得更紧，随即摸了摸怀里人的头发，心里算盘打得噼啪响。这何其绝妙啊！这样就冲到了4品修为，那将来若能寻得更多灵脉契合者，以共振之法修炼，岂不是能冲到9品巅峰金刚圣域境的体魄？可惜那9品巅峰境只是听过江湖传言，至今也没见过，谁能真的到达罡气成甲，刀枪不入？想到这里，谢小乙陷入神往。天刚蒙蒙亮，窗纸透出一抹鱼肚白。华素问醒了过来，只觉浑身酸软，一睁眼就撞进谢小乙沉睡的面容。他这才发现自己还窝在他怀里，衣衫微乱，想想昨夜的画面，不自觉的羞得耳根发烫，慌慌张张的就爬了起来。师姐，跑什么？谢小乙伸手一捞，又把他拽回怀里，低笑道：这就始乱终弃了。始乱终弃？这个师弟惯会胡说八道，这话说的怎么像是自己占了他的便宜，而且是占完便宜后想逃走的人。原来你早就醒了。华素问抬手就往他胸口上捶了一下。你混说什么？明明是你欺负了我。谢小乙捉住他的手腕，把玩着他柔弱无骨的小手。欺负？师姐这话可就见外了。我占了你的人，你占了我的心，这哪能算欺负呢？说罢，他轻轻捏了捏他的指尖。华素问慌得手忙脚乱。别闹，师傅要是看见了，我可没脸见人了。他一个姑娘家家的都这样说了。谢小乙不好意思再逗弄他，低头吻了下他的唇角。师姐，我不闹了，我听你的。华素问红着脸抓起散落的衣裳往身上套，临走前还不忘狠狠瞪了他一眼。下次再敢这样，我就不理你了。谢小乙没有说话，起身伸了一个懒腰，却发现腰部肌肉有点发紧。这样谢末，谢小乙想起了穿越前曾偷看过的小说《金瓶梅》里的一首诗：28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凡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叫君骨髓枯。女人的腰，夺命的刀。古人啊，诚不欺我。天亮了，两个人收拾妥当出门时，华天已经坐在客栈大堂喝茶。谢小乙和华素问立刻上前行礼。华天已抬眼看过二人，目光在华素问略带局促的神色上顿了顿。王保长那边的药材该备妥了，走去看看药方作用如何。谢小乙躬身应是，华素问则红着脸低着头，跟在师傅身后快步出了客栈。三人赶到驿馆时，院子里已经挤满了病患。王保长正领着几个伙计忙前忙后，见他们来，立刻迎上来。华神医，您来了，药材按您给的方子都配齐了，熬药的大锅支了3口，就是井里的解药还得您长眼。华天乙点点头，径直走向药堆。华素问则熟门熟路的拎起药秤，谢小乙也挽着袖子帮忙分拣药材。就这样忙到辰时过半，3大锅汤药已经咕嘟咕嘟冒起热气，药香弥漫了整个医馆。众患者只单单闻着药香就感觉到一阵舒适，众人不自禁地兴奋起来。这药香闻着就舒坦，华神医的方子果然名不虚传。这药喝下去指定药到病除，这下咱们可有救了。老天爷保佑，总算等来华神医和2位小神医。王保长怕人多混乱，指挥着伙计将汤药分发给排队的病患。华天乙则取了调好的解药粉末，亲自跟着去了镇口的井边，捏着药粉均匀地撒入井水，待药粉入水，又命人用长竹竿在井水中搅动数圈，随后又叮嘱按照此法在镇中所有水井每隔半日投1次药，每次1两3钱，3日后方能饮用这些井中水。王保长手下哪敢不听，纷纷点头应是。清河镇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众人直到忙活到中午，病患才渐渐少了。王保长为华天以师徒找了处院子休息，他师徒3人正要吃点干粮，院墙外却突然传来一阵破风之声，萧树梅暗器破空而来，直取华天乙面门。华天乙本就是一个会武功的神医，当下手腕急挥，想以袖子撞开暗器。师傅，谢小乙先行出手，脚下踩着燕翻云的轻功步伐，身形惊鸿一闪，瞬间掠到华天乙身前，手腕翻转，伸出2指夹住2枚急射而来的飞镖，另一只手大袖一甩，将剩下的暗器尽数扫落在地，动作干净利落，4品内力隐隐流转，没有发出半点多余的声响。杀！暴喝声中，10余条黑衣人引破墙而入，个个手持利刃，内力气息在2、3品之间。为首之人目光阴毒，死死盯着谢小乙。小子，昨日远观，探你气息，你是3品修为不易对付，所以我没有对华天乙下手。但今天我们这里聚集的人皆是2、3品巅峰的修为，你必死。原来这人昨日暗中窥探，见华天乙到来，知道一毒他必能解，本想出手结果了他，但发现华天乙的徒弟内力气息已达3品，他没把握胜过谢小乙，所以暗中发出信号，等来支援后才动手。华素问哪里见过这等阵仗，吓得脸色发白，踉跄着后退1步。谢小乙一把扶住，将他护在身后，师姐找地方躲好，别出来。黑衣人见状，立刻分出几人扑向华素问，刀光霍霍，直逼面门。休狂！华天乙怒喝一声，手腕一翻，数点寒星急射而出。2声惨叫，冲在最前的2名黑衣人躲闪不及，被金针刺中穴位，当即浑身僵硬，瘫倒在地。领头刺客看出端倪，立刻提醒出声，这是满天星辰的手法，大家小心他的飞针。众黑衣人见说，分散围住那师徒3人，
将刀挡在身前，刀法使得密不透风。这样一来，华天乙的飞针就被遏制住了，几把飞针发出，均是无功而返。为首的杀手见状狂笑：“华天乙，你满天星辰的飞针虽然厉害，却没用了。今日你们师徒3人全都得死。”说着，他身旁一名手下纵身跃起，长刀携着2品巅峰的内力劈向华天乙面门。谢小乙冷笑一声，昨日他确实是3品修为，但经过昨夜与华素问的夜战后，他的修为已经突破到4品，功力早已今非昔比。见黑衣人的刀已经劈向师傅，当即右手握拳，4品内力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砰！拳锋与刀面相撞，一声闷响，为首的杀手只觉一股磅礴的内力顺着刀身涌来，虎口瞬间崩裂，长刀也脱手飞出。谢小乙趁他手臂发麻，又在他胸口补了一拳，轰！黑衣人如遭重击，倒飞出去，撞在院墙，上口喷鲜血，眼看是活不成了。所有黑衣人都愣住了，脸上满是难以置信。四品修为，这怎么可能？昨日明明还是3品，怎么一夜之间就突破了？谢小乙活动了下手腕，看着一众黑衣人，痞气的笑：“山人自有妙计。”话未落，身形如风，4品修为加持下，速度快得惊人。一名黑衣人挥刀砍来，谢小乙侧身躲过，手掌啪的一声拍在对方胸口，那人立刻被击飞出去，口喷鲜血。很显然，2品的内力在4品修为面前根本不堪一击。华素问又惊又喜，惊的是师弟武功如此厉害，面对数名2品巅峰的刺客还能游刃有余，这份实力远超他的想象。喜的是自家师弟这般厉害，不仅能护住师傅和自己，更没辜负他的一片痴情。华天乙也是呐喊，看着谢小乙的背影，眼中满是诧异，这徒弟谢墨的内力怎么精进的如此之快？黑衣人首领更不淡定，见手下接二连三的被击飞，眼珠子都红了，扯着嗓子嘶吼：“这小子很厉害，大家一起上，乱刀砍死他！”剩下的黑衣人哪敢迟疑，当即合身扑上，刀光剑影瞬间将谢小乙团团围住。华素问躲在师傅身后，看得心都揪紧了，比他自己被围攻都紧张。师弟小心！华天乙转过身，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淡然一笑：“放心，谢墨不会有事的。”华素问哪心？师傅说的虽然轻松，但师弟被围攻却是事实，师傅就算想安慰自己，也不应该是这个时候啊。华素问正心乱如麻，也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异变陡生，冲在最前的黑衣人突然腿一软，扑通一声栽倒在地，紧接着第2个、第3个，眨眼之间，所有黑衣人都像被抽走了骨头，一个个瘫在地上，浑身发软，连手指都动弹不得，嘴里只能发出呵呵的粗气。谢小乙一愣，收住拳势，低头看着脚边挣扎的黑衣人，满脸错愕。一旁的华天乙这才慢悠悠地收起附在身后的手，淡淡开口：“我这神仙也得罪，就算是6品修为，也要罪上一罪，更何况是你们。”谢小乙和华素问同时惊呆，师傅一直站在原地不动，他是什么时候布的局？那领头的刺客紧咬着牙问道：“我们中毒了？你是什么时候下的毒？”华天乙瞥了他一眼，嘴角现出一抹淡笑：“你以为医者光会看病？你们这群人刚破墙进来，就已经吸入了我这神仙也得罪的药粉。”谢小乙在江湖上混过，知道华天乙医毒无双，但他真不知道自己的这位师傅下毒的手法竟是如此神出鬼没。他很庆幸自己对华素问只是勾搭，并没有霸王硬上弓，直接用强，不然这位双绝医仙一生气，自己的小命什么时候没得估计都不知道。但谢小乙还是想知道，为啥同是在院中，师傅的毒能让刺客中招，自己和师姐却为啥没事？师傅，您下毒的手法很深，我没中毒吧？华天乙斜睨他一眼，挥了挥衣袖，语气淡得像风：“这就是为师下毒与解毒的方法。”这话一出，谢小乙心头一震，师傅的手法竟如此了得，挥挥袖子就能下毒和解毒。我去，这不就是轻轻的我挥袖，毒已悄悄的来，轻轻的我再挥袖，解药自入怀。华素问见歹徒尽数被降，胆子也大了起来。师傅，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咱们？华天乙不答，向谢小乙说道：“谢墨，你去问问，看看能不能得到什么线索。”谢小乙点点头，跨步上前，一脚踩在领头刺客的胸口，说：“谁派你们来的？目的是什么？”领头刺客双目赤红，喉咙里呵呵作响：“干你娘的，疼死我了！等我主人来了，定要你死无全尸！”谢小乙冷笑着，脚下加重力道：“我娘就是你奶奶，你去干你奶奶吧！”他这话低俗不堪，华天乙不由得皱眉呵斥：“谢墨住口！医者行事，手重分寸，你这般言语粗俗，反倒落了下乘。”谢小乙吐了吐舌头，开始认错：“这师傅，弟子错了，这口头上不吃亏的毛病一定改。”说着，他脚下的力道更重了。“妈的，老子可是采花大盗，向来只有干别人娘的份，让你骂我干你娘，给你尝尝燕翻云腿法的力道啊！”刺客被他踩得惨叫出声，他惨叫了，谢小乙痛快了，说：“你们究竟是何人？”正当以为那领头刺客要吃不住疼招认的时候，瘫在地上的所有黑衣人突然浑身抽搐，皮肤开始泛起青黑，几个人嘴角都溢出黑血。不过短短数息，10来个人竟全都没了气息，死状狰狞可怖。谢小乙一惊，猛地后退一步，这绝不是神仙也得罪的药效。华天乙脸色沉了下来，快步上前，
蹲下身捏住一名刺客的手腕探脉，指尖刚搭上脉搏，眉头便紧紧拧了起来。不对，这不是普通的毒，是锁魂蛊，下在皮骨之间，由外力催动。一旦下蛊者想让宿主死，那他只需要通过气机牵引，就能即刻让人毒发身亡。谢小乙一经锁魂蛊，能将蛊虫炼制成操控人的杀气，绝非寻常江湖人能做到的。华天乙站起身，目光扫过地上的尸体，语气开始凝重起来。这是炼气士的手段，而且绝非正道中人，是极其阴毒的炼气士。炼气士，谢小乙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之前的记忆碎片闪过，他只听说过这群人能炼化万物，上可饮酒消云雷淬体，下能容山川精魄铸气，举手投足间便能搅动一方风云。只是那些碎片太过驳杂，他只记得传闻里的炼气士皆有翻江倒海之能，却不知道这等人物为何会出现在这穷山僻壤。华素问毕竟是少女，江湖阅历极浅，她还是第一次听说炼气士，不由得好奇。师傅，炼气士是什么呀？华天以目光望向院外，语气沉静。这炼气士可不是寻常武者能比的，他们不凭拳脚兵刃，而是要扣开体内玄关，引天地间无形的灵气入体，炼化后化作自身神通，下可聚气成盾，挡千钧之力，上能御气成风，踏云而行，甚者能炼神石，铸金丹，寿远远超凡人，活上数百年都不稀奇。华素问惊得一呆，这还是人吗？岂不成了神仙？那都去做炼气士，不是都能活得很久，很开心了？华天也摇了摇头，淡淡一笑。炼气士那条修行之路是实打实的千难万险，首先得有天生灵根，寻常人哪怕穷尽一生，也可能摸不到灵气的边。其次要过心魔关，修行途中稍有杂念，便可能走火入魔，轻则修为尽废，重则爆体而亡。更要扛得住天道考验，每逢境界突破，便有结束灵门、雷霆、心魔、劫火，稍有不慎便是生死道消。华素问拨了拨额前刘海，嫣然一笑，师傅，那还是算了吧，听着就麻烦。华天乙继续说道，炼气士的修行从不是闭门造车，须得有顶尖地功法引路，有罕见的灵药淬体，有灵脉汇聚之地静心修炼，还要有同道护持，前辈指点，少了一样便可能卡在某个境界，至死都无法寸进。这世间千万人能踏上炼气之路的万不存一，能修成气候的更是凤毛麟角。谢小乙回过神，和华素问对视一眼，两人眼中满是惊羡。师傅，谢小乙率先开口，问出心中所想。这炼气士神通广大，何苦来清河镇这偏僻之地，还对我们痛下杀手？华素问也连忙点头，附和道：是啊，师傅，我们和他们无冤无仇啊。华天乙负手而立，目光扫过地上的尸体，沉吟片刻，缓缓开口：清河镇看似普通，实则灵气充盈。你们看这四周的山势，连绵起伏如卧龙盘踞，又有清溪环绕滋养，正是人杰地灵、灵气充沛的宝地。谢小乙恍然大悟，师傅，难道他们想在这里修行？华天乙闻了一声，语气愈发肯定，这般得天独厚的灵脉，最适合炼气士闭关修炼，甚至冲击更高境界。那些人怕是盯上这块地方了。华素问也明白过来了，您是说他们的目标根本不是我们，而是清河镇这块灵地？不错。华天乙点头，我们救治百姓，破除瘟疫，可能断了他们的图谋，自然就成了眼中钉。华素问听得心惊，握紧了衣角。那这一毒，谢小乙不等师傅开口，他已经说出了心中所想，十有八九也是他们的手笔，为了夺地不择手段，用一毒逼走百姓，好独占着灵脉。华素问看师傅没有出言反驳，知道师弟说的大致没错。师傅，此事要查个水落石出吗？王保长在清河镇待了一辈子，说不定知道些内情。华天乙点头，立刻命谢小乙去寻王保长。不多时，王保长便匆匆赶来，见院中满地黑衣尸体，吓得脸色煞白。华神医，这是怎么了？华天乙温声安抚王保长，不必惊慌，这些应该是给水井下一毒之人，刚才他们刺杀我师徒三人，失败后都自尽了。王保长缓了缓神，这才问，那华神医找我来有什么事问我？华素问语调轻软，脆生生地代替师傅问道，我们找你是想问你一件事，清河镇近年可曾有过陌生人来此，或是发生过什么不寻常的事？王保长又定了定神，皱着眉头仔细回想，半晌后一拍大腿，有，当然有。个把月前的时候，有一伙外地人来到镇上，个个衣着华贵，出手阔绰，他们说要花重金买下整个清河镇，让我们所有人都搬离这里，还说给的银子够我们一辈子的花用。那后来呢？谢小乙追问。后来，王宝长叹了口气，大家伙儿世世代代都住在这儿，祖坟田地都在，哪能说搬就搬？我们当场就回绝了。之后镇上就断断续续有人染病，起初知道是小病小痛，谁知道竟闹成了这般要命的瘟疫。这话一出，华天乙心中明了，所有的线索瞬间串联起来。果然如此，这伙人大概就是炼气士派来的。你们不肯搬离，他们便暗中散播异毒，想让清河镇变成一座空城，好独占灵脉，冲击境界。王保长听得目瞪口呆，他已经明白了一个大概，不禁开口咒骂：这帮天杀的，为了霸占地方，竟害了这么多性命。华神医，您说水井里的毒药释解了，他们还会不会再来投毒？华天乙沉思，默然不语。王保长见如此光景，他也揣测出了一个大概，那炼气士绝不会收手，还会再来。华素问这几天见多了因异毒而死的清河镇百姓，
他自己也是清河镇人，不由得心中一软。师傅，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清河镇的百姓再遭毒手吧？谢小乙偷偷撇了撇嘴，心中腹诽：清河镇百姓关我们屁事啊！我穿越前可没少看仙侠小说，那练气势以我现在的修为可惹不起，还是劝师傅不要多管闲事了吧。他正想着应该用什么话来劝师傅，既不能显出来自己怕事，又不能让人看出自己心的不善良。就在这当口，华天乙却说话了：练气势之能远非寻常江湖武者可比，他们能引灵气淬体，遇法器杀人，甚者更能凭神识窥探人心，举手投足间便可搅动风云。此事凶险万分，早已不是我们师徒三人能解决的了。谢小乙心中大喜，嘿嘿，看来不用劝师傅了，他已经想明哲保身了。那话却如一盆冷水，浇得华素问心头一凉。华素问急声道：那可如何是好？难道就任由那恶毒的练气士为所欲为吗？王保长也是躬身行礼：华神医，您要是有什么法子，就指点一二，救救我们清河镇上的人。华天以目光沉沉，思索片刻，似是下定了决心。你莫慌，此事并非毫无转机。昆仑天剑宗宗主与我是多年的至交好友，他宗门内高手如云，只要请得他出手，或能解清河镇之危。王保长听华天已说昆仑天剑宗能救清河镇，登时大喜过望，又是作揖又是叩头。华神医若是能解我清河镇之危，我清河镇上下定清泉镇之力相报，金银财帛、粮米牲畜，神医尽可取用。华天已将他扶了起来，吩咐道：王保长先莫急着谢，烦你立刻去准备2匹快马，要脚力最好的。王保长连连点头：神医放心，我这就去办。说罢便急匆匆地跑了出去。华天已又看向谢小乙，拍了拍他的肩膀：谢莫，此事事关重大，我何素问在此给清河镇百姓解毒，烦你跑一趟昆仑天剑宗，我那老友看在我的面子上，必定会出手相助。谢小乙闻言，心头一震，像是被一道惊雷劈中，浑身瞬间僵住。昆仑天剑宗，那可是慕容威的师门，他当日化身采花大盗，正是用卑劣手段玷污了慕容威，这才引来他师兄的一路追杀。如今要他亲自去昆仑天剑宗求援，岂不是自投罗网？去还是不去？去，万一被昆仑天剑宗的人认出来，等待自己的怕是更厉害的一道剑气。不去，清河镇的百姓难逃一劫，师傅和师姐也会身陷险境。谢小乙为难了，要不偷偷的溜走，可转念一想，他给了自己一个否定：不行，绝对不行！万一那恶毒的练气士真来了怎么办？清河镇百姓挂了就挂了，但是师傅师姐对我是极好的，我不能罔顾他们的性命。他脑子里2个小人在天人交战。谢小乙虽非正道，但他现在不单单是谢小乙，他还是心地善良的高中生谢幕。就在这纠结之际，谢小乙脑中灵光一闪，猛地想起了什么。对了，当初采花作案时一直戴着生根的人皮面具，如今早已摘了下来，换了一副全新的面孔。更何况自己现在是华天乙的亲传弟子，身份是行医救人的谢幕，谁又能将他和那个臭名昭著的采花大盗谢小乙联系在一起？想到这里，谢小乙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他深吸一口气，对着华天乙拱手：师父放心，弟子定不辱使命，必定请得昆仑天剑宗宗主前来相助。次日，谢小乙牵了王保长送来的2匹骏马，与师父师姐一一作别，便策马往昆仑天剑宗的方向疾驰而去。华素问自是目送他，直到那道身影缩成尘烟里的一点，再也辨不清轮廓，才缓缓收回目光。他抬手拢了拢被风拂乱的鬓发，轻声呢喃：师弟，你可要平安回来啊？素问：你且放心，谢墨武功不弱，普通江湖人士绝为难不了他。再者昆仑天剑宗也非龙潭虎穴，你不必太过担心。师父说什么呢？弟子只是觉得师弟性格浮躁，怕他误了大事。华天乙淡淡一笑，摇了摇头，转身离去。谢小乙一路小行夜宿，2匹骏马倒换着骑行，奔出100余里地。日上3竿，倦意漫上来时，前方山道旁忽然飘来一缕肉香，浑着酒香，勾人脾胃。谢小乙勒住马缰，抬眼望去，只见路边立着一间歪歪扭扭的客栈，客栈旁长着一棵歪歪扭扭的老树，老树下挑着面破破烂烂的幌子，上书4个歪字：十里香。谢小乙眯起眼，十里香这个名字有点熟啊，只不过一时想不起来了。管他呢，先填饱肚子再说。谢小乙翻身下马，将行囊往肩上一甩，扯着嗓子喊：店家，打间住店，上好的酒菜伺候着。客栈里立刻走出一妇人，那妇人见谢小乙行囊鼓囊，眼中金光一闪，脸上的笑极是殷勤。客官里边请，咱家的酱肉包子可是方圆百里一绝。谢小乙瞄了一眼老板娘，暗暗叹了口气：你妈，我的天啊，用现代话就是虎背熊腰麒麟臂啊，也太壮了吧。作为一个采花大盗，谢小乙可是一个典型的颜控，这老板娘普通体格的男人估计玩不动他。谢小乙尬笑着：老板娘怎么称呼？老板娘咧嘴一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方圆几十里的人都喜欢叫我孙四娘，客官您随便叫就行。谢小乙拴好马，大步踏进客栈，扫了一眼堂内，冷清得很，压根没有客人。他也是饿了，找了张干净桌子，一屁股坐了下去。老板娘，酒还有肉包子，先各来1斤。孙四娘赶忙应了一声，随即走入后厨，不
不多时，孙四娘端来一笼热气腾腾的包子，还有一壶烧酒。她放下酒菜时，面上依旧堆着殷勤的笑，一只手拿着抹布，麻利地擦着桌面。客官，您先尝尝咱家的酒。说罢，他拿起酒壶给谢小乙倒了一杯，酒香扑鼻，那酒气传到谢小乙的鼻腔，让他眉峰几不可察的一蹙，但随即又舒展开。谢小乙抬眼看向正擦着桌子的孙四娘，嘴角露出痞气的笑：厉害啊，敢在你谢大爷面前玩迷药，老子这鼻子都能闻香识女人，连少女和人妻都能分辨出来，就这蒙汗药也能迷倒我。谢小乙不动声色，拎起一个包子在手里掂了掂，慢悠悠开口：老板娘，你这包子看着油光水滑的，倒是稀罕，不知里头裹的是什么肉啊？莫不是人肉吧？孙四娘脸上的笑僵了一瞬，随即又笑得更殷勤。客官说笑了，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人肉给你做包子？这是上好的野猪肉，大清早刚打的，先这里。谢小乙嘿嘿一笑，我走江湖时常听的这么一段话：歪脖树下人肉装，活人进去烂骨汤，肥得多现蒸包子，瘦得甜和味龙王。孙四娘脸上的笑纹瞬间僵住，随即又猛地扯开，说话声带着几分色厉内荏的狠劲：客官，这是打哪听来的混话？咱十里香做的是正经买卖，哪来的人肉装烂骨汤？都是胡说八道。谢小乙不以为意，当着孙四娘的面掰开了一个包子，鼻尖凑上去假意闻了闻，野猪肉，啧，我怎么瞧着这肉的纹理倒像是白肉？江湖绿林里白肉就是人肉的另一种叫法。谢小乙久在江湖闯荡，绿林黑话他都是懂得的。说着，他抬眼看向孙四娘，目光里带着几分调戏，几分试探。老板娘莫不是把哪个迷路的过路人剁了馅儿？孙四娘眼底掠过一丝狠戾，却依旧堆着笑：客官这话可不能乱说，咱十里香的招牌可不就被你砸了吗？谢小乙见孙四娘脸色沉了下来，立刻拱手陪笑：老板娘莫怪莫怪，江湖人嘴碎，爱开些不着边际的玩笑，千万别往心里去。说罢，顺势拿起桌上的酒杯，冲孙四娘扬了扬：我自罚一杯，给四娘赔罪。话音落，谢小乙仰头便将杯中酒倒进了喉咙。孙四娘盯着他的动作，见他一饮而尽，眼底的狠戾才淡了几分，又堆起那副殷勤的笑，亲自拎着酒壶给他满上。客官爽快，咱家这酒是自家酿的，醇厚的很，您多喝几杯解解乏。好说好说。谢小乙咧嘴笑着，又端起酒杯倒进了喉咙。孙四娘看着他接连喝了2杯，嘴角不自觉上扬。谢小乙却心中冷笑：大爷做戏就做足，陪你们好好玩玩，让你们知道什么是贼头遇上贼祖宗。片刻后，谢小乙故意晃了晃脑袋，身子一歪，栽倒在桌上，手里的酒杯哐当落地，摔了个粉碎。他脑袋歪在臂弯里，双眼紧闭，喉咙里还发出几声含糊的嘟囔，看着竟像是真的醉死了。孙四娘见状，脸上的笑彻底敛去：饶你金四鬼也喝了老娘的洗脚水。他这话是绿林草莽间的俗语，意思是就算你再精明再机灵，到头来还是逃不过老娘的算计，栽在老娘的手里。孙四娘抬脚踢了踢谢小乙的腿，见他毫无反应，扯着嗓子朝后厨喊：当家的兄弟们，肥羊上门了！喊声刚落，后厨的帘子哗啦一声被掀了开来，一个满脸横肉的糙汉当先走了出来，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剔骨刀，刀上还沾着未干的血迹，身后跟着4、5个伙计，个个凶神恶煞，手里不是拎着麻绳，就是握着短斧，眼神里全是肥肉到嘴的贪婪。糙汉咧嘴一笑，上前一把就住谢小乙的后领，将他提了起来。他娘的，这小子看着细皮嫩肉，身上倒结实得很，定是块上好的白肉。孙四娘在一旁驾轻就熟的提醒：当家的小心点，别弄出伤口，污了料子。糙汉点点头，招了招手，几个伙计立刻上前，七手八脚的将谢小乙捆了个结实，随即抬着他就往后厨走。后厨里血腥味冲天，墙角堆着几个鼓鼓囊囊的麻袋，地上的黑褐色污渍早已凝结成块，案板上还摆着几块没处理完的骨头。糙汉将剔骨刀啪地拍在案板上，狞笑道：先放血，再剔骨，皮扒下来还能做副好囊。这小子的行囊鼓鼓囊囊的，今儿个可是赚大发了。孙四娘伸手摸了摸谢小乙鼓囊囊的包袱，笑得眉眼都弯了。等处理完，咱几个好好喝一壶。行，就这么着了。就在糙汉攥着剔骨刀，刀尖对准谢小乙脖颈的瞬间，原本昏迷的谢小乙突然猛地睁开了眼，打了个哈欠。大梦谁先觉？酒中我自知，笑看雕虫记，且作醉眠迟。那双眼睛里哪里还有半分醉意？孙四娘大吃一惊，邪门，这小子醒了，快堵住他的嘴。谢小乙被绳子绑住了，孙四娘不担心他能逃跑，只担心他突然乱叫，万一有人经过知道了这里是黑店，那以后的买卖就没法做了。那几个伙计窜上去就往谢小乙嘴上按，谁知谢小乙手腕只轻轻一震，捆着的麻绳嘣的一声断成了2截。不等众人反应过来，他抬脚就踹在了身旁伙计的肚子上，那伙计惨叫一声，倒飞出去，狠狠撞在麻袋上，口吐鲜血，顿时毙命。谢小乙顺势从案板上翻滚而起，冷笑着看向满脸惊愕的众人：好啊，好一个十里香，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还是头一回见着把算盘打到你谢大爷头上的。众伙计呆住了，他能徒手挣断麻绳已经让人感到吃惊，结果他只用一脚就踹死了一个同伴，
这就让人感到后背发凉了。娘啊，太他妈邪门了！这小子好大的力气，莫不是青丝转世？那首领糙汉却是个胆大的，先是一愣，随即勃然大怒，拎着剔骨刀就朝谢小乙扑了过去。小兔崽子，敢耍老子！今儿个非把你剁成肉馅，包成包子喂狗！孙四娘也反应过来，抄起墙角的一根烧火棍，尖声喝道：兄弟们，抄家伙，别让这小子跑了！老板都动手了，4个伙计立刻围了上来，手里的短斧木棍舞得虎虎生风，后处理瞬间杀气腾腾。谢小乙被靠案板，非但没怕，反而笑得更痞了。想剁老子，也得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能耐。话刚说完，糙汉的剔骨刀已劈面来，谢小乙偏头躲过，手腕一翻就攥住了对方的手，狠狠一拧，只听咔嚓一声，糙汉的胳膊当场脱臼，剔骨刀哐当落地，他还没来得及惨叫，谢小乙膝盖就顶在了他的小腹上，糙汉像个破麻袋一样萎缩在地，疼得直抽搐。旁边2个伙计也发了狠，举着短斧就砍。谢小乙抄起案板上的菜刀，反手一挡，当的一声，震得2人虎口发麻，顺势一脚一个将2人踹得撞在灶台边，滚烫的开水淋了一身。但2个伙计没有喊疼，因为在感觉到烫前，2个人就已经没了呼吸。他武功太过厉害，对付谁基本都是一招制敌。孙四娘看得眼睛都红了，抡起烧火棍就往他脑袋上砸。谢小乙听风变位，头也不回，反手一菜刀划开了他的手腕，烧火棍脱手落地。孙四娘捂着流血的手腕，眼底却满是怨毒。小兔崽子，老娘跟你拼了！疯了似的又扑上去。谢小乙邪魅一笑，侧身避开，手肘顺势往前一顶，正撞在他鼓鼓囊囊的胸脯上，砰，胸爆炸了！哇！孙四娘一口血喷了出来，瘫倒在地，挣扎了几下就没了动静。谢小乙手肘轻轻晃动，好似还在感受孙四娘胸部的柔软度。切，果然啊，胖子的胸和瘦子的腹肌一样，完全没美感，谈不上享受。真不知道你们这老板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他的话里有穿越过来前的现代梗，余下的2个伙计当然听不懂，只剩腿发软了。他们不敢赶上前，转身就想往后门跑。谢小乙身形一晃，追上去一掌一个拍翻在地，跑往哪儿跑？2个伙计没有回他的话，因为那2巴掌已经让他们见了阎罗王。这下只剩下那个脱臼的糙汉了。他虽然胆大，但也有自知之明，挣扎着爬到谢小乙脚边，哭嚎道：大爷啊，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我再也不敢开黑店害人了。谢小乙蹲下身，看着他跪地求饶的丑态，只觉得有趣。哦，要我放了你？糙汉见他松口，连忙磕头如捣蒜：是，求大爷放我一条生路。谢小乙缓缓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行吧，你走吧，逃命去吧。糙汉如得大赦，顾不得疼，转身爬着就走。谢小乙微微一笑，笑中带邪，单手甩出，一掌拍在他的天灵盖上。糙汉闷哼一声，当场没了气息。谢小乙解决完最后一人，转身出了后厨，径直走向客栈深处的后院。这等黑店的赃款断不会藏在腥气冲天的后厨，他决定黑吃黑。进入后院，推开虚掩的木门，屋内陈设简陋，却摆着一个沉甸甸的梨花木箱，箱子上还挂着一把铜锁，这显然是一个放好东西的箱子。谢小乙嘴角轻挑，低声自语：看看里面有什么，要是有什么金银细软，那就包圆带走。于是他把箱子上的铜锁拨弄了2下，很结实。他也懒得找钥匙，抬起手掌，运起内力，一掌拍在铜锁上，只听咔嚓一声，铜锁应声碎裂，锁黄崩飞出去很远。谢小乙伸手拉开箱盖，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叠银票，旁边堆着10几锭黄澄澄的金子，想来都是过往客商的身家性命。好家伙，这孙四娘2口子倒是会搜刮。谢小乙低笑一声，毫不客气地将银票、金子一股脑全塞进自己的行囊里，原本就鼓胀的包袱瞬间又重了几分，坠得他肩头微微发沉。谢小乙掂量了掂量，满意的拍了拍这笔横财。一切收拾妥当，他又在客栈后院继续搜索，竟意外发现了一间隐秘的柴房。踹开柴房，意外之喜，因为谢小乙在里面发现了一个被迷晕的少女。少女约莫和师姐华素问年龄差不多，衣衫被撕扯得七零八落，雪白的脖颈，眉眼清丽，此刻双目紧闭，眼角还挂着泪痕，显然是刚被掳来不久，险些遭了毒手。谢小乙探了探她的鼻息，又摸了摸她的脉搏，手掌刚触到她温热的肌肤时，鼻腔忽然有了感觉。那少女身上那股独属于未染尘俗的清冽幽香钻进了谢小乙的鼻子，那气息干净的没有半分俗世浊气，倒是个清白的姑娘，差点栽在这群糙汉手里。谢小乙低骂一声，伸手想从背囊中取解毒丹救少女，可一个念头把他给拦了一下。他体内灵力纯净无垢，我要不要就地取材吸收掉？他脑中突然闪过和气绝地功法，紧接着又有现代谢末的良知出现，两相拉扯间却被一股更强烈的欲望霸占意识。他修炼的和气绝双修功本就需纯净灵力辅助方能突破瓶颈，眼下这少女正是绝佳的灵脉契合者，又送上门来，岂有放过的道理？为了让自己心安，谢小乙对着少女说道：你呢？本来是要被那几个坏人玷污的，但我今天正好路过这里，他们为了对付我，还没来得及破你的身子，我也算间接救了你。但我救人向来是图回报的，所以你现在就当回报我了。他这话语其是说给少女听，
倒不如说是在安慰自己那颗不安的心。谢小乙当即运转和气绝心法，随着功法在经脉间流转，醇厚真气缓缓注入少女体内，与那股纯净灵力相融，又一点点反哺回自己的四肢百骸。融合后的真气循着脉门涌入丹田气海，激得谢小乙浑身一颤，经脉里的滞涩感瞬间消散大半。原本浮动不稳的四品修为，此刻已然坚如磐石，好爽！谢小乙低叫出声，眼里满是得手的兴奋。他的动作开始克制，生怕惊扰了这绝佳的灵脉契合者。一个时辰过去了，谢小乙疲惫地收了功，感受着丹田内愈发浑厚的内力，心满意足。身旁的少女还在昏睡，脸色却比之前红润了几分。谢小乙从背囊中取出一颗解毒丹，一颗止痛丹，掰开少女的嘴就喂了下去。约莫半炷香的时间，少女被颈间的凉意冻醒的，她睫毛颤了颤，睁开眼时，正撞进一双帅气的黑眸里。男人就坐在她身侧，手指还捻着一根干草堆上捡的狗尾巴草，漫不经心地晃着。这男人身上清冽的药香，让她瞬间想起昏迷前的画面：糙汗油腻的手，让人头晕的茶水，还有被强行拖拽时撞到桌角的剧痛。你是谁？少女嗓子干涩的厉害，声音发哑，身子下意识地往草堆里缩，但她双手却死死扯住身上凌乱的衣襟，尽量遮住胸前那一抹春色。谢小乙憋住笑，故作高深：我是一名路过的江湖游侠，捣毁这家黑店，顺便救了你。少女见说，身子抖得更厉害了，她现在感觉浑身不对劲，疼，浑身都疼。歪头一看，肩膀锁骨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淤痕，腿间更是酸软的不像话，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陌生不适感。一段在黑店里不好记忆涌上心头，眼泪毫无预兆的砸下来。我是不是被人欺负了？谢小乙呆住了，他身上迷药才刚消散，就能感觉出被人欺负过吗？再说都过去半炷香的时间了，还给他喂了止痛丹，他还能知道？算了，不想了。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我又不是女人，我怎么知道他知不知道？谢小乙脸上强装镇定，问道：你问的是哪一种欺负？少女被噎住了，这种女孩子的贞操问题，她压根说不出口，只能在心里抓狂。哪一种？还能是哪一种？当然是女孩子被人的那一种了。少女心里越想越怕，肩膀剧烈的颤抖，看向谢小乙的眼神里满是惊恐与无助。他们对我做了什么？我爹要是知道了，定要将他们碎尸万段。谢小乙将狗尾巴草丢开，慢条斯理地站起身，语气听不出任何情绪。我这个人一向不喜说谎，你确实被欺负了。是被黑店老板，对，就是黑店的老板。说罢，谢小乙在心里暗暗呢喃：黑店老板，你做了那么多坏事，今天替老子抗一下雷，也算你死得其所。希望你泉下有知，不要觉得自己冤枉，也算你功德一件了。少女这个时候已哭成了泪人，谢小乙看得心软了，蹲下身想帮她擦眼泪，却被她猛地躲开。她的反应在意料之中，谢小乙收回手，嘴角扯出了恰到好处的温和。你被迷晕的时候，那黑店老板正对你动手动脚，身上的淤伤也是那时候弄的。他说瞎话不眨眼，语气真诚的不像话。刚好我路过，听见动静闯进来，宰了那几个杂碎，救了你。少女愣了愣，泪眼婆娑地看着他。那他有没有得逞？谢小乙开始了善意的谎言：没有，因为我是及时出现的。少女凝视着谢小乙，只见这人眉眼俊朗，身上没有半分凶戾之气，反而带着一股让人安心的沉稳。真没有吗？没有，真没有。少女暗暗松了口气，不再追问，因为她怕知道更多的细节。谢小乙看着他这副模样，知道他大抵是信了自己。咱们就此别过，我还要去昆仑天剑宗办事，不能陪你了。昆仑天剑宗？少女猛地抬头，眼里闪过一丝光亮。我叫沈星宇，是昆仑天剑宗沈北洛之女。我瞒着爹爹偷偷跑出来玩，没想到你是昆仑天剑宗沈北洛之女。是啊。谢小乙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自己在黑店白嫖了沈北洛的女儿。那沈北洛号称一剑小天下，他曾是江湖绝顶剑道高手之一，也曾以一把剑拜进魔道中人。不过听说他后来为情所困，这些年从来没有踏入过江湖。想不到今天能认识他的女儿，不过就是认识的方式比较猥琐。敢问这位大哥怎么称呼？去昆仑天剑宗有什么事？谢小乙回过神，就把清河镇发生的事和沈星宇简单说了一遍。沈星宇咬着唇，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谢莫大哥，我想回家，能不能我们一起？话刚说完，他又低下头，肩膀微微耸动，那副委屈又无助的模样，让谢小乙有点后悔对他的采花行为了。行啊，我正好有2匹马，分你1匹。那谢大哥了，别客气，路上我会照顾你的，不会再让人欺负你的。沈星宇啊的一声哭了出来。我在江湖上游玩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在客栈遇到这样的坏人。沈姑娘，黑店老板，还有那几个伙计，全被我杀了。你且放宽心，只当一切没有发生过。沈星宇泪眼婆娑地看着他，可我心里憋气，太憋屈了。他们居然敢欺负他姑奶奶，这丫头的小表情倒是挺可爱的。谢小乙感觉很有趣，他想让她出气，于是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又从怀里摸出火折子。这烟杂地方留着也是祸害，咱们启程前先烧了这里，连那群人一起烧掉，给你出口恶气。行，不过谢大哥，火让我来点行吗？谢小乙知道他想通了，随即把火折子递给他。行，你来烧，烧掉所有不开心，也忘掉所有不开心。从这一刻开始，
你就是一个全新的沈星宇。我听你的，谢大哥。沈星宇起身破涕为笑。谢小乙看着他的模样，心里暗笑，没想到这些搁现代哄小姑娘的话，搁这古代江湖竟也这么管用。果然啊，不管什么世道，女孩子红起来的路数都差不多。沈星宇没有去接谢小乙手中的火折子，他只是起身后伸出右手食指，中指凌空画符，祝融取火。起，话落，一簇小火苗在沈星宇指尖盘旋，橘红色的焰星亮得晃眼，没有半点烟火气，轻飘飘地落在了柴房角落的干草堆上。谢小乙看得眼皮一跳，他怎么会道门的浴火诀？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学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学会的。这丫头看着娇怯怯的，竟是个藏桌的主儿。还好她之前被迷药迷晕了，不然会不会被她给火化了？这时火苗噼啪一声燃起来，浓烟顺着被踹破的木门往外冒。两个人小跑着出柴房，沈星宇盯着那团火，眼神亮得惊人。烧干净才好，让你们欺负我！一路边走边放火，直到后厨沈星宇看到了黑店里那些人的尸体，他这才松一口气。他知道谢小乙没有骗他，确实是把那些坏人斩尽杀绝了。接下来的火，他放得既解气又痛快。浓烟很快弥漫了整个黑店，火光映着谢小乙的侧脸，一半明一半暗，显得格外诡谲。走了。谢小乙微笑着甩甩袖子，转身走向拴在门外不远处的两匹马，解开缰绳扔给沈星宇一匹。这马脚力不错，你也正好给我带路。沈星宇握着缰绳，抬头看向谢小乙的背影。谢大哥，谢谢你。谢小乙背对着他摇了一下手，逼格拉得极慢。跟上，别掉队，要是被野狼叼走了，我可不会回头救你哦。说罢，双腿一夹马腹，骏马嘶鸣一声，朝着昆仑天剑宗的方向疾驰而去。官道扬尘，马蹄踏碎一路暮色。谢小乙勒住缰绳，侧目瞥了眼身旁的沈星宇，少女握着缰绳的手却微微发颤，肩头的衣衫滑落些许，露出一片青紫交错的淤痕。谢小乙翻身下马，声音淡得听不出情绪。歇会儿，你这伤看着碍眼。沈星宇一愣，下意识地拉紧衣衫，脸颊泛起薄红。不碍事的，谢大哥，我们还是赶路吧。我怕什么？怕你爹瞧见心疼。谢小乙挑眉，径直走到他身前。天快黑了，咱们就在就近的驿站休息一晚吧。沈星宇顺着他的目光看向远处，果然瞧见炊烟袅袅，一座青瓦白墙的驿站隐在林间。奔波了大半天，身上的酸痛也早就让他有些撑不住。两人牵马进了驿站，谢小乙要了2间相邻的客房，吃过饭，又嘱咐店家打来2桶热水，这才拎着随身的布囊敲开了沈星宇的房门。沈星宇正坐在桌边，望着窗外的晚霞发呆，听见敲门声连忙起身，见是他，眼底掠过一丝慌乱。谢大哥，给你治伤。谢小乙推门而入，将布囊往桌上一放，径直走到床边坐下，把外衣脱了，坐好。沈星宇的脸瞬间红透，他虽然涉世未深，但也知道在一个男人面前脱衣服是不行的，即使是像谢墨这样俊美帅气的也不行。他迟迟不肯动作。谢小乙见状，扯了扯嘴角腹诽：羞涩个毛啊！你身上哪一块皮肤我没见过，没摸过？沈姑娘放心，只露一点肩背就可以了。我师从华天以神医，治病救人罢了，没别的心思。你这淤伤要是拖着，怕是要留疤，回了剑宗，你爹问起来，你打算怎么说？这话戳中了沈星宇的软肋，他犹豫片刻，终究是背过了身，慢慢褪下了外衫。灯火之下，映着他肩背上深浅不一的青紫，触目惊心。谢小乙自责了，他发现自己有点变态，明明就是采花，人家姑娘又被迷药迷晕了，又干嘛那么粗鲁暴力？他这身 logo 都是拜他所赐，可穿越前自己明明正经的很，怎么就这样了？一定是谢小乙的问题，和他谢某没关系。谢小乙从布囊里取出银针，又捏出一小包捣碎的草药，草药泛着淡淡的清香，味道混着些许冰片的凉意。他指尖捻起一根银针，手腕轻抖，银针便刺入了沈星宇肩头的穴位。沈星宇身子一颤，吃痛地发出一声嘤鸣。谢小乙手上的动作一僵，差点没忍住，他的那一声呻吟让他听得有点上火。忍着点，活血化瘀会有点酸痛。我知道了，谢大哥，你继续是真好了。谢小乙没再说话，手里的银针捻转提插，手法精准，一边施针，一边将捣碎的草药均匀地敷在那深紫色的淤痕上。草药微凉的触感让沈星宇紧绷的身子放松了些许，他趴在床上，闻着草药的清香和谢小乙身上淡淡的药味，心里忽然安定了下来。沈星宇偷偷偏过头，瞥见谢小乙垂着眼帘，神情专注，那帅气的脸庞居然不输给父亲沈北路，甚至比父亲还要好看。小半个时辰的功夫，谢小乙收起银针，又拿干净的布条给沈星宇敷了草药的地方轻轻裹好。好了，明早起来，这些淤痕就能消大半。谢小乙收拾着布囊，语气随意。夜里有点冷，好好歇着。沈星宇连忙拉过被子裹住身子，红着脸道谢谢谢大哥，占了姑娘的便宜，还让他谢自己。谢小乙被爽到了，举手之劳，你好好休息吧。说罢，反手带上门，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谢小乙摸了摸下巴，心里暗忖，这沈星宇倒是单纯，还好糊弄。等进了天剑宗，见了慕容薇，可能又是一场好戏。窗外的月色撩人，谢小乙抬着眼皮欣赏，直到熬不住了，才沉沉睡去。次日，二人吃了一点东西，开始策马扬鞭。行了片刻，前方隐约现出一座小镇的轮廓。
谢小乙牵过马，扬了扬下巴，走，带你去买点东西。沈星宇不明所以，却还是乖乖的跟上。进了小镇，谢小乙拐进一家成衣铺，挑了件月白色的衣裙，扔到了沈星宇怀里，换上吧。沈星宇捧着那件衣衫，脸颊烫得厉害。谢大哥，你这身衣服破破烂烂的，还沾着之前的晦气。回了天剑宗，别人问起来，你打算怎么说？再说了，你换身干净衣裳，也显得我这个护花使者不是那么敷衍。他没说出口的是，你这身破烂衣裳，还有没消的淤伤，若是真回了天剑宗，指不定要引来多少盘问，到时候自己的身份怕是也有露馅的风险。沈星宇哪里知道他的心思，只当他是体贴，红着脸跑进了成衣店里间。待他换好衣裳出来时，谢小乙不由得多看了两眼。月白如裙衬的少女，肌肤胜雪，眉眼清丽，哪里还有半分黑店里的狼狈模样。他满意的点点头，付了银子，又去街角的点心铺买了2盒马蹄糕，塞到沈星宇手里，路上吃，别饿着。沈星宇抱着那盒还带着温热的马蹄糕，看着谢小乙转身的背影，心跳竟莫名的快了几分。这人有时看着痞痞的，说话也总是带着点漫不经心的调调，可偏偏心细得很。黑店里就他与水火，驿站里又耐着性子用银针草药替他治伤，这会儿还特意给他买新衣裳，买点心，生怕他受半点委屈。爹爹总说江湖险恶，人心叵测，可他遇上的谢大哥分明是个顶好的人，要不是他，自己怕是早就成了黑店砧板上的鱼肉，哪还有命站在这里，穿着新衣裳，捧着甜丝丝的马蹄糕。这般可靠又好看的人，定是江湖上难得的侠义之士吧。接下来的路，谢小乙倒是真的对沈星宇十分的照顾，可能是觉得当初趁人之危对这丫头强行双修有点太过分，所以为了自己当初的过分行为求一个心安。而沈星宇本就对他心存感激，这般细致的照顾下来，看向谢小乙的眼神里渐渐多了几分依赖。这日黄昏，两人行至一处溪边，谢小乙看着沈星宇蹲在溪边洗手，发梢垂落肩头，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竟生出几分恬静的温柔。他心里忽然闪过一丝异样，随即那股邪欲又被自己压了下去。谢小乙，你现在可别真动什么歪心思。这丫头是沈北洛的女儿，天剑宗的人，现在是去那里求帮助的，可不能再惹出什么乱子。正思忖间，沈星宇忽然转过头，手里捏着一朵红色的花，那花茎细长挺拔，深绿如翡，顶端绽放着几朵嫣红似血的花朵，花瓣呈窄窄的倒披针形，边缘带着皱波向后翻卷，如同龙爪一般肆意张扬地舒展着。沈星宇眉眼弯弯，谢大哥，你看这花好看吗？谢小乙看着他眼底的笑意，心头微动，扯了扯嘴角，露出一抹蒜布上温柔的笑，还行，这花名叫石蒜，你小心点，它有毒的。沈星宇微微吃惊，他没想到自己随手摘的一朵漂亮的小花就有毒，他嘴里小声嘟囔，石蒜，这么漂亮的花名字这么普通啊。谢小乙指着他手里的花，微微一笑，他还有另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彼岸花。沈星宇凝视着手里彼岸花，轻声道，彼岸花这个名字好听，花开彼岸，彼岸花开，寓意一定是好的。谢小乙弯腰从地上捡了一颗小石子，手腕轻扬，石子便带着一道短促的弧线，咚的一声砸进溪面，溅起细碎的水花，随后落向对岸的草丛里。这花的寓意哪里好了？它又叫无意草，还有个名头是生死之花，最是邪性。你看它开的这般热闹，枝丫上连一片叶子都寻不见，这便是它的命数，花开不见叶，叶生不见花，生生世世永不相见。沈星宇捏着花瓣的手指微微一顿，眼底的笑意淡了些。谢小乙蹲下身，和沈星宇挨得很近，这花有一段故事，你听不听？沈星宇认真的点点头。传说从前有一对相爱的妖，一个化身为花，一个化身为叶，偏生被天道定下规矩，永世不得相见，若是偷偷见了面，便要魂飞魄散，坠入轮回。后来说到这里，谢小乙停了一下，端详着沈星宇脸上的小表情。沈星宇正听得入神，他却突然住声，他急了，撒娇道，谢大哥，哪有讲故事讲一半的，你快说。谢小乙伸出手，轻轻地将他额前的刘海拨了拨。后来这花便守着规矩，花开时叶枯，叶生时花谢，岁岁年年，只在彼岸遥遥相望，连一丝触碰的机会都没有。风掠过溪面，卷着彼岸花瓣的清香，落在两人之间，竟生出几分说不清的寂寥。沈星宇鼻尖微微发酸，捏着花瓣的力道轻了些，好可怜啊，他们明明那么相爱，却连见一面都不能。风卷着溪面，地凉意拂过，让沈星宇额前的刘海又乱了乱。谢小乙看着他那副渲然欲泣的模样，心头软了软。我家乡那边还有关于彼岸花的花语？沈星宇猛地抬头，带着点好奇追问，花还有花语？当然有。谢小乙唇角勾了勾，像是在回忆遥远的旧事。传说它盛开在忘川彼岸，奈何桥边，是接引亡魂的花，它的花语是不可预知的死亡。沈星宇愣住了，低头看着手里那朵嫣红的花，忽然觉得它一点也不简单。谢大哥，你的家乡是哪里啊？花居然还有花语。谢小乙很想说，我的家乡是现代，我可是一个穿越者，老想回家了，但到了嘴边的话又被他硬生生咽了回去。我的家乡啊，很远很远，远到跨过了山，跨过了海，还跨过数不清的岁月。那里的人总喜欢给每一种花都赋予一段藏在心底的话，就叫花语。
话落，他没去抬头看沈星宇的眼睛，怕那双澄澈的眸子会看穿他眼底藏不住的乡愁。自西边那番关于彼岸花的闲谈后，两人赶路的节奏便悄然快了几分。但谢小乙照旧将沈星宇照顾得妥帖周全。沈星宇看他的眼神，早已从最初的感激添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这般走走停停，不一日，云雾缭绕的昆仑山脉便横亘在眼前。那山巅隐在云海之中，隐约可见高屋玉宇错落其间，山峰卷着清冽的灵气扑面而来，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山脚下立着一座巍峨山门，上书昆仑天剑宗5个大字，比例雄浑，透着一股睥睨天下的剑意。山门前守着2名佩剑弟子，皆是一身天青色的长衫，眼神锐利，正一丝不苟地打量着往来之人。谢小乙牵着马，与沈星宇并肩走上前，左侧那名弟子率先一步拦在跟前，一手握着剑鞘，另一只手搭上去举起抱拳。敢问来者何人？这里是昆仑天剑宗，闲杂人等不得擅闯。他目光扫过谢小乙，见他衣着普通，眉宇间又带着几分散漫不羁，眼底顿时多了几分轻蔑。谢小乙还未开口，身旁的沈星宇已上前一步，扬起下巴，杏眼一瞪，清脆的嗓音带着几分娇蛮：“我是你姑奶奶。”这话一出，2名守门弟子皆是一愣，手里的剑噌的一下差点出鞘。呆看清那张俏生生的脸，顿时身体一僵。那飞扬跋扈的模样，那眉眼间的娇蛮劲儿，不是宗门里出了名的昆仑小魔女沈星宇，又能是谁？先前那名语气倨傲的弟子变了另一副表情，满脸陪笑：“星宇小师叔，你可算回来了。沈氏叔祖差点破了不再下山的事，想亲自去找你呢。”另一名弟子更是机灵，连忙躬身行礼：“师叔恕罪，只因近日宗门外往来繁忙，一时没认出师叔，还请见谅。”谢小乙愕然，这丫头回到家倒是牙尖嘴利，之前还对着彼岸花伤春悲秋，现在倒成了刁蛮小女人。只见沈星宇双手叉腰，脚尖在地上轻轻捻了捻，那模样活脱像一只刚打赢架的小狐狸。“谢大哥，走，咱们进去看谁敢拦。”说着，他拉了一把谢小乙的胳膊，昂首挺胸地往前闯。那傲娇刁蛮劲儿，看得2名守门弟子大气都不敢出，只能眼睁睁看着2人的身影走进山门，连个屁都不敢放。谢小乙被他拉着胳膊，唇角忍不住露出一抹微笑。江湖规矩他还是要守的，毕竟昆仑天剑宗可不是他想为所欲为就为所欲为的地方。谢小乙抱拳行礼，于是把自己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话落，左侧弟子向另一名同伴吩咐：“华前辈可是宗主的至交好友，快，你立刻去内殿通报。”同伴不敢耽搁，脚下一点便化作一道青影，朝着宗门深处疾驰而去。而沈星宇早就不耐烦了，2匹马交给余下的那名守门弟子看管，便拉着谢小乙走入了山门。刚踏过山门的白玉桥，谢小乙就感觉到一股凌厉却温和的剑意骤然笼罩下来。这剑意铺天盖地，却没半点杀意，反倒带着几分急切。谢小乙心头一动，还没来得及反应，一道青衣身影便破开云雾，如谪仙般飘然而至。沈星宇不自觉地喊了一声“爹”。谢小乙这才知道，这位剑意磅礴的高人是被称为一剑小天下的沈北洛。但他没想到的是，沈北洛如此年轻，最多30多岁的样子，怎么看也不像沈星宇的爹，说是他哥哥都不为过。沈北洛周身萦绕着淡淡的剑气，传闻中他的剑道修为已臻化境，能以剑意笼罩整座昆仑山中，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感知。谢小乙暗自戒备，心想这老丈人怕是要对沈星宇兴师问罪了，毕竟他是偷偷跑出昆仑天剑宗游玩的，说不得一会儿自己还要帮他求情。他甚至已经想好了说辞，准备帮沈星宇打马虎眼。可下一秒，预想中的雷霆之怒并未落下，沈北洛的目光直落在女儿身上，满脸堆笑：“丫头，你回来了，跑出去这么久，知不知道爹有多担心？不生爹的气了吧？”他说话的语气既温和又讨好，完全没有一代剑术达人的气场。谢小乙傻了，他想象过很多个版本的沈北洛，唯独没有现在的这个版本，完全是意料之外。沈星宇小嘴一撅，底气十足的吼道：“担心我？担心我？你还把自己关在宗门里，不许下山。要不是我偷偷跑出去，怎么会遇到这位谢大哥？怎么能捡回一条命？”他边说边指了指谢小乙。沈北洛被噎得说不出话，完全没有气势。谢小乙偷偷撇撇嘴，这就是传说中剑法通神，威震天下的沈北洛，哪有半分天下第一剑的威风？分明就是个怕女儿的怂包。沈星宇的理不饶人，踮着脚尖戳了戳沈北洛的胸口。还有，你想教我剑法根本没用，我就是讨厌学剑，就是讨厌。以后再让我学什么一剑小天下，我还是会离家出走。谢小乙暗暗摇头，别人挤破头都学不到的剑法，他居然为了不学去离家出走，什么世道啊？不公平啊！不公平！沈北洛被训得连连点头，满脸愧疚。是爹的错，是爹的错，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他一边说着，一边抬眼打量谢小乙，那双眼睛似能射出剑气，直刺向谢小乙的心底。星宇说你救了他，还一路护送他回来，不知小兄弟师从何门何派？此番来我昆仑天剑宗，除了送小女归家，可还有别的来意？谢小乙心中一凛，面上却依旧挂着那副散漫不羁的笑，微微拱手，礼数周全的挑不出半分错处。于是他就把前因后果，除了自己采花的行为，通通像倒豆子一样说给了沈北洛。
当沈北洛听到自己女儿被迷药迷晕的时候，他眉峰一挑，一股凛冽如霜的剑意骤然从周身迸发，饶是山峰正烈，山道两侧的枯黄落叶都猛地定在半空，随即被这股无形的气劲搅得粉碎，化作簌簌飞舞的碎末，洋洋洒洒地落了一地。谢小乙只觉后颈汗毛瞬间倒竖，好像有无数冰冷的剑锋贴着皮肤划过，连呼吸都下意识滞了一瞬。那剑意不显山不露水，却带着一种山雨欲来的压迫感。他终于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高手。当初萧凌云的剑法就已经让他觉得出类拔萃了，可遇到沈北洛后，这位都没出手，只是单单的剑意就让他差点吓破胆。沈星宇见了这个情况，他赶忙挡在谢小乙身前：“喂，沈北洛，你这是干嘛？想吓唬我救命恩人吗？”他连爹都不喊了，这让沈北洛害怕了，赶忙收回周身不自觉散发出来的剑意，陪笑：“华天乙与我师兄是故交，你既是他的弟子，我当然信得过你的人品，你且去见掌门师兄。”谢小乙连忙称是。一路上，沈北洛故意和谢小乙攀谈，让沈星宇走在前面。当沈星宇落下他们一段距离后，沈北洛又抛出一个疑问：“星宇说他在黑殿遇袭，你救他时，他可曾被欺负？”谢小乙不敢不答，但他回答得很巧妙：“沈前辈有疑问，晚辈不好不答。可此事有关沈姑娘名节，还请前辈去问另案。”他这番话既合情理，又挑不出破绽。沈北洛盯着他看了许久，那双锐利的眸子像要将他看穿，却见谢小乙神色坦荡，眼神澄澈，竟半点慌乱都没有。其实他哪知道，谢小乙的心早就在打鼓了，只是咬牙硬装。这就是高手的气场吗？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不过他的救星来了，走在前面的沈星宇按捺不住，奔回来拽着沈北洛的衣袖甩了甩：“爹爹，谢大哥一路护着我，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你就别再盘问了。要不是谢大哥，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沈北洛看着女儿娇俏的模样，又瞥了眼面不改色的谢小乙，终是缓缓松了口气，没有再继续提问。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宗门弟子来报，宗主听闻华天乙的弟子到访，特意派了大弟子萧凌云前来迎接。只见那萧凌云腰悬长剑，一袭白衣，快步走来。他先是对着沈北洛躬身行礼，随后转向谢小乙，拱手笑道：“阁下便是师兄吧？”在下萧凌云，师父特命在下前来相迎。萧凌云的出现让谢小乙好生激动，一来这人的剑气曾差点要了他的命，二来又怕身份被识破，所以他心里又在打鼓，不过是继续强装镇定。谢小乙稳定着情绪，抱拳行礼：“在下谢末，师承双绝医仙，在这里见过萧师兄了。”谢末。萧凌云将这两个字在舌尖滚了一圈，正要抬手请谢小乙的动作陡然一顿，姓谢这个姓氏像一道惊雷，猝不及防地劈开了他心中不愿想起的记忆，那就是采花大盗谢小乙。那人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宽肩窄腰，身形挺拔，与眼前的谢末道有7、8分相似。一股寒意倏地从萧凌云脊背窜起，他的手指不自觉地握紧了腰间佩剑，眼底的笑意淡去几分，目光落在谢小乙身上，一寸寸地量着他的身形轮廓。是错觉吗？这身形竟和那个采花贼如此相像。沈星宇察觉到了萧凌云的异样，皱着眉拽了拽他的衣袖：“喂，萧凌云，你怎么了？”沈北洛看了萧凌云一眼，他已经感觉出这位师侄身上的杀气，低声问道：“凌云，可是有什么不妥？”萧凌云猛地回神，握剑的力道缓缓松了。不对，他暗自摇头，眼前人可比谢小乙帅气多了。他又是华天乙前辈的弟子，华前辈是什么人？那是江湖中出了名的君子医师，一生磊落，做下弟子怎会是那采花道？一定是自己心中执念太深，听到他姓谢就不自觉地想起谢小乙。定是自己多心了。萧凌云压下心头那点疑虑，脸上重新绽开温和笑意：“无事，只是一时有些出神。”谢小乙心中暗暗松了口气：“你出神个屁！你肯定是觉得我和玩弄你师妹的人体型差不多，又姓谢，所以刚才动了杀意。切，还好老子在干坏事的时候都戴着让人看不出破绽的人皮面具，要不今天小命不保了。”萧凌云侧身让出一条通路，做了个请的手势：“谢兄，沈师叔，请。师傅已在内殿等候，随我来吧。”这话刚说完，沈星宇立刻跳了出来，杏眼微瞪，语气里满是不服气：“萧师兄，你请他们，倒是把我忘了不成？”萧凌云闻言，无奈地摇了摇头，眼底却藏着几分笑意，语气带着点揶揄：“你还好意思说？偷偷摸摸溜下山，师叔把山门都快踏平了，日日念叨着要破事下山寻你，你倒好，在外头逍遥快活，如今还来这问我。”沈星宇被戳中痛处，俏脸一红，梗着脖子反驳：“我那是历练去了。再说了，要不是我偷偷下山，怎么能遇上谢大哥？怎么能捡回一条命？捡回一条命？”萧凌云皱眉，随即问道：“你遇到什么不测了？”谢小乙赶忙打马虎眼：“小兄说笑了，只是小事一桩而已。”沈星宇也自知失言，这位谢末谢大哥曾答应他为他保守黑殿被欺负的秘密，如今自己先把话投起了，万一萧凌云追问，岂不是还要编谎言去掩盖？他索性不说话了。沈北洛也知道有些事还是不说的好，随即说道：“谢末曾在江湖路上救过星宇，所以星宇对他很感激。”萧凌云见师叔说话了，也就不再细问，
立刻在前带路。一盏茶的功夫，山道岔作两途。沈北洛看了眼身侧还在气鼓鼓的女儿，冲霄凌云吩咐：“掌门师兄那边你说一声，我先带星宇回落霞峰。落霞峰是沈北洛独居之地，峰上遍种赤霞竹，每至黄昏，晚霞漫过山巅，将整片竹海染得如艳似霞，故而得名。”沈星宇一听要回落霞峰，顿时不乐意了：“爹，我不想回那个冷清地方，我想跟萧师兄一起去见掌门师伯。”沈北洛无奈地敲了敲他的额头：“胡闹！掌门师兄与谢小友有要事相商，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回去我让平儿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蜜汁莲子羹。”莲子羹。沈星宇馋了，他转身向谢小乙招呼：“谢大哥，我想我平儿姑姑了，先回落霞峰了，你谈完事情一定要来找我玩啊。”谢小乙笑道：“一定。”看着父女俩的身影消失在赤霞竹影里，萧凌云这才转头冲谢小乙做了个请的手势：“谢兄，揽月殿的路还请随我来。”山路蜿蜒，云雾如絮，将昆仑天剑宗的殿宇衬得愈发缥缈出尘。两人穿过几道回廊，最终停在一座匾额为揽月殿的大殿前。殿门未关，里头传来一道温润如玉石相击的声音：“凌云，带客人进来吧。”萧凌云躬身应是，侧身让谢小乙先行。谢小乙抬步迈入，只见殿中正座上端坐着一人，50岁左右的样子。他身着长衫，面容清隽，正是昆仑天剑宗宗主崔巨清。此人眉宇间带着几分出尘的淡然，周身剑意隐而不发，却让人不敢小觑。崔巨清抬眼看向谢小乙，目光平和，却似能洞穿人心。华兄的弟子果然仪表堂堂。坐。谢小乙依言在侧旁坐下，拱手行礼，开门见山：“崔师伯，晚辈谢幕。此番前来是奉家师华天乙之命，为清河镇之事求援。”崔巨清点点头，神色不变。清河镇10数日前，我剑宗有弟子路过那里，听闻那里闹过一场瘟疫，莫非还有后续？谢小乙心想，肯定是你们找沈星宇那丫头都找到清河镇了，不然怎么能路过那里？并非天灾，实为人祸。他语气凝重地说道：“那场瘟疫是一伙炼气士刻意散播，他们看中了清河镇的先天灵气，想将此地占为己有。家师察觉此事蹊跷，深入调查，却在为百姓解毒疫之时遭人刺杀。”崔巨清闻言皱了皱眉：“你继续说下去。”谢小乙接着说道：“那炼气士擅长蛊毒，若让他们得逞，清河镇声名恐难全身而退。但炼气士不是我们普通江湖人士能对抗的了的。家师言，他与宗主乃是至交，这才命晚辈跋山涉水前来，恳请掌门出手相助。”崔巨清听谢小乙讲述完前因后果后，点了点头。他和华天已相交10数载，深知对方从不妄言，既能让弟子跋山涉水来求援，此事肯定10万火急。华兄与我有赠药之情，当年若不是他，我这条命早葬在西方群魔手中了。清河镇的事你放心，我昆仑天剑宗管定了。谢小乙起身抱拳行礼：“那晚辈代清河镇百姓先行谢过崔师伯了。”他本以为崔巨清定是一个白发苍苍的高人，没想到他年纪和师傅原来不相上下，说话也平易近人，但气场却沉凝如山，一举一动都带着剑道第一人的超然。这时一旁久未开口的萧凌云向崔巨清请命：“师傅，弟子去吧，一来能在江湖历练，二来弟子也想见识一下炼气士究竟是何等人物。”崔巨清微微摇头，正色道：“那些炼气士能布下一毒夺灵气，手段定然诡谲至极。凌云你虽天赋出众，却还不足以抗衡那等邪祟。”“是师傅，弟子明白了。明日我会命你沈师叔暂带我坐镇宗门，你与千寻带14名弟子先随谢幕去清河镇，帮忙稳住局面。”“弟子遵命。”萧凌云听师傅让自己同去，立刻兴奋起来。老早就听过炼气士的传闻，一直想见识一下，这下可以如愿了。崔巨清转头看向谢小乙，语气温和，又带着几分叮嘱：“谢小友，今夜你就在此地好生歇息，明日辰时，凌云会与你同往清河镇。华兄那边也请你带句话，数日内我必携落雪剑到。”谢小乙嘴上应下，心中暗喜，有崔巨清这位宗主亲自出马对付那些炼气士，师傅师姐肯定能安然无恙。他可是一代剑术宗师级的人物，这下正好也能见识一下。一剑西来，昆仑雪开。萧凌云引着谢小乙出了揽月殿，沿着回廊往客院走去。客院在西山脚下，清静得很。你今夜好生歇息，明日辰时咱们山门处会合。萧兄放心，明早我定准时到。两人一路无话，行至客院，一切安排妥当后，萧凌云招呼谢小乙：“谢兄，且随我去用饭如何？”谢小乙当然饿了，了一声，恭敬不如从命，还请萧兄带路。萧凌云随即引着谢小乙出了客院，二人一前一后步行在那昆仑山路。宗门膳食分2处，聚丰堂是外门弟子用饭的地方，喧闹得很。咱们去的是揽月斋，只有内门核心弟子能进，清静些。谢小乙心头微动，揽月斋光听名字就透着一股子仙气，想来比聚丰堂精致得多。那有劳萧兄带路。嘴上说着，他心里却在盘算，这揽月斋里会不会遇上那位被自己踩过的慕容薇？要是能遇到，他不会把我认出来。思忖间，两人转过一道月牙拱门，眼前豁然开朗，一座院落隐在竹林深处，院内摆着几张青石桌，3、3两两的弟子正坐着吃饭，佩剑斜靠在桌边，言谈间都带着几分剑道弟子的金贵。刚踏进门，
一个让谢小乙熟悉的女声就传了过来：“大师兄有礼。”这个声音有些空得像被掏进了的屋子，给人一种很丧的感觉。谢小乙的脚步猛地一顿，心脏像是被电了一下。这个声音他太熟悉了，不是慕容薇又是谁？循声望去，只见不远处的石桌边坐着2个女子，谢小乙却被其中一位吸引了。我靠，这气质，这容貌，简直和金庸老爷子笔下的小龙女如出一辙。她是谁呢？只见她身着淡青色剑袍，青丝仅用一根杨枝玉簪松松挽起，容色清冷绝尘，就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谪仙，美得惊心动魄。而她身旁坐着的赫然就是慕容薇。那慕容薇穿了一身紫色衣裙，料子是极艳的，却衬得她脸色白如纸。和萧凌云打完招呼后，慕容薇拈着银簪去挑碗里的莲子，簪尖在莲子上划了好几道浅痕，才慢吞吞挑起一颗，半晌也没往嘴里送，眼神空落落的，不知道落在何处。她侧脸的轮廓和那天在破庙里被迷晕后梨花带雨的模样几乎无差。还好那日戴了人皮面具，声音也刻意压得沙哑，慕容薇定然认不出来。可即便如此，看着那张熟悉的脸，谢小乙后背还是窜起凉意。但转念一想，敌明我暗的刺激还是很暗爽的吗？萧凌云淡笑着走上前：“云师妹，慕容师妹，这位是谢墨谢兄，华天乙前辈的弟子，此番是来宗门求援的。谢师兄好。”慕容薇起身轻声开口，嘴里的谢字像是有千斤重，压得他声音都发颤。谢小乙强装镇定，拱手行礼：“云师姐，慕容师姐，谢墨在此见礼。”慕容薇听了他的声音，手里捏着的银簪猛地一顿，上面扎着的莲子哒的一声滚落在地。原本空茫的目光骤然一凝，死死定在谢小乙脸上，整个人像被什么折了一下。那声线竟和那天淫贼的嗓音有几分隐约的重合。慕容薇凝视了良久，终于别过了脸：“不是他，不是那恶魔，可能是我听他姓谢不自禁地联想到了那淫贼。我这是怎么了？”慕容薇下意识地摇了摇头，像是想把什么东西甩出去。原来是华神医前辈的高徒，久仰大名。云千寻起身行了一个平背礼，随后又坐回石凳。他的语气客气却疏离，显然没把谢小乙放在眼里。可这声音落入谢小乙耳中，却让他心头一动。想起来了，这声音不就是那日客栈里询问慕容薇下落的女师姐吗？当时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想不到她竟是这般角色。要是有机会和她双修，少活10年都值。双方短暂认识寒暄后，刚要一同用饭，一个清脆的声音风风火火地飙了过来：“谢大哥，我找了你半天了，你果然在这。”这声音让除谢小以外的所有人都是一呆，感情是消失了好几天的昆仑小魔女沈星宇找上门了。大事不妙！沈星宇的到来让在场众人心里齐齐咯噔一下。谁不知道她是沈北洛师叔的心尖肉，仗着师叔宠她，在宗门里横着走，什么上房揭瓦、下河摸鱼的事没少干。偏偏沈师叔把她宠得无法无天，连掌门崔巨清都惯着她。内门弟子哪个没被她折腾过？抢过师兄佩剑，夺过师姐药丹，玩够了就随处一扔，美其名曰姑奶奶视金钱如粪土，惹了祸就往沈北洛身后一躲，活脱脱一个混世魔王。今儿他突然寻来，还粘着那个谢墨不放，指不定又要闹出什么幺蛾子。萧凌云额头隐隐跳了跳，暗叫不好。云千寻清冷的眉峰也不禁微蹙，眼底掠过一丝无奈。就连心如死灰的慕容薇都下意识地攥紧了手里的银簪，小声嘀咕：“星宇师妹怎么来了？”果不其然，他一阵风似的冲到谢小乙身边，伸手就拉住了他的胳膊，力道大的差点把他拽一个趔趄。沈星宇杏眼一瞪，下巴翘得老高，看都没看云千寻和慕容薇一眼，语气里满是刁蛮霸道：“谢大哥，谁让你跑这儿吃饭的？这破地方有什么好的？一个个装模作样的，看着就没劲。”众人闻言均是眉头一皱，偏偏没人敢回对。谢小乙被他扯得踉跄2步，心里暗暗叫苦，这小祖宗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直戳戳的吐槽他们这里是破地方。他应该没看见云千寻那张脸已经冷得像冰了吧？和我这么亲密，不是在给我招黑吗？谢小乙刚要劝他收敛点，沈星宇已经抢先一步，撅着嘴说：“走，谢大哥，咱去那边吃，跟他们坐一块儿，我浑身不得劲。”说着，沈星宇不由分说就拽着谢小乙往旁边一张青石桌走。那张桌边坐着4个内门弟子，正端着饭碗吃得香。冷不丁看到沈星宇冲过来，吓得手里的筷子一僵。星宇师妹，几人慌忙起身行礼，脸上堆着讨好的笑。师兄给师妹行礼，这也算破天荒了。谢小乙暗暗好笑，沈星宇理都不理，扬着下巴道：“这桌我要了，你们换个地儿吃去。”4名弟子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对视一眼，其中一个壮着胆子小声道：“小师妹，这桌是我们先占的。”话还没说完，沈星宇的脸就沉了下来，柳眉倒竖，叉着腰喝道：“先占的怎么了？我说让你们让，你们就得让，怎么着？是嫌我说话不好使，还是忘了我爹是谁了？要不要尝尝我的祝融曲火？”说罢，他手指凌空画符，指尖书地腾起一簇巴掌大小的赤红火苗，火苗噼啪作响，映得他眼底都带着几分嚣张。“沈师妹，别，我们马上让地方。”4个内门弟子脸色刷的就白了，不敢多嘴，端着碗乖乖的往旁边躲。谢小乙暗暗纳闷，他这凌空画符取火的手法，自己这是第2次见识了，应该是道门第一真武道宗的离火诀之类的。看着那几个人腾出地方，沈星宇得意的扬扬眉，
拍了拍身边的石凳，冲谢小乙招手：“谢大哥，坐，咱就在这儿吃，没人来烦咱们。”谢小乙看着他那副耀武扬威的模样，只能苦笑着坐下。沈姑娘，你刚才是不是有点太过了？我刚才怎么了呀？呵呵，还好，就是你刚才有点小霸道。谢大哥，我那里是霸道了，我是在和他们讲道理哦。谢小乙算是看明白了，他压根就不知道什么是在和人讲道理，什么是在欺负人。沈星宇也不管他在想什么，自顾自地拿起桌上的茶壶，给谢小乙倒了一杯茶，又弄了2碗饭和谢小乙大快朵颐起来。谢大哥，快吃吧，这里的饭不好吃，等回来去若霞峰，我让厨房给你做好吃的。他凑得近，发梢蹭过谢小乙的手腕，带着一股淡淡的竹香，语气里的亲昵劲儿，简直能把旁边桌的目光吸过来。这些目光里就有云千寻和慕容薇，而谢小乙本就为云千寻的清丽容颜折服，现在正好和他双目对视在一起。但这个画面很快被沈星宇捕捉到了，只听沈星宇哼了一声，下巴朝云千寻那边扬了扬：“谢大哥，你瞅云千寻干嘛？他一天到晚板着张脸，活像谁欠他几百两银子一样，冷冰冰的，有什么好的？”谢小乙咽下嘴里的笋片，笑道：“话不能这么说，人家模样是真的周正，放在哪儿都是一等一的美人。”美人？沈星宇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把手里的筷子往桌上一放：“他这叫什么美人？谢大哥，你是没见过真正的角色。”谢小乙来了兴致，往前凑了凑：“那你说说，谁能称得上真正的角色？”沈星宇挺起胸脯，语气里满是笃定，掰着手指头道：“江湖上早有定论的，东海素影，倾国倾城，谢灵运，这名号当年响遍大江南北。听说他年轻时往江边一站，连水里的鱼都忘了游，能把月亮比得躲进云里去。”谢小乙眉头微皱，在大脑里搜索他之前所知的记忆，确实有一个号称东海素影，倾国倾城的谢灵运，她好像和昆仑天剑宗崔巨卿齐名，是江湖人称的4大宗师之一，也是4大宗师里唯一的女子。谢小乙点点头，那位高人近年也很少有人提起，年纪不小了吧？沈星宇顿了顿，补充道：“传说他好像在东海等一个人的出现，一等就是18年，现在是没多少人提了，毕竟都快人近中年了。不过你想啊，这种武道宗师修为到了一定境界，驻颜有术，就算过了这么多年，估计也还是风华绝代，老不了多少。”谢小乙暗忖，谢灵运武学修为已经是宗师级别的人物了，居然用18年的时间等一个人，那人是谁呢？居然能让有倾国倾城之称的谢灵运等。谢小乙脑子里正在憧憬当年的第一美女谢灵运，谁知这时沈星宇突然一拍桌子，把谢小乙给吓了一跳：“谢大哥，丫头，你怎么了？”沈星宇拽着谢小乙的胳膊就往上拉：“谢大哥，你来的也太巧了，今晚昆仑殿有5星连珠，百年难遇，必须去看。”谢小乙被他拽着，赶紧摆了一下手：“别，就咱俩，孤男寡女的，传出去对你名声不好。”这话说完，他自己都在憋笑，一个采花大盗居然在为一个姑娘的名节担心，而那个姑娘还是在昏迷不醒的时候被他摧残过的一朵鲜花。沈星宇见说，哼了一声，手一扬就薅住了一旁萧凌云的袖子，又冲云千寻扬下巴：“那就带上萧师兄和云师姐，人多热闹。”说着又瞥见一旁默默垂眸的慕容薇，眼珠一转，跑过去晃了晃他的胳膊，语气难得的软了点：“慕容师姐也一起呗，总闷着多没意思。”云千寻知道慕容薇自从被采花大盗谢小乙欺凌后，一直心灰意冷，他也想劝他去散散心，见状立刻附和：“确实该去走走，昆仑殿的夜景平日里也是难得见，更何况沈师妹说有5星连珠这个奇观，既然百年难遇，咱们能看到也是缘分。”慕容薇手指攥紧了银簪，沉默半晌，终究还是轻轻点了点头。萧凌云看着慕容薇轻轻点头的模样，心头一阵欣喜。自打他回到昆仑天剑宗，他脸上就很少出现笑容，甚至一度有轻生的念头。而慕容薇的点头应允，让萧凌云连日来沉甸甸的担忧都轻了几分。原来慕容师妹不是真的要把自己困在那片阴影里，原来她还愿意跟着大家出来吹吹山风，看看星星。一行人刚爬上昆仑山巅，谢小乙就忍不住好奇问：“丫头，你怎么知道今晚有5星连珠？这玩意儿可不是随便能推算的。”沈星宇得意的一仰头：“我爹和真武道宗的道长是好朋友，那道长掐指算出来的，能有错？行吧，就信你的，放心吧，谢大哥，我有把握。”约莫半炷香的时间，天空果然出现异象，沈星宇欢声雀跃：“出现了，谢大哥快看！”谢小乙本来在偷瞄云千寻，这时被他一喊，便抬眼望向了夜空。夜风里5颗亮星的轨迹越来越近，银辉渐渐缠成一缕细线。慕容薇望着天幕，手指无意识的互搓着，接着一声轻叹息：“百年难遇的光景，原来真能驱散几分心头的阴霾。”萧凌云心头一紧，连忙接口：“师妹，往后这般好看的光景，我和云师妹陪你看便是。”云千寻抬眼望着渐成1线的5星，清冷的眉眼间也闪过一缕波澜。果然天地浩瀚，1星1月皆有规律，可天有不测风云。他话音刚落，原本澄静的夜空突然翻涌起大片乌云，眨眼间就把天幕遮了个严严实实。别说5星连珠了，连半颗星星的影子都看不见。谢小乙无奈的摇摇头，看来咱们和这百年难遇的奇观无缘了。沈星宇的脸瞬间垮了，气得直跺脚，扯着嗓子冲落霞峰大喊：“爹，你快来！
乌云把星星挡住了，我的五星连珠啊！谢小姨懵了，这丫头也太离谱了吧！乌云这月你也喊你爹，你当你爹是风神吗？还能把天上的乌云吹走不成？喊声落，一道笑声就顺着山峰飘了过来。金羽别急，爹爹来了。众人循声齐刷刷望向落霞峰，夜色沉沉，两座山峰间本隔着朦胧的夜色，此刻却骤然亮起一道璀璨的银白剑气。那剑气如月华倾泻，自落霞峰顶冲天而起，瞬间照亮了那里的草木山石。剑气纵横围绕盘旋，隐约能看见一道青山身影附近而立。明明隔着数里之遥，众人却借着剑气的光芒，依稀看见了沈北洛的身影。沈星宇呼叫着跳起来：“爹，我和谢大哥看不到五星连珠了，给我想办法！”谢小乙、萧凌云、云千寻以及慕容威盯着沈北洛的身影，心头皆是暗暗惊颤。这剑意举重若轻，怕是比想象的还要深不可测。落霞峰顶的沈北洛抬眼望向被乌云遮蔽的天幕，目光掠过山巅那几道仰着的身影，又落回被乌云吞噬的星轨之上。忽然低笑一声，手指抚过剑鞘，周身纵横的剑气陡然收敛，却愈发凝实如炼，将夜色都映得透亮。五星连珠，山峰作影，清明未抬。沈北洛缓缓抬剑，清越的嗓音穿透夜风，这般天时地利，正好借天事剑。话音落，长剑嗡鸣出鞘，沈北洛朗吟出声，剑指苍天一抹云，昆仑山颠傲九尘，何人阻我归石路？破天一剑斩鬼神。诗句落，剑光起，那道凝练到极致的银白剑气，携着山峰与星芒，如一道横贯天地的星河，直刺乌云深处。所过之处，罡风呼啸，卷得昆仑山巅草木浮倒，山顶上的碎石也被剑意掀飞，簌簌滚落山崖。轰！半空中像是有惊雷炸响，原本厚重如墨的乌云竟被这一剑从中生生剖开，如被撕裂的锦缎向两侧翻卷退散，露出澄澈如洗的天幕。五颗亮星早已连成一线，金芒璀璨，高悬穹顶，正是百年难遇的五星连珠。山峰烈烈，吹得众人衣袂翻飞，夜空中的剑意余韵在天地间流转。沈北洛那破天一剑的气魄，震得众人心头狂跳。沈星宇先是愣了一瞬，随即拍手欢呼：“五星连珠，爹你太厉害了！这300里昆仑山脉的夜空都亮堂了。”萧凌云死死盯着那道划破天幕的剑光，双拳攥得发白，声音都带着几分颤抖。这已是剑仙之境，一剑破云，竟能引动天地之势。慕容威望着那重新高悬的五星连珠，怔怔出神，心头那片盘踞多日的阴霾竟被这一剑劈散了大半。他忽然觉得自己困在那段不堪的过往里，实在可笑。天地这般浩瀚，些许磨难不过是尘埃。他握紧了手，暗下决心，以后定要潜心练剑，也要练出这般一剑裂云300里的气魄，护己护人，再也不做任人欺凌的弱者。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师姐！”云千寻好像没有听到一样，只见他原本清冷的眼神里掀起了惊涛骇浪。剑意通神，以天为指，以剑为笔，这等境界，我辈穷极一生，怕是也难望相背。沈星宇看他把爹爹夸得这么厉害，不禁洋洋得意：“谢大哥，我爹这一剑怎么样？”谢小乙向他伸了一个大拇指。他原以为沈北洛绰号一剑小天下，最多剑术和修为出类拔萃，可他万万没想到，沈北洛压根就不是人，是神。说他是剑神、剑仙也不为过。刚才那一剑举重若轻，剑意通神，怕是修为到达9品巅峰金刚圣域了吧？夜风拂过众人衣袂，山巅的震撼久久未散。萧凌云收回望着落霞峰的目光，转头看向谢小乙，语气郑重：“谢兄，时辰不早了，明日辰时山门会合，咱们还要赶路去清河镇。”谢小乙点头应下，刚要转身，手腕又被沈星宇攥住：“谢大哥，我送你回客院，顺便和你讲讲昆仑天剑宗里的趣事。”萧凌云呐喊：“这昆仑小魔女，往日里对谁不是横眉竖眼，说一不二，怎么到了谢幕跟前，语气软得像小猫一样，真是多多怪事。”谢小乙摇摇头，反手拍了拍沈星宇攥着自己手腕的手背，语气带着几分哄小孩的温和：“傻丫头，这会儿都快3更天了，落霞峰离客院虽不算远，可你一个小姑娘家家的，摸黑走山路多不安全。”“我不安全，在昆仑山脉谁敢惹姑奶奶我呀？”“不对，谢大哥，我说的姑奶奶不是指向你。”说着，沈星宇指了指云千寻等人：“我说的是他们，对，是他们。”云千寻3人无辜躺枪，但他们也没办法，毕竟这个姑奶奶是真不好惹。谢小乙微微一笑，轻轻挣开沈星宇的手：“没事啦，小姑奶奶，沈前辈刚落了那么一手惊天动地的剑法，指不定正等着你夸呢，赶紧回峰去。宗门里的趣事，等有机会见面你再慢慢讲给我听，好不好？”沈星宇嘟了嘟嘴，悻悻道：“好吧，你不许骗我。”“不骗你。”一直表情清冷的云千寻看了这画面，心里也不禁揣测，沈星宇何时这般低声下气过？便是师傅，他都敢撒泼打滚，如今对着一个外人，竟温顺的像换了个人。这谢末究竟是何人？倒真是有些门道。谢小乙哄好沈星宇后，和几人抱拳行礼，分道扬镳，独自回到客院休息。第二日天刚蒙蒙亮，山门处就传来了佩剑相击的清脆声响。谢小乙走出客院时，就见萧凌云和云千寻已经带着14名弟子后在石阶下，而不远处的石阶尽头，一道紫色身影缓步走来，正是慕容威。“等等，我也要去。”萧凌云眉头一蹙：“慕容师妹，此行凶险，你大师兄
昨日审视书山巅一剑，我受益匪浅，也想借此历练，护己护人。云千寻上前握了握师妹的手，打量着她眼底的坚定，沉吟片刻，转头看向萧凌云：师妹剑术根基本不差，让她去吧。萧凌云还想劝，却见崔巨清的身影出现在山门之上，声音朗然：让薇儿去吧。千寻、凌云，好生照看师妹。师尊开口，二人应下。谢小乙看着慕容薇那惹火的背影，心头暗笑，这妮子怕是真被沈北洛那破天一剑给劈醒了。不过他应该怎么也想不到，害得他跌入深渊的采花贼就站在他身后，还披着谢墨的皮，要和他共赴险境。呵呵，有意思。谢兄，启程吗？萧凌云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谢小乙收敛心神，翻身上马，一行18人策马出昆仑，朝着清河镇的方向疾驰而去。一路小行夜宿，不过数日便见清河镇的轮廓遥遥在望。只是往日里炊烟袅袅的小镇，此刻却死寂一片。谢小乙的脸色沉了下来，还未靠近，就听见镇中传来一声怒喝：你等练气士，滥杀无辜，不怕遭到天道的反噬吗？是华天乙的声音。众人加快速度冲进镇中，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心头一震。镇中央的空地上，几间民房已被烧得焦黑坍塌，数不清的百姓。华天乙脸色苍白，嘴角溢着鲜血。华素问扶着他，眼眶通红，手里还紧握着半幅没来得及施完的丹方。他们身前倒着10余名身穿黑袍的死士，个个面色发青，显然是中了华天乙的毒。而在华天乙前方站着一个面色枯槁的老者，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气场。他身后还有7、8名弟子，个个手持符箓法器，在老者身后不发一言。华神医，老者阴恻恻地笑了，老夫敬你是江湖名医，劝你还是束手。这清河镇的灵气本就是我玄祭酒囊中之物，你何必螳臂当车？华天乙怒视玄祭酒，用异毒残害百姓，你们这些练气是非正派之人，正派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正派不过是自欺欺人。话落，老者枯瘦的手指往袖中一探，摸出一枚通体漆黑、布满诡异纹路的小幡。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老夫就送你一程。招！老者厉喝一声，屈指一弹，那小幡便化作一道乌光，带着阵阵阴风直扑华天乙面门。幡上鬼气磅礴，隐约有凄厉的尖笑声传出，听得让人心头发寒。师傅！华素问焦急出声，娇小的身躯猛地扑上前，死死挡在师傅华天乙身前，紧闭双眼，想打算以肉身硬抗这法宝一击。萧凌云和云千寻见状，想要驰援，却已来不及。那小幡的速度太快，眨眼间就到了近前，千钧一发。正当华素问认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一道轻影陡然从人群中窜出。师姐，闪开！谢小乙一声暴喝，脚下燕翻云轻功施展到了极致，脚尖在地面一点，整个人便射向华素问。他的身法快得像一阵风，连萧凌云都自愧不如，暗忖这谢幕的轻功竟如此精妙。几乎是华素问回头的刹那，谢小乙已经冲到他身前，挥拳击向那黑帆。砰！黑帆重重地撞在谢小乙的拳头上，一股阴寒刺骨的力道瞬间穿透他的手臂，直入脏腑。谢小乙闷哼一声，整个人被这股巨力撞得连连后退，每退一步，脚下的青石板都应声碎裂。退到第7步时，他再也忍不住，喉头一甜，一大口鲜血猛地喷了出来。师弟，谢墨！华素问和师傅华天乙的惊呼声同时响起。谢小乙踉跄着稳住身形，后背冰冷刺骨的疼，气血翻涌的厉害。他咬着牙，伸手抹去嘴角的血迹，抬眼望向那老者，眼神里没了往日的嬉皮笑脸，只剩下一片冰冷。华天乙之前被那练气势暗算，如今见徒弟为救自己口吐鲜血，心中一急，体内的真气出了岔子，顿时气血翻涌不能动弹。但他不想让谢小乙和华素问太过担心，硬生生地忍了下去。师弟！华素问踉跄着扑过去，伸手扶住谢小乙摇摇晃晃的身子，眼眶瞬间红透。师弟，你怎么样？干嘛为了救我，连性命都不顾了？师姐，忘了当初在床上你可不是这么心疼我的，你还咬我呢。再说了，我的命除了你，谁也别想拿去。华素问耳根疼得一下红透了，又羞又急地瞪了谢小乙一眼。都什么时候了还胡说？这时老者凌空招手，那黑帆嗖的一声又飞回到了他的袖中。有点门道，身法如此了得，看来是老夫小瞧了你们这些江湖武者了。老东西！谢小乙啐出一口血沫，声音带着点虚弱感。想动我师傅和师姐，先问过我谢小沫的拳头。老者一双三角眼死死盯着谢小乙，枯瘦的手掌狠狠一挥，厉声喊：上！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还有他身后的人尽数拿下。言罢，他身后的数名黑袍弟子集体向谢小乙方向奔去。休得放肆！萧凌云怒喝一声，拔剑出鞘，剑光如一道劈链，直刺黑袍练气士面门。云千寻紧随其后，素白的剑影翻飞，瞬间逼退2名黑袍练气士。14名昆仑弟子纷纷拔剑，剑气纵横，双方斗在一起。唰！黑袍练气士手中符箓炸开，阴风照下，萧凌云和云千寻纷纷劈出一剑，剑气与阴风相撞的闷响震得人耳膜发疼，激起漫天尘土。一个照面，谁都没占上风。萧凌云见对方着实厉害，不敢大意。那符箓一出，自己和云千寻联手才勉强抵得住，
更何况是别人。以前听说炼气士到了一定程度会远超江湖武夫，看来此言非虚。16芒星剑阵，结是大师兄。话音落，除慕容威外的16人瞬间按16星位挪动脚步。萧凌云与云千寻双剑交击，剑气暴涨3尺，化作剑尖。4名弟子踏前半步，剑势沉凝如铁，视为剑颚。余下10人分守八方，剑气纵横交错，凝成浑然一体的剑身剑柄。16人竞争如同一柄出鞘的绝世长剑。起！萧凌云振臂高喝，16道剑气轰然汇聚，化作一道横贯长空的青芒，朝着一众黑袍炼气士劈落。扑哧，血花四溅，剑气过处，2名黑袍炼气士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劈成2半，尸身栽倒在地。紧接着，第2道剑气破空而出，又有2人被拦腰斩断。退！有炼气士被那剑震惊的魂飞魄散，转身想逃，却被第3道剑气追上，炸成一团血雾。不过3息，10余名黑袍炼气士便折损过半，剩下的几人吓得面无人色，哪里还敢恋战？谢小乙看得心旷神怡，胸口的剧痛好像都被这股气势压了下去。他见过师傅华天以是真救人的精妙，也见过沈北落破天一剑的震撼，却从未见过如此磅礴的剑阵。16道剑意不分彼此，明明是血肉之躯，却硬生生凝成一把惊世骇俗的巨剑。这哪里是16个人在打斗，分明是一柄活着的巨剑在碾杀蝼蚁。华素问，扶着谢小乙的手臂微微发颤，师弟，他们就是昆仑天剑宗的高手吗？这么厉害啊？谢小乙点了点头。华素问，自幼跟着师傅学医，见惯了生死，却从未见过这般撼人的剑阵。那剑气掠过之处，黑袍炼气士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这就是昆仑天剑宗的底蕴吗？难怪师傅说唯有昆仑天剑宗能解此危。而那持幡老者原本负手而立，此刻眼中满是惊色，失声脱口，这是昆仑天剑宗的16芒星剑阵。昆仑天剑宗弟子齐声喝道，正是我宗门剑阵，老贼你束手就擒吧。看着自己的手下一个个倒下，老者脸色铁青，枯瘦的手掌突然猛地一甩，那面噬魂黑帆再度飞出，朝着剑阵猛扑过去。黑帆之上鬼气翻涌，所过之处空气都变得扭曲，直奔剑阵核心的剑尖位置。老者看得明白，那剑阵的剑气是从剑尖射出，而剑尖的位置正是萧凌云和云千寻。他只要把这2个人废了，那剑阵可破。华天以理顺体内差了的真气，盯着那面黑气翻涌的黑帆，开口提醒：小心，此帆应该是以活人的性命炼化成，每一次催动都是以亡魂的哀嚎为引，阴毒至极，你们小心。这话一出，谢小乙心头猛地一震。作为一个采花道，他就认为自己够坏了，没想到那炼气士居然用活人命炼化法器，真是匪夷所思。剑阵中的昆仑弟子听闻华天已对黑帆的解释，眼中更是燃起怒意，剑意陡然又成了几分。邪门歪道！萧凌云怒喝，与云千寻双剑交击，剑光暴涨数尺，凝16道剑意轰然汇聚，那道横贯长空的青芒瞬间暴涨3倍，直撞上那道黑帆。砰！一声巨响，噬魂黑帆瞬间裂成2半，帆上缠绕的阴邪鬼气也在剑气的灼烧下发出阵阵的凄厉尖鸣，转瞬间便消散得无影无踪。不可能，我的噬魂帆！老者满脸不可置信，心疼的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子了。那黑帆是他用19条少女的性命炼化，威力至阴至寒，普通江湖武夫压根就不是黑帆一合之敌，想不到居然被一道剑气击得粉碎。谢小乙更是吃惊，靠，这剑阵也太猛了，我挡那黑帆的一击差点要了我半条命。昆仑天剑宗这帮弟子果然有点东西。喂，老头，你法宝都被毁了，赶紧滚回家去吧，你妈喊你回家吃饭。这话既损又气人，老者猛地一咬牙，从怀中掏出一串檀木手串，乌沉沉的18颗珠子泛着青光，五指猛捻，厉喝如雷，庶子找死，给老夫破！手串脱手的刹那，18颗珠子化作18道黑芒，直扑剑阵核心。萧凌云见这气势不敢大意，出声提醒云千寻和一众师弟小心应付，这18颗珠子不像凡品。是，大师兄。16芒星剑阵再次启动，对着那18颗珠子发出至强的一剑。老者手腕一翻，珠子像有无形丝线牵引，在空中首尾相接，凝成一道墨色长链，如同一道划破长空的黑色闪电，直撞上那道横贯天际的青芒剑气。当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周遭青石板寸寸崩裂，碎石飞溅。青芒剑气和墨色长链相撞之处，形成了一个扭曲的真空，相持不下。这样僵持不过半刻，那道凝聚了16人剑意的剑影开始寸寸碎裂。萧凌云知道，这道剑气如果输了，他们这剑阵必败无疑。众师弟打起精神，不能输！剑阵众人闻言，强忍体内翻涌的气血，咬着牙将全身真气尽数灌入剑身。霎时间，16道剑光亮的刺眼，那原本破碎的剑影凝成了一道水桶粗的巨型光柱，直冲云霄。这道剑气比之前强横了将近1倍，所过之处空气都被割裂，地面都在不住地颤抖。去！萧凌云与云千寻同时出声，那道剑气带着众剑宗弟子的全部剑意，朝着18子墨链撞去。老者见状，三角眼眯成一条缝，枯瘦的手掌猛地朝天一抓，
口中厉声叫道：“转！”突然，那墨色长链纹声陡变，18颗珠子如活物般急速盘旋，层层叠叠交织成一面盾牌的形状。盾面之上杀气翻涌，让人不寒而栗。轰！剑阵打出的青芒剑气劈在朱盾之上，却未劈开分毫，反倒被盾面一股诡异之力猛地反弹而回。反弹的剑气去势更急，直直朝着剑阵核心的萧凌云与云千寻众人当头砸下。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倒转的青芒剑气轰然炸裂，狂暴的气劲四下席卷。16名昆仑弟子如遭重击，齐齐喷出一口鲜血，身形像被狂风卷起的落叶倒飞出去，重重摔落在地。16芒星剑阵竟是被这18朱盾反弹的一击击溃。萧凌云与云千寻作为剑尖，二人被气劲震得经脉欲裂，嘴角鲜血汩汩而流，四肢百骸都像散了架，连握剑的力气都已消失殆尽。其余14名弟子更是伤重，有的直接昏死过去，有的瘫在地上不住咳血，剑阵的威势荡然无存。老者哈哈一笑，手掌一扬，那18颗乌珠便在空中滴溜溜旋转了起来，眼看就要化作杀招，朝着倒地的昆仑弟子当头照下。华天乙见状，强撑着体内尚未平复的真气，缓缓开口：“阁下修行不易，何必用这等损阴德的邪气伤了这些后辈？何必？老夫的噬魂翻毁在这群小辈手里，这笔账今日定要拿他们的性命来偿。”话音刚落，一道身形凹凸有致的紫影已然跃众而出，正是一直在旁观战的慕容威。慕容威剑尖斜指地面，清冷的目光直直对上老者：“要伤我同门，先过我这一关。”老者扫了他一眼，目光不自觉地粘在那连绵起伏的曲线之上，嘴角撇出一抹淫笑：“啧啧，瞧这腰细的，一掐就断，胸挺得能戳破天，倒是块养在深闺的好肉，可惜偏要学人家逞英雄。”慕容威脸上一红，随即剑指练气势老者：“老儿不死是为贼，我乃名门正派弟子，岂容你这阉杂之辈智慧？你不过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丑鬼！老丑鬼！”老者脸上的淫笑瞬间僵住了，任凭旁人骂他奸猾、狠戾、手段阴毒、为老不尊，他都能浑不在意的冷笑置之。可唯独老丑鬼3个字，哪怕他心知自己确实年华老去，容貌粗陋，也断断接受不住这戳心的羞辱。毛头丫头，你去死！话落，屈指一弹，18珠串上，当即飞出一颗乌珠，直撞慕容威心口。萧凌云强撑一口气，惊呼出声：“慕容师妹，赶紧闪开，你不是他的对手。”慕容威不闪也不避，手腕翻转，长剑嗡鸣，使出5星连珠那日山巅观看沈北洛破天一剑悟得的剑意。剑锋凝着一点寒芒，精准劈在乌珠之上。叮！最响刺耳，乌珠竟被这一剑劈得倒飞回去，当啷一声砸在远处的青石板上。慕容威身子也跟着踉跄着后退2步，胸口气血翻涌，隐隐作痛。老者脸上的笑僵住了，他没想到这么一个漂亮丫头能使出这样的一剑，还能接住他的一枚乌珠，有点门道，倒是老夫看走眼了。说罢，五指再捻，这次是2颗乌珠化作2道黑芒，一前一后直扑慕容威胸口。慕容威之前挡下1颗珠子，其实那一剑已经是他的极限，这次双珠袭来，他只能咬牙挥剑格挡。只听堂的一声脆响，慕容威手中长剑断成2截，整个人被巨力震得连连后退，身形晃了晃，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老者见慕容威没倒，倒佩服他的硬气。小丫头片子，别找死，下1颗珠子你最好是躲开，我要先杀那些毁我摄魂幡的人。争！老者指尖一弹，1颗乌珠激射而出，好似黑色流星，直射慕容威眉心。这一击又快又狠，显然是想一招毙敌。慕容威刚被2颗珠子震伤，虎口剧痛难忍，他想躲，可身后的师兄师姐重伤在身，自己躲了他们必死无疑。师妹快闪开，师妹快走！萧凌云和云千寻同时惊呼出声。千钧一发，一道身影猛地从斜刺里扑出。慕容威记着，我不欠你的了，是谢小乙。他被华素问扶着，本就伤得不轻，此刻却硬生生挣开搀扶，迎着乌珠扬起了拳头。他脑子里乱成一团，一半是采花贼谢小乙多管闲事的嗤笑，一半是高中生谢墨。就他吧，他不是那个慕容威，那个慕容威是不会为别人牺牲自己的。当初欺负慕容威，扒光他衣服采花的画面在大脑一闪而过，谢小乙心底竟涌起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那份愧疚可能源于慕容威舍生取义的精神，让谢小乙知道了此慕容威非天台女战神，所以他决定出拳救人。砰！拳头轰在乌珠上，谢小乙如遭重击，一股阴猛之力瞬间顺着他的手臂窜进5脏6腑，紧接着谢小乙整个人像被狂风卷起的落叶飘出去很远，哇的喷出一大口鲜血，摔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乌珠被全力一阻，势头顿减，落在慕容威脚边，滚了2圈便没了动静。慕容威怔怔地看着摔在地上的谢小乙，胸口剧烈起伏，刚才那一瞬间的生死交错让他声音都发颤。你为何要替我挡下这一桌？谢小乙捂着胸口，嘴角还在淌着血，听到这话却偏过头，扯出一个痞气又虚弱的笑。还没等他吐出半个字，喉头一阵腥甜翻涌，哇的又喷出一大口血，眼前一黑，彻底晕了过去。师弟！华素问惊呼一声，疯了似的扑过去，小心翼翼地将谢小乙抱进怀里，伸手探他的鼻息，手指触到的
却是一张血污的脸。师弟，你醒醒啊，别吓我！华素问，眼泪瞬间砸了下来，声音哽咽的不成样子。顾不上周遭危险，从怀中摸出银针，扎进谢小乙几处救命穴位，又用衣巾替他擦拭脸上的血迹，动作又急又轻柔，满眼都是疼惜。华天乙心疼徒弟，踉跄着走过去，面色因内伤隐隐泛着青灰。素问，给泻墨喂下去，定能保命。说着，华天乙探手入怀，摸出一颗通体莹润的金丹，递了过去。金丹刚喂到谢小乙的嘴里，哇的一口血就连带着那颗金丹吐了出来。华素问，将金丹捞起来，擦去血污，看都没看便塞进自己嘴里嚼碎。不等旁人反应，他俯身扣住谢小乙的下颌，红唇贴了上去，将混着自己精液的药沫渡了进去。他已经不在乎别人的目光，眼底满是不管不顾的执拗。呵呵，蝼蚁！老者见状嗤笑出声，眼底却翻涌着暴力的杀意，随手一挥，将散落四周的乌珠尽数吸到掌心。一群无知小辈，也配在老夫面前蹦跶？都去死吧！老者轻喝一声，掌心18颗乌珠悠然掷出，那珠子到了空中，却有了摧枯拉朽之势，直射众人。眼看的乌珠将要把所有人砸成尸体，一道凌厉无匹的剑气陡然自天外劈落，剑气纵横，亮得人睁不开眼。那道剑气形成一面气墙，硬生生将18颗乌珠挡在众人之外。炼气士老者一惊，不知道这股剑气是从何而来，屈指扣向虚空。给我破！18颗乌珠被他气机牵引，黑气陡然暴涨一圈，齐刷刷地撞向剑气气墙。轰隆一声巨响，震得地动山摇，气墙之上银光迸射，18颗乌珠在老者的全力施为下，却没有寸进。老者脖颈青筋暴起，一口逆血险些喷出，反震之力却让他踉跄着后退数步，才勉强稳住身形。半空之中，一道身影踏剑而来，正是昆仑天剑宗宗主崔巨清。华素问，怀抱着谢小乙，突然见有人御剑飞行至此，他惊呼出声：师傅，快看神仙，师弟有救了！华天乙皱眉，对着崔巨清高声埋怨：老崔，你来晚了，我徒弟要是有个3长2短，你能赔我一个？崔巨清轻轻摇头，此事说来话长，一会儿定要向华兄负荆请罪。目光扫过地上重伤的萧凌云、云千寻，又落在嘴角一血，面色惨白的慕容威身上，眉头瞬间蹙起。为师迟来了，你们受苦了。萧凌云摇摇头，强撑着抱拳行礼：师傅，是弟子无能，给你老人家丢脸了。崔巨清飘然落地，脚下长剑似有灵石一样，剑身青光流转，化作一道亮眼的弧光，径直飞入他伸出的掌心。炼气士老者抬眼看向崔巨清，眼中闪过忌惮，却仍强撑着冷笑。昆仑天剑宗能有这等修为的应该不多，阁下是何人？不知是沈北洛还是崔巨清？崔巨清轻抚剑柄，剑意凛然，周身空气都像凝固了一样。我昆仑天剑宗弟子，能让你欺负？今日你什么也留不下。炼气士老者眼中凶光毕露，五指一扬，所有乌珠便如黑蝶一样绕身疾飞。别以为你昆仑天剑宗了不起，今日便叫你见识老夫的厉害。说罢，18颗乌珠散发着阴煞之气，直逼崔巨清周身要害。崔巨清面色不变，手中长剑轻抖，一道清冽的剑光乍现，看似缓慢，却把所有乌珠隔挡开来。叮铃哐啷一阵脆响，乌珠尽数被剑光震退。老者怒吼着催动灵力，周身灵力翻涌，18颗乌珠似是感应到主人的暴怒，在空中滴溜溜急旋。拧！18颗乌珠陡然加速，首尾相衔，层层叠绕，眨眼间便凝成一面乌沉沉的巨盾。那巨盾围绕炼气士老者周身循环，在他周围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你剑法再厉害，也破不开我的18乌珠盾，老夫已立于不败之地。说着，炼气士老者合身而上，想与崔巨清近身搏杀。崔巨清全无惧怯，提剑相迎。他的剑招看似简单，剑意却绵密如昆仑云海，将老者的攻势尽数化解。炼气士老者大怒，双目赤红如血，嘶吼着将全身灵力尽数灌进乌珠盾。那面乌沉沉的盾牌瞬间黑气暴涨，边缘更是泛起一圈锋利的黑芒。他压根不跟崔巨清废话，直接顶着盾牌合身猛扑，整个人化作一道黑色残影，想要靠着盾牌的蛮力，硬生生把崔巨清撞成肉泥。昆仑天剑宗是吧？一样去死！崔巨清脸色不变，掌中长剑嗡鸣震颤，没有半点花哨招式，就那么平平直直的一剑刺出。扑哧！那看似坚不可摧的乌珠盾，就像一张薄纸被长剑洞穿，剑尖毫无阻碍地扎进了炼气士老者的肩头。炼气士老者瞳孔放大，满是不敢置信，侧头看着肩头的长剑，又抬头看看面无表情的崔巨清。好一个一剑破万法！哇！一口鲜血喷出，炼气士老者周身黑气陡然暴涨，衣衫寸寸崩裂，皮肤下青筋如蚯蚓般蠕动。华天乙主修医道，武功修为算不上顶流，但他见多识广，见这情形皱眉提醒老崔，那是天魔解体大法，能瞬间提升数倍修为，不过是用自身阳寿换来的，不能持久。你别和他硬拼，只需要僵持一会儿，他自然会败。崔巨清泰然自若，向华天乙挥手致意：华兄放心，不打紧，看我给你出气。华天乙摇摇头，叹了口气，还是和年轻时候一样的脾气，一点没变。炼气士老者凄厉嘶吼：以我寿元换我修为，以我精血
助我杀气！噗！一口滚烫的本命精血喷在那18颗乌珠之上，血光与黑气交织，乌珠不再是巨盾，瞬间凝成了一条漆黑的锁链。链身震战，发出摄人的杀气，正是老者压箱底的绝杀拴天链。老者自信，只要被他这一条链子拴住，就算是佛门金钟罩的体魄也会受伤。今日便用这拴天链拴碎你的神魂。话落，炼气士老者拼尽力气，将拴天链猛地甩出，锁链如黑龙出海，带着吞噬天地的煞气，直扑崔巨清而去。师傅小心！师傅小心！师傅小心！萧凌云、云千寻、慕容威异口同声的惊呼，因为就连他们都感受到了那条链子的威力，着实令人不容小觑。崔巨清眼神依旧，长剑直指天际，周身剑意陡然攀升，仿佛有昆仑之巅的风雪呼啸而至。一剑袭来，昆仑雪开，八字落下，剑光似银河倒泻，纯净无匹的剑意瞬间撕裂黑气，径直斩在拴天链正中央。轰！砰两声巨响，锁链寸寸断裂，18颗乌珠尽数化为尘粉。炼气士老者瞪大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用寿元换来的最强一击，竟然在这一剑下如此不堪一击。那剑势却未衰，剑气将他围绕在其中。炼气士老者吃力硬抗，只觉一股沛然墨玉的力量涌进体内，还没来得及发出惨叫，整个人就被剑气撕裂，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皮肤、血肉、骨骼，像那18颗乌珠全都化作尘粉，被风一吹，散成了漫天尘埃，半点痕迹都没留下。正应了崔巨清之前的话，你今天什么也留不下。长剑归鞘，崔巨清摇了摇头，利用的太大了，没收住。好强的一剑！一众昆仑弟子忍不住称赞出声，声音里全是震撼，完全忘了身上的伤痛。华素问抱着昏迷的谢小乙，忘了流泪，忘了后怕，只呆呆看着漫天尘埃，心里砰砰直跳。原来真正的高手，一剑就能让坏人灰飞烟灭，太厉害了。他要是早点来师弟，也就不会。他心里想着，双手微微用力，下巴抵着谢小乙的头顶，把他又搂得紧了紧。一直单手撑地的萧凌云心里狠狠一颤，一剑袭来，昆仑雪开。原来这才是师傅的至强一剑，什么天魔解体，什么拴天链，在师傅这一剑面前，跟纸糊的没两样。慕容威捂着胸口，和大师兄萧凌云对视一眼，随后怔怔出神。他之前悟来的剑意，跟师傅这一剑比起来，简直就是萤火比皓月，心里只剩下震撼。云千寻原本冰冷的眸子也有了憧憬，他下定决心，将来也要练出像师傅那样一剑袭来，昆仑雪开的剑招。崔巨清转身走向华天乙，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带着几分漫不经心的调侃：华兄，这下放心了吧？那老练气势被我一不小心轰成了人渣。华天乙嘴角勾起了一抹赞叹的惨笑，笑意却没抵达到眼底。老崔的剑还是那么霸道，就算给我报仇了。谢小乙的意识像是沉在万丈寒潭里，混沌中尽是剑气破风的锐响，还有华素问撕心裂肺的哭喊。不知过了多久，他猛地睁开眼，入目是素色的暖帐，鼻尖萦绕着淡淡的药香，身下的被褥软的不像话。是药炉。谢小乙动了动手指，浑身骨头依旧像是散了架，胸口那处被乌珠震伤的地方更是闷得发慌。你终于醒了！一个女子的声音响起，虽然带着浓浓的疲惫，但声音却是无比激动。谢小乙偏过头，就看见华素问坐在床边的褥子上，眼眶青黑，下巴尖的个人，手里还攥着一块沾了药渍的帕子。他看见谢小乙睁眼，先是一愣，随即眼泪就噼里啪啦的往下掉。师姐，你哭什么？谢小乙张了张嘴，声音嘶哑的不成样子。你怎么瘦成这样了？华素问手忙脚乱的从怀中取出一粒丹药，小心翼翼地扶着谢小乙的脖颈给他喂了下去。丹药入口即化，不足一盏茶的功夫，谢小乙勉强找回了说话的力气。那老怪物呢？还有师傅呢？他话音刚落，华素问的哭声就哽住了，肩膀剧烈的颤抖起来，眼泪掉得更凶，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谢小乙心里咯噔一下，一股不祥的预感猛地窜了上来。他挣扎着想坐起来，却被华素问死死按住。你别乱动，你的伤还没好透。师兄耗尽了心血才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的。师兄，华灵叔他怎么不提师傅？谢小乙心中尽是疑问。师姐，咱们师傅到底怎么了？他的声音突然拔高，胸口的剧痛让他眼前发黑，可顾不上那些了。谢小乙死死握住着华素问的手，你告诉我，他是不是受伤了？伤得重不重？华素问嘴唇哆嗦着，终究还是没能忍住，哭着摇了摇头。谢小乙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那股不祥的预感化狠狠扎进五脏六腑，胸口的闷痛又开始翻涌，眼前的暖帐瞬间扭曲成一片模糊，连一声闷哼都没来得及发出，眼前一黑，再度昏死过去。昏沉的睡梦里，没有剑气纵横，没有血色弥漫，只有漫山遍野的连翘与白纸。师姐华素问挎着竹篮走在前面，裙摆一扭一扭的非常迷人。师兄华灵叔手里捏着一株药草，耐心教他辨认叶片脉络上的纹路。师傅则坐在青石上，教他针灸、医理、辨毒，教他如何做人行医。3天后，谢小乙是被窗棂外漏进来的一缕暖阳照醒的，意识回笼，他缓慢地睁开眼，醒了。华素问惊喜地叫出了声。就在这时，房门被轻轻推开，一个身着素白长衫的男子走了进来，正是华天乙的大弟子华灵叔。
华灵叔走到床边，伸手探了一下谢小乙的脉搏，脸色瞬间缓和了许多。伤势已稳，没多大问题了。他看着谢小乙苍白的脸，叹了口气，谢幕，醒了就好。你已经昏迷20多天了。20多天？谢小乙懵了，那这20多天怎么没师傅的消息？大师兄，师傅呢？华灵叔闭了闭眼，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缓缓开口：师傅他在你昏迷的第2天就去了。轰！这一句话像是一道惊雷，狠狠劈在谢小乙的头顶，他整个人僵住了，握着华素问手腕的手猛地松开，眼神空洞的吓人，嘴里喃喃自语：不可能，我师傅医术天下无敌，怎么会是真的？华灵叔的声音里带着浓浓的悲痛。那日崔宗主一剑斩杀了那老怪物，其实师傅当时也受了伤，他本可以活下来的，可师傅为了救你。话没说完，华素问出言阻止：大师兄，你先别说，无妨，他伤势已稳，长痛不如短痛，这是瞒不住也不能瞒。华灵叔目光又落在谢小乙的脸上，声音里充满悲痛。那日师傅为救清河镇百姓，他以毒阵制服了一大批死士，但他自己也挨了那老怪物的法器，脏腑震裂，本就只剩半条命。他怀里有颗续命金丹，是早年的至宝，伤再重的人吃了也能吊着一口气活下去。谢小乙瞪眼，大声问：那师傅为什么不吃？你还说为了我，可你当时为了救慕容威，被法器震得脉象寸寸断绝，眼看就要……华灵叔喉结滚动了一下，说的每一个字都像刀子在割自己的肉。师傅看着你，连犹豫都没有。是素问嚼碎了金丹渡给你，可那金丹只有1枚。华灵叔说完，猛地别过了头，尽量不让人看见自己眼眶里打转的泪。药炉里静得落针可闻，只有窗外风吹落叶的沙沙声。谢小乙僵着身子，嘴唇哆嗦了半天，下一秒，哇的一声，压抑到极致的哭声骤然响起。那哭声像一头濒死的幼兽，嘶哑着喉咙，哭得撕心裂肺，哭得浑身发抖。我为什么要救慕容威？我为什么要多管闲事？他脑子里全是昏迷前的画面，慕容威挡在众人身前的决绝，乌珠射来的寒光，还有自己那句我不欠你的了的混账话。他不过是一时愧疚，一时脑热，想还清那点莫名其妙的债，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就因为这一时的不忍，竟生生断送了师傅的性命。谢小乙哭得几乎背过气去，华素问看着他这样，眼泪也跟着掉了下来。他终于忍不住上前，伸出双臂紧紧搂住谢小乙的头，将他按在自己温热的胸口上，声音哽咽却温柔：不哭了，师弟，师傅临死之前说你是为了救人，说你有一颗侠义道的心，他很欣慰，他从来都没怪过你啊。谢小乙的伤好得极慢，慢到药炉外的梧桐叶落了又发新芽，他才终于能扶着墙一步一挪地走出那间充斥着药香的屋子。谢小乙没去别处，径直往山后的竹林走。竹林深处新立了一方青石碑，碑上只刻着仙师华天一之墓7个字，一笔一画，是华灵叔的笔记。谢小乙在坟前坐下，没带祭品，只捏着与师傅生前第一次见面时他拷问自己的断肠草，这一坐就是3天。华素问每日来送食水，见他枯坐着也不劝，只把食盒放下，默默陪他坐一会儿，再悄无声息地离开。3天之后，谢小乙没走，他依旧守在坟前，白日里看日头东升西落，夜里听竹林呼啸如哭，他就这么守着，守到那方青石碑旁冒出了寸许高的青草。直到某个清晨，晨露沾湿了谢小乙的衣襟，谢小乙才缓缓抬起头。武功低微，便只能看着身边的人受难，只能用一命换一命的笨法子去填窟窿。师傅的金丹，师傅的性命，还有那些差点葬身在乌珠下的，如若能有一剑劈开18颗乌珠的本事，何至于此？谢小乙缓缓站起身，膝盖早就僵硬的发疼，他却像是毫无感觉。师弟，身后传来华素问的声音，他捧着一件黑色外袍走来，轻轻披在谢小乙肩上。你在这里守了整整1个月。华素问的声音很轻，带着叹息。春都来了。谢小乙缓缓转过身，没说话。他看着华素问泛红的眼眶，看着他眼里的心疼和担忧，积攒了一整个冬天的压抑、悔恨、茫然，突然在这一刻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他猛地伸手将华素问紧紧搂进怀里，力道大得像是要把他揉进自己体内。没等华素问反应过来，谢小乙低头狠狠吻住了他。这个吻算不上温柔，带着几分狠劲，几分颤抖，还有几分失而复得的惶恐。舌尖撬开他的牙关，华素问僵了一瞬，但随即抬手死死抱住了谢小乙的腰，踮起脚尖回应着这个迟来的吻。风卷着竹林的沙沙声，卷着春草的清香，将两人像拥的影子轻轻印在了那方青石碑上。恰在此时，谢小乙捏着的那株断肠草，叶片上凝着的晨露忽然滚落，不偏不倚，滴在了石碑华天乙3个字的中间，晕开一小片湿润的月牙痕迹，好像是长眠于此的师傅正含笑看着他们，默许了这份乱世里的相依。二人吻得越来越沉，谢小乙的手掌扣着华素问的后颈，带着让人没法挣脱的占有欲，舌尖的搅动引得华素问喉咙里发出一声呻吟，嘤咛。那声音又软又轻，让谢小乙的动作猛地顿住。他能感受到怀中人的身体在颤抖，感受到他攀在自己背上的手指在收紧，积攒了一整个冬天的郁气与可念，在这声音鸣里翻涌成潮，却又被他硬生生压了下去。谢小乙缓缓退开，看着华素问微肿的嘴唇，喉结动了动，下定决心：师姐，我想学剑。
华素问怔了怔，随即就明白了谢小乙的心思，看着他挺直的身体，眼底泛起一层诗意，却笑着点了点头。好，顿了顿，像是想起什么，又道：追踪主灵走前留下过一句话。谢小乙看着他挑眉疑问，他说。华素问望着谢小乙的眼睛，一字一句的复述：华天乙的弟子，若有人想拜入昆仑天剑宗，他崔巨清敞开山门收。风掠过竹林，卷起一阵簌簌的声响，像是师傅在点头。谢小乙望着远山的方向，攥紧了拳头。昆仑天剑宗，从今往后，我要握的不再是药草，而是剑。夕阳照出两人相携的影子，缓缓落回一炉。华灵叔正坐在院前劈柴，听见脚步声抬头，目光掠过华素问微红的脸颊，又落在谢小乙挺直的身材上，眼底掠过一抹了然。大师兄，谢小乙率先开口，我想好了，我要去昆仑天剑宗学剑。华灵叔手中的柴刀顿了顿，随即重重落下，劈开一截青铜木。好，师父生前总说，一个人活着就要有目标，学医救人是目标，拿起君子剑一事，我去做饭了。华素问红着脸走入了饭房，他现在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感觉，他不想让师弟去学剑，因为他想和他朝夕相处，但看到谢小乙有了人生目标，不再颓废，华素问又不禁暗暗为他高兴。夜色渐沉时，一炉的小桌上摆开了几碟药膳，是华素问亲手炖的乌鸡汤，撒了把枸杞黄芪，汤色清亮，还有2碟素炒野菜，1碟蒸山药，都是养生补气的。3人围坐，没多言，只听着窗外虫鸣，慢慢吃着饭。谢小乙突然想起来什么，师姐，我有一个包裹，我受伤之后可曾拿回来？拿回来了，没打开，就放在你那间屋子里的衣柜底层。饭后，谢小乙转身进了自己住的那间小屋，不多时，拎出一个沉甸甸的包裹，他将包裹往桌上一放，啪的一声，惊得桌上的茶盏轻轻晃了晃，解开粗布绳，里面竟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银票，还有几锭沉甸甸的金元宝、银元宝。这是之前路过十里香端了那家黑店的老巢得来的，统共算下来有7300两银子。谢小乙的声音平静，伸手将大半银票和几锭金元宝拨出来，推到华灵叔和华素文面前。这些约莫5000两，留给师兄师姐。一如生活清苦，你们要好好保重。华素问看着桌上的银钱，眉头微蹙，师弟，你出门在外，哪能不带盘缠？剩下的2000多两够我用了。谢小乙笑了笑，眼底是从未有过的清明。我走之后，一如就劳烦师兄师姐多照拂，还有师傅的坟，放心。华灵叔打断他，伸手按住那堆银钱，沉声道：师傅的坟，我和你师姐会日日去打理，你只管去学剑，学好了回来替师傅，替我们护好这一方天地。谢小乙点点头，没再多说。油灯跳跃，将3人的影子拉得很长。窗外的春夜，风清月朗，明日便是启程的好日子。夜漏将近，一炉里的灯火只剩下华素问窗下那一盏。谢小乙在檐下站了许久，终究还是抬脚轻轻叩响了华素问的房门。谁？华素问没有睡去，因为他心里在惆怅，他舍不得谢小乙离开，可又没有理由阻止他离开。是我。门吱呀一声开了，华素问披着一件单衣站在门内，发丝松松挽着，看见谢小乙时，眼底闪过一丝讶异，随即又漫上一层温柔。没等他开口，谢小乙便迈步进去，反手带上门，将满院的清辉都关在了外面。师弟，你要干嘛？谢小乙从身后抱住华素问，嘴唇抵住他的脖颈。师姐，我明天就走了。华素问身子一僵，反手搂住谢小乙的腰。我知道。谢小乙张嘴轻咬住了他的耳垂。华素问身子一颤，身上的某个开关被瞬间打开，他转过身踮起脚尖，吻住了谢小乙的唇。谢小乙伸出手，顺着华素问单衣的系带缓缓滑落，褪去那层薄薄的布料，露出烛光下银白的肌肤。他俯身吻落在华素问的肩头，动作里带着压抑了一整个冬天的眷恋。帐幔轻轻晃动，屋内是压抑不住的细碎的娇喘。华素问的呼吸乱了，指甲嵌进谢小乙的脊背，将脸埋入他的胸肌，感受着他胸膛的滚烫。不知何时，谢小乙的和气诀悄然流转，温热的气流顺着两人相贴的肌肤缓缓游走，带着一种水乳交融的温暖。华素问像是察觉到了什么，很舒服，他没有推开谢小乙，反而主动贴近，任由那股暖流在四肢百骸间漫开，再重新回到谢小乙的丹田气海。直到华素问心满意足的求饶，谢小乙才缓缓收了功法，将华素问紧紧搂在怀里。师姐保重，等我回来。天刚蒙蒙亮，晨雾还漫在竹林深处，带着几分湿冷的凉。谢小乙背着包袱走在最前头，包袱里是盘缠、伤药，还有大师兄连夜赶制的木剑。华素问拎着一个食盒跟在谢小乙身侧，走几步便抬头看一眼他的身影，眼底藏着没说出口的不舍。三人踩着漏水珠慢慢走到师傅的青石碑前，碑前的青草又长高了些。华素问打开食盒，摆上3碟素糕，一坛清酒，又点了3炷香。青烟袅袅升起，浑着晨雾飘向远处的山峦。谢小乙上前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头，额头贴着微凉的石碑，良久才直起身，望着石碑上师傅的名讳。谢小乙眉头紧锁，弯腰将一坛清酒提起来，喝了个一干二净。酒入豪肠，微醉，穿越前优秀的文科功底和今生采花到浪荡江湖的阅历融合，让谢小乙酒意上涌时，胸中便翻涌着3分酸如意气，
七分江湖狂气。他手指扣着酒坛，张口便是不寻章法，却字字戳心的诗句。青囊一卷走荒丘，十指沾霜百草收。望闻问切变阴阳，脉息沉浮茶喜幽。寒门里落灯如豆，老妪啼声燕残秋。稚子烧红双颊瘦，一骑汤间汉语流。也曾妙手回春柳，也曾扼腕叹蜉蝣。金针难通言罗口，丹砂不就白骨秋。江湖路远风满袖，药炉烟冷月如钩。纵使岐黄千方有，难抵人间万古愁。城头鼓角声依旧，生老病死几时休？悬壶墨问功名就，但求苍生少怨尤。白骨荒冢青竹下，谁记当年济世谋？风吹药香满九州，一声长叹天地幽。吟罢，林间静得只剩风声，连晨雾都像凝淡了几分。华素问手里的帕子早已搅得变了形，他怔怔地望着谢小乙的背影，眼底满是难以置信的惊色。他只知师弟学医天赋卓绝，连师傅都赞他是多年难遇的好苗子。后来又见他武功极高，却从未想过他竟还有这般惊绝的文采，字字句句道尽了医者的人心与无奈，竟让他听得鼻尖发酸，眼泪险些落下来。一旁的华灵叔也怔住了，眼中满是赞叹，还有几分恍然。这师弟平日里散漫不羁，胸中竟藏着这般丘壑，针灸能快速入门，学医能举一反三，如今连诗词都写得这般大气磅礴又字字气血，这般人物去天剑宗学剑，定能闯出一番名堂。谢小乙从贴身衣袋里掏出那株干透的断肠草，小心翼翼地放在杯前，沉声道：“师傅，弟子要去昆仑天剑宗学剑了。您放心，等我学成归来，定护好医炉，护好师兄师姐，护好您守了一辈子的这片山。”华灵叔回过神，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里带着几分难掩的激动：“好一个悬壶墨问功名就，但求苍生少怨尤。师弟，只管去学剑，一炉有我和你师姐，万无一失。”华素问也红着眼走上前，哽咽道：“师弟，此去路途遥远，一定要保重，我等着你。”谢小乙站起身，对着两人深深一揖：“师兄师姐，后会有期。”晨风吹过竹林，沙沙作响，像是师傅在低声应和。雾色渐散，东方日升，正是启程的好时候。脚下的山路蜿蜒，就这样，竹林的清冽，一炉的药香渐渐远了。谢小乙走得不快，背上的包袱沉甸甸的，里面是盘缠、伤药，还有那柄大师兄连夜赶制的木剑。剑是普通的青铜木，握在手里温温的，不像那些江湖科的佩剑，寒光凛凛，却透着一股子踏实。大师兄说剑品如人品，你心里装着什么，剑就带着什么。你学过医，知道救人要有人心，练剑也一样，要有剑心。谢小乙觉得有道理，问大师兄是不是懂剑理。华灵叔当时摇头，他说他只会说剑，不会练剑。谢小乙当时就腹诽，果然说的比唱的好听。不一日，山路渐渐变成了官道，往来的行人多了起来，路边也开始有了摆摊叫卖的小贩。又走了半日，远远地就瞧见了一道高大的城门，青灰色的城墙，城门上方刻着3个大字清江城。城门口人来人往，挑着担子的货郎，骑着高头大马的镖师，牵着毛驴的柴夫，闹闹哄哄，满是烟火气。谢小乙眯了眯眼，将背上的包袱紧了紧，抬脚朝着城门走了过去。他上次去昆仑天剑宗是骑着2匹高头大马去的，路上也没来得及看风景。这次不一样，谢小乙决定在路上散散心，能逛的都逛一逛。进了清江城，谢小乙找了家客栈住下，房钱不贵，窗外就是人来人往的街道。放下包袱，他摸出那柄大师兄做的木剑，心里有点发虚。他会轻功，懂内功，甚至采花时练的那点刀法还算利落，可见这玩意儿是真没碰过。闲着也是闲着，谢小乙揣了银票，就溜达到街角的江湖摊子上逛。摊子多的挤挤挨挨，卖暗器的，摆拳谱的，吆喝着卖跌打膏药的，还有扯着嗓子吹嘘自家武功天下第一的，吵吵嚷嚷的，把整个街角都填得满满当当。谢小乙一路走来，可能是他年纪轻轻，许多商家就把他当了冤大头忽悠。这位客官，买本开山拳谱不？一拳下去山势崩裂，天下第一拳绝非虚言。客官留步，五虎断门刀看看呗，一刀断魂，10步之内无人能敌。江湖秘传孤本就这一册，瞧一瞧看一看嘞。万剑归宗剑谱，学会此招，横扫武林，剑仙都得给您让路。走过路过别错过。穿云掌谱，一掌能掀3层浪，10掌可破天门阵，错过今天再等10年。谢小乙不敢搭腔，因为他知道一旦搭腔就会被缠上。这些买卖人眼比阴间，嘴比蜜甜，只要你路半分兴趣，立马就会上来七嘴八舌的吹嘘，唾沫星子能把你淹了，你兜里不掏出银子，根本别想脱身。他一路走着，直到看到了一本封皮泛黄的册子上，他才停下来。封面上的字歪歪扭扭，写着剑巴士。摊主是个精神抖擞的老头子，见他感兴趣，连忙吆喝：“客官好眼光！这册子别看普通，就8招基础剑士，招招都有说法，没有花架子，只有有缘人才能看懂。”他说的一本正经，要不是谢小乙久经江湖洗涤，差点就信了。他看了看册子，确实够普通，不像那些写着绝世剑法的噱头玩意儿。老头子瞅见他眼神犹豫，立马凑过来，一本正经：“客官，你可别瞧这册子破，这可是绝世秘籍。30年前，东海一带被蛮荒妖人入侵，一位剑仙就凭着这8招挑了妖族大军，最后一剑笑红尘，
直接把妖族教主的胡子给削了。旁人想买，我张口就是1000两银子，少一个子儿都不卖。谢小乙挑了挑眉，手里攥着个铜钱，嘴角勾出久违的痞笑。哦，这么厉害，那剑仙后来咋没名留青史啊？老头子眼一瞪，拍着大腿喊：嗨，人家是隐士高人，打完就走，云游四海去了。再说了，这秘籍就剩我这股本，今儿个瞧你有缘，500两，不能再少了。谢小乙嗤笑一声，刚要起身走人，眼角余光却瞥见老头挺直的背影，风吹起他花白的头发，竟莫名透出点师傅守着药炉石的气息。他整个人一愣，采花道的狡黠竟而瞬间散了大半，只剩点说不清道不明的软。500两。谢小乙蹲回去，摸出怀里的银票，数了数，我身上就100两，多了没有？老头一呆，惊得差点没背过气去。他万万没想到今天遇到有钱的愣头青了，还那么容易忽悠。老天爷开眼啊！本想着能坑个30-50个铜钱就不错，这小子直接甩100两，这下能把那破茅草屋翻修翻修，还能美美的喝上几坛好酒。那丽春院小娘的胸脯咱也能蹭一蹭了。瞥着那银票上的面额，老头子生怕谢小乙反悔，一把就攥住了银票的一角。100两，100两就100两。他的声音都带着点急，生怕谢小乙缩回手，一边说一边把剑巴士往谢小乙怀里塞。算你我今儿个有缘，你撞大运了，低价买到绝世秘籍，赶紧拿着，别让旁人瞧见。谢小乙被他这急切的模样逗得愣了愣，顺势把册子揣进怀里。老头转过身，攥着银票，仔细端详，又生怕谢小乙改主意，转头催着他：快走快走，练不成剑仙可别来找我，记得呀，练剑要心诚。谢小乙头也不回的摆摆手，心里却不是之前的调侃了。这老头就是说话太江湖世俗，但他和师傅的气息真的有点像。这100两就当给师傅买杯酒喝。回到客栈，谢小乙翻开剑巴士，看着那8招，忽然乐了。果然简单直白，每一招一式都配着牛逼哄哄的名字，没有半点玄虚。剑1疾风，剑2断木，剑3破甲，剑4烈士，剑5摘星，剑6赶月，剑7贯日，剑8叫红尘。呵呵，有意思，反正无所事事，学学看。谢小乙寻了客栈后院的空地，将木剑舞了起来。剑1疾风不过是提剑其次，剑2断木是竖劈，往后的破甲、烈石、摘星也无非是劈、砍、跳、刺的基础路数，连他采花时练的那些花哨身法都用不上。剑6赶月是横扫加力劈，剑7贯日是养刺，至于剑8笑红尘更简单，就是一手握剑收剑助力。他记性本就好，加上招式实在直白，不一会儿8招就练得滚瓜烂熟，闭着眼都能顺下来。谢小乙收剑站定，甩了甩胳膊，忍不住撇嘴，心里暗笑自己刚才竟还真对这册子抱了点期待，果然是老头吹出来的噱头。这时客栈内忽然传来一阵喧闹，还有小二扯着嗓子喊的声音，顺着风飘到他耳朵里。各位客官听好了，城主大人要办曲水流觞宴了，3日后在城南兰亭别院，不管你是读书人还是江湖客，只要能作诗词就能去赴宴，还有赏银拿来。谢小乙一听这倒是个热闹，当即回屋撂下木剑，抬脚就往客栈前厅走。到了前厅，店小二依旧在白话，他拍了拍正扯着嗓子吆喝的小二肩膀，眉梢挑着几分痞气。小二哥，问你个事儿，这曲水流觞宴上可有女眷？小二一扭头，见是住店的客人，立马眉飞色舞的凑过来，声音都拔高了几分。客官您可问着了，这宴上的姑娘那可真是仙女下凡的排场，城主府的千金小姐，大户人家的闺秀，还有那江湖上慕名而来的侠女，一个个貌若天仙，身段窈窕，往那儿一站，简直是花团锦簇，锦簇花团，看得人眼花缭乱。他唾沫星子乱飞，越说越起劲。听说雅音房傅瑶琴房主也会去，她可是咱们清江城第一美人，人不但美，琴音还能绕梁3日，多少公子哥挤破头都想求见一面呢。客官，您要是能做几首好诗，往宴上一坐，既能赏美景听妙音，又能和美人儿吟诗作对，这可是天大的福气。雅音房那是什么地方？那是咱们清江城2大乐房之一，和玉生房齐名。乐房？那傅瑶琴不会是妓女吧？客官，您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您当雅音房是丽春院吗？雅音房里的姑娘都是卖艺不卖身的良家女子，您说话可要收着点，不然在外面容易吃亏。卖艺不卖身，还让这店小二吹得像天仙一样。谢小乙听得心头直痒，采花大盗的那点心思瞬间被勾了起来。他摸了摸下巴，嘴角的笑意藏都藏不住。本就是来这清江城散心的，有这等热闹，不去白不去。那小二哥怎么才能入那曲水流觞宴？小二一拍大腿，指了指街尾的方向，嗓门亮得很。客官，您往街尾瞅，那挂着青竹诗牌的铺子，就是城主府专门派了夫子在那儿坐镇，您进去做一首诗，甭管是写景还是抒情，只要入了夫子的眼，当场就能领一块鎏金验令牌，3日后揣着令牌去兰亭别院，保准能进门。说着又凑近了些，压低声音补了句，听说那傅瑶琴姑娘最爱听才子作诗，您要是诗做得好，指不定还能引得姑娘亲自抚琴助兴呢。谢小乙依着小二的指点寻到街尾，那挂着青竹诗牌的铺子前早已围了不少人。他挤进去一打听，才知这清江城的城主来头不小，竟是大圣皇帝亲赐的一城之主，手握一方军政大权，连周边州府都要敬他3分。
谢小乙心中一荡，谢墨和谢小乙的记忆在他脑子里飞快地转。没错，根据谢小乙的记忆，这就是大圣王朝。可谢墨的记忆是，他穿越前能把历史书当小说看，别说大圣王朝，就连沾边的年号都没听过。谢墨，谢小乙沉思，这么说来，我穿越过来的古代和我知道的历史不一样。大圣朝，难道这是和我认知的历史完全对不上号的平行世界？一念及此，谢小乙的嘴角忍不住翘了起来。那些在他那个世界烂大街的诗句，搁这儿岂不是能当成压箱底的杀手锏？或许能像穿越前看的网文《庆余年》里范闲一样一时成名。谢小乙心里的小鼓敲得咚咚响，生怕自己高兴太早闹笑话，赶紧拽住身边一个摇着折扇的书生追问：“这位兄台，敢问你可知晓少陵野老杜甫？”他心里暗忖，这可是杜甫的号，诗圣之名，搁我那儿谁不知道？书生愣了愣，摇摇头：“少陵野老杜甫没听过，莫不是哪个山野村夫的名号？”谢小乙不死心，又拉住一个正往石牌前凑的秀才：“这位仁兄，李煜你可曾听闻过？此人的词冠绝天下。”谢小乙攥紧了拳头：“李煜啊，千古词帝的名头，能有几人不认识？”秀才皱着眉摆手：“李煜没听过啊，我只知本朝的词魁柳青书柳夫子。”谢小乙不甘心，继续追问：“那东坡居士呢？”“东坡居士从未听闻，兄台莫不是从乡野间来，拿些无名之辈的混号消遣我等？”谢小乙心里的石头彻底落了地，不再追问，嘴角露出一抹了然的笑，慢悠悠地退到人群后头，等着轮到自己。眼看着前面的人要么搜肠刮肚憋不出半句，要么写的诗句平平无奇，被夫子摇头劝退。终于听到一声高喊：“下一位！”谢小乙阔步上前，朝着端坐的夫子拱手行礼，朗声道：“在下谢墨，这里既然挂的是青竹诗牌，那我便以竹永志献丑了。”他话音刚落，刚才被他追问过的那几个秀才就嗤笑出声，阴阳怪气的嚷嚷：“这不是问些野路子名号的小子吗？竹永志，竹子能写出什么好诗好词？无非是些虚心有节的陈词滥调罢了。”旁边摇折扇的书生也跟着附和，折扇啪的合上，满脸不屑。瞧他这年纪，怕是连诗集里的竹句都背不全，还敢来以竹永志？周围的人顿时哄笑起来，七嘴八舌的调侃。青山夫子抬眼扫了谢小乙一下，又瞥见旁边秀才们嘲讽的神色，捻着胡须慢悠悠开口：“后生，既然要以竹为题，便抓紧落笔。这青竹诗牌前可容不得闲人磨蹭，写不出像样的句子，趁早离场，莫要耽误旁人时间。”说罢，他目光落在谢小乙一身江湖打扮上，诗词一道，讲究的是底蕴风骨，可不是随口诌几句就能蒙混过关的。谢小乙充耳不闻，径直走到案前，拈起狼毫蘸了浓墨，手腕翻飞间，4句诗便跃然纸上，搁下笔，朝夫子点一下头，退到一旁。青山夫子漫不经心的抬眼一瞥，看清字迹后，目光陡然一亮，随即拿起纸张，朗声念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源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话音落，满场静了一瞬，随即响起一声声低声喝彩。夫子猛地拍案，目光灼灼：“好个千磨万击还坚劲，此等风骨，胜过在场所有酸腐之作。”说罢，他将能进入曲水流觞宴的令牌直接递给了谢小乙。谢小乙接过令牌，似笑非笑地扫过低头晋升的秀才们，见丑了。他心里暗笑，一群书呆子，这下老实了吧？这首竹石可是清代郑板桥的传世名作，写竹之傲骨，道人知己量。你们这些只会嚼瓶子、抠字眼的酸秀才，肚子里不过是迎风动月的软句子，哪有半分直面风雨的硬骨？谢小乙把玩着令牌，秉持着做戏做足的原则，望着嘲讽他最厉害的那2个书生，朗声道：“这首诗写的是竹，道的是骨。你们平日里咬文嚼字，吟的是风花雪月，写的是无病呻吟。你们懂风骨。”方才叫嚣最凶的秀才脸白一阵红一阵，讷讷开口：“在下以言取人，还请兄台见谅，惭愧。”谢小乙摆摆手：“无妨。”一旁拿折扇的秀才将扇子一收，继续嘴硬：“刘兄何必道歉？他这不过是野路子句子，算不得什么上乘之作。”话音刚落，周围就有人对他低低嗤笑：“酸，何止是酸，简直掉进了醋缸。”夫子也斜睨了他一眼，冷哼：“井底之蛙。”折扇秀才顿时涨红了脸，悻悻别过了头去。第2日清晨，谢小乙便揣着令牌，循着坊间指引，往城南的兰亭别院而去。刚到朱漆大门前，2名身着劲装的护卫便跨步上前，伸手将他拦住。兰亭雅集，非持令牌者不得入内，还请出示凭证。2人身形挺拔，周身气息凝而不泄。谢小乙心中暗惊，好厉害的底子，这2人至少是3品高手。寻常雅集的护卫哪有这般身手？看来这清江城城主的来头比我想的还要大些。谢小乙面上不动声色，从怀中摸出那枚令牌，递了过去。护卫接过令牌，确认无误后，当即侧身让开道路，施礼了：“公子请进。”谢小乙抱拳一礼，随即跨过朱漆大门，入目便是一片泼墨般的景致，青石铺就的曲水蜿蜒穿越，水面飘着雕工精致的乌木九盏，顺着流水缓缓而行，两岸垂柳依依，各色牡丹正盛，雍容华贵，艳压满园春色。谢小乙心中暗忖，这清江城城主道真是个附庸风雅的妙人，好一个别院。流水旁早已聚满了人，皆是青筋如山的书生，或俊朗挺拔，或温文尔雅。
谢小乙欣赏了一会儿，开始四处打量哪一个是店小二嘴里的傅瑶琴。正此时，院外传来一阵清亮的唱诺声：“城主驾到！”话落，便见一行人簇拥着个身着锦缎长袍的中年男子缓步而入。男子衣着华贵，面容俊逸，风神飘洒，正是清江城主白乐天。他身后跟着数名侍从，有的捧着卷轴，有的提着食盒，还有2个青衣小厮引着几位抱琴的乐师，悄无声息地立在了曲水两岸的柳荫下。白乐天抬手压了压，满场顿时鸦雀无声。诸位贤才齐聚兰亭，实乃清江城之幸。今日曲水流觞，无尊卑之分，无贵贱之别，唯以示会友，以酒抒情。说罢，他朝乐师颔首示意。刹那间，几声清越的琴音便从柳荫下飘了出来。一位身着绿衫的女子端坐于石凳之上，玉指轻拨摇琴弦，琴声时而轻婉如流水潺潺，时而悠扬如莺啼林间。曲水旁的几位美人也随之轻移莲步，手持团扇花枝，巧笑倩兮，顾盼生辉。谢小乙正循着琴声打量那绿衫女子，身侧就传来了4个文人的窃窃私语：“堂兄，那绿衫抚琴者，莫非雅音房傅瑶琴？”“恕兄正是。”“此女琴韵官绝清江城，寻常艳影，万金难请，白城主面子当真不小。文彦兄，久闻副房主琴艺通神，今日得见，3生有幸。”“徐兄说的是，若非兰亭雅集，你我布衣书生，这辈子怕是都无缘的闻这仙音。”谢小乙这才知道，那绿衫女就是店小二嘴里说的傅瑶琴。他细看之下，不由得心中一动。我去啊，那店小二果然没骗我，这叫瑶琴的女子美得能让人心间一颤，这般绝色，至少不会输给云千寻，应该还在慕容威之上。就在这时，昨天的青山夫子在白乐天身前低声细语，白乐天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谢小乙身上。昨日青竹诗牌前有位少年郎以一首咏竹诗惊艳4座，今日想必也能为雅集天才。这话一出，满场目光顺着他所看的方向齐刷刷地投向谢小乙，连那抚琴的女子都抬眸望了过来，琴音竟微微顿了一下。琴音袅袅间，白乐天目光落在谢小乙身上，朗声笑道：“昨日那首竹诗夫子已给我欣赏，果真风骨凛然，不知这位少年郎高姓大名，何方人士？”谢小乙闻言，对着白乐天拱手一礼，漫不经心地笑道：“在下谢末，不过是个浪迹江湖的游侠，闲来无事偶作小诗，侥幸入了夫子的眼，当不得城主这般夸赞。”话音刚落，柳荫下忽传来一声清浅的赞叹：“谢公子过谦了，我有幸读了那首诗，千磨万击还坚劲一句，道尽竹之傲骨，亦见人心之磊落，绝非等闲之作。”众人循声望去，正是抚琴的傅瑶琴。这话一出，曲水两岸的书生们顿时骚动起来，不少人望着傅瑶琴，眼底满是艳羡与失落。这位眼高于顶的雅音房房主，竟会对一个江湖游侠另眼相看。谢小乙刚要和美人客套几句，装一下，嚓就被几道声音截胡了。为首的青衫男子折扇轻摇，朗声道：“谢公子此言差矣，诗词一道，岂容偶作2字搪塞？”他目光扫过谢小乙身上的黑衣劲装，心中有了一丝了然。折扇啪的合上，鼓扇敲着手心，眼底鄙夷毫不掩饰。江湖游侠，哼，我看不过是些仗着几分蛮力混迹市井的莽夫罢了，也敢妄谈诗词。依我看，那竹诗绝非你所作，怕是从哪个才子的废纸篓里捡来的残句，也好意思污了副房主的耳，脏了这曲水清流。言罢，他身旁一人随即接话：“便是游侠，也该有些真才实学，方能在兰亭雅集立足。”谢小乙刚要对回去，谁知还没等他说话，又有人接口了：“堂兄所言极是，副房主怕是被这数子的花言巧语蒙骗了。一个连笔墨纸砚都颠不稳的江湖人，能写出什么风骨？依我看，他不过是想借着佳句攀附房主，博个虚名罢了。”紧接着又有一人附和：“依我等之见，他既有佳作在前，不如再吟一首，也好让我等辨别真伪。”周围的书生们见状，顿时哗然。这4位不是清江城4大才子唐景、祝兰、文彦、徐昭吗？可不是吗？这4位才名官绝清江城，诗词书画无一不精，寻常人根本不敢在他们面前论诗。这下有好戏看了，那个江湖游侠对上4大才子，一定会被羞得体无完肤。谢小乙目光扫过那4人，这4个跳出来刁难的，不就是刚才对着傅瑶琴赞不绝口，眼神都挪开的主儿？难怪张口就夹枪带棒，句句都透着股子酸味儿。给爷等着！这时，昨日的青山夫子捻着胡须，却提前为谢小乙打抱不平。4位虽文采斐然，但之前的评价差异，诗词一道，贵在心性风骨，而非身份门第。谢小有一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早已胜过许多酸腐之论，何必咄咄逼人？唐景闻言，折扇猛地一顿，面色微沉：“夫子此言偏颇，我被寒窗苦读数十年，诗词格律烂熟于心，岂容一个江湖游侠以偶作2字轻贱斯文？”祝兰立刻附和：“正是，若他真有真才实学，便该当中漏一手，不然定是抄袭来的。”话音落下，满场人目光齐刷刷地落在城主白乐天身上。白乐天抬手压了压，朗声道：“诸位稍安勿躁，今日兰亭雅集本就是以示会友，何必争个面红耳赤？不如就依曲水流觞的规矩来酒商顺流而下，停在谁面前，谁便赋诗一首，优劣高下自有众人评说，如何？”
众人一听这话，顿时轰然叫好。紧接着，城主府仆役便将盛了清酒的木觞放入渠水之中，木觞顺着潺潺流水打转，绕过岸边垂柳，避开几块嶙峋石子，不偏不倚，径直飘到了唐景的脚边。满场顿时响起一阵低低的哄笑。有人打趣道：“好家伙，刚说完要比试，酒商就寻上门了。唐兄不愧是清江城才子之首，这运气怕是连老天都要帮你。”唐景脸上掠过一丝得意，他俯身拾起木觞，仰头将酒一饮而尽。既然天意如此，那在下便献丑了。说罢，略一沉吟，目光扫过岸边翠竹，吟道：“翠影摇风入画屏，结膏油带露华凝。莫言草木无真性，也向人间挺直身。”诗句音落，四周立刻响起一片叫好声。好一句也向人间挺直身！唐兄此诗永竹永志，妙极！白乐天抚掌点头，语气里带着几分赞许。唐贤直这首咏竹诗格律工整，立意也算端正，将竹之节义写了出来，不错不错。青山夫子捻着胡须，点点头，字句稳妥，气韵上佳。若论应景之作，倒也算得佳作。周围的书生立刻跟着附和，掌声赞叹，此起彼伏。唐景脸上的得意之色更浓，目光瞥向谢小乙时，还带着几分挑衅。接着，仆役又开始了木觞的放逐。那木觞载着酒香，顺着潺潺流水悠悠而下，绕过青石，擦过浮萍，稳稳停在谢小乙的脚边。有人低呼：“这也太巧了，真是冤家路窄呀！”谢小乙弯腰拾起木觞，仰头饮下。这时，柳荫下的傅瑶琴忽然起身，素手轻扬，身后侍女便捧着一幅卷轴，缓步上前。他将卷轴展开，只见宣纸上绘着一丛空山幽兰，生于崖间石缝，花叶疏朗，暗香浮动。谢公子且慢作诗，今日雅集，不如换个玩法。我有一幅空谷幽兰图，谢公子可否以画作为题写诗？若能得一首佳作，我必亲手题写于此画。说罢，傅瑶琴又看向城主白乐天，不知城主意下如何？白乐天闻言朗声大笑，一口饮尽杯中酒。瑶琴姑娘，这个主意甚妙，以画为题，以诗合之，既合了曲水流觞的雅趣，又添了几分新意，我看行。唐景脸上现出极淡的冷笑，兰花题材最考功底，寻常江湖人哪里懂什么兰之品性？我倒要看看这谢墨能憋出什么粗鄙句子来。谢小乙仰头将觞中酒一饮而尽，手指捏着那只空木觞，目光落在傅瑶琴展开的空谷幽兰图上。既然傅姑娘以兰为题，那在下便献丑了。言罢，诗句脱口而出：“身在千山顶上头，突言身凤妙相酬。飞舞脚下浮云闹，来不相知去不留。”诗刚吟罢，满场先是一瞬的寂静，随即喝彩声便接连不断。青山夫子猛地睁大眼睛，捻须的手顿在半空。好一句来不相知去不留，这气魄简直把空谷幽兰的孤高写绝了。白乐天也抚掌赞叹：“妙妙极！寻常咏兰多写其清雅，公子却写出了兰之傲语淡泊，难得。”谢小乙脸上仍是漫不经心的痞笑，心里却乐开了花。清江城四大才子不是嘴硬吗？一手正板桥的咏兰砸下去，看你们还怎么算？傅瑶琴眸中闪过惊艳，纤手轻轻附在画卷上。谢公子此诗字字扣着画中兰，又字字超脱于画外，当真不负兰之神韵。唐景吃醋了，脸色铁青，刚才的意荡然无存。祝兰张了张嘴想挑错，却发现这诗格律工整，意境高远，完全没法挑理。至于文燕、徐昭却依旧嘴硬的小声嘟囔，指不定是和副房主提前商量好了的，不然为什么偏偏他作诗的时候才拿出画卷？傅瑶琴眉头一蹙，欲待辩驳，谁知谢小乙提前解围：“副房主不必挂怀，你我相逢如梅香遇雪，素来清白。即使有人怀疑，我再吟一首，便当为这雅士添笔。”话落，傅瑶琴眼底的韵色散去，轻轻点头：“谢公子既有雅兴，瑶琴洗耳恭听。”白乐天亲自拎过酒壶，大步走到谢小乙身边，为他斟满一觞。好一句梅香遇雪，谢公子这份坦荡，我辈不如。今日这酒，我陪你饮；这首诗，我必听。城主白乐天都这样了，旁人如果再说有的没的，反倒像不懂风趣。于是懂风趣的人纷纷冒头：“谢公子快吟，我等早就盼着看你再露一手。”对，让刚才嘴硬之人彻底闭嘴。这下连廊下的侍女都停下了斟酒的动作，目光灼灼地望向谢小乙。谢小乙一口饮尽觞中酒，抬手向众人行了一个江湖礼：“各位抬爱，愧不敢当。既然如此，全当博诸位一笑。”说罢，朗声吟诵：“婀娜花姿碧叶长，风来难引谷中香。不应任曲堪为配，纵使无人意自芳。”诗声落定，喝彩声几乎要掀翻廊檐。青山夫子猛地站起身：“好一句纵使无人意自芳。前一首来不相知去不留是江湖客的疏狂傲气，这一首便是君子的澄澈风骨，一刚一柔，竟都被公子写绝了。”傅瑶琴望着谢小乙，瞬间变成小迷妹。以兰喻心，以诗明志。谢公子这两首诗不仅洗清了流言，更将这雅集的意趣推到了极致。瑶琴今日当真不虚此行。白乐天将觞中酒一饮而尽，拍着谢小乙的肩膀：“痛快痛快！方才那几句酸话，在这两首诗面前，简直就是蚍蜉撼树。”周围众人更是高声议论：“这才是真才子！两首诗各有千秋，哪里是提前串通好的？青城四大才子，依我看，在谢公子面前不过是浪得虚名。”谢小乙心中暗道：
这手咏幽兰可不是什么山野文人的手笔，那是爱新觉罗玄烨亲笔所作，是康熙咏兰诗里最经典、传播最广的一首。他们能不认输？城主白乐天又痛饮一杯，声音里满是畅快。今日这曲水流觞，当真是不虚此行，当扶一大白。傅瑶琴见状，含笑命侍女将案上余下的3幅卷轴一一展开，正是梅、竹、菊3幅墨宝，与先前的幽兰凑齐了花中4君子。诸位公子不妨以画为题，各抒胸臆便是。众人一看是傅美女的画作，不附和岂不是不懂风雅？姑娘丹青无双，能以此为题，是我等的福气。傅姑娘妙笔绘尽4君子，这般雅士，我辈岂能藏拙？一声声马屁拍了过去，傅瑶琴微笑颔首，不为所动。游戏继续，仆役又将木觞重新放入水中，木觞打着旋儿，接连停在几位书生面前。几位书生或蹙眉沉吟，或提笔蘸墨，半晌才陆续吟出诗句，或咏梅之傲骨，无非暗香浮动的化用；或宋竹之坚贞，翻来覆去不过虚心境界的俗套；或赞菊之隐逸，也只是采菊的陈词。有谢小乙、珠玉在前，其余诗句做出，再也没有之前的热烈。白乐天微醉轻笑，摇头不语。青山夫子更是眼观鼻，鼻观心，连点评的兴致都欠奉。这时人群里不知是谁高喝了一声，声音里带着点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味儿。诸位诗作虽雅，可跟谢公子、唐公子比起来，终究是少了几分风骨。依我看，与其在这狗尾续貂，不如请清江城4大才子各选1幅画，做一首压舱底的好诗出来。这话一出，满场顿时轰然叫好。唐景脸上的铁清淡了几分，眼底闪过一丝傲气，冷笑道：“此言甚合我意，我等4人便各择1幅，与谢公子再较高下。”祝兰立刻接话，语气里满是挑衅：“谢公子方才咏兰一鸣惊人，不知敢不敢再选1幅，与我等同台竞技？”文燕也跟着开口：“正是，我等倒要看看谢公子是真有满腹才学，还是仅靠一首诗侥幸取胜。”谢小乙闻言，痞气的笑容又深了几分，目光扫过3幅画轴，最终落在那幅墨梅图上，书之横斜，暗香浮动。这让他想起了以前采花的时候，每次作案都要去和京城酒肆里的梅花酿比便比，我选他。唐景见谢小乙选了墨梅图，脸上傲气更甚，手指重重指向那幅墨竹图：“我继续选竹。”随后手指轻扣案几，沉吟片刻，便吟道：“静节凌云翠色深，迎风不改岁寒心。莫言草木无刚骨，傲立烟霞半月沉。”祝兰紧随其后，径直走向那幅秋菊图，抚着袖角，含笑吟出：“东篱霜后占金黄，不与群芳竞艳阳。傲骨凌霜香自远，枝头抱蕊带秋霜。”吟罢，轻笑一声，画风直指谢小乙举止隐逸风骨，不是人人都懂这份淡泊。文燕略一沉吟，一同选了那幅秋菊图，缓缓开口：“飒飒金风拂短篱，花开不与蝶蜂栖。清高自守东篱下，醉里簪花赋小诗。”徐昭则手指最后1幅墨梅图，目光扫过谢小乙：“我和比上一笔如何？”书之受引力寒阶，雪压霜七色未埋，静待春来风送暖。一枝仙抱百花牌。4首诗作完，满场响起一阵热烈的附和。唐景4人相视一笑，眼底皆是得意。谢公子既选了梅，便请赐教吧，我等倒要看看你这江湖游侠能写出几分梅的傲骨。谢小乙面对挑衅也不答话，转身就从身旁仆役的托盘里拎出一坛未开封的梅花酿，啪的拍开泥封，仰头就往嘴里灌。半坛酒下肚，正要开口吟诗，且慢！白乐天突然出声，瞬间压下了满场的窃窃私语。今日雅集，诗斗本是雅士，但若只论诗词，未免少了几分江湖快意。说着，他朝身后的侍卫摆了摆手：“据我的观沧海来。”侍卫应声而去，不多时便捧着一柄长剑返回。剑鞘古朴，嵌着数颗细碎的星纹，甫一现身，就有懂剑之人低呼出声。白乐天接过长剑，手指轻抚剑鞘，此剑乃是铸剑名师欧冶子所铸，削铁如泥，吹毛可断，市值千金。今日这场诗斗，便以此剑为彩头，无论谁胜，这柄剑便赠于他。这话一出，满场顿时沸腾。清江城4大才子的眼睛都亮了，价值千金的宝剑，那可是身份和荣耀的象征，谁不想拥有？傅瑶琴缓步走到场中，素手轻拂鬓边青丝：“城主既有宝剑相赠，那我也添一份薄礼做头彩。”说着，抬眼望向众人，声音婉转：“此番诗斗的胜者，可来我雅音坊小聚，届时我辈下上好美酒，与君对坐，共谈诗词歌赋，赏遍房中书画，尽兴方休。”这话一出，满场的喧闹瞬间又高了几分。傅瑶琴可是清江城第一美人，这份头彩比之宝剑更令人神往。唐景几人喘气变粗了，除了挑衅，又添了几分对傅瑶琴的势在必得。谢小乙目光扫过那柄观沧海，又看了看傅瑶琴，哈哈，剑要，美人的邀约更要。低笑一声，抬手将剩下的半坛梅花酿仰头灌尽，手腕一扬，空酒坛脱手而飞，砰的一声砸在青石板上，碎成满地瓷片。动作有点潇洒，满场的喧闹瞬间晋升，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谢小乙伸了个懒腰，目光扫过墨梅图，适才诸位的诗算尚可，但偏居于异于风骨，未免落了下乘。今日我便以梅抒怀，让诸位瞧瞧，什么才是真正的梅魂。哈哈！崔道荣、王安石、朱敦儒，见你们大作一用。谢小乙清了清嗓子，
声音带着酒后的微醺，字字铿锵。树恶出寒雪，孤标化本难。乡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横笛何愁听，斜之以并看。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一语落，满场惊。那叫文艳的才子的手猛的一顿。谢小乙却不待众人回味，又继续朗声吟道：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第二首诗毕，众人更惊。他作诗都不带停顿的吗？想都不想，哪能做得出好诗？偏生他的诗却朗朗上口，句句尽是名垂青史的佳句。难道这就是酒后诗百篇吗？可更让人心惊的又来了。谢小乙仰头大笑出声：我是清江山水郎，天教吩咐与疏狂，曾批给与之风劝，泪奏流云界乐章。诗万首，9000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雀拥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诗音落下的瞬间，全场死寂了足足3息。他买1送3，而且这3首诗与诗之间几乎没有停顿，这才华也太过斐然。最先回过神的是城主白乐天，猛地一拍石桌，高声赞道：好一个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好一句且插梅花醉洛阳。谢小有这3首诗词，或咏梅骨，或颂梅魂，或抒梅情，句句珠玑，远超我背酸腐书生之见。话音落下，傅瑶琴便轻直罗裙，缓步走到谢小乙面前：谢公子之才，当真精彩绝艳。瑶琴的雅音房，随时后公子大驾。围观的宾客们这才如梦初醒，喝彩声瞬间掀翻了整个雅集。这才是咏梅的巅峰之作。清江城4大才子的诗，跟这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我是清江山水郎，妙啊，把咱们清江城的风骨都写透了。唐景4人已经石化，完全没话说，服了，心服口服外加佩服。谢小乙这3首诗词，每一首都碾压他们的诗作，根本无从智慧。祝兰的手抖了抖，低声喟叹：好一句我是清江山水郎，把我被栖居清江城的义气写得淋漓尽致，妙，实在是妙。文燕也忍不住点头，沉声道：玉楼金雀拥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这份疏狂傲气，非真正的才子不能有，今日确实输得不冤。白乐天大步走到侍卫身旁，一把抽出那柄观沧海，剑身出鞘的瞬间，寒光掠过满场，映得众人眼前一亮。好剑当配才子，谢小有这般才情，这柄观沧海，你当之无愧。说罢，收剑入鞘，递到谢小乙面前：此剑久随于我，今日赠与你，盼你持此剑，怀此才，闯出一番名堂。谢小乙脚步微晃，带着一身酒气，踉跄2步，抬手便将那柄观沧海接了过来。好多谢城主赠剑。说罢，抬眼扫过面色灰败的清江4大才子：你们很好，不过没办法，今天遇到了我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谢小乙反手将长剑往身后一背，冲白乐天拱了拱手，又对着傅瑶琴淡笑：剑我收了，雅音房的酒，姑娘可别赖账。不等众人再开口，他便转身大摇大摆地往外走。既然宝剑已经得了，那索性在美女傅瑶琴面前再装一下。这里既然叫兰亭别院，那正好借王羲之的大作一用。谢小乙稍加改动，一首词便吟诵出口：此地虽非会稽山，却有兰亭之韵。无崇山峻岭，亦存曲水流觞之雅。暗柳拂波，怨牡丹艳，一觞一咏，足以畅叙幽情。仰观云卷云舒，俯察瑶琴蝶舞，游目骋怀，即是听之余，幸可乐也。他边走边念，清朗的吟诵声随着脚步一同飘远。满院宾客先是愣怔，随即议论纷纷。4大才子面面相觑，这才惊觉谢小乙不仅诗才碾压他们，连这即兴写景的文字都远非他们那些雕虫小技可比。傅瑶琴面现薄红，蝶舞，瑶琴，他分明就是在说我呀。谢公子，明日雅音房，瑶琴候你。此话一出，旁边的才子秀才都红了眼，酸溜溜的嘟囔：这年头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谢小乙头也不回，只抬手挥了挥，声音里尽是江湖义气。好说。言罢，他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兰亭别院的朱漆大门外。白乐天负手而立，望着空荡荡的门外，嘴角的笑意慢慢敛去，眼底多了几分深沉。转身看向身后一直沉默的劲装护卫，声音压得很低：白刃，跟上。那护卫正是方才拦下谢小乙的2人之一。闻言身形微顿，随即抱拳躬身：城主放心，别跟太紧。白乐天补充道：查清楚他住在哪家客栈，过往来路就好。属下明白。白刃应声，身形一晃，如一道利剑掠出院墙，悄无声息地追了上去。青山夫子缓步走到白乐天身侧，捻着胡须轻笑：城主这是动了招揽之心。白乐天仰头饮尽杯中残酒，轻叹一声：此子诗才官绝清江城，行事又带着一股江湖人的疏狂不羁，绝非池中之物。我不信这等人物会在江湖上籍籍无名。话锋一转，目光落在岸上那幅傅瑶琴的空谷幽兰图上，你有没有感觉他身上的野气很重？夫子深以为然地点头：少年意气，本就该浪荡江湖，不过依老夫看，他与你那柄观沧海倒是缘分不浅。2人相视一笑，不再多言，转而融入宾客的喧闹之中。而此时的谢小乙正背着观沧海，脚步轻快地走在清江城的大街上，酒意还未完全散去，晚风一吹，带着几分凉意，却让他的头脑清醒了不少。大师兄要是知道我得了这么一柄神兵，怕是要用他的衣里念叨我剑心不纯了。谢小乙低声嘀咕着，嘴角却忍不住上扬。一阵风卷着街边小贩的吆喝声钻进耳朵，
脚步微顿，鼻尖清秀，空气中除了酒香，还飘着一缕极淡的属于习武之人的肃杀气。感觉到了，是那兰亭别院的2个护卫之一。这城主倒是心急。谢小乙低笑一声，酒意未散，正好借着这股热劲玩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脚步不停，依旧大摇大摆地往前走，看似步态散慢，实则丹田内的内力已经悄然流转。那道跟在身后的影子没敢靠太近，只在数丈外的阴影里若即若离。谢小乙拐进一条窄巷，巷子尽头是死路，只有1堵丈高的青砖墙。跟在后面的白刃眼神一凝，身形陡然提速，脚尖点的便要掠进巷口。他倒要看看这少年想往哪跑。就在踏入巷口的刹那，巷子里的谢小乙突然转身，冲着他的方向咧嘴一笑：“这位兄台，跟了一路不累吗？”他已经发觉了。白刃瞳孔一皱，刚要开口，就见谢小乙足尖在青石板上轻轻一点，身形瞬间拔起。燕翻云，这轻功和修为大有干系，修为越强，轻功越高。谢小乙身形飘忽如燕，脚尖在窄巷的青砖墙上连点3下，每一步都看似轻如柳絮，却硬生生在垂直的墙壁上踏出3道浅痕。随即身形一转，如一道残影翻过墙头，消失得无影无踪。燕子3抄水，白刃惊的心头一跳，连忙提气追上去，也跟着纵身跃上墙顶。可墙的另一边哪里还有半个人影？4品修为。白刃脸色微变，喃喃自语：“看他这年纪也就18、19岁的样子，怎么修为比我还高？”他十分不解，自己这3品修为可是靠着日复一日扎马步练内功，年复一年在生死边缘摸爬滚打才熬出来的，每一寸内力都浸透汗水和艰辛，哪见过这样年纪轻轻就把内力打磨得这么凝练的少年。更让白刃心惊的是，对方分明身怀这种修为，方才在兰亭别院被4大才子嘲讽，却半点不露，装得像个只会吟诗的寻常游侠。这份隐忍和心机，比他的修为更让人忌惮。白刃摇摇头，这少年从始至终都带着一股漫不经心的痞气，分明是故意耍了自己一把。而此时的谢小乙早已落在另一条巷子的阴影里，正靠在墙角，慢悠悠地吐出一口酒气。等白刃的气息消失了，他才转身朝着客栈的方向走去。回到客栈，天色渐晚，刚推开门，店小二就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谢公子，您可算回来了！今日兰亭雅集，您可是出尽了风头。”客栈大堂里的食客们也纷纷侧目，对着谢小乙指指点点，眼神里满是敬佩与好奇。传得真快，这就都知道了。谢小乙摆摆手，懒得应付这些寒暄，径直上了2楼，回了自己的房间。反手关上门，将关沧海从背上解下，轻轻放在桌上，沉沉睡去。翌日，谢小乙可能是酒喝多的缘故，一觉睡到日上3竿。咚咚咚，客房门被轻轻叩响，店小二的声音带着几分谄媚的笑意，隔着门板传了进来：“谢公子，谢公子醒醒，雅音房的人来接您了。”谢小乙睡得正沉，被这声音吵醒，翻了个身，揉着惺忪的睡眼坐了起来。我还没去找他，他倒来找我了。谢小乙打了个哈欠，知道了，这就来。他踏着鞋走到门边，拉开门栓，门外除了店小二，还站着2个青衣侍女，身姿窈窕，手里各提着一个食盒，腰间系着雅音房的刘云雯玉佩。见了谢小乙，2人齐齐躬身行礼，抬眼时瞥见他剑眉星目，衣衫半敞的疏朗模样，对视一眼，都眼唇轻笑。左侧侍女声音温婉又带了点打趣：“谢公子这般俊朗，难怪房主昨儿个雅集散后还念叨着要请公子一聚呢。”右侧侍女跟着附和：“公子快随我们走吧，房主的梅花酿可等不及了。”梅花酿？谢小乙馋了，他天生喜欢这酒，尤其是他采花的时候，喝了能助兴。店小二在一旁笑得见牙不见眼：“谢公子，您可真是好福气，这雅音房寻常人可是挤破头都进不去呢。”谢小乙挑眉，随手理了理衣襟，然后将桌上的关沧海往背后一背，痞气一笑：“带路吧。”青衣侍女引着他穿过客栈大堂，食客们的目光瞬间齐刷刷地粘了过来，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谢小乙视若无睹，大摇大摆地跟着侍女出了门。门外早已停着一辆青棚马车，车帘上绣着几枝疏梅，雅致得很。上车落座，马车轱辘轻响，行得平稳。不多时，便到了雅音房门前。与别处的喧嚣不同，雅音房的门庭清静雅致，大门旁种着2株老梅，虽不是花期，枝干却遒劲如铁。刚踏入门槛，便有丝竹管弦之声绕梁而来。大堂内座无虚席，尽是锦衣华服的贵客，正侧耳听着台上歌姬婉转唱曲。见谢小乙被侍女引着径直往后院走，不少人都停下了交谈，目光里满是好奇与探究。有人识出了谢小乙，不自觉地小声嘀咕：“这不是昨日曲水流觞宴上以3首梅花诗碾压4大才子的那位江湖游侠吗？”“没错，就是他。我昨天离得近看得清，难怪副房主亲自派人来请。听说昨日他还得了关沧海宝剑的彩头，风头正盛呢。”谢小乙面无表情，心里却爽歪歪。他继续跟着那2个婢女走，绕过一道隐蔽，便是一方水榭。水榭临着一池碧水，池边杨柳依依。水榭里摆着一张梨花木桌，桌上已温好了一坛酒，酒坛旁放着2只青瓷酒杯。傅瑶琴正坐在桌旁，一身粉色长裙，青丝如瀑。见谢小乙进来，他起身浅笑，眼波流转间带着几分清雅的韵致：“谢公子，昨日一别，
姚琴可是盼了一夜。谢小乙将背后的关沧海解下，挑眉笑道：“家人相邀，岂能不来？”两人相对落座，傅瑶琴亲自执起酒坛，将温热的酒液斟入杯中。昨日离得远未及细探，今日咫尺相对，谢小乙当即凝神嗅闻，鼻间先萦绕着热酒的香气，随即捕捉到他身上的气息，浅淡兰草香里裹着一缕极静的清甜，纯粹无半分浊气，是少女独有的处子幽香。谢小乙心中暗喜，店小二说的果然没错，雅音房是个卖艺不卖身的地方，这个傅瑶琴我要定了。酒香漫开，清冽中带着熟悉的梅香，正是昨日兰亭别院的梅花酿。谢小乙端起酒杯，放在鼻间轻嗅，眼底闪过一丝玩味，抬眼看向傅瑶琴：“姑娘怎么知道我喜欢喝梅花酿？”傅瑶琴浅笑着垂眸，手指轻轻划着杯沿，声音温柔得像池中的春水。昨日曲水流觞之上，公子对别的酒不闻不问，独拎了一坛梅花酿，仰头灌了半坛，这般偏爱，瑶琴想不记住都难。谢小乙朗声大笑，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傅房主倒是细心。傅瑶琴也端起酒杯，浅浅抿了一口，抬眼望向他，目光里带着几分探究，几分欣赏。公子的才情才更让瑶琴动心。昨日那3首梅花诗，还有临走时的即兴之作，可是让清江城的文人墨客一夜都没睡好呢。谢小乙大笑，余光早已经绕着傅瑶琴转了一圈。不错啊，果然是个美人，用现代话说就是极品啊！哈哈，晚上用什么姿势好呢？淡见奶粉色长裙衬得傅瑶琴身姿窈窕，肩颈线条柔美，酥胸起伏，令人遐想连连。腰间系着的玉带轻轻收紧，更显得腰肢纤细。谢小乙喜欢不瘦却腰细的女人，因为这种女人有一个妙处，就是胸和臀会被腰衬得非常出类拔萃。傅瑶琴就是那种出类拔萃。傅瑶琴压根不知道他的龌龊想法，执着杯浅笑，满眼痴迷。谢公子昨日的那句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道尽了寒梅风骨。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未有暗香来。又将梅之行韵写得入木3分。玉楼金雀拥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狂放疏朗，满纸皆是少年意气，听得人都忍不住心神摇曳。谢小乙手指一挑，将酒杯掂了掂，仰头饮尽杯中酒，痞气一笑。不过是昨日酒酣耳热，随口诌的几句歪诗，倒让傅房主见笑了。不过房主好记性，这3首诗我自己都快记不清了。傅瑶琴被他这副疏狂模样逗得莞尔，抬手斟了一杯酒。公子说笑了，这般精彩绝艳的诗句，便是听上百遍也不会忘。瑶琴私心想着，若能常听公子吟诗作对，便是日日温酒以待，也是值得的。他这算不算对我表白？我要不要胆子再大一点？谢小乙身子微微前倾，目光落在傅瑶琴的胸口，慢悠悠开口：“哦，那傅房主可得多备些梅花酿才行。毕竟这酒喝着舒心，再配上眼前的美人，夫复何求？”傅瑶琴顺着谢小乙的目光低头看了看：“我只想说，有的人看了许久，也就那么回事；有的人只看了一眼，你就会觉得是一辈子，一眼万年，你懂。”这话落音的瞬间，傅瑶琴彻底僵住了。他的话陌生至极，偏生字字戳心，让他春心荡漾，不自觉地反复回味，整个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告白震在原地，连挣扎的动作都忘了做。谢小乙暗笑，现代撩妹的话果然好用，即使放到这平行古代也一样。他趁热打铁，缓缓俯身，温热的呼吸一点点凑近傅瑶琴泛红的嘴唇。傅瑶琴被他呼出来的酒气烫到了，猛地回过神来，双手仓促间抵住他的胸膛，堪堪将他的靠近拦在身前，杏眼含水，又羞又急：“公子且住，你放肆了？放肆？难不成房主心里就半分不乐意？”说着，谢小乙手只轻轻刮了一下他的鼻尖，引得他又是一颤。那拉扯间的暧昧张力，缠得傅瑶琴都心头发烫。你休要胡言，再这般说，我便不理你了。这个不理你，在谢小乙耳中就像听到了穿越前的岛国电影《雅灭蝶》的台词，欲罢不能。谢小乙低笑出声，手指还流连在他鼻尖的细腻触感上，这般娇软的一句不理我，倒比软语相求更勾人。我恨不得现在就把你藏起来，让你这辈子都只能对着我一人说这话。傅瑶琴微嗔，公子这般梦浪，可不是君子所为。这人嘴上没个把门的，分明是借着酒意，把那点姓私名晃晃地摆在了台面上。原本慕他的诗才想结交一场，可怎么就变成这样了？正拉扯间，廊外忽然传来侍女轻带的轻唤声，带着几分谨慎：“房主，前院有客人遣人送帖，说是专程来拜会您的。”声音落时，轻带的身影已出现在廊口，见自家房主被男子困在廊柱间，两人姿态亲密，顿时惊得一怔，慌忙垂手躬身：“奴婢失礼了。”傅瑶琴本就羞窘交加，被侍女撞破这般模样，脸颊瞬间烧得滚烫，用力推开谢小乙，后退2步，整理好衣襟，娇羞尽数敛去，只剩几分强装的冷意。公子昨日的诗风骨凛然，意气飞扬，瑶琴尽的是公子的才，今日请公子来，也是想与公子讨教几句诗词，并非其他。这话软中带硬，分明是把谢小乙那点暧昧的心思不动声色地挡了回去。谢小乙哪会听不出来，挑了挑眉，非但没生气，反而低笑出声：“讨教诗词，倒是我唐突了。”傅瑶琴指尖轻轻拢了拢衣袖，声音带着一丝疏离：“公子今日也已尽兴，
雅音房今日不便再待客，公子恐怕也会有要事在身，姚琴便不多留你了。待院里梅枝占了花，再遣人送帖相邀。我去，这是给我下逐客令了。本来还想着是什么艳遇呢，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谢小乙也不拖沓，抱拳行了一个江湖礼，反手将关沧海背到身后，转身迈步朝水榭外走。行至廊下时，突然想起了穿越前读过的宋词《小重山》，说不定能扳回一城。谢小乙的声音故意不高不低，恰到好处地飘进傅瑶琴耳中。就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说罢，头也不回，大笑着拂袖而去。傅瑶琴闻言，僵在原地，心头翻涌着惊涛骇浪。这哪里是随口吟出的句子？前一句就山松竹老，阻归程，寥寥7字，道尽了羁旅天涯的怅惘与归乡无门的沉郁。那股子漂泊在外的孤绝感，竟让他无端生出了几分心疼。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傅瑶琴嘴里反复咀嚼着这2句词，欲将心事付瑶琴，瑶琴？难道他想把心事说给我听？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这句是不是在说我不懂他？他随口一句就如此浑然天成，意境深远。莫说这雅音房，估计就是整个清江城的文人墨客，怕是也无一人能及。傅瑶琴望着谢小乙消失的背影，心头乱作一团，方才那点刻意保持的疏离，竟在这几句词里碎得干干净净。他立在水榭中，直到有婢女呼唤，才缓缓回过神来。翌日一早，傅瑶琴便唤来贴身侍女，语气带着几分急切，却又强作镇定：“你去一趟客栈，把谢公子请来，就说雅音房的新茶煮好了，我想与他贡品。”婢女揣着帖子，第2次来到谢小乙所居住的客栈。到了谢小乙所在的房间，那婢女在房门外轻叩3声：“谢公子安好，我家房主遣小婢前来相请，说新茶已煮好，盼公子移步雅音房贡品。”房门吱呀一声被拉开，谢小乙身着黑色长衫，发丝微散，眉宇间带着几分不屑，接过帖子扫了一眼，忽而低笑一声，将帖子递回侍女手中：“鱼儿上钩了，不过我怎么也是个采花道，平时想得到女人，不是自愿就是用强，哪像昨儿个一样被人下逐客令。我要随着傅瑶琴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岂不是太丢脸了？烦请姑娘替我回禀副房主，昨日饮了太多梅花酿，今日宿醉未醒，怕是辜负了房主的好茶。”婢女愣了愣，连忙又道：“公子若是身子不适，我家房主说可以，不必了。知音难觅，茶味也会寡淡许多。”说罢，谢小乙转身关上了房门，徒留婢女捧着帖子站在原地，半晌没回过神来。侍女赶回雅音房复命时，傅瑶琴正临窗坐着，手中拈着一枚棋子，在棋盘上轻轻点着。听闻谢小乙的回话，他执棋的手微微一顿，棋子落在棋盘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宿醉未醒，知音难觅，茶味也会寡淡许多。傅瑶琴低声重复了一遍，眼底闪过一丝讶异。这些年都是他拒绝别人，哪有别人拒绝过他？就连城主白乐天的曲水流觞都是3请他傅瑶琴，他才看着一城之主的面子才去的。这个谢公子居然给他闭门羹，是他难道生气了？还是说他认为我不是他的知音？沉默片刻，傅瑶琴抬眼对婢女道：“既如此，便备上一坛梅花酿，再装些刚烘好的新茶，送去客栈给谢公子。”听得婢女脚步声离去，谢小乙才慢悠悠转过身，从桌下摸出那把木剑。这木剑是师兄华灵叔亲手雕琢的。谢小乙虽然有了关沧海，但他还是舍不得丢了这把木剑。既然拒绝了美人邀约，反正无所事事，索性去练练剑法。谢小乙从枕下摸出那本皱巴巴的剑疤，掂着木剑出了门，7拐8绕，寻到城外一处僻静的溪边。溪水潺潺，四下里静悄悄的，正是习武的好去处。他找了块平坦的青石坐下，又将剑疤翻了一遍，嘴角忍不住勾起一抹讥笑。他在笑自己愚昧，明知道是一本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剑术，却偏偏又拿来练。什么疾风、断江，名头唬人的很，拆开来不过是劈、砍、挑、刺的入门把式，半点内功、真气流转之法都没有，妥妥的地摊货。他随手将册子丢在一旁，拎着木剑站起身，摆了个起手势：“剑一，疾风。”谢小乙低喝一声，木剑挽了个剑花，朝着身前的空气劈出，动作干脆利落，却毫无章法可言，更别提什么剑意。练了不过半炷香的功夫，他就躺在溪边仰望蓝天，就那样四仰八叉的躺在青石上，手臂枕在脑后，嘴里叼着根狗尾巴草，晃悠着2条腿。风掠过溪面，吹得他微微侧了侧头，目光却正好落在被随手丢在一旁的剑疤式上。阳光斜斜的打在泛黄的纸页上，将上面粗糙的招式图画印得格外清晰。起初谢小乙只当图中人物身上的线条是衣服轮廓，可这会儿眯着眼瞧了半晌，忽然觉得哪里不对劲。那图画上的人物姿势僵硬，衣袂的褶皱却画得格外古怪，不像是随风飘动的模样，反倒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衣料下窜动，顺着四肢百骸的走向蜿蜒游走。谢小乙心头一动，猛地坐起身，一把抓过那本剑谱。他指尖蹭过纸页上的纹路，越看越心惊。那些看似随意的墨线，哪里是画的衣服褶皱，分明像是标注的真气运行的轨迹。劈砍的招式旁，墨线从丹田起，顺着手臂内侧直抵指尖。挑刺的动作下，纹路又绕着腰背转了个弯，隐没在脚踝处。谢小乙越寻思越心惊，难道这真的是一本绝世秘籍？他的呼吸陡然急促起来，
手指翻着那泛黄的纸页，目光在剑意疾风的图谱上来回扫视。随后他按照那真气运转的路线尝试，内力轨迹从丹田喷涌而出，顺着经脉窜至手腕，再凝于剑尖，这让他只感觉身体顺畅无比，毫无滞涩。谢小乙猛地站起身，握紧木剑，依着图谱上的动作和运气法门结合，同时脚下踩着燕翻云的轻功步伐。剑一疾风，低喝落下的瞬间，他身形如弩箭般窜出，木剑划破空气的锐响几乎凝成一线。快，太快了！往日里拖沓的起手式，此刻竟带着一股瞬杀的凌厉。剑锋掠过西边的茅草，齐刷刷断成2截。谢小乙心头狂喜，又翻到剑2断木。这一招的真气轨迹更偏向于凝聚力道。他寻了棵碗口粗的小树，依着法门将真气灌至剑身，抬手猛劈。剑2断木，咔嚓！脆响过后，小树应声断折，断口平整的惊人。我去，捡到宝了！谢小乙愈发激动，接连翻到剑3破甲，剑4裂石，剑5断摘星。可越往后练，越觉得力不从心，真气运行到胸口便滞涩不已，劈向岩石时只砸出几道浅痕，远不及图谱上裂石穿金的威势。谢小乙喘着粗气停下，他清楚是自己内功修为太浅，根本驾驭不了剑3之后的招式。他又翻到剑6赶月，剑7贯日，看着那些更为繁复磅礴的真气轨迹，谢小乙练了之后只能无奈地摇头，威力实在有限，只是停留在剑3破甲那一剑的威力上，没有寸进，还是吃了修为不够的亏，完全体会不到剑3之后的意境。谢小乙休息了一会儿，目光落在最后一页剑8啸红尘上。这一页没有凌厉的招式，只有一个负手而立的身影，长剑垂在身侧，衣袂上的墨线如江河般缓缓流转，旁注只有一行小字：剑不出鞘，养气蓄势，藏锋于拙，愈久愈强。谢小乙盯着那道身影，忽然笑了。他将木剑附在身后，望着潺潺溪水，心头豁然开朗。这剑8啸红尘绝对是最强的一招，只是自己修为和剑意达不到，不能体会其中的博大精深。日上3竿，谢小乙将木剑与剑8揣进怀里，慢悠悠地走回客栈。谢小乙刚拐进大堂，店小二就颠颠地迎了上来，脸上堆着比先前更谄媚的笑。谢公子，您可算回来了。雅音房的人刚来过，送了一坛梅花酿，还有2盒新烘的雨前茶，小的都给您搁客房里了。谢小乙挑了挑眉，心中腹诽，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这副瑶琴倒是沉不住气了。他没应声，只点点头，抬脚往楼上走去。推开门，果见桌上摆着个青釉酒坛，旁边是2个素雅的锦盒，盒盖上还绣着雅音房的流云纹。酒坛旁压着一张素笺，字迹娟秀，美酒续缘，新茶解成，盼公子得闲，再临雅音房。谢小乙拿起素笺，低笑一声，随手丢在一旁，正想着要不要开了酒坛尝2口，楼下又传来店小二的吆喝声，比先前急了几分。谢公子，谢公子，城主府的人来了，说白城主请您过府赴宴。谢小乙脚步一顿，城主宴请他来清江城不过数日，先是曲水流觞，艳压群芳，后是雅音房傅瑶琴3番2次相邀，如今连一城之主都动了心思，这风头倒是出得比预想中更快。谢小乙转身倚在栏杆上，往下瞥了一眼，客栈门口停着一辆乌木马车，车帘上绣着城主府的文章，2个身着锦袍的侍从正立在阶下，神色恭敬。为首的侍从见他望来，连忙拱手行礼：谢公子，我家城主特备薄宴，请公子一步。谢小乙摸着下巴沉吟片刻，既然收了人家的宝剑，哪有不给面子的道理？随即朗声道：城主相邀，岂有不去之理？侍从大喜，马车已备好，公子请。谢小乙回房拎起观沧海，大步下楼，无视大堂里食客们艳羡的目光，先连上了马车。车轮咕噜轻响，朝着城主府的方向驶去。乌木马车在城主府大门外停下，侍从躬身先连。谢小乙拎着观沧海长剑走下马车，府内早已张灯结彩，穿过3重月洞门，便是设宴的水榭，檐下悬挂着琉璃宫灯，甚是华丽。宾客已至大半，皆是清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文臣武将、世家名士，衣香鬓影，觥筹交错。谢小乙刚踏入水榭，便被一道目光锁住。白乐天身着锦袍，满面红光地迎了上来，他身后跟着个一袭白衣、身材挺拔的少年，相貌极是英俊，几乎不输给谢小乙。谢少侠来了！白乐天朗声大笑，拍着谢小乙的肩膀，语气热络：今日这宴可就等你压轴了。谢小乙暗想，怎么开始叫我少侠了？一定是他派的高手跟踪我，结果被我用燕翻云的轻功给甩了。他认为我武功还说得过去，所以改口称少侠了。想不到为堂堂一个采花大盗，也有被称少侠的一天。谢小乙心里偷着乐，脸上却半点不显，反而对着白乐天拱手，语气谦逊：白城主谬赞了，谢某实在不敢当，谢少侠过谦了。白乐天朗声大笑，随即侧身将身旁那袭白衣让了出来。说起来，今日还有位贵客，这位便是江湖上人称白衣书生剑的苏木白苏公子。谢小乙抬眼望去，那白衣少年一袭月白长衫，腰悬一柄通体银白的长剑，面容俊朗不说，眉宇间还带着几分读书人特有的清雅，这气质称他白衣书生剑一点都不为过。苏公子久居江南，这次是专程来清江城访友，恰巧今日在我府上做客。白乐天笑着牵线：你们2人皆是少年英雄，今日相遇，当真是缘分。
苏慕白上前一步，对着谢小乙微微颔首，动作称得上有理，却没半分亲近的意思。谢少侠之名，在下早有耳闻。曲水流觞宴上，你3首咏梅诗惊艳四座。前日城中，你又以轻功戏耍白刃护卫，这般文武双全的本事，当真令人佩服。这话听着是夸赞，可那双眼睛却直落在谢小乙身上的观沧海上，目光带着几分探究，几分掂量，半点没有同辈人相见的热络。谢小乙哪能听不出这客气背后的疏离，面上依旧是那副痞痞的笑模样。苏公子客气了，江湖传言多有夸大，我那点微末伎俩，不过是糊弄外行罢了，乃比得上苏公子白衣书生剑的名头响亮。他这话绵里藏针，既没接下苏慕白的试探，又暗暗捧了对方一句，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苏慕白眼底闪过一丝讶异，似乎没料到这个看着吊儿郎当的少年说话竟这么滴水不漏。谢少侠太谦，听闻少侠不仅诗才出众，剑法更是不凡。慕白生平最喜结交剑中同道，今日难得相遇，不知日后可有机会与少侠切磋一二。这话一出，旁边的白乐天立刻抚掌大笑，好，你们2人若能切磋一番，定是一场好戏。谢小乙暗骂，好个屁！老子一向用刀，总共握剑没超过10天，这姓苏的怎么就听闻我剑法不凡了？妈的，这不是想赶鸭子上架吧？谢小乙挑了挑眉，没应下，也没拒绝。苏公子有此雅兴，自然是好的。不过今日是白城主的宴，咱们还是先饮酒，莫要辜负了这满桌的佳肴美酒才是。一句话，既给了白乐天面子，又把切磋的事推到了日后，不着痕迹的化解了当下的锋芒。苏慕白看着他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眼底的审视更浓了几分。正当闲谈说话间，谢小乙的目光越过人群，落在了水榭东侧的一席，那是傅瑶琴。只见傅瑶琴正端坐于那里，一身绿衫，手中捏着一柄玉骨丸扇，正垂眸听身旁一位老夫人说话。暖黄的灯光落在她脸上，衬得肌肤银白如玉，眉宇间的清冷竟与这满堂喧嚣格格不入。这时傅瑶琴也正向谢小乙和苏慕白这边看了过来，四目相对的刹那，傅瑶琴握着丸扇的手微微一顿，眼底闪过一丝极淡的波澜。谢小乙却像是没看见一样，嘴角的笑不变，目光轻飘飘地跳过他，随即转头跟着白乐天走向主位旁的空席，全程没再多看他一眼。傅瑶琴眼底的那点波澜瞬间收回，之前还温润含笑的唇角不自觉地抿紧了。身旁的老夫人正说着雅音房的新曲，他却没再听进去，目光不由自主的又落回了谢小乙的背影上。他竟真的装作不认识。城主白乐天朗声一笑，抬手压下满堂的窃窃私语：诸位，今日设宴，一是为清江城添了2位少年英雄，二是为诸位才子佳人助兴。谢少侠文武双全，苏公子剑骨诗心，皆是人中龙凤，能聚于此，甚幸。话音落，满座宾客纷纷附和举杯，目光在谢小乙与苏慕白身上转来转去，艳羡与探究交织。谢小乙懒洋洋的举杯应和，眼角余光却瞥见傅瑶琴那边，他正垂眸把玩着酒杯，指尖在杯沿上轻轻划着圈，不知在想些什么。他身侧挨着一个穿一身黄裙的女子，引起了谢小乙的注意。但见那黄衫女鬓边斜插一只赤金点翠步摇，腕间挂着梅系红绳的玉生坠子，举手投足间带着几分婉转的韵致。谢小乙听宴席间的人对话，方知道那黄衫女正是与雅音房齐名的玉生房房主穆娉婷，而他刚陪着老夫人哼完半阙《清平乐》，此刻正用指尖轻轻扣着桌案打拍子。那穆娉婷眼角余光却饶有兴致地瞟向谢小乙与苏慕白这边，嘴角带着浅笑，低声打趣：瑶琴妹妹，这些少侠看着倒是有趣，苏公子也不错，你喜欢哪个？傅瑶琴面颊微红，轻轻拍开他的手，没好气道：娉婷姐姐又来打趣我。穆娉婷捂嘴轻笑，目光又落回谢小乙身上，眸子里闪过一丝玩味。他倒要看看这位文武双全的谢少侠接下来还能玩出什么花样。白乐天看到谢小乙的目光走向，当即哈哈一笑：谢少侠莫不是被副房主的风采吸引了？实不相瞒，今日能请动这位清江城的风雅魁首，可全是沾了你与苏公子的光。副房主本已婉拒了宴席的邀约，但听闻谢少侠和苏公子也在这宴上，这才肯赏光一步。傅瑶琴见说，脸上不禁泛起红晕。就在这时，苏慕白忽然放下酒杯，缓步走出席位，一袭白衣立于灯火之下，身姿挺拔如松，目光越过众人，直落在傅瑶琴身上。苏慕白开口出声，声音盖过了所有宾客的喧嚣：白城主谬赞了，慕白今日赴宴，并非为清江城之名，亦非为结交英雄，而是为一人而来。满座哗然，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射向苏慕白。苏慕白视若无睹，迎着众人的目光，一字一句道：3年前清江城雅音房，我偶遇傅姑娘一曲断情伤，惊鸿一瞥，念念不忘。此番来清江城，所求的不过是能常伴姑娘左右，听一曲琴音，品一盏清茶。这话直白得近乎莽撞，却又带着书生意气独有的赤诚，让满堂宾客都怔住了。傅瑶琴握着酒杯的手猛地一紧，抬眼望去，脸上血色愈发的红晕。谢小乙终于明白了，这苏慕白之所以看到自己就来气，他一定是听说了傅瑶琴曾经的相邀，原来他在吃醋啊！感情这苏慕白把我当情敌了，可他哪知道老子在傅瑶琴那里也吃了闭门羹，
还被下了逐客令。这时，只见傅瑶琴定了定神，缓缓站起身，对着苏慕白微微纳福：“苏公子抬爱了。瑶琴不过是雅音坊一介俗手，以琴曲谋生，实在当不起公子这般厚待。公子乃江南名士，家世显赫，瑶琴身份微末，断不敢高攀。”他这话滴水不漏，既摆明了立场，又没有让苏慕白丢颜面。谢小乙听得乐了，该这苏慕白被发好人卡了，哈哈。只见苏慕白却摇摇头，往前走了2步，目光灼灼地看着傅瑶琴，身份高低在慕白眼中从不足论。我心悦的是傅姑娘的琴音，是姑娘的清雅风骨，与家世无关。这话一出，宾客们的目光更热烈了，有人开始低声议论：原来苏公子是为傅房主来的，郎才女貌，倒是天作之合。可傅房主刚才的意思像是婉拒他吧？议论声传进耳中，谢小乙端着酒杯的手轻晃着玩。好家伙，这苏慕白看着清雅，表白起来倒挺猛的。这傅瑶琴有的忙了。谢小乙正看热闹看得起劲，却猝不及防地对上傅瑶琴望过来的目光，那双平日里极好看的眸子，此刻直直地落在谢小乙身上。这一眼瞬间让满堂的目光都聚焦到了谢小乙身上。有人开始轻声议论：傅姑娘这是看谢少侠呢？看来这些少侠才是傅姑娘的意中人啊！苏公子一番心意，怕是要落空了。这些话像针一样扎过去，苏慕白脸上的赤诚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冰冷的寒意。他猛地转头看向谢小乙，死死地盯着他，好像在质问：你凭什么？谢小乙被他眼神刺出寒意，心中暗骂：合着今日这场主宴是专门给老子摆的修罗场啊！白乐天一眼瞥见苏慕白眼底的怒意，生怕这好好的宴饮闹僵，当即哈哈一笑：苏公子，少年心事当抛头，这份赤诚固然可贵，可今日是宴饮，莫要扰了诸位的雅兴嘛。苏慕白略微一僵，欠笑着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但眼神依旧冰冷，看向谢小乙依旧带着杀气。白乐天见气氛稍缓，当即一拍手，朗声道：好了好了，儿女情长暂且搁下，今日良辰美景，才子佳人齐聚，光喝酒多无趣。我有个提议，咱们来吟诗作对，胜者我那坛藏了10年的寒檀香便赠于他。这话一出，满座皆惊。那寒檀香乃是天下名酒一绝，听说是号称酒中仙的李青莲所酿，寻常人求都求不来。苏慕白眼睛倏地一亮，吟诗作对本就是他的强项。白衣书生见江南才子之名，可不是浪得虚名。他转头看向谢小乙，眼底的怒意化作了几分轻蔑，语气带着几分刻意的挑衅。谢少侠之前在曲水流觞宴上诗才惊艳四座，想必对对子也不在话下吧？慕白不才，倒想讨教一二。苏慕白想的是，吟诗虽好，终究是读书胸臆，少了几分针锋相对的劲道，唯有对对子，方能当场见真章，一字一句寸土不让，正好能在傅瑶琴面前压下谢小乙那股子漫不经心的脾气。白乐天满是赞许，当即应和：妙妙啊！苏公子此言正合我意。吟诗作对本就是文人雅士，今日恰逢良辰，又有2位少年英才在此，以文会友，岂不快哉？白乐天说完，座中立刻有文士高声附和，声音里满是期待。好提议！久闻苏公子才名，谢少侠前日的诗更是惊艳绝伦，今日能得见2位以对相较，实乃我等之幸。谢小乙心里暗啐一声，作诗我可以让唐宋八大家代笔，对对子那可就难为我了。这个苏慕白合着是想在傅瑶琴跟前用我找回场子啊？谢小乙心里暗骂，脸上却依旧是那富懒洋洋的样子，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吊儿郎当地笑道：苏公子客气了，我那点3脚猫的功夫，也就是糊弄糊弄，哪敢跟公子讨教？苏慕白见谢小乙还在故作推辞，只当他是怕了，当即往前一步，酒杯轻摇，语气里带着几分笃定：谢少侠何必过谦？曲水流觞宴上，你的诗惊绝四座，想来对对子也绝非难事，不如你我在此抛砖引玉。说罢，苏慕白目光一扫满堂众人，不容谢小乙推辞，率先开口。那慕白就斗胆先出一联，献丑了，10口心思，思情思趣思佳韵。这联一出，座中立刻有文士低呼一声好。身侧女眷席上的穆娉婷也轻摇着玉生坠子，眉眼弯弯的轻笑出声。苏公子这联倒是把对瑶琴妹妹的心私藏得明明白白。众人细品，这10口心思用的妙啊，10和口加一个心字，正好是一个思字。那思情思趣思佳韵，分明就是在回忆傅房主当年的一曲断情伤，妙，实在是妙。谢小乙听完苏慕白出的上联，心里一动，他本来还在为对对子出头，可这上联正好和他穿越前看的周星驰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对联异曲同工，哈哈，撞大运了，这倒帮了我。电影里对穿肠的上联是10口心思，思君思国思社稷，唐伯虎的下联是八目上赏，赏花赏月赏秋香，只需用电影里的对子稍作修改就好了。谢小乙眼底闪过戏谑，放下酒杯朗声道：苏公子这联出的妙，那我便献丑了。八目上赏，赏花赏月赏瑶琴。这话一出，满堂尽是叫好声，青山夫子更是拍案叫绝：妙妙极！八目上合成赏字，10口心合成思字，拆字对拆字，严丝合缝，天衣无缝啊！数位文士也跟着附和，声音里满是惊叹：赏花赏月赏瑶琴，这收尾3字简直神来之笔，既应了苏公子的思情思曲，更把傅房主嵌进队里，雅到了极致。城主白乐天更是哈哈大笑，
连连点头。那傅瑶琴握着完善的指尖，微微一顿。之前听到苏慕白那句思情思趣思家运时，秀眉几不可察的蹙了蹙，眼底露出一丝无奈。这对子虽然巧，却满是直白的倾慕，落在众目睽睽之下，倒让他有些不自在。可当谢小乙的赏花赏月赏瑶琴脱口而出时，他先是一怔，随即脸颊都跟着红了，赶忙用扇面轻轻遮住了半张脸。目光再次落在谢小乙身上时，自己都感觉有点说不清道不明。这场面让苏慕白脸上的傲慢瞬间僵住，像是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他万万没料到，这个看起来吊儿郎当的家伙，竟能对出这般天衣无缝的拆字队，还偏偏把傅瑶琴的名字嵌了进去，当着满座宾客的面狠狠压了他一头。一股火气直窜头顶，苏慕白深吸一口气，猛地抬眼，语气里的冰冷藏都藏不住。好，很好，谢少侠果然好才情，那我便再出一联。且慢！不等苏慕白说完，谢小乙打断了他的话。他之前能对上那一联，完全是撞大运，沾了星爷的光，知道不能任由对方刁难，决定先下手为强，当即上前一步，拱手笑道：苏公子已经出了一联，此番该轮到在下抛砖引玉，向公子请教一二了。话落，满堂宾客皆是一愣，随即低声附和：有理有理，文斗讲究，有来有往，确实该谢少侠出题了。苏慕白正憋着一股闷气，想在心上人傅瑶琴前找回场子，闻言也没反驳：阁下请讲。谢小乙清了清嗓子，朗声道：既然苏兄喜欢拆字法，那我也随行就是。妙少女们口问，何人可嫁？嘿嘿，这可是我穿越前的现代网络对联梗，看你怎么答。话音落下，满堂寂静，众人先品字面意境，只觉这联写进妙龄女子的娇羞问询，恰如傅瑶琴此刻的情态，不由得纷纷望向她，惹得傅瑶琴脸颊又是一阵绯红，完善遮面，眼底却泛起好奇的光。众人在细究字形，更让人惊得啧舌。妙字等于少家女，问等于门家口，合字等于人配可，三层拆字环环相扣，既天衣无缝，又语意通顺，竟是从未见过的巧思。苏慕白先是一愣，随即眉头紧锁，手指在腰间佩剑上飞快敲击。他搜肠刮肚，想找对应的拆字结构，可妙对好易，问对答难，和字拆人可更是刁钻，翻来覆去凑不出半句通顺的下联，额角渐渐冒出冷汗。城主白乐天沉吟半晌，突然发现此联的精妙，不禁拍掌称赞叹：此联妙绝，拆字精巧，意境贴合，堪称千古难对的巧联。苏公子，你可有应对？苏慕白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那些平日里自诩的才学，在这等拆字与意境兼备的上联面前，竟连半句附和都凑不出来。最后狠狠地抱了抱拳，在下甘拜下风。而此刻傅瑶琴的眼神正粘在谢小乙身上，这让苏慕白简直心如刀绞。穆娉婷看着怔怔发愣的傅瑶琴，眼波流转，扬声冲谢小乙笑道：谢少侠好才情，不知这等巧思是专为傅妹妹所想，还是胸中本就藏着万卷乾坤？谢小乙闻言回头，痞痞一笑：穆房主说笑了，不过是临场凑趣，博诸位一笑罢了。哟，谢少侠居然知道我是穆房主啊，这倒是意外之喜。穆房主这般风姿，配上玉生坠子，就算不报名号，旁人也猜得出是玉生房的主人。谢小乙满嘴胡说八道，其实他也是听旁人的叙述，才知道傅瑶琴旁边的美女是玉生房主。只是他风流成性，面对美女的撩拨，感觉不反撩回去就会吃亏。傅瑶琴听着他二人互动，握着玉骨完善的手指微微的收紧，那扇面被他指甲捏出一道印痕，原本唇角那点笑意也悄无声息地收敛了去。抬眼时恰好撞进谢小乙看来的目光，又慌忙垂下眼，眼底掠过转瞬即逝的失落。谢小乙心中一荡，他该不会是吃醋了吧？不然穆娉婷和自己互动，他干嘛不高兴？而现在谢小乙也算万千宠爱于一身了，苏慕白何曾受过这种冷落？他出生江南世家苏家，一出生就是天之骄子，到哪里都是妥妥的焦点，如今却接连吃瘪。尤其是昨天自己亲自去雅音房送上拜帖，傅瑶琴却不见。后来听他侍女说，他是在会见一个叫谢墨的人，没想到就是这么个痞里痞气的人。突然又看到傅瑶琴看向谢小乙的眼神，明明就藏着一股说不清的爱意，真是越想越气。苏慕白胸中怒火难平，当即对着白乐天拱手道：城主，谢少侠的上联卓绝，慕白自愧不如，只是闻者亦善奇，不如我二人对弈一局，以棋论高下，也算让我有所见识。他号称白衣书生剑，自幼随名师学棋，在江南地界鲜少逢对手，而谢小乙这般吊儿郎当的性格，怎么看也不像棋道高手，所以今天如何都要下一下他的脸。谢小乙心里一动，暗叫不好，他虽然穿越前文理双优，但对于围棋来说可是纯纯的门外汉，他可不想丢人现眼，当下抱拳一礼：苏公子说笑了，我对棋道不过马马虎虎，纯属闲来无事瞎摆弄的水准，更算不上会下，哪里敢跟公子这般名家讨教，还是别献丑了。苏慕白见状，眼底轻蔑更甚，料定他是心虚示弱，当即向前一步，语气带着十足的笃定和轻慢：谢少侠何必过谦，不过一局对弈罢了，若是少侠心存顾虑，大不了我让你先，便是输了也当是雅居助兴，何惧之有？这番话明晃晃摆着相让的姿态，看似大度，实则是笃定他必输。谢小乙瞧他这样拿捏，心头反倒定了。
让先吗？中国可是以数字法来断胜负，而且古代也没有贴目的规则。老子虽然不会下棋，但穿越前看的电影《大国手》里曾说过，朱元璋下棋第一手下在天元的位置，之后就把纵横19道的棋盘当一面镜子，别人如何落子，他就模仿对方一样的路数，再反方向相同的位置落子，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样对手棋力多高他都模仿过去，最后天元中心多一子，也就必赢一子。想到这里，谢小乙乐了，既然苏公子都这么说了，那我便舍命陪君子。只是丑话说在前头，我棋艺是真马虎，输了可别笑话我。众人闻言皆是轻笑，只当他是谦虚，唯有谢小乙自己清楚，这话可是一分没掺假。白乐天闻言心中一喜，眼底满是对风雅之事的热切。他本就痴迷琴棋书画，最喜这席间风雅对弈的风月趣事，此刻见二人要以棋论高下，正是合了心意。妙哉妙哉！我生平最是琴棋书画，尤爱观人对弈，黑白子落盘，纵横间皆是乾坤风雅。今日能得见二位少侠对弈，真是快哉！说罢，便急命侍从速速取来上好的乌木棋盘与杨之玉棋子。做中文士宾客见状也纷纷附和，都盼着这场对弈好戏开场。很快，侍从摆上了乌木棋盘，银白与墨黑棋子分列两侧。苏慕白倨傲地做了个请的手势，姿态金贵，又带着几分轻慢。谢少侠先请落子，按棋道规矩本就是白先行，今日我便循规让，你执白，尽管放手便是。满堂目光齐齐锁在棋盘之上，傅瑶琴和穆娉婷也围观了过来。她本就是清江城知名才女，对于棋道颇有研究，当然不会放过这难得的对弈。谢小乙闻言坦然应下，径直拿起一枚白子，假装思忖。片刻后，他无视棋盘四角众人奉为开局正统的欣慰，抬手便落在了棋盘正中心，那处是这平行古代棋坛从无人问津的空位，正是天元。这一子落下，座中瞬间哗然，满场皆惊。竟落子天元，这位置毫无依托，简直是棋道大忌。谢少侠莫不是连基本棋路都不懂？这开局也太荒唐了。穆娉婷微微一笑，风致嫣然，金角银边草肚皮，谢公子下天元，真是闻所未闻。傅瑶琴暗暗摇头，第一手下天元，那苏慕白的让先优势就没了。他是怎么想的？苏慕白更是错愕一瞬，随即便眼底翻涌起鄙夷。谢少侠，这步棋当真是闻所未闻，看来你对棋道当真连皮毛都不曾触及。白乐天也是莞尔，棋坛向来以四角星位开局，讲究扎根立地，步步为营，天元位是公认的昏聩之招。谢小乙故作懵懂的挑眉，语气散漫又无辜。哦，有何不妥？我瞧这中心位置最是显眼顺眼，落在这里便好。苏公子不用管我，尽管落你的子。苏慕白冷笑一声，懒得再和他废话，抬手取过一枚黑子，稳稳落在右下星位。下一秒，谢小乙便抬手将白子落在了左上对应的星位。苏慕白只淡淡瞥了一眼，当即手腕一转，黑子落于右下星位旁的小木。他落子刚毕，谢小乙毫无思忖，白子精准落在左上星位对应的小木处。紧接着苏慕白又下了3、4手，谢小乙却如法炮制，镜像之势已然清晰。棋盘上黑白棋子泾渭分明，宛若两面映照的镜子。这一刻，苏慕白脸色微变，心头生出几分不耐，语气也冷了几分。这般亦步亦趋，连半分自己的思路都没有，未免太过敷衍。他仍不信谢小乙是刻意模仿，只当对方是无招可出，随即便招落子右上高木，想以高位压境，打乱这规整的布局。可黑子刚定，谢小乙的白子便紧随其后，稳定在左下对应高木位，镜像丝毫不乱。苏慕白的高位压制瞬间成了两边对等相持，半点便宜都占不到。懂棋的青山夫子已然捋须颔首，眼中满是讶异。苏慕白此刻终于后知后觉，这哪里是巧合，分明是全程复刻。他盯着棋盘上工整的对称棋形，心头焦躁渐生，厉声嗤笑：好一个照猫画虎，毫无棋道风骨，简直是辱没了这棋盘。一番嘲讽落下，众人方才彻底反应过来，原来谢少侠竟是全程模仿苏公子落子。一时间议论纷纷，有觉得荒唐的，也有觉得新奇的。傅瑶琴蹙着的秀眉缓缓舒展，眼底渐渐泛起讶异。穆娉婷则眼唇轻笑，暗道谢小乙这法子刁钻至极。苏慕白怒急攻心，后续落子愈发急躁，每一步都想着强攻破局，尖冲、飞压、断打轮番使出。谢小乙却全程气定神闲，落子干脆利落，闲时还能抬眼冲穆娉婷递个痞笑，半点不费心神。待苏慕白咬着牙落下最后一子，整盘棋已然收官。棋盘之上黑白交织，对称的宛若复刻，唯有棋盘正中心那一枚白子孤零零立在天元，格外醒目。白乐天当即请青山夫子上前数子定胜负。夫子俯身细查，指尖点过棋盘上的黑白棋子，逐一核算，片刻后捋须而立。全局黑白棋形对称，各处时空分毫不差。谢少侠先手落天元，此一子独得，无对应黑子相抵白棋，胜一子。这话一出，满场先是死寂，随即爆发出震天叫好。谢少侠好计谋啊！是啊，虽然胜在计谋，但偏偏这种计谋别人想不出。哈哈，好一招乾坤大挪移。苏慕白如遭雷击，踉跄着后退半步，死死盯着棋盘中心的天元白子。谢小乙慢悠悠起身，随手将白子归位，
对着脸色铁青的苏慕白拱手承让了苏公子。我说过我棋艺马马虎虎，全靠跟着公子学，倒是没想到竟还能凭着这天元一子赢了半子。哦，不是一子。话音刚落，穆娉婷便提着裙摆莲步轻移，笑意盈盈地走到谢小乙身侧，玉指轻点棋盘中心的天元白子，语气娇俏又带着几分暧昧。谢公子可真是狡猾，嘴上说着棋艺马马虎虎，原是藏着这般绝妙的心思。这一手复刻，怕是早就把苏公子的棋路摸得透透的，连这天元一子都算得丝毫不差，真是把借力打力玩到了极致呢。谢小乙侧身迎上他的目光，眼神直白又带着几分撩拨。穆房主过奖了，能博穆房主这般美人一笑，被人说抄袭也值了。谢公子倒是嘴甜，这般会说话，怕是早把姑娘家的心思都摸透了，比算棋路还要精准几分。话音落时，穆娉婷抬眼望谢小乙，眼底的风情更浓。二人这样眉眼传情，暧昧的张力瞬间拉满。一旁的傅瑶琴将这番对话与二人的神态尽收眼底，方才心头的惊艳与欢喜早已荡然无存，浓烈的醋意顺着心口翻涌上，连周围的喝彩声都听不真切，满脑子都是穆娉婷方才亲昵的动作与含情的话语。穆娉婷似是客一般，又凑近谢小乙几分，轻笑问道：谢公子这般好本事，不知日后可有闲暇到我御生房小坐？我备上好茶，倒想讨教这盘棋的门道，也好让我开开眼界。谢小乙刚要接受这桃花运，谁知苏慕白坐不住了，他猛地拍而身，腰间银白长剑铮的一声出鞘半寸。文斗终究是口舌之争，算不得真章。谢少侠既有这般才情，想来剑术上也是有几分造诣的。慕白不才，愿以剑会友，讨教一二。这话一出，满堂喧哗。文斗刚落，又要武斗，这分明是苏慕白输急了眼，要在自己最擅长的剑术上找回场子。谢小乙心里暗道不妙，他摸了摸关沧海，脸上却依旧挂着那副痞笑，连连摆手。苏公子说笑了，我这三脚猫的功夫不过是糊弄外行，哪敢在白衣书生剑面前班门弄斧，刀剑无眼，伤了和气就不好了。他话音刚落，穆娉婷便蹙了蹙眉，声音里带着几分担忧，扬声道：谢少侠说的是，刀剑相搏本就凶险，今日是白城主的宴，和和气气的才好，真要切磋也不必急在这一时。他被谢小乙的才气打动，说话时不自觉地开始偏心谢小乙。话虽然是替谢小乙解围，但落在傅瑶琴耳中，听着就莫名的别扭。穆姐姐此言差矣，江湖人一见会友本是雅士，谢少侠文武双全，岂会惧一场点到即止的切磋？我也正好想见识两位江湖英雄的风采。这话一出，穆娉婷一愣，谁都看得出来傅瑶琴对苏慕白的殷勤很是冷淡，但他竟会主动开口促成这场比剑，语气里还带着几分隐隐的较劲。谢小乙更是心头一跳，暗道不好，这娘们儿怎么了？是铁了心要看自己出糗？城主白乐天本就爱热闹，一听傅瑶琴这话，当即拍掌大笑。傅房主说的极是，我这城主府库房里正好有2柄上好的木剑，无锋无刃，最适合点到即止的切磋。来人，取剑来！白乐天这话一出口，谢小乙算是被赶鸭子上架了，没得理由推脱。那侍从应声去取木剑，苏慕白脸上的阴霾瞬间散去，取而代之的是志在必得的傲气，看向谢小乙的目光里满是不屑。谢少侠，这下可没有推辞的理由了吧？苏慕白的话和满座宾客的起哄声里，谢小乙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退无可退。不一时，侍从提着2把木剑归来。谢小乙看着苏慕白那双带着怒气的眼，又瞥了瞥侍从送来的木剑，这让他想起了大师兄华林书做的那把木剑，心头忽然灵光一闪。苏公子先别急。谢小乙手提木剑，朗声道：文斗未尽兴，武斗前总该饮一杯酒，权当助兴，免得伤了和气。苏慕白一愣，随即冷笑：行吧，权当为谢少侠助兴。白乐天了一声，此言有理。来人，取酒！2坛烈酒很快被抬上了桌。穆娉婷娇笑一声：我来为2位斟酒。说罢，他亲自起风，取了2个青瓷酒杯，满满斟上。酒液清冽，酒香四溢。穆娉婷眼底笑意盈盈，举起2只酒杯，分别递给2人。苏公子，请。递向谢小乙时，手指轻轻碰了碰他的掌心，眼含笑意：谢少侠，请慢饮。谢小乙接过酒杯举起，对着苏慕白道了一声请。他礼数周全，苏慕白不得不和他碰杯。2只酒杯相碰，发出清脆的异响。就在杯沿相触的刹那，谢小乙指尖微微地动了动，但在旁人看来，那只是2杯相撞引起来的，完全没有破绽可言。干！谢小乙仰头饮尽，将空杯倒扣。苏慕白冷哼一声，仰头喝干了杯中酒，随后将酒杯置在桌上，反手提起木剑。酒已饮罢，谢少侠，请吧。谢小乙拎着手中木剑，道了一声请。白乐天见2人战意渐浓，生怕在宴厅里伤了和气，当即笑道：2位皆是人中龙凤，文斗已然精彩绝伦，武斗更该寻个开阔去处。诸位，随我一步后院开阔地。话音落，满座宾客早已按捺不住，纷纷起身附和。傅瑶琴与穆娉婷并肩而行，前者握着完善的手掌微微发紧，眸中藏几分异样，不知道是担心还是好奇。后者则眉眼弯弯，满脸都是看热闹的兴致，脚下步子都快了几分。穆娉婷走到谢小乙近前，行了一个俯身礼，趁众人离得远，轻声问：谢公子比剑要不要彩头？谢小乙皱了皱眉：什么彩头？
穆娉婷用手指轻轻戳了一下他的胸肌，你要是赢了，今晚我就是你的。这简直是意外之喜。以穆娉婷的颜值，比起傅瑶琴可能输了一筹，但傅瑶琴太过出类拔萃，即使输他一筹，穆娉婷也是鹤立鸡群的美女。谢小乙是采花道，面对这种骚浪，他不心动才怪。当下出口撩拨，穆房主这话可是要让天下男儿都羡煞我，这般角色彩头，倒叫我忍不住想赢了。不行！一声清冽又带着几分急切的声音骤然响起，瞬间压过了周遭宾客一步的嘈杂。满院之人皆是一怔，脚步齐齐顿住，数十道目光齐刷刷地转头望过来。只见那说话之人正是傅瑶琴。城主白乐天顿住脚步，疑问道：“什么不行？傅房主有何事？”傅瑶琴脸瞬间红到了脖子，行了个服礼，道了一声失礼，就疾步走向后院。众人莫名其妙，怎么傅房主突然变得扭捏害臊起来了？穆娉婷和谢小乙对望一眼，不置可否。后院青石铺地，四周围墙高耸，确实是一个比剑的好地方。谢小乙握着木剑，但他心里确实没底。他拢共才练了一天的剑八式，此前更是连剑都没摸过几次，骨子里练的还是刀的路数。苏慕白早已握剑而立，白衣胜雪，剑眉星目，可谓是潇洒至极。他抬眼扫过谢小乙手中的木剑，嘴角勾起一抹讥诮：“谢少侠，请赐教。”谢小乙深吸一口气，握紧木剑，摆了个刀术的起手式，沉肩坠肘，剑刃斜压，全然没有半点剑招的飘逸灵动。苏慕白瞳孔一震，随即嗤笑出声：“原来你只会些旁门左道。”话音落，人已动，内力骤然迸发，白衣化作一道残影，快剑如流星赶月，直刺谢小乙心口。这一剑快得离谱，正是他白衣书生剑的精髓，以快破局，以巧取胜。谢小乙哪敢怠慢，木剑横挡，全然是刀术的格挡路数。当的一声脆响，震得他虎口发麻。我去，想不到这苏慕白比我大不了太多，修为竟然达到了4品巅峰，难怪他有骄傲的资本。谢小乙借力后退，脚下踩着燕翻云的轻功步伐，堪堪避开苏慕白接踵而至的3剑。一时间，演武场上剑影闪烁，白衣穿梭如蝶，谢小乙却只能仗着身法周旋，手里的木剑舞得大开大合，劈、砍、斩、剁，全是刀的招式，与剑法的灵动飘逸格格不入。围观人群里忽然响起几声议论，显然是懂武的行家。这位谢少侠使的哪里是剑法，分明是刀法的路数，大开大合，毫无剑招的灵动飘逸。还是苏公子的白衣书生剑更具风采，轻盈灵动，一招一式都透着章法。是啊，江南4块，苏公子位列其一，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乃4块，天上的雷电，地下的风，苏慕白的剑，人们的嘴。这话落进苏慕白耳中，让他更是骄傲，剑招愈发凌厉，逼得谢小乙连连后退。谢小乙暗骂：快你大爷的，希望你那个啥的时候也快，将来你老婆嫌弃你。又斗了2-3招，苏慕白一剑擦着谢小乙的肩头划过，谢小乙肩头一痛，踉跄着后退3步，险些栽倒在地。谢公子小心！穆娉婷忍不住失声惊呼，声音里满是真切的担忧，一双美目紧锁在谢小乙身上。谢小乙回头对他报以一笑，他的微笑很迷人，和苏慕白的冰冷正好对冲。傅瑶琴的心猛地一揪，谢幕，穆娉婷，他们俩不会是一见钟情了吧？刚才穆姐姐还说今晚要，真是不要脸！呸！这时苏慕白一剑逼退谢小乙，收剑而立，语气里的嘲讽毫不掩饰：谢兄，你这乃是什么剑术？分明世上不得台面的刀法，拿着木剑当刀使，你是有多瞧不起剑？谢小乙腹诽：我瞧不起个屁！我一直就是玩刀的，老子是没学过剑，又遇上你个以快剑著称的家伙，不用刀术和你对打，我他妈早输了。这时满座宾客也跟着窃窃私语。傅瑶琴偷偷瞥了眼谢小乙，心中非常后悔促成这次比剑，见他脸色发白，却依旧身姿挺拔，倒是让他对谢小乙多了一分佩服。谢小乙抹了下额角上的汗，非但没恼，反而仰头大笑，木剑直指苏慕白：笑话，武道一道，万变不离其宗，剑也好，刀也罢，能御敌的就是好招。说罢，他又逼格满满的补了句：武道本就殊途同归，何必拘泥于形式？苏慕白被他的强词夺理气到了，脸色一沉，怒火更盛，牙尖嘴利，看我今日废了你这万变不离其宗的野路子！言罢，他再次提剑扑来，内力毫不保留地灌注剑身，威力比先前更盛，招招直逼要害。谢小乙咬牙应对，又拼斗3-4剑后，只感觉胳膊被苏慕白的内力震得酸麻，知道接再拼5-6招，自己手中木剑非断即折，必输无疑。原本同为4品修为，他的内功不输苏慕白，只是他的剑法太过2把刀，完全跟不上苏慕白的快剑节奏，只能用力硬拼，才吃了大亏，眼看就要撑不住。就在这时，苏慕白的剑势猛地一滞，内力流转间出现了破绽。谢小乙眼底金光爆射，脑海中瞬间闪过剑八第一式的真气轨迹，丹田内力陡然喷涌，顺着经脉直抵指尖，脚下燕翻云，轻功催动到极致，身形如箭般窜出。剑一疾风，低喝声落，木剑划破空气，发出一声尖锐的音爆，速度快到极致，在月光下凝成一道虚影。当一声震耳欲聋的木断响，苏慕白手中木剑已断，只觉一股巨力传来，虎口骤然一震，
手中剩下的半截木剑拿捏不住，脱手而飞。承让！谢小乙的木剑已然抵在了苏慕白的咽喉，刚才那一剑全然没了刀术的粗犷，只剩下疾风一样的迅捷。剑意疾风，一剑瞬杀，全场死寂。月光静静洒落，映着谢小乙嘴角那抹痞气的笑，也映着苏慕白脸上难以置信的错愕。这时忽然响起一声喝彩，正是城主白乐天的侍卫白刃。好剑法，快如疾风，势如惊雷，这才是真正的一剑瞬杀。旁边另一名侍卫黑风也开口称赞，先前还道他是野路子，没想到竟能使出比苏公子还快的一剑，厉害厉害！这两人正是曲水流觞会上兰亭别院的2名侍卫，修为已达3品。谢小乙之前见过他们俩武功，修为在场所有人都是知道的，所以他们的点评大家自然信服。所有人看向谢小乙的目光里满是惊艳与敬佩。白乐天率先回过神来，快步走上前，笑着打圆场。好好好，2位皆是清江城难得一见的高手，一招定胜负，点到即止，果然是少年英雄，风采照人啊！苏慕白脸色惨白，望着抵在咽喉的木剑，忽然转向白乐天：城主，我若说我今日身体不适，真气在体内出了岔子，你可信？这话一出，围观的宾客皆是一愣，随即有人窃窃私语，暗中鄙夷，说他在为自己的书找理由，也有不少人附和，以苏公子的人品，断不会找借口。白乐天笑着点头，信。苏公子光明磊落，我自然信得过。谢小乙心中暗自搭腔，连我都信，因为你不是身体不适，而是中我的外科手段。原来他之前和苏慕白碰杯的时候，悄悄地给他弹了点醉春风，那是他离开药炉前从以前藏东西的树洞里取回来的，以备不时之需。只是药量下的极低，因为太高了贿赂马脚，所以2个人斗到奋极药力才显现出来。苏慕白面无表情，伸出2指猛地拂开谢小乙的木剑，后退2步，对着谢小乙郑重抱拳：今日之事，算我输你一剑。3日后，我定提着腰间佩剑，在清江城演武场向谢兄讨教。说罢，他看也不看旁人，转身拂袖而去。谢小乙暗暗佩服，他倒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明明就是自己给他下了药，才赢了他一剑，他倒是直接认栽了。但转念一想，不对，3天后他用佩剑，那岂不是想以命相搏？到时候也没法给他下药了，我肯定不是他快剑的对手啊！要不我还是逃吧。宴罢人散，月色浸满长街。谢小乙带着他的战利品，那坛酒中仙里青莲所酿的寒檀香，大摇大摆地往外走。刚走出城主府的大门，正想借着夜色溜之大吉，身后忽然传来一道轻婉的声音：谢少侠，留步！谢小乙回头，只见傅瑶琴立在廊下，绿衫衣裙被晚风拂动，鬓边的碎发轻轻晃着，晚风拂绿衫，月色映佳人。哇，好美！这个美人还没弄到手呢，就这么逃之夭夭，岂不可惜？可万一不走被苏慕白那个情痴一剑杀了怎么办？怎么办？走很吃亏，不走会更吃亏。谢小乙心中一连串的反问自己，以致他都没听到傅瑶琴在和他说话，直到傅瑶琴夸他，谢小乙才反应过来，方才谢少侠那一招剑一疾风当真惊艳。呵呵，傅姑娘过誉了，妙手偶得的一招罢了。妙手偶得，谢少侠说话真是风趣。谢小乙刚要自吹一下，这是一个娇媚的声音飘入2个人的耳朵里。哟，在宴席上没来，眼去还不够，这回又偷偷私会呢。2人循声望去，正是那御生房房主穆娉婷。只见穆娉婷连步轻摇地走过来，眼波流转间尽是戏谑。穆姐姐说笑了。傅瑶琴脸上略显尴尬，我不过是与谢少侠说几句方才比剑的门道罢了。门道？穆娉婷嗤笑一声，伸出手指点了点谢小乙怀里的酒坛，我看是酒逢知己，话比酒浓吧。谢公子怀里这坛寒檀香，可是连城主都舍不得拿出来的宝贝。妹妹这是打算邀谢公子回雅音房共饮这坛佳酿。这话里的打趣明晃晃，谢小乙却半点不慌，抬手挠了挠下巴，慢悠悠道：穆房主这话可就冤枉我了，我正愁这酒太烈，没人陪我解解腻。至于傅房主嘛，我被他下过逐客令，这酒他肯定是不愿意和我一起喝的。傅瑶琴心头一跳，他怎地如此记仇？那日他那般轻浮，我若再不送客，我自己岂不也成了轻浮之人？哟，谢少侠居然被雅音房拒之门外。穆娉婷嘴角轻挑，似笑非笑地说：雅音房的琴是好琴，既然谢少侠无福消受，不如随我回去，我让姑娘们给你跳支霓裳舞，怎么样？说罢，他故意朝谢小乙勾了一下手指，那模样媚得恰到好处，却又不低俗。还有比剑的彩头你还要不要？谢小乙被他撩到了，心里是1万个要，把3日后和苏慕白的比剑都抛之脑后了。既然穆房主邀请，那我就……谢小乙话没说完，就被傅瑶琴打断了。穆姐姐怕是要落空了，谢公子方才已经应了我，要护送我回雅音房。哦，穆娉婷挑眉看向谢小乙，谢公子这话当真？谢小乙脸上挂着茫然，手指下意识摩挲了一下怀里的酒坛。这傅瑶琴是要唱哪一出？这不明摆着毁我的桃花运吗？谢少侠，我问你话呢。没错，刚才傅房主确实说天黑路远，让我送他一程。这话一出，傅瑶琴紧绷的肩膀瞬间松了几分，眉眼间都染上了几分笑意。穆娉婷见状，在谢小乙肩头轻轻一拍，故作惋惜的叹了口气：罢了罢了，倒是我来的不巧，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穆娉婷这话刚说完，
城主府的侍从也引着3辆乌木马车停在了阶下等候。既如此，我可就不碍2位的眼了。穆娉婷说着，手指在谢小乙肩头又轻轻一捻，话音极轻，正好2个人能听见。谢公子送完美人，今夜3更时分，我在西厢暖帐候你，可赶来？说罢，他也不等谢小乙回话，连步轻移上了最外侧的那辆马车，车帘一掀一落，只留下一阵淡淡的香风。侍从吆喝一声，马车轱辘轻响，朝着城南的方向去了。阶下顿时只剩下谢小乙和傅瑶琴2人。傅瑶琴抬眸看向谢小乙，方才凑在你耳边同你说了什么？嗨，能说什么？不过是穆房主玩笑话罢了，当真只是玩笑。方才他指尖捻你肩头，看着可不像是随口说笑。穆房主性子本就爱打趣，许是见我赢了苏慕白，故意逗我几句罢了。天色不早了，傅房主，咱们也该启程回雅婴房了，免得让你房里的人惦记。走吧。傅瑶琴率先迈步，语气变得清淡，听不出什么情绪。谢小乙掂了掂怀里的寒檀香，看着他的背影，快步跟了上去。马车缓缓驶动，谢小乙靠在车壁上，斜睨着对面正襟危坐的傅瑶琴，忍不住开口抱怨：傅房主，你方才可真是够狠的，平白无故断了我的桃花运，这笔账可得好好算算。哼，谢少侠言重了，若是真姻缘，又怎能被人断了？强词夺理。谢小乙低笑一声，身子微微前倾，语气带着几分痞气的撩拨：我怎么记得我可没因过要送你回雅婴房？傅房主这是强拉着我当护花使者。谢少侠说笑了，清江城夜里不太平，我一个女子赶路，多个人同行，总归是安全些。谢小乙傻了，真是让人头大。看来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亦或是平行世界的古代，女人的强词夺理都是天生的了。那傅房主打算怎么陪我？陪我一坛梅花酿，还是陪我另一个桃花运？这人说话怎地如此直白？傅瑶琴正自羞的出神，手腕忽然被轻轻一带，下一秒后背就抵上了车厢壁。谢小乙一只手牢牢撑在他耳侧，将他完完全全圈在了自己与车厢之间，壁咚的干脆又强势。你怎么了？干嘛这么紧张？我没有。谢少侠，请你退后些。谢小乙半点不退，反而俯身逼得更近，盯着他泛红的唇瓣，低头就朝他亲去。啪！傅瑶琴又羞又怒，抬手狠狠一巴掌扇在他脸上。谢少侠，请自重，我邀你回雅婴房，不过是怕你在御生房酒色过度伤身，别无他意。谢小乙不敢玩大了，靠回车壁抚了抚脸颊，慢悠悠地晃着腿。哦，如此说来，是我想多了，那可真是可惜了，我还以为傅姑娘喜欢我呢。谢少侠休要胡言，我虽不是什么名门贵女，却也知晓礼义廉耻，请勿再要口无遮拦。现在离雅婴房已近，我就不留谢少侠喝茶了。他这份矜持实在是让谢小乙吃不消，既不让他和穆娉婷走得太近，又不让自己和他走得太近，真霸道。谢小乙低笑一声，没再纠缠，伸手将怀里那坛沉甸甸的寒檀香往车厢里一搁。寒檀香送你了。说着抬手掀开车帘，夜风卷着月色灌进来，吹动谢小乙的衣摆，画面潇洒至极。傅瑶琴看着那坛酒，手指微微一颤，刚要开口说什么，就听谢小乙的声音从帘外传来，带着几分自嘲，又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怅然。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傅姑娘后会无期。话音落，谢小乙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夜色里，只余下马车帘轻轻晃动。傅瑶琴僵在原地，怔怔地望着那坛寒檀香。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这人随随便便说的一句话，就有足以名留千古的经验。他的才情绝非寻常，偏生又带着这般玩世不恭的痞劲儿，倒真是古怪的很。他说后会无期，难道他以后不想见我了？傅瑶琴看着车窗外的月色，忽然就感觉有些凉了。谢小乙离开傅瑶琴，他却没闲着，径直循着御生房那片灯火而去。相较于雅婴房的清雅，御生房的灯火更盛，丝竹弦乐之声隐约顺着夜风飘来。谢小乙脚下踏着燕翻云，御生方院内值守的护院连他的衣角都未曾瞥见，一路摸到西厢房外。这处院落安静得很，与前院的热闹判若两世，只有西厢房的窗棂透着淡淡的暖光，映出窗内隐约的人影。屋内穆娉婷正倚在妆台前，手中把玩着一支玉簪，似是在等什么人。谢小乙低笑一声，径直推门而入，扬声笑道：穆房主可是在等我？他轻功了得，进了屋，穆娉婷才惊觉回头，眼底闪过一丝讶异，随即漾开笑意。谢公子倒是来得快，还以为你会被傅妹妹绊住，或是没胆子来赴我这3更之约。谢小乙反手带上门，倚在门框上，痞气一笑：穆房主这般邀约，便是刀山火海也得来，何况是这般暖帐相归。穆娉婷闻言莞尔，转身时裙摆轻旋，竟已换了一身月白薄衫，烛火暖光落在衣料上，薄如蝉翼的料子贴附着身形，勾勒出玲珑起伏的轮廓，朦胧间添了几分入骨的柔媚。谢小乙心头猛地一跳，穆房主这一身可是专门为我备的。穆娉婷点头浅浅一笑，顺势俯身行礼。她微微毛腰的瞬间，领口随动作下落，那隐约的起伏轮廓让谢小乙呆住了。哇，好白！哇，好大！穆娉婷看着他呆呆的眼神打趣：谢少侠，是我好看一点，还是我那傅瑶琴妹妹好看？谢小乙捏了捏鼻子，他怕鼻血喷出来。早知道穆房主这般风姿，便是推了10趟雅婴房的约，也得先来赴你这3更之约。穆娉婷迎着他的目光往前轻挪半步，抬
抬手拨了拨鬓边发丝，灯火之下，风致嫣然。方才在阶下被傅瑶琴妹妹那般截住，怎么不见你这般嘴甜？莫不是见了我这薄衫，才舍得说几句好听的？嘴甜与否，得看对谁。穆房主这般明艳动人，我若是嘴笨，岂不是辜负了这良辰美景？说罢，谢小乙上前一步，便攥住穆娉婷的手腕。穆娉婷身子微颤，却没挣开，反倒抬眼撞进他眼底。谢少侠倒是心急。谢小乙低头逆着他领口那抹朦胧起伏，痞笑道：“心不急，是穆房主这模样太撩人了，实在让人按捺不住。”说着，谢小乙把他往怀里一带，另一只手顺势揽住他纤细的腰肢，力道不轻不重，刚好将人稳稳圈在身前。两人瞬间贴得极近，薄衫下温热柔软，让谢小乙指尖不自觉轻轻摩挲着。穆娉婷肩头轻颤，呼吸微微乱了，下意识抬手抵住谢小乙胸口。谢小乙一只手抱着他，另一只手勾起他的下巴，让他直视自己。你为什么选我，而不是苏慕白？谢小乙问得很直白，也很放肆，因为这是他心中的疑惑。穆娉婷淡淡一笑，在他胸口上一点。在这清江城论起情棋输，话都说我输给傅瑶琴，但我不甘心，我偏要在别的地方赢他一次。我能看出傅瑶琴偷偷喜欢你，我就要捷足先登，我就要霸占他喜欢的男人。原来如此，女人吃起醋来真的是不堪设想，自己原来不是猎人，而是猎物。果然啊，高端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谢小乙也不管自己究竟是猎手还是猎物了，俯身凑近，嘴唇蹭过穆娉婷泛红的耳尖，惹得她身子又是一软，发出一声嘤鸣。谢小乙心头一热，不再多言，俯身便打横将穆娉婷抱起。穆娉婷轻呼一声，手臂本能环住他的脖颈，薄衫贴身，软温的身子彻底落进他怀里。谢小乙竟直转深入了那间暖帐，帐帘一合，将满是烛火隔在外面，只剩帐内一盏小灯，映得人影交叠。谢小乙低头便附上穆娉婷的唇，吻得急切又滚烫。穆娉婷已经意乱情迷，完全放飞自我，任由谢小乙摆弄。一番深吻罢，谢小乙将人轻放在铺着软绒的床榻上，掌心贴着他薄衫，缓缓游走。不多时，两个人的衣服被一脚踹出床榻，落在地上。谢小乙之前早就闻香识女人，知道她非处子之身，不是双修的绝佳炉鼎。不过那和气绝今日也要用上一用。念头落定，和气绝悄然运转，淡淡的真气渗入穆娉婷的丹田，暖意循着经脉游走，与她体内元阴之气缓缓相融。穆娉婷只觉浑身发烫，身子软得没了力气，手指不自觉地缠上谢小乙的发丝，将他拉得离自己近了些。谢小乙借着和气绝功法，牵引着融合后的真气反哺回体内，软帐轻晃，真气脉脉，余下的万般风情尽在不言之中。转天清晨，穆娉婷先醒过来，披了件薄衣坐到铜镜前，本想梳妆打扮，可这一看只觉心头一紧，简直要命。铜镜里映出他脖颈间错落的红痕，顺着颈线蔓延到锁骨，胸口更是有深浅不一的印记。穆娉婷指尖轻轻抚过那些痕迹，只一碰便浑身轻颤，又羞又气，咬着嘴唇，转身快步冲到床前。谢小乙还睡得酣沉，穆娉婷扬起粉拳，对着他的胸口连捶击下。谢墨，你坏死了！你看你把我弄成了什么样子？脖颈锁骨全是这些红痕，我这模样哪里还能出门见人？谢小乙被捶得睁眼，惺忪睡意瞬间褪去，一看之下，眼底笑意渐浓，伸手一拉，便将穆娉婷拽进怀里，让她跌坐在自己腿间，牢牢扣住腰肢不放。娉婷姐姐，急什么？这是我的记号，旁人见了便知你是我的人了。什么记号？这般羞耻的痕迹挂在身上，传出去我的脸面都要丢尽了。呵呵，在我原来的地方，这可不叫什么羞人印记，这叫种草莓，是喜欢一个人才会留下的专属印记，越是真切才越是好看。穆娉婷一怔，瞬间忘了挣扎，抬眼撞进他眼底，满脸茫然。种草莓这名字倒新奇，哪有人把这般痕迹叫得这般古怪的？话音刚落，门外忽然传来轻缓的敲门声，伴着御声房侍女轻柔的嗓音：“房主，时辰不早了，楼下有几位熟客等着您抚琴，还有账房先生也候着您对账呢。”穆娉婷闻言脸色一紧，慌忙攥紧身上薄衣，生怕领口的红痕露出来，对着门外急声道：“我这2日身子不适，不便见人，抚琴之事暂且推了，账目也让账房先生先自行打理，你且退下吧。”侍女应了声是，脚步声渐渐远去，帐内一时静了几分。穆娉婷回过神，推了推谢小乙：“你也快些起身走吧，回你自己客栈去。”谢小乙眯眼笑：“好，我听你的，先回客栈。你放宽心，不出3日，这些红痕便会消了。”穆娉婷一听说要3天，立马娇嗔：“你坏死了！”谢小乙身上还沾着穆娉婷的体香，咧嘴一乐，脚下催动燕翻云，脚尖点上墙头，噌地窜出去，眼角界里，身形跟燕子掠的一样。春风灌进衣襟，带得他衣摆乱飞，3两下翻进客栈后院，轻手轻脚摸回房，外衣一扒，往床上一趴，脑袋沾着枕头就睡，管他什么江湖恩怨，先补个回笼觉再说。谢小乙脑袋刚沾枕头，还没睡踏实呢，窗外的鸟叫听得正烦，房门就被人笃笃敲上了。谢小乙伸个懒腰，打了个哈欠：“谁啊？”“谢公子，我家房主有请。”听声音就知道是傅瑶琴的侍女。门吱呀开了，谢小乙光着膀子
胸肌腹肌晃得人眼晕，活脱脱刚从床上薅起来的样子。侍女骚得赶紧别过脸，干咳一声。房主说，昨日公子留下的寒檀香极为难得，想请公子今日一早到雅音房共饮一杯，以谢公子赠酒之情。谢小乙原本打算起床后收拾衣下就溜之大吉，因为他不想和苏慕白再去比剑，但他一听寒檀香和傅瑶琴这两个关键词，整个人瞬间清醒，眼睛也亮了。副房主请我。侍女点了点头，是啊，房主特意吩咐要请公子务必赏光。谢小乙想像上次一样婉拒，但他转念一想，自己快走了，这一走恐怕不知道何年何月再见他，要不去赴约见傅瑶琴？不对，今天就算去赴约，肯定也没什么惊喜，估计又是要面对傅瑶琴的拒人千里。我既然师从华天以神医，要不我用药吧？穿越前现代不是有个梗吗？喜欢就追啊，追不上就强奸啊，强奸不了就下药啊，说不得今天要耍些手段了，不能一直被那矜持的傅瑶琴吊着，太被动了。谢小乙清了清嗓子，替我多谢副房主好意，不过我上午还有些私事要处理，不如这样，我下午亲自登门拜访，如何？侍女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他会拒绝早上的邀约，但还是点了点头。那我回去禀报房主。去吧，告诉副房主，我下午一定准时到。侍女的脚步声刚消失，谢小乙砰地关上门，脸上的笑意瞬间崩成了跃跃欲试的兴奋。今天无论如何不再扮演正人君子了，我可是神医的亲传弟子，医毒两道的精髓也掌握的8、9不离10了。禅心草、醉心藤、暖玉根，外加白色曼陀罗，等于我想要的催育配方情丝绕。傅瑶琴既然主动邀约共饮寒檀香，这机会要是抓不住，简直愧对师门。念头刚落，谢小乙身形一晃，一身睡衣瞬间换成劲装，脚尖点地，轻功施展的如同幽灵，眨眼间就掠出了客栈。他先窜遍了清江城的大小药房，禅心草、醉心藤、暖玉根这些寻常药铺不备的草药，竟被他在几家深藏巷陌的老字号要铺翻了出来。最后又直奔城外的南山，趁着晨露未熄，采了一朵带着清冽气息的白曼陀罗花。回到客栈时，日头刚爬到半空。谢小乙丢给店小二1两银子，让他给自己烧水沐浴。店小二得了银子，眼神里都蹦出了金光，屁颠屁颠的去给谢小乙烧水去了。不一时，浴桶的水就准备好了。谢小乙将草药分门别类，细细碾碎，禅心草的甜香混着醉心藤的微腻，再掺上暖玉根磨出的玉色粉末，最后丢入白曼陀罗花瓣，拌匀后投入滚烫的浴桶。热水一激，药粉瞬间化开，淡紫色的薄雾袅袅升起，香气轻而不妖，雅而不腻，正是他想要的效果。谢小乙舒舒服服泡了半个时辰，直到浑身毛孔都透着那股淡淡的药香，才慢条斯理地起身，换上一身黑色长衫，对着铜镜一照涮，自己都想日了自己。哈哈，今天神医传人出马，就不信拿不下你傅瑶琴。日头偏西，暖风裹着雅音房的琴音，悠悠荡过青石板巷。谢小乙负手走在路上，黑长衫被风掀了一角，身上那股淡淡的药香透着几分勾人的劲儿。雅音房的门童早得了吩咐，见谢小乙来，忙躬身引路。谢公子，我家房主在西楼雅室候着您呢。谢小乙点点头，跟着门童踏上西楼的木梯。刚走到廊下，就闻见一缕清冽的酒香，混着淡淡的檀香，从虚掩的窗子里飘出来。门童抬手叩门，里面传来傅瑶琴清冷的声音。推门而入的刹那，谢小乙的目光倏地一顿，与平日里端庄自持的模样不同，此刻的傅瑶琴换了一身白色襦裙，长发松松，正坐在窗边的案前，慢条斯理地烫着酒。案上摆着2碟精致的小菜，一碟琥珀色的醉花生，一碟翠色的凉拌笋尖，旁边还搁着那坛他留下的寒檀香。听见脚步声，傅瑶琴抬眸看来，桃眼映着窗外的晚霞，倒比平日里更柔和了几分。那双眸子扫过谢小乙身上时，鼻尖似有若无地动了一下。这是什么香？怎地如此让人心旷神怡？谢少侠倒是准时。傅瑶琴收回目光，稳住心神，执起酒壶，往2只白瓷杯里斟酒。谢小乙知道情丝绕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上瘾，需要和他再拉扯一会儿。副房主相邀，岂敢迟到？何况还有这等好酒。说着，故意往前凑了凑。傅瑶琴倒酒的手一顿，抬眼瞪他，谢公子身上可带着香囊是什么香气？谢小乙故作茫然地嗅了嗅自己的衣袖，挑眉笑道：香囊，许是今日沐浴用了些草药吧？怎么，副房主不喜欢？傅瑶琴的耳根悄悄泛红，别过脸去，将一杯酒推到他面前。不是了，只是感觉这香气很特别。谢小乙端起酒杯，指尖擦过杯壁，目光落在他泛红的耳根上。我沐浴时一向喜欢放些草药之类的，一来解乏，二来能提神醒脑。傅瑶琴微微蹙眉，这乃是提神醒脑啊，这分明是让人心口发暖，耳根发烫啊。谢小乙将酒杯凑到唇边，却没急着喝，反而看向岸上的寒檀香。酒中仙里青莲酿的酒果然不是凡品，今日能与副房主共饮，倒是不算辜负了他。傅瑶琴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酒液入喉，清冽中带着一丝回甘，放下酒杯，手中轻轻点着桌沿。昨日多谢少侠赠酒，赠酒算什么？若是副房主喜欢，我以后谢少侠饮酒便饮酒，莫要胡言。谢小乙心中暗啐，靠，还是这么矜持，这个女人啊，难怪到现在
还是个厨子，真的是个磨人的小妖精。谢小乙低笑一声，仰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抬手拎过酒坛，又给两人的杯子斟满，挑眉笑道：“副房主，这是怕我说出什么逾矩的话？放心，我只谈风月，不谈心事。”傅瑶琴抿了抿唇，没接话，只是端起酒杯又浅酌了一口。他现在内心天人交战，心里头跟揣了只兔子一样，突突直跳。明明只是寻常的熏香，偏生勾得他脸颊发烫，呼吸都乱了节拍。又是几杯酒下肚，傅瑶琴脸颊的红晕又深了几分，只觉得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挠着，酥酥麻麻的。谢少侠，你昨日说的那句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我当真是喜欢，信口开河，倒让房主见笑了。我说的是真的，谢少侠的才情可谓信手拈来皆成佳句，出口成章尽是风流。谢小乙被夸爽了，只是有感而发而已，难登大雅之堂。嘴上说着，手上又开始给傅瑶琴斟酒，来，再喝一杯，这寒檀香配着晚霞，才不算辜负了良辰美景。傅瑶琴向来自持，但被那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萦绕，只觉得浑身都透着一股暖意，竟没再推辞，抬手便接过了酒杯。谢小乙见状，眼底闪过一丝得逞的笑，目光却始终落在傅瑶琴起伏的胸脯上，等着情丝绕的作用慢慢发酵。酒下肚，谢小乙拎起酒坛，正要往傅瑶琴的杯中添酒，却被他抬手按住了杯口。傅瑶琴轻轻摇了摇头，声音软得像进了水。不知怎地，明明没喝多少，却酒意已经上头了。谢小乙顺势握住了他挡酒的玉手，轻轻揉捏了两下。傅瑶琴心头一颤，惊得赶忙缩回手，起身就往外走。门还没打开，谢小乙眼疾手快地攥住了他的手腕，那力道不算重，却让他挣脱不了。你这是干嘛？酒一上头，才不负这良辰美景。谢小乙的声音低沉下来，带着几分蛊惑，凑得极近，身上的情丝绕浑着酒香，铺天盖地地笼住傅瑶琴。傅瑶琴的心跳瞬间乱了节拍，脸颊烫得惊人，慌忙用力往回抽手。谢少侠，放手！他越是挣扎，谢小乙握得越紧，另一只手顺势揽住了他的腰。傅瑶琴猛地转过身，却被谢小乙从身后一把抱住。傅瑶琴慌了神，抬手去掰谢小乙的手臂，声音里带了点乞求：“放开我！你放肆！放肆！”谢小乙的嘴吻住了他的颈窝，呼吸灼热：“你这磨人的小妖精，身体反应可比你诚实多了。”傅瑶琴一呆，磨人的小妖精，身体反应诚实，这是什么稀奇古怪的虎狼之词啊？谢小乙见他发呆，趁热打铁，腾出一只手就顺着他衣襟往里伸。傅瑶琴浑身发软，脑子里一片空白，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想去摸什么，直到他的手揣摩出一个样式来，他才惊觉按住了那不规矩的手。你住手！住手！谢小乙的手收得更紧了，声音低得像耳语：“你如果现在说放手，我可以立马走。”我傅瑶琴的睫毛剧烈的颤抖着，唇瓣被牙齿咬得泛白，明明到了嘴边的放开二字，却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怎么也吐不出来。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谢小乙那越界的手上传来的温润体温，而那样的触摸让他突然觉得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身体就像被打开了某个开关，让他欲罢不能。谢小乙等了半晌，没听见他的半句拒绝，眼底闪过一抹了然，情丝绕起作用了。更重要的是，他心里本就有他。谢小乙的唇缓缓离开傅瑶琴的颈窝，沿着细腻的肌肤往上，轻轻蹭过他的耳廓，最后停在那小巧的耳垂上，轻轻咬了一下。傅瑶琴身子一颤，忍不住发出一声轻轻的闷哼，攥着谢小乙手背的手指不知不觉间松了。谢小乙捕捉到了他的软化，心头一荡，转而扳过他的肩，让傅瑶琴转过身来面对自己。四目相对的瞬间，傅瑶琴慌乱地闭上眼，长长的睫毛抖得像蝶翼，脸颊红得能滴出血。谢小乙低笑一声，俯身凑近，对着他的唇瓣亲了上去，那吻很重，带着多日等待的急不可耐。傅瑶琴的身子僵了一瞬，随即软倒在谢小乙怀里，他没有再推拒，只是握着他的衣襟，手在微微发抖。谢小乙感受到了他的迎合，心头的悸动瞬间蔓延开来，吻渐渐加深，带着压抑了许久的欲念。就在唇齿相依，药香与酒香缠得难分难解之际，嘟嘟嘟的敲门声突然响起，侍女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带着几分小心翼翼：“房主，您要不要添些蜜子青梅？晚风吹得凉，配着寒檀香，正好解腻呢。”这话像一盆冷水，瞬间浇醒了傅瑶琴几分神智。她浑身一颤，嘴唇往回缩了缩，躲开了谢小乙的牵制。现在明明只要开口唤住侍女，就能让她退开，也能让这场失控的旖旎戛然而止。可话到了嘴边，却变成了急促的轻喘。傅瑶琴偏过头，朝着门板的方向哑声斥道：“不必了，我这里好得很，你下去吧，别再来打扰。”谢小乙的嘴唇就贴在傅瑶琴的唇角，将她这番口是心非的话听得一清二楚。他眼底的得意更浓了，抬手扣住傅瑶琴的后颈，不让她再躲，舌尖勾住了她的阴唇。门外的侍女愣了愣，小声应了句是，脚步声便渐渐远去。傅瑶琴听着脚步声消失，紧绷的身子彻底软了下来，连推拒的力气都没了，只任由谢小乙抱着。鼻尖的药香，唇间的酒香，还有他身上的温热气息，将他整个人都裹了进去，再也分不清是酒后乱性还是本心所向。谢小乙的吻愈发缠绵，手轻轻拂过傅瑶琴泛红的脸颊，见她彻底软在自己怀里，便打横将她抱起。傅瑶琴嘤鸣一声，
下意识地揽住谢小乙的脖颈，鼻尖的情丝绕香让他连睁眼的力气都没了。几步就到了内室的软榻边，谢小乙将他扔在了床榻上，俯身凝视着他酡红的脸颊、微肿的唇瓣，伸手拨了拨他鬓边散乱的发丝，动作温柔，一点也不像平日的痞帅模样。紧接着，手指勾住傅瑶琴白衣如裙的系带，轻轻一扯，便听嗤一声轻响，罗带松落。傅瑶琴睫毛颤抖，眼帘朦胧，任由着谢小乙的手指一寸寸轻解罗长。一段缠绵后，谢小乙开始贴着傅瑶琴的后腰，一股温润的内力循着她的经脉缓缓游入。傅瑶琴只觉得有一股暖流从腰腹漫开，与体内翻涌的酒意交织，浑身酥软的像浸在温水里，这让她感受到了做女人以来前所未有的舒适。一时间，无意识的娇喘，无意识的呻吟在她鼻腔里轻轻发出。谢小乙嘴角泛起得意的笑，掌心贴着她的后背，引导着两股气息缠缠绕绕，汇于丹田后又反哺回自己体内。帐幔微动，月色悄然淌过榻边散落的罗长，窗外的树影晃得东摇西摆，根本停不下来。谢小乙只觉傅瑶琴体内的元阴之气磅礴如海，源源不断地涌入自己的经脉，丹田之中真气陡然拔高，经脉里的气流呼啸奔腾，竟如大江大河一样翻涌。他心头巨震，下意识地凝神内视，只见原本稳固的四品境界，此刻竟如薄冰般寸寸碎裂，一股更为浑厚的气息自丹田升腾，直冲四肢百骸。不过瞬息之间，那股阻滞感彻底消散。五品境界着这次和气绝双修，一举突破到了五品境界。哈哈，该高兴呢，还是更高兴呢？一番欲仙欲死，不知天地为何物后，谢小乙低头看向怀中昏沉软腻的傅瑶琴，这女人实在太磨人，换做从前的自己，怕是早就霸王硬上弓，哪会这样迂回？可如今不同了，躯壳里是谢小乙的桀骜邪性，与谢墨的温润良善交织融合，也正因如此，才用了情丝绕。但药力虽能催发人心底欲念，却绝不会违背本心。傅瑶琴若对自己半分情意都无，纵使药力再猛，他也不会那么配合。反之，若是心中有自己，便会心甘情愿的沉沦。至于此番借着他的处子元婴，一举突破到五品修为，更是无心插柳，压根未曾预料到。欣喜之下，谢小乙嘴唇轻轻落在傅瑶琴光洁的额头上，喃喃自语：“瑶琴，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傅瑶琴似有所感，了一声，往他怀里又钻了钻，浑然不知自己的处子之身竟助他完成了无数武者梦寐以求的突破。晨风掀起床帐一角，几缕金光落下来，砸在他边的散乱衣服上。天刚亮，窗棂染了小光，眼角的露水往下掉，吵醒了屋里的酣睡。傅瑶琴被身侧的呼吸声闹醒，鼻尖先钻进来一股男人味，她将着脖子转头，谢小乙睡得正香，侧脸利落，睫毛耷拉着，没了平时的痞气，竟有些安稳。昨夜的片段猛地涌上来，酒意里的纠缠，侍女敲门时的心慌，还有后来的意乱情迷。傅瑶琴脸颊疼得烧起来，猛地别过脸，抬手想去推谢小乙，可手刚碰到他手臂，又跟触电似的缩了回去。醒了，谢小乙的声音猝不及防地在他耳边响起。傅瑶琴身子一僵，就听身侧的人轻笑一声，翻身坐起，随手拢了拢散乱的头发。晨光落在他身上，竟让傅瑶琴清晰地察觉到，他身上的气息似乎与昨夜不同了，更沉更稳，像是山巅云雾散去后的轻松，多了股难以言喻的压迫感。他不知道自己间接地帮谢小乙从4品修为直接跃进到了5品，气场感觉当然不一样了。你，傅瑶琴咬着嘴唇，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从何开口，斥责他放肆。可昨夜自己分明没有半分真的抗拒，说些别的，喉咙里像是堵了麦芽糖，心里甜甜的却没法开口。谢小乙瞧着他这模样，心头欲贴得很，俯身靠近，手轻轻拨弄他鬓边的碎发，语气带着几分戏谑，又藏着几分认真。傅房主，这是想不认账，还是觉得昨夜的我不够好？胡说！傅瑶琴猛地抬眼瞪他，没了往日里拒人千里的清冷，反倒多了几分女儿家的娇嗔。你昨天本就是故意的。我当然是故意的。谢小乙打断他，手指轻轻捏住他的下巴，让他看着自己的眼睛。若你心里没有我，我就算再怎么故意也没用吧。傅瑶琴被戳破心事，别开眼，终是没再反驳，只是垂着头小声道：无赖。这声无赖没有怒意，反倒像撒娇。谢小乙心头一喜，顺势将他揽进怀里，一只手把握着他胸前的柔软，低笑道：今日折了你这带刺的海棠，方知何为滋味销魂。天啊，他的虎狼之词又开始了。傅瑶琴羞得耳根红透，反手轻轻捶了他胸膛一下。登徒子还敢拿海棠取笑我？说着，指尖又轻轻戳了戳谢小乙的胸肌。往后不许再这般胡闹狂妄了。谢小乙得手后意气风发，手指玩的不亦乐乎，一时兴起，仿照戏张仙杜转起来，朗声吟道：二芭蕉鹅青丝郎，一树梅花压海棠，休言玉指弦音傲，少年自有少年狂。傅瑶琴闻言一怔，耳间的红意瞬间又漫上脸颊。傅瑶琴抬手轻轻捶了谢小乙一下：好你个谢幕，满脑子的歪理，竟还能诌出这样的句子来。话落，他又细细咀嚼了一遍那4句诗，细品之下，方才的羞赧渐渐化作了几分惊艳。一树梅花压海棠，亏你想得出来。虽说是登徒子的口吻，却偏偏说的这般潇洒肆意。傅瑶琴抬眼看向谢小乙，眸光清亮，
带着几分真心实意的赞叹。旁人作诗总爱堆砌辞藻，故作高深，你倒好，直白坦荡，偏生藏着一股少年人的桀骜义气。这少年自有少年狂，说的可不就是你自己？这般句子，哪怕是被夫子听见了要罚抄书，也定会忍不住暗赞一声：好个狂傲少年郎！谢小乙呵呵一笑，又开始不规矩起来。那瑶琴，你是不是对我的喜欢更浓了？手拿开，我这里都肿了。你这是干嘛？你说呢？还能干吗？你是牛啊，也不怕累着，我还可以更累点。话音刚落，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极轻的叩门声，房主该起身梳洗了。傅瑶琴身子一僵，慌忙推开谢小乙，看着床榻上散乱的衣服，嗔怪地瞪了他一眼。都怪你，怎么办？谢小乙微微一笑，手指在他泛红的脸颊上轻轻一捏，身形骤然一动。不过瞬息之间，原本散落在榻边的黑色劲装便已严丝合缝地裹在身上，利落的不见半分拖沓。我脱女人衣服的速度和我穿衣服的速度一样快。说罢，不等傅瑶琴臊得脸红，人已经滑到了窗边，抬手就推开半扇窗棂。放心，我保证不会让别人发现。紧接着施展出燕翻云轻功，飞出窗外。窗外的树枝轻轻晃动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平静。傅瑶琴望着空荡的窗棂，小手微微收紧，嘴角却忍住现出一抹浅浅的笑。一旁的侍女只当她是在脑尘纷扰了梳妆，低声道：房主，风大，可要关上窗？不必了，这风其实挺好的，你来帮我吧。侍女应声上前替傅瑶琴挽起长发，梳妆起来。傅瑶琴看着铜镜里自己泛红的脸颊，突然瞥见锁骨处淡淡的红痕，心中一颤，赶忙用衣衫遮了一下，偷偷瞄了一眼侍女，发现她并没有看见，这才放心。都怪她，昨个一边亲一边非说这是什么种草莓，我都不知道草莓是什么，真不知道她哪来的这多新鲜词语，偏生说的这般无赖又撩人。昨夜的温存好像还在傅瑶琴心中流淌，她忽然低低笑了，原来做女人竟这般好。一旁的侍女正替她挽着最后一缕发丝，抬眼瞥见铜镜里自家房主忽而羞红了脸，忽而又漾出笑意，不由得看傻了。房主这是怎么了？脸上的表情一会儿变一个，前前后后怕是有8次了吧？该不会是方才吹了晨风，中了什么邪吧？谢小乙回到客栈后，脚步都带着点飘，他摇摇头，会心一笑，往床榻上一歪，枕着手臂嘿嘿直笑。哼，女人啊，一旦尝到了情爱的甜头，骨子里那点软妹女儿情态终究是藏不住的。这傅瑶琴看着矜持在床上原来这样柔媚，不枉费我费了半天心思周旋。笑意正浓时，谢小乙歪眼正瞥见了床头的关沧海，脑子冷不丁蹦出比剑2个字。苏慕白那铁青的脸，还有那句掷地有声的3日后提剑讨教，笑容倏地僵在嘴角。谢小乙一拍脑门，暗骂靠了，得意忘形了。先前苏慕白是4品巅峰修为，一柄快剑就逼得他只能靠下药和身法周旋，如今对方要提着真剑来，谢小乙猛地坐起身，抬手运起内力，一股远比往日浑厚的真气在丹田中翻涌，顺着经脉游走4指百骸。5品，现在已经是实打实的5品修为，我害怕个锤子！谢小乙眼睛亮了，先前的担忧散了大半。4品和5品虽是一阶之差，却是天壤之别，内力的雄浑程度根本不在一个层面，我干嘛要怕？可转念一想，苏慕白的快剑成名已久，剑法造诣远在自己之上，就算自己修为略胜一筹，比剑术怕是依旧讨不到好，只靠着一招剑一疾风，怕是赢不了他吧？之前能赢完全是给他下了药的缘故，现在谢小乙眉头紧锁，摸出枕头下那本泛黄的剑八式，手中不自觉地翻到了最后一页，笑红尘，氧气蓄势，藏风于桌，愈久愈强。先前练剑时只觉这一式玄之又玄，如今内力暴涨，再看这行小字，忽然醍醐灌顶。苏公子这身白衣也太俊美了，剑眉星目的，比画本里的侠客还要好看。要是能嫁给苏公子这样的人，天天给他磨剑煮茶，我都愿意。花痴了你想磨的是哪把剑？什么那把剑？当然是磨，我呸！你们别发骚了，看那个谢幕也挺俊美的呀，光俊美有什么用？人家苏慕白公子家世好，武功高，今天定会把那谢幕打得落花流水。一时间嘈杂之声不绝于耳，给这场斗剑增添了几分趣味。这时城主白乐天身着锦袍，在2名贴身护卫的陪同下缓步而来，走在左侧的是白刃，面色冷峻，腰间长刀未出鞘，却透着摄人的寒气。右侧的黑风身形魁梧，一双虎目扫视全场，正是那2位3品修为的顶尖高手。2人一左一右护着白乐天落座观礼席中央。白乐天抬手压了压场面，朗声道：今日这场比剑点到即止，莫伤了和气。话音刚落，人群中又起一阵骚动，只见傅瑶琴一身绿衫襦裙，由侍女陪同着缓步走上观礼席东侧，目光不自觉地往谢小乙的方向瞟。紧随其后的是御生房房主穆娉婷，她穿了一身明艳的绯色长裙，摇着鎏金折扇，眉眼弯弯地坐在傅瑶琴身侧，视线在谢小乙和苏慕白之间转了一圈，脸上现出一丝担忧。这2人的出现让在场所有男女看客人来疯了起来，一时之间演舞台四周人声鼎沸，叫好声议论声此起彼伏，当真称得上是战无虚席。谢小乙听得台下的喧嚣，缓缓睁开眼，眼底的惺忪散去，
只剩一片澄澈的锋芒。他抬手握住关沧海的剑柄，缓缓站起身，目光与关礼席上的傅瑶琴隔空相撞，嘴角勾起一抹痞笑。而苏慕白见他这般模样，更是怒不可遏，长剑直指谢小乙，声如寒冰：“谢墨，今日定要让你知道何为真正的剑术。”谢小乙这个时候正运转真气养剑蓄势，他没法开口，只是笑着点点头。而台下姑娘们疯了，见苏慕白长剑出鞘，银芒耀目，顿时爆发出一片娇呼：“苏公子好飒！这气度简直是剑仙下凡！”谢小乙不能说话，但他能腹诽：“切，一群无知的娘们儿！你们要是见过一剑小天下沈北洛的破天一剑，就明白什么才是剑仙下凡了，那还不帅死你们！”这时关礼席东侧，傅瑶琴紧紧盯着谢小乙，一声低唤脱口而出：“谢公子，小心应对！”这话不偏不倚落进苏慕白耳中，瞬间像一根针戳破了他的自持。他猛地转头看向傅瑶琴，那眼神简直就是心碎的神伤。谢小乙嘴角微微上扬，看着傅瑶琴点了点头。这二人也算是在公共场合眉目传情。苏慕白更吃醋了，狠狠地看向演舞台上的谢小乙，渐渐抖出一道冷冽的寒光，怒声喝道：“谢墨，敢不敢与我赌一局？”谢小乙没说话，看着他挑眉。苏慕白继续说：“今日谁输了，便永世不得再对瑶琴姑娘有半分念想，从此在她面前销声匿迹。”谢小乙对着苏慕白淡淡点头，既不高声应和，也没半分退缩。这副云淡风轻的模样，在苏慕白看来就是赤裸裸的轻蔑。他再也忍不住了，整个人气的额角青筋暴起，手腕突然急旋，长剑挽出3朵炫目的剑花，剑锋烈烈卷动衣带，引得台下又是一阵女子的欢呼叫好。猖狂，看剑！苏慕白怒喝着飞身掠出，满腔怨怒携着4品巅峰的内劲尽数灌入剑身，唰，长剑破开空气，一道寒光直刺谢小乙心口。剑未至，剑锋已先一步刮得演舞台尘土纷飞。这一剑要是刺中，谢小乙怕是要被透心凉，心飞扬。台下不少围观者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傅瑶琴紧紧抓住穆娉婷的手，把穆娉婷抓得哎呦一声，惊呼出口。就在此时，谢小乙终于动了，他右手蓦地握住关沧海剑柄，拔剑出鞘的刹那，一道龙吟般的剑鸣响彻演舞台。剑八，笑红尘3个字破口而出，关沧海剑身嗡鸣震颤，一道厚重的剑气呼啸而出，与苏慕白的长剑轰然相撞。只听咔嚓一声脆响，苏慕白手中的长剑被从中斩断，断剑带着半截剑尖倒飞出去，叮的一声插进演舞台的青石砖里，入13寸。而那道厚重的剑气于是未消，带着摧枯拉朽的力道，直直撞上苏慕白的胸膛。苏慕白瞳孔地震，魂飞魄散，拼了命将全身内劲提聚于丹田，双手交叉护在胸前，试图硬汉这股剑气。但那剑气威力远超他的想象，只听砰的一声闷响，护体真气如同纸糊的一样寸寸碎裂，狂暴的气劲猛地凿进他的脏腑。哇！苏慕白喉头一甜，一大口鲜血喷溅而出，血雾在空中散开，染红了他洁白的衣袍。他整个人向后倒飞出去，足足飞出7、8丈远，才重重撞在演舞台边缘的石柱上。轰隆一声，石柱被撞得崩开数道裂痕，碎石簌簌掉落。苏慕白软倒在地，浑身经脉震颤，4肢百骸像是被拆开重组过一般剧痛难忍。这怎么可能？3日不见，他的剑意竟如此之强？难道那天用木剑比试他是装出来的？他这修为也太深不可测了吧！苏慕白瘫在地上，嘴角不断溢出鲜血，眼神涣散，却还死死瞪着演舞台中央的谢小乙，满是不甘。饶是他拼尽了毕生修为护住心脉，此刻也已是身受重创，连动弹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见8笑红尘的剑气落幕，全场一片死寂，连风吹过演舞台的声音都清晰可闻。先前叫嚷着苏慕白帅气的姑娘们，此刻都捂住了嘴，脸上的痴迷尽数换成了惊吓。一招，居然只用了一招就击败了他们的心上人。所有人望着地上奄奄一息的苏慕白，再也说不出一句追捧的话。围观的江湖客和名门子弟开始交头接耳，这一剑的威力太恐怖了吧！4品巅峰竟如此不堪一击，那姓谢的难道先前一直藏拙？这剑意怕是都超7品了吧？城主白乐天见苏慕白伤成这样，脸色一变，急忙高声喝道：“快抬软轿来，把苏公子送回府中，请最好的医师诊治。”府卫们不敢怠慢，立刻匆匆忙忙地往演舞台边赶。就在这时，谢小乙迈步走下演舞台，径直来到苏慕白身前，对着疾步而来的白乐天抬手道：“城主且慢。”白乐天一愣，眼中闪过一丝警惕。谢少侠何意？在下师出华天乙，略通医术。谢小乙语气平静，指尖已经搭上了苏慕白的脉门。他是被剑气震伤了经脉，寻常医师怕是束手无策，贸然挪动反而会加重伤势。这话一出，全场又是一阵哗然。谁也没想到，他不仅剑术超群，竟还是神医弟子。白乐天也是又惊又喜，连忙道：“原来谢少侠竟是华神医高徒，那便有劳了。”谢小乙点点头，从怀中摸出一个青瓷小瓶，倒出一粒青色丹药，那是他离开药炉时华灵书赠他的治伤灵药，一般内伤都有极强的疗效。谢小乙将药丸捏在手中，撬开苏慕白的牙关就喂了进去。丹药入喉即化，不过片刻，苏慕白原本涣散的眼神慢慢有了一丝焦距，嘴角溢出的鲜血也渐渐止住。谢小乙见状轻轻点头：“可以了，命能保住，
不过需要一处僻静处，我要施针给他打通经脉。白乐天闻言，悬着的心彻底落了地，当即大手一挥，快，背上软轿，再传我令，将城主府系跨院清出来，任何人不得擅入。府卫们应声而动，片刻间便抬着软轿匆匆赶来，小心翼翼地将苏慕白抬了上去。谢小乙将官仓海剑归鞘，迈步跟上软轿的步伐，一行人浩浩荡荡朝着城主府的方向而去。与此同时，演武场东侧的茶阁顶层，茶香袅袅，氤氲了半扇窗户，窗边凭栏立着两人，一人鹤发童颜，青布道袍，手中把玩着一枚温润的白玉棋子。他目光似穿透了楼下喧嚣的人群，落在谢小乙收剑的身影上，嘴角露出似有若无的笑。剑八，笑红尘。想不到华佑武有了亲传弟子。他身侧立着个青年人，眉眼清俊，恭恭敬敬地捧着茶盏，忍不住低声问道：“师傅，这谢末的剑八，笑红尘，竟能一剑震碎4品巅峰的经脉，这份剑意，怕是已到了7品之上了吧？”老道缓缓摇头，将玉棋子往窗台上一放，发出一声轻响：“还差得远呢。他这不过是养剑蓄势所使出来的一剑，同样的一剑他使不出第二次，除非你给他个把时辰，再让他养。”青年人顺着师傅的目光望去，正瞧见谢小乙跟着软轿远去的背影，又问：“想不到路过这清江城，还能看到这么一场的精彩对决，真是大开眼界。”精彩！老道端起茶杯，浅啜一口，眸中闪过一丝金光。这些小子连剑8、3成的剑意都没使出来，他还差得很里。师傅，你看苏慕白的武功怎么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江湖上人称他是4款，什么天上的雷电，地下的风，苏慕白的剑。这小子啊，可能是把马屁当真了，今天受伤也是自找。那师傅，今年咱们天下第1庄的榜单，乾隆榜，要不要那这些墨牌进去？我看他倒是一块美玉，等等再说吧。回头查一查这个谢墨，江湖上怎么平白无故多了这么一个少年，倒也是稀奇。青年人抱拳行礼：“是，师傅。”走。老道将茶盅放在桌上，转身下了茶楼，随我去见一见那华佑武。说起来也是有18年没见了吧。青年人往茶桌上丢了一锭银子，缓步跟了上去。清江城西角陋巷深处茅草屋，漏风的窗户里飘出呛人的烧酒味儿。一个满面红光的老头盘腿坐在磨得发亮的石凳上，左手捏着半块酱牛肉，右手掂着个豁口的酒碗，嘴里嘀嘀咕咕一本泛了黄的小人书，随手换了100两白银。啧，够我酒肉不愁，快活个1年半。话没说完，吱呀一声，虚掩的柴门被风推开，2道身影立在门口，一老一少，老的是一名道人，少的是一名青年。老头端着酒碗，眼皮也没抬一下。去，今儿个老子不摆摊不卖书，要寻秘籍的，改日再来。话音刚落，门口老道指尖微动，一枚把玩许久的白玉棋子如一道流光破空而来，直取老头眉心。玉棋子，弹指穿云。老头瞳孔一皱，酒碗往石桌上一蹲，随手点出一指，嗖，一缕凝练如丝的剑气从他指尖陡然射出，恰到好处地撞上那枚棋子。2股内力轰然对冲，玉棋表面瞬间爬满蛛网般的裂纹，气浪卷得石桌上的酒水飞溅，不能浪费。老头喉结滚动，另一只手猛地凌空运力一拧，洒落的酒水瞬间凝成一枚圆润透亮的水球，悬在他掌心之上一滴未落。青年人眉头一皱，冲口而出苍龙吸水。老头咧嘴一笑，手腕翻转，将那枚酒水球径直送入口中，咕咚一声喝了下去。就在他吞咽的刹那，砰的一声脆响炸开，半空被剑气与指力死死钳住的白玉棋子抵不住2股内力的碾压，生生震成玉粉，簌簌落在地上。老头这才缓缓抬眼，目光里的醉意褪去大半，盯着老道冷笑：“天算子谢道玉，老鬼，几10年不见，见面就动手。”那老道呵呵一笑：“老剑痴华佑武，你是喝酒喝傻了，总共才18年，哪有你说的那么久？”青年人迈步上前行礼：“晚辈司徒睿，见过折剑仙。”春风吹过，陋巷里的酒香好像淡了些，但谁能想到，这2个在陋巷里看似寻常的老者，竟都是江湖上多年前的传奇人物。谢道韫人称天算子，能窥天机，断祸福，改阴阳，更能盗取上天气运，以此抵挡逆天行事引来的天道反噬。而华佑武曾是名动4方的醉酒折剑仙，一柄铁剑挑翻36座剑庄，如今却隐姓埋名，在清江城靠卖假秘籍度日。华佑武瞪了司徒睿一眼，随手抹了把下巴上的酒渍，没好气道：“少来这套虚礼，你师父当年害得我徒儿生死道消，老子现在还生气哩。”谢道韫闻言缓缓摇头，那双能窥破天机的眸子里竟难得浮起几分怅然。18年了，我也没有想到当年大圣皇帝会做的那样狠毒。说着抬眼望向陋巷上空的一方天，云层卷舒，似藏着无尽玄机。你倒是我算计天下，殊不知那黄袍加身的龙椅上坐的从来都不是什么真龙天子，而是一头世人的饕餮。当年黄梦龙揭竿而起，搅动天下风云，本是要替苍生讨个公道，拆了那腐朽的庙堂。可我算尽了天时地利，算准了黄梦龙的起落，却唯独没算准帝王心术。司徒睿在一旁听得心惊，垂着头不敢言语，只觉这寥寥数语里藏着18年前那场席卷天下的血雨腥风。华佑武捏着酒碗的手猛地收紧，眼中的醉意彻底散去。这么说，
当年的事你早一清二楚。谢道韫也不藏着掖着，计谋原本就是我出的。当年我身为帝师，那利用黄梦龙起义趁机削弱各路藩王的计谋，本就出自我的手笔。这话如同一道惊雷，狠狠劈在华佑武的天灵盖上。好一个帝师，好一个算计天下的天算子！华佑武突然朗笑出口，刹那间，一股凛冽到极致的剑气陡然从身上迸发，无形无质，却又真实可感，将陋巷里的尘土都逼得倒卷而回。石桌上的酱牛肉、酒壶尽数被掀飞，酒水尚未落地，便被剑气割裂成细碎的水珠。司徒瑞脸色巨变，抬手拧起护体真气，却仍感觉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整个人似是被剑抵住了喉咙，那股威压竟让他半步也迈不动。我那徒儿剑心澄澈，是百年难遇的剑劈，就是被你给毁了。说罢，华佑武猛地抬手，指尖一点，一缕凝练如石的剑气破空而出，直逼谢道韫。这一剑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却快到了极致，带着18年积压的怨怒，带着剑仙巅峰的威慑，像要将眼前这老狐狸挫骨扬灰。谢道韫，今日我便替我徒儿讨个公道。剑气未至，谢道韫周身的空气已被扭曲变形，他依旧负手而立，脸上的怅然未消，但却带着算尽世事的从容。突然，一道透明的气墙在他身前形成，那缕剑气撞上气墙，发出一阵锐响，紧接着一道道裂痕在气墙上蔓延。不过呼吸间，看似坚固的气墙轰然炸碎，化作漫天劲风四散流转。经此一挡，华佑武那道凝练如丝的剑气也是强弩之末，残余的剑意撞上谢道韫的衣襟，撕开一道寸许长的口子，便彻底消散在空气中。谢道韫低头看了眼破损的衣料，眸中怅然更浓，声音依旧平静无波：18年了，你的剑还是这样凌厉，可就算你今日杀了我，那孩子也活不过来了。他顿了顿，语气沉了几分：当年我的计谋是通过黄梦龙削藩，削的是那些拥兵自重、鱼肉百姓的藩王，何曾想那小皇帝过犹不及，竟会把众藩王逼入绝境。谢道韫手指抚摸着腰间玉箫，抬眼望向流云，像是在回忆当年藩王联军一路烧杀抢掠，本没把那洛城关放在眼里，那城无险可守，并非兵家要地。可他们听闻城主之女谢灵运正是那天下第一美人，就疯了似的想破城抢人。天生剑胚眉星遥，御剑千里，一人一剑，以一敌万，替恋人独守洛城关，最后杀了3大藩王，也因此命陨人间。谢道韫叹了口气：当年你那徒儿冲冠一怒为红颜，杀了3大藩王，最后也身死道消。不过我以乾坤手将眉星遥的残魂聚拢，以助他转生。华佑武浑身的剑气猛地一滞，激动之下声音都在沙哑：你说什么？我那徒儿转生到了哪里？谢道韫指尖的蒜绸轻轻一颤，摇了摇头，语气里掺了几分罕见的无奈：天道茫茫，命里最是叵测。他的魂魄因手一成，迅一诺染了太重的执念，转生之后便引了天机。我推演了18年，卦象次次都是混沌一片。华佑武瞥了他一眼：老算子，你这话和放屁有什么区别？谢道韫微微一笑，走到华佑武近前坐了下来。当时我夜观星象，算定你那徒儿转世之后必会亲自去东海一游，我便将这话原本告诉了谢灵运那丫头。她本打算殉情缢死了之，见我说她还有机会重逢眉星遥，她便弃了洛城关的残垣，去了东海之滨，一等就是18年。这些年她以潮汐练剑，以海风助兴，早已练成宗师级的剑术。她现在未必输于你个老剑痴了。谢道韫手指轻敲石桌，忽然想起茶楼上那一幕，又道：说起来，方才我在这清江城演舞台那看了一场比剑，倒是有件趣事，与你这老剑痴脱不了干系。华佑武挑眉，将重新拿出来的酒碗在石桌上一顿烧卖关子，有屁快放！你压箱底的剑巴士，莫不是10几年前就随手丢了？谢道韫慢悠悠地说：一个时辰前，清江城演舞台上有个毛头小子，用你那剑扒最后一式笑红尘，一剑把那白衣书生剑苏沐白劈得经脉尽震，吐血倒飞，现在还躺着呢。华佑武的手僵住了，刚斟的酒大半洒了出来。剑疤笑红尘，几天前那个穿着玄衣的少年，眼神亮得惊人，最后讨价还价，用100两白银买了他的秘籍。当时只当是哪个富家子弟闲得慌，买本秘籍图个新鲜。难道他练成了？那小子叫什么名字？谢道韫看着他失态的模样，笑意渐浓。据我所知，他不过初茅庐，只晓得他自称谢幕。不过他和你真的有点渊源。什么渊源？他是你那侄子华天乙的徒弟。华佑武一呆，想到华天乙那个侄子，不禁让老头翻了个白眼。我那侄子就会沉迷医术，武道平平，哪能教出学会剑巴士的徒弟？谢道韫所答非所问，这小子倒是个妙人，打赢了苏沐白不算，还亮出了华天乙弟子的身份。这会儿怕是正在城主府给那苏沐白施针疗伤呢。城主府西跨院，进得落针可闻。谢小乙盘膝坐在一张矮凳上，指尖捏着一枚3寸长的银针，慢悠悠地拔出。榻上的苏沐白睫毛颤了颤，艰难地睁开眼，望着谢小乙专注的侧脸，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有不甘，有屈辱，也有感激。忙活了足大半天，谢小乙终于松了口气，收了银针，又摸出一粒丹药为苏沐白服下，这才罢手。白乐天一直在等候消息，
听苏慕白转危为安，当即拱手道谢。谢少侠医术通神，大恩不言谢。府中已备下薄酒，让我略尽的主之意。谢小乙为了比剑，已经2天没和傅瑶琴亲热，这个时候早就按捺不住，连连摆手。城主客气了，举手之劳罢了，我还有事，先行告辞。白乐天见说，也不强人所难，随即命令白刃，你送谢。他话没说完，谢小乙黑衣身影早已掠过廊檐，几个起落便出了城主府，半点不留情面。白乐天望着他消失的方向，无奈地摇了摇头，这是有什么样的事能急成这个样子？谢小乙踏着燕翻云没回客栈，反倒拐了个弯，径直往雅音房去。刚到雅音房门口，守着的侍女就迎了上来，眉眼带笑，谢公子，我家房主后您多时了。咦，傅瑶琴好像知道我要来。谢小乙挑了挑眉，跟着侍女往里走，穿过曲曲折折的回廊，便见雅音房后院的凉亭里，傅瑶琴正倚着栏杆等他。他已经换了身粉色襦裙，褪去了绿衫的娇俏，添了几分温婉。桌上摆着2副碗筷，几碟精致小菜，还有一坛温热的梅花酿。见他进来，傅瑶琴起身相迎，手指不自觉地搅着裙摆，声音软而不腻。你来啦。谢小乙大喇喇地坐下，拿起酒壶给自己斟了一杯，仰头饮下。听说傅房主备了好酒，我这不来蹭饭了吗？傅瑶琴被他说的脸颊微红，挨着他坐下，替他加了块水晶虾饺。演舞台的事我都看得明明白白，你那一招笑红尘当真厉害。厉害。谢小乙放下酒杯，忽然轻身凑近，目光落在他泛红的耳垂上。再厉害也不及傅房主那晚的软媚动人。这话一出，傅瑶琴的脸瞬间红透，嗔怪地瞪了他一眼，伸手去捶他。一见面就不说好话，你个登徒子。谢小乙微微一笑，反手握住他的小粉拳，轻轻蹉跎着他的柔仪。这2日我在养剑蓄势，没来看你，是我不对。我知道你忙着练剑，我哪有怪你？你干嘛呀？规矩点啊，我侍女会看见的。哎，春豆酥蓉玉团椒，雪肤温润紫葡萄。登徒子，女人的胸都能让你编成这等撩人的话。瑶琴又干嘛？一会儿咱们行吗？没个正经，刚比完剑也不累，我还能更累一点。酒过3巡，菜过5味。傅瑶琴脸颊酡红，眼波流转间带着几分醉意。他靠在谢小乙肩头，手指捻着他那根衣襟系带，轻轻打转，醉眼朦胧的模样，美得让人挪不开眼，又娇又软。谢小乙绷不住了，伸手揽住他的腰肢，足尖一点，带着他轻飘飘地飞了起来。呀！傅瑶琴惊呼一声，下意识地搂住谢小乙的脖颈，脸颊贴住他的胸膛上，心跳如鼓。晚风拂过，卷起廊下的帘幔。谢小乙足尖在回廊的栏杆上一点，身形再掠，径直朝着2楼那扇半开的窗户飞去。琉璃窗棂被撞得轻轻一响，两人一稳稳落在屋内的软榻旁。谢小乙将傅瑶琴轻轻放在榻上，俯身看着他，眼里的戏谑褪去，却添了灼热。傅瑶琴仰着小脸和他对视，胸口起伏，呼吸都带着酒香。蓦地伸手勾住谢小乙的衣领，轻轻往自己身前带了带。果然，女人一旦认可了你，她就不再矜持了。谢小乙低笑出声，俯身吻住傅瑶琴的唇，唇齿厮磨间，手指擦过她腰间的系带，那根素色的绳结便如解了春的涛柳，轻轻散开。晚风穿窗而入，拂动帘幔，也拂动了傅瑶琴肩头滑落的白衫内衣，露出一截羊脂白玉的梗子。谢小乙的手掌贴着傅瑶琴的脊背，缓缓向上，将那层薄薄的纱衣一寸寸推至臂弯。傅瑶琴如痴如醉，抬手勾住了谢小乙的脖颈，将脸埋进他的胸口。欲仙欲死，不知天的为何物。傅瑶琴只觉一股暖流在4肢百骸间游走，舒服的几乎要喟叹出声。那暖流正是谢小乙的双修功和气绝的真气。他又在利用傅瑶琴稳固五品修为。不知过了多久，谢小乙缓缓收了内力，低头看着怀中人恬静的睡颜，唇角露出温柔的笑。他轻轻将傅瑶琴放在颈背中，替他掖好背角，低声道：瑶琴姐，我要回客栈了。夜色如墨，谢小乙辞别傅瑶琴，踏着月色往客栈走。玄衣掠过高墙瓦檐，衣袂带起的风声刚落，一道更轻的影子便从巷口老槐树的浓荫里滑出，快得像一道鬼魅。那人眨眼就到近前，右手食指指点他眉心，动作快到离谱。谢小乙一惊，真没想到对方身法如此之快，足尖猛地在地面一撑，施出燕翻云轻功，身形斜掠而出，堪堪避开那根直刺眉心的手指。可身子刚站定，后颈便传来一阵凉意，那根手指如影随形，前脚躲开，后脚便跟了上来，指尖堪堪停在他颈侧3寸处。谢小乙心头发紧，再提内力，向一旁划出丈许，谁知那手指依旧如复古之居，前脚落地，指锋后脚便至，逼得他连喘息的余地都没有，只能狼狈地辗转腾挪。最后谢小乙使出吃奶的劲，堪堪避开对方的一指，借着那个间隙，手腕一翻，观沧海已然出鞘，剑锋劈开夜色，直斩那道影子。叮一声轻响，剑刃竟被一根枯瘦的手指稳稳抵住。谢小乙瞳孔地震，只觉一股沛然的内劲顺着剑身涌来，震得他虎口发麻，长剑险些脱手。他咬牙旋身，足尖点地掠出3丈，招式即变，剑一疾风，一剑瞬杀，观沧海的剑尖朝着那人影疾刺而去。可对方身形未动，指尖轻弹剑身，观沧海宝剑如撞上铜墙铁壁，力道瞬间溃散。谢小乙大吃一惊，
真猜不出这清江城谁有如此修为。现在自己怎么说也是五品修为，竟然被一根手指打得如此狼狈。当下一咬牙，紧接着剑2断木，剑3破甲，剑4裂石，连出3招，一招强过一招，一式猛过一式，剑气纵横交错，将周遭的土砖都震得碎裂飞溅。可那人隐使终负手而立，仅凭一根手指便将他所有攻势轻描淡写的化解。指尖点、挑、弹、压，看似随意的动作，却处处扼住谢小乙剑招的要害。谢小乙只觉自己像个孩童，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所有的招式都成了花拳绣腿。最后他拼尽全力将观沧海舞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剑幕，可那人影只是身形一晃，便已欺至他身前，一根微凉的手指轻轻抵住了他的眉心，剑气戛然而止。谢小乙浑身的内力瞬间僵住，连呼吸都停滞了。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对方指尖的内劲足以洞穿他的天灵盖，却偏偏留了3分余地，没有半分杀意。夜风卷着一枚樱花落了下来，落在谢小乙的发梢。他抬眼借着朦胧月色看清了那人的脸，满脸红光，眼角眉梢带着几分酒意，手里还拎着个酒葫芦，正是那个卖他剑巴士的老大爷。谢小乙紧绷的身体骤然松弛，长剑垂落，大吃一惊，大爷是你？他之前发现剑巴的秘密后，就料定卖出秘籍的老头一定不简单，说不定就是扮猪吃虎，结果还真被他料中了。不过唯一让谢小乙想象不到的是，这个老头子武功竟如此了得，而那人正是华佑武。白日他听天算子谢道韫说起一个毛头小子使出了剑巴小红尘，又听说他是自己侄子华天乙的徒弟，一时间好奇才来试探一下。华佑武眉梢一挑，手腕轻翻，拎着的酒葫芦往嘴边凑了凑，仰头灌下一大口，手指却依旧抵着谢小乙的眉心，力道不重，却像沉甸甸的山，压得人动弹不了。你是华天乙那小子的徒弟？是。那我不是你大爷，叫我师叔祖，我是华天乙的叔叔，师傅的师叔。谢小乙瞳孔猛地一缩，脑子里嗡的一声，他居然是师傅的叔叔。我去，难怪第一次见他就隐约看到师傅的影子，怪不得都说养侄随叔，养女随姑，果然是有点道理的。华佑武收回抵在他眉心的手指，将酒葫芦往腰间一挂，转身就走，愣着作甚，跟我来。谢小乙不敢怠慢，提气跟上。他不知道的是，这次的邂逅让他学会的那招神龙摆尾，在他手里被发扬光大。无题，神龙摆尾圆飞浪，功夫用在地地上，慢把钢风熔作暖，偷将钢劲化柔长。两人一前一后掠过几条深巷，最后停在城西角一处茅草屋前。华佑武推门而入，屋内陈设简陋，一张木桌，2把竹椅，墙角堆着几坛老酒，找地儿坐。华佑武随手拎起一坛酒，拍开泥封灌了一口。听老算子说你是华天乙的徒弟？老算子就是一个算卦很准的神棍，你别多问，直接回我话。谢小乙见他修为极高，不敢无礼，当下抱拳一揖，弟子谢幕，师承华天乙，前辈继承我师之书，敢问高姓大名？华佑武，华天乙亲叔叔，你小子该叫我师叔祖。华佑武，谢小乙好像想起了什么，前辈可是醉酒谪剑仙华佑武？华佑武轻轻摇头，眼中闪过一抹怅然。没想到这年头还有人记得这个混号，都快埋进土里的老东西了，还提什么谪剑仙？谢小乙心头巨震，难怪他仅凭一根手指就能将我压得毫无还手之力，原来他就是传说中30年前纵横江湖、剑挑7大派高手，最后一剑可断江的华佑武。前辈当年一剑破皇城，杀的大内高手500余人，那风采无人能敌。尽捡些好听的讲，当年老头子我就是因为喝酒误事才没赶上。话头戛然而止，想起徒弟眉心摇，就像攥住了他心口的一根刺，脸色瞬间沉了下去。谢小乙揉了揉鼻子，识趣的没再追问那半截话的原委，话锋一转，叔祖，你那剑巴如此了得，为何要摆摊零售？华佑武回过神，漫不经心的哼道，我卖出去的秘籍说白了就是些空架子剑招，你手上那本不过是老子闲得发慌，随手把契机古线当一文画着玩，纯属随手涂鸦。倒是你小子悟性不错，居然还真从这涂鸦里瞧出了门道。谢小乙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误打误撞竟学成了当年一剑破皇城的剑巴士。对了，你师傅呢？华佑武把酒坛子往嘴边送了送，咕咚灌下一大口酒，一晃18年没见了，那小子如今怎么样了？师傅他……谢小乙喉头一梗，胸口像被刺了一剑，不在了，为了护清河镇的百姓，也为了救我，死在了炼气士手里。话音刚落，茅草屋里的空气骤然凝固，华佑武脸上的笑意瞬间散尽，握着酒坛的手猛地收紧，咔嚓一声，粗瓷酒坛被他生生捏爆。下一刻，一股磅礴浩瀚的剑气自体内迸发，墙角堆着的酒坛砰砰作响，桌上的粗瓷碗哒哒颤鸣。华佑武上前一步，一把攥住谢小乙的衣襟，力道之大，几乎要将他衣襟扯碎。你说什么？天乙那混小子怎么会死？炼气士？什么炼气士？他是怎么死的？谢小乙咬着牙，将清河镇的惨案、玄祭酒的所作所为通通讲了一遍。华佑武全程没吭声，只取了腰间的酒葫芦，不住地往嘴里倒酒，历经半生大喜大悲，极致的难过早已不会显现在脸上。良久后，才缓缓开口：那炼气士自称玄祭酒，应该是玄气正宗4大祭酒之一。玄气正宗？谢小乙心头一震，
弟子从未听过这个门派，那算什么正派炼气士？就是一群窃夺天地灵气的蛀虫。师叔祖，他们如何窃夺天地灵气？以霸道术法抽离山川龙脉的本源灵气炼化，化为己用。听着玄乎，不过灵气对一个地方有那么重要吗？华佑武白了他一眼，随后解释：一座山被他们吸过，3-5年草木枯萎，寸草不生；一条河被他们染指，水脉枯竭，鱼虾绝迹。清河镇那片地界，估计是灵气汇聚的宝地，才会被盯上的。谢小乙听到这里，不自觉地握住了关沧海的剑柄。玄气九死了，那玄气正宗还在。华佑武看着他，一脸不屑地说：你想找玄气正宗为师父报仇？谢小乙点点头。华佑武突然一笑，笑得很轻蔑。那玄气正宗盘踞西北300年，势力盘根错节，门下分天地玄黄4堂，堂主皆是能移山填海的狠角色，更别提他们的宗主张若虚，人称气尊，据说已修到夺天境界，寻常武者在他面前连蝼蚁都算不上。谢小乙听完这段话，总算明白了师父为何会败给那老练气士，原来他们竟如此了得。师叔祖，可我想一试。你想一试？别说你这5品修为，就算9品巅峰金刚圣域境，在那些祭酒面前也不过是送死。师叔祖的意思是，武道中人终究赢不了练气士？非也。华佑武起身，抬手拍了拍他的头顶。你若能跨过9品，踏入更高的境界，未必不能和顶级练气士一战。谢小乙一惊，猛地抬头，9品之上还有更高的境界？弟子从未听过。华佑武抬手敲了一下他的脑门：你小子这点修为算个屁！你接触的江湖不过是底层的一角，井底之蛙困于方寸，连真正的武道天穹长什么样都没见过，更别说听过。谢小乙像发现了新大陆，师叔祖可否说与我听听？华佑武看着他一脸的痴迷，随即闻了一声，娓娓道来：武道修为依次递增，1品至9品，9品巅峰，世人称金刚圣域境，肉身罡气难侵，已是凡俗极致，都认为此境乃是武道止境，其实不然。往上还有5重境界，名曰上5境，依次是星、月、日、地、天。谢小乙听得呼吸急促起来，心头翻涌着难以言喻的震撼和神往。原来武道之路竟还别有洞天。那师叔祖，这5境究竟是何等玄妙？华佑武也不藏着掖着，直接倒豆子一样说给谢小乙：你小子记好了，第1境星辰亏玄，到达此境能内视经脉，感知气机，任他何等精妙招式，在你眼中都藏不住破绽。第2境月虚破尘，内力由聚转虚，罡气无形，不同于掌力，手中无剑亦可凝气成刃，掌中持剑更能以气御剑，斩筋断石如切豆腐。亏玄是料敌先机，破尘是控局，在我这2境是武道破凡的门槛。武道破凡？谢小乙好像突然看到一方天地，让他整个人都怔在了原地。良久后又追问：那第3境呢？第3境又当如何？第3境日耀通幽，此乃人间武道的巅峰极致，内力磅礴如江海，奔流不息，举手投足可引动周遭气机，自成一方内域。入我域者，纵使是亏玄破尘巅峰，亦要被压制得束手束脚。说到此处，华佑武举起酒葫芦，又灌了一口酒，语气里带着几分提点：你小子要是能踏足月虚破尘境，为你师父报仇，可能就不算痴人说梦。谢小乙原以为9品金刚圣域已是武道之巅，自己5品的修为，此生能摸到9品门槛已是奢望。如今陡然听闻这3重境界，只觉得以前自己对武道修为所知，真的是坐井观天。月虚破尘，弟子定要踏入此境。华佑武叹了口气，这让他想起自己的徒弟梅星瑶，那可是百年难遇的武道奇才，17岁就是9品金刚圣域境，18岁入星辰亏玄境，20岁不到就达月虚破尘境。只可惜他冲冠一怒为红颜，为了谢灵玉那丫头，伤于洛城关。唉，老头子要不是喝酒误事，当年去助他一臂之力，结局也许……谢小乙见他盯着虚空出神，忍不住往前凑了凑，眼底满是可盼的追问：那是叔祖弟和天你还没说呢？华佑武收回思绪，斜睨他一眼，对他这求知的渴望倒是觉得很有趣。帝仙问道：天人合一，自己去想吧，说了你也不明白，先想想怎么能挤进9品再说吧。师叔祖，那9品之上的上5境，当时真有人踏进去过吗？还问，这小子不会是以为我在湖州吧？华佑武看着谢小乙，嘴角扯出一抹带着几分江湖气的笑：怎么没有？我且问你，如今这个江湖谁的武功修为出类拔萃？谢小乙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当然是4大宗师了。哦，哪4个？师叔祖，我在江湖上也游历许久了，这个怎么可能不知道？一剑西来崔巨清，北影听风王少博，南岭剑守孟东野，东海宿影谢灵玉。呵呵，算你小子还有几分见识。那师叔祖，他们4个修为到了9品巅峰了吧？9品？华佑武哈哈一笑，先说北影听风王少博，那小子天生一双凤血瞳，是瞎子，耳朵却比狗还灵，能听出人招式里的破绽，气机流转的缝隙，实打实的星辰亏玄巅峰。南岭孟东野，一人一城的剑手，那是个闷葫芦，守着南岭城几10年没挪过窝，一身剑气练得能凝形，早踏入月虚破尘境了。还有东海谢灵运那丫头，东海宿影，倾国倾城。说到他，华佑武的语气淡了些，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怅然。他的剑是情剑，心有执念，
建议救治了。卡在星辰亏旋后期，境界在4人里最靠后，可真要拼命也不是好惹的。这4个人之中，谢小乙独见过崔巨清，所以他急着问师叔祖：“崔巨清前辈呢？”西昆仑崔巨清一剑袭来，昆仑血开。那家伙是个疯子，一身剑意能凝出百里内域，早到了日曜通幽境。谢小乙听得心头巨震，正想再问，华佑武却想到了前头。对了，崔巨清还有个师弟叫沈北洛，江湖人称一剑小天下。这小子不显山不露水，修为却半点不输那4大宗师。至于他到了哪一境，嘿嘿，没人见过他出全力。谢小乙见过，而且还是让人非常震撼的破天一剑。师叔祖，弟子以前在昆仑山巅当真见过沈北洛前辈出剑。华佑武挑了挑眉，打了个9个。哦，那小子竟肯在小辈面前露一手，何止露一手？谢小乙眼底亮着光，手舞足蹈地说：“那玩本是百年难遇的5星连珠，偏偏被漫天乌云遮了个严实。沈前辈就那么站在落霞峰顶，抬手一剑便劈开了300里乌云，那剑意简直跟传说里的剑仙没两样。”谢小乙咽了口唾沫，迫不及待地说：“师叔祖，就凭这一剑，沈前辈是不是也到了日曜通幽的境界？”华佑武闻言嗤笑一声，伸手又敲了敲他的脑门：“你小子还是太嫩。”沈北洛那剑看着唬人，实则是借了5星连珠的天地契机，又占了昆仑巅的天时地利，不过是月虚破沉境的底子，借势拔高了几分剑意罢了。原来是这样，那也很牛逼了。谢小乙摸了摸被敲疼的脑门：“师叔祖，那您的境界到了什么地步？”华佑武手猛地一顿，仰头望向窗外的夜色，目光飘得老远。哎，老头子，我也曾是日曜通幽境，甚至摸到了地仙问道的门槛，可是那孩子战死落城关，让我抱憾终身，也让我道心蒙尘，以致境界跌回了月虚破沉。这将近20年是没有半分寸进。他缓缓举起酒葫芦，喝酒，境界这玩意儿哪有杯中物来得痛快？谢小乙不再追问，心中却暗自思忖，原来崔巨清修为是4大宗师里最高的，那去昆仑天剑宗学剑，这个选择绝对没错了。师叔祖，崔巨清前辈和仙师是至交，他说只要是仙师的徒弟去昆仑天学剑，他都会收下。华佑武见说，将酒葫芦往石桌上一放，眼底翻着桀骜的光：“你学的是我的剑八式，凭我这剑八，当年纵横江湖几10年未逢敌手，难道还能输给崔巨清？去什么昆仑？江湖路就是最好的道场，我再把大龙宫3式传你，带着我的剑八去游历，在浩然正气的天下打磨剑意，还会输给西昆仑？大龙宫3式听着就厉害。”谢小乙眼睛倏地亮了，先前那点想去昆仑的心思瞬间被压了下去，扑通一声抱拳躬身，语气里满是急切的渴盼：“师叔祖，这大龙宫3式是何等玄妙法门？弟子定当潜心修炼，绝不辱没您的威名。”华佑武五指成钩，手掌隔空一吸，便将谢小乙扶了起来。这就是第1式苍龙吸水。好奇的气劲，谢小乙只觉一股力道拽着自己站直，脸上的急切瞬间僵成了实打实的震惊。华佑武又道：“你是我那不成器的侄子的徒弟，算起来也是我华家门下的人，传你也不打紧。你小子能参透剑八，悟性很高，也算一块可塑的美玉。这功夫落在你手里，总比烂在我这老头子手里强。”说着，他便将大龙宫3式的经脉契机运转法门苍龙吸水，神龙摆尾，游龙出海，一字一句一丝不差地传给了谢小乙。谢小乙屏息凝神，将每一处气机流转的窍穴，每一道内力牵引的路径都刻进心底。第1式苍龙吸水，运转丹田气机，牵引周身经脉，能隔空摄物，更能吸取对手体内的真气。第2式神龙摆尾，将丹田内的真气引至周身大穴，运在掌上便是开碑裂石的掌法，运在腿上便是追魂夺命的腿功，刚猛无匹，变化随心。第3式游龙出海，这是大龙宫的压箱底杀招，将周身所有气机尽数收敛于丹田，再凝于一点，骤然迸发。华佑武讲的详细，谢小乙学的认真，不过个把时辰就已将那大龙宫3式的内息运转法门尽数记住。突然灵光一闪，他想到了一个脑洞，既然神龙摆尾能催动4肢肌肉，那是不是也能催动？想什么就做什么。谢小乙偷偷运转神龙摆尾的气息流向腹下，非同小可。刹那间，谢小乙只觉一股难以言喻的劲力勃然生发，带着神龙摆尾独有的刚猛流转之势，沉凝于腹下3寸，很霸道。谢小乙大喜，哈哈，我天下无敌。华佑武不知道谢小乙为什么会偷着乐，还只当他是学会了神功后的惊喜。他要是知道谢小乙此时此刻的暗中操作，不一指剑气穿了他才怪。喂，小子，别太高兴了，这3式一学难精，回去好好琢磨。谢小乙暗笑，我已经琢磨半天了，还就玩出花来了。是，师叔祖，那弟子有个问题想说一下。你说，那苍龙吸水能不能吸别人的内力？能吸，不过是伤敌1000，自损800。为何？你吸了对方的内力，到你体内又和你气机不配，所以你还需用自身的真气将其化掉，岂不是得不偿失？谢小乙听完，心头猛地一跳，心里早已有了计较。自己那双修功和气诀，本就是专为炼化女子元婴之气而生，最善调和驳杂气机。若是用这法门来炼化吸来的内力，岂不是正好对症下药？旁人练苍龙吸水是功，那我不就成了兽？啊呸！老子是钢铁直男，受个大头鬼！谢小乙连忙甩甩脑袋，
把那点不着调的念头抛到九霄云外。无论是和气诀炼化内力的巧思，还是神龙摆尾的另类用法，都是见不得光的门道。他可不敢跟师叔祖坦白，于是恭恭敬敬的垂手立在一旁，将所有心思都藏得严严实实，半天无话。华佑武瞥了眼窗外，摆摆手道：“时辰不早了，你回去歇着吧。这功夫急不得，慢慢琢磨才是正理。”是，弟子遵命。谢小乙应了一声，目光扫过屋内满地的酒坛子碎片，都是方才师叔祖听闻师父死讯后发怒震碎的。心头一动，从怀里拿出100两银票，双手捧着递了过去。师叔祖，这些银子您留着打酒喝，算弟子的一点心意。华佑武原本还摆着一副云淡风轻的高人模样，眼角余光瞥见那银票，眼睛倏地就亮了，方才的肃穆劲儿荡然无存。他也不客气，一把就抄了过去，嘴角的皱纹都笑成了花，嘴里却故作嫌弃：“你这小子倒是懂些人情世故。罢了罢了，老头子，我就却之不恭了，省得你说我不近人情。师叔祖喜欢就好，那弟子先行告退。去吧去吧。”华佑武头也不抬，只顾着把银票揣进怀里。记得勤加练习，他日在浩然天下打磨剑艺，对你有很大的裨益。谢小乙应了声，转身退出了屋子。夜风带着几分凉意，吹得他脚步轻快，一路穿过几条寂静的街巷，不多时便回到了落脚的客栈。推门，点灯，拴门，一气呵成，把外袍往椅背上一扔，一头栽倒在软乎乎的床榻上，长长的舒了口气。神龙摆尾，嘿嘿，明天用来对付谁呢？傅瑶琴、穆娉婷。沉沉睡去，谢小乙这一觉睡得格外酣畅，直睡到日上三竿才悠悠转醒，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浑身骨头都透着舒坦。突然传来一阵轻轻的叩门声，开门一看，是个眉清目秀的婢女，手里捧着一封烫金信封，见了他便俯身行礼：“这位公子可是谢某，我家房主穆娉婷，前小婢送封信来。”谢小乙心头一动，忙接过信，拆开一看，指尖上字迹娟秀，只寥寥数语，大意是邀他得空时到御生房一聚，共品新茶。谢小乙捏着信纸，嘴角不自觉的轻挑，这穆娉婷的邀约来的可真是时候。我新悟出来的神龙摆尾倒是有用武之地了。我有一件，请君视之。大圣皇宫紫宸殿，龙涎香袅袅，氤氲了满室的明黄。大圣皇帝王继灵端坐于盘龙玉座之上，手中正翻阅着折子。殿内侍立的宫女苏软儿轻手轻脚上前，捧着鎏金茶盏躬身地到案前。王继灵头也不抬，低笑一声，骨节分明的手伸了过去，漫不经心的说道：“虽然春暖，可朕的手还是凉得很。”那宫女苏软儿像是早和他有了默契，柔柔应了声：“陛下。”也不顾君臣之别，直接伸手将皇帝王继灵冰凉的双手拢住，随后轻轻贴向自己衣襟里隆起的软温之处，仰着俏脸，声音柔得能掐出水：“奴婢这儿暖，陛下将就着暖暖。”王继灵低低了一声，指尖似有若无的拳了拳。一旁的大太监低着头，嘴角微微上挑：“哎，皇帝暖手，别具一格。”正此时，御前当值小太监轻手轻脚的迈步进来：“陛下，钦天监监正于世南持星象密图在外求见，说有关乎国运的大事，片刻耽搁不得。”王继灵闻言，眉峰都没动一下，指尖依旧贪恋着那片软温，慢悠悠扬声道：“准。”不多时，一个身着藏青官袍的老者缓步而入，正是于世南。躬身行礼，话音微颤：“臣于世南叩见陛下。”王继灵抬了抬眼，懒懒道：“于监正深夜求见，所谓何事？”于世南直起身，双手捧着一卷星图高高举起，沉声道：“陛下，臣昨夜观天象，见紫微星旁忽现一道赤芒，直贯北斗天机。此芒非星非彗，赤红如血，盘旋3刻方散。臣推演星轨，对照古籍，此乃祖龙真气现世之兆。”王继灵手指依旧没离开那片软温，似是十分贪恋。爱卿不必绕弯子，直接说缘由。于是南脸色凝重，捧着星图的手紧了紧：“陛下有所不知，这祖龙真气18年前突然隐没于天际，当时钦天监众人只当是天象异动，未曾深究。如今赤芒大盛，绝非偶然。”哦，那爱卿继续说下去。臣与众钦天监炼气士用上古法器乾坤挪移大宝盒推演，勘破了祖龙真气现世的玄机，得出2句关乎国运的批语。是何批语？于爱卿直接说与朕听。祖龙重现朕九霄，一见龙吟汉皇朝。话音刚落，苏软儿只觉胸口一阵锐痛袭来，疼得他身子一颤，忍不住低低嘤咛一声。王继灵终于舍得移开了手，因为他能听出那批语绝非褒义。谢小乙打发走御生房婢女后，走出客房，摸出几文钱，叫了碗热粥，2个肉包子，3两口填完肚子，转身就扎进了客栈后院，自言自语：“我活了18年了，今天是第一次这么勤奋的练武。”在空地上站定，先练苍龙吸水，隔空吸起地上的碎石，再耍游龙出海，凝气于指，一指击在树干上，震得树叶纷纷落地。随后又练神龙摆尾，真气游走腿和手臂，当真实力量沛然。最后沉腰摆胯，将神龙摆尾的气劲按引腹下3寸，一股霸道劲力骤然勃发，烫得他浑身气血翻涌，嘴角的笑意怎么也压不住。可压不住的不光是他的笑，还有别的。冷静，冷静！谢小乙在哥哥劝弟弟：“弃我居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话音刚落，
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清越的赞叹：“好一句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谢公子好才情。”谢小乙浑身一僵，愣是没敢转过身，只干笑道：“副房主，你怎么来了？”傅瑶琴的脚步声轻缓的靠近，带着几分娇嗔的笑：“昨日你走的匆忙，我心里总惦记着，这会儿都过晌午了，便来瞧瞧你。”顿了顿，声音里满是欢喜：“方才你念的这2句词，意境绝佳，可否送给我？”“拿去拿去，不过是随口胡诌的。”胡诌也这般惊艳。傅瑶琴轻笑一声，语气里带着几分腰盼：“我前几日得了灵感，补了一阙曲子，谢公子可愿随我去雅音房一听？美人邀约，岂可辜负？咱们这就走。”谢小姨嘴上说，心里却产生了愧疚。穆娉婷大姐啊，不是我不去赴你的约，完全是被瑶琴姐姐糊了。转过身，却见傅瑶琴头戴帷帽，薄如蝉翼的纱幔垂落肩头，将容颜遮隔在外。瑶琴姐姐，你怎么带着这个？傅瑶琴抬手轻轻拢了拢纱幔，带着几分无奈：“我是雅音房房主，终究不便抛头露面，带着这个能少些不必要的麻烦。”谢小乙心中一荡，瞬间涌上股暖意。旁人千金难买他一面，这位雅音房主却戴着帷帽，亲自跑到客栈后院来寻他，这份心意，傻子都能品出来。那瑶琴姐，咱们走吧。两人并肩走出客栈，门口早已停着一辆轻慢马车，先连坐定，车轱辘慢悠悠转动。谢小乙掀开车窗一角，看着天空澄澈的蓝，心头忽然就冒出了那首刻在骨子里的调子，没忍住低声哼了起来：“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一路唱下去，身侧的傅瑶琴猛地一怔，帷帽的纱幔晃了晃：“谢公子，这曲子是从何处听来的？信口胡诌？你少来，谁信你是胡诌的？那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傅瑶琴生气了，狠狠用小拳头捶他心口：“说实话，你真当我是傻瓜吗？”谢小乙吃痛的嘶了一声，随即一本正经地说：“你可知女闻人籁，未闻的籁；女闻地籁，未闻天籁。此曲乃天籁之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傅瑶琴一呆，随即赞叹：“人籁地籁天籁，这话竟被你说的这般通透。”说罢，抿唇轻笑，语气里满是福气：“难怪能哼出那样的曲子，公子果然藏着大智慧。”谢小乙摆手笑道：“瑶琴姐姐抬爱，愧不敢当。”傅瑶琴眼波一亮，趁热打铁追问：“那这首曲子的曲谱可否赠我？”谢小姨嘴角咧了咧，心中暗忖：这笑傲江湖曲子的版权可是香港音乐鬼才黄沾的，我可做不了主。呵呵，哪来的曲谱？我就记着调子，只能哼给你听，这又何妨？傅瑶琴轻笑：“你只管把词曲哼全，曲谱我能听着写出来。”傅瑶琴坐在谢小乙身边，一边说着，一边将笑傲江湖的曲谱勾勾画画。虽然曲子是谢小乙哼出来的，但作为雅音房房主，他是很有见地的。这里这么改一下，你觉得怎么样？谢小乙正盯着他胸前的曲线发愣，只是嗯呐的答复：“啊，可你都没有看啊。”“这笑傲江湖名字真好听，你想出来的啊？”“谢莫少侠，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傅瑶琴蹙眉，恨恨的低头在他手腕上咬了一口。“啊！”谢小乙正愣着神，手腕突然被袭击，轻轻揉一揉，长臂一展，就把傅瑶琴抱了起来，顺势压在了木地板上，给了他一个的咚，然后以口还口，以牙还牙。傅瑶琴来不及说话，就被灭口了。你起开，瑶琴姐姐，你今天这衣服漂亮，和昨天不一样，又换了。女人天天换衣服，总比男人天天换心肠好得多。照这么说，瑶琴姐姐换衣服的速度是怕我心肠跟不上。你别解了，没扣子，我曲子还没补完呢。瑶琴姐姐，我最近学了一位前辈的武林绝学，想给你看。好，我看，你手先拿开。来不及了，神龙摆尾英明谢墨，你混蛋！窗外的老梅树被春风拂得吱呀乱晃，半点都静不下来。闹腾半晌，曲谱终究是没补完。傅瑶琴端坐在妆台镜前，手持一支象牙木梳，一下下梳理着披散肩头的青丝。谢小姨醒了，手指还沾着她发间的香，撑着地板懒洋洋抬眼，看着镜前晚发的身影，眼底漫开几分痞气的笑意，愣愣出神。瑶琴姐，你真好看。傅瑶琴侧身看她，满脸春娇。你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哦，可能是我学了一个老前辈的武功，修为变强了呗。修为？傅瑶琴蹙眉，心中腹诽，明明就是旁门左道，可确实厉害。他转身坐回案前，提笔将曲谱最后几处空缺填完，指尖在琴弦上轻轻一拨，清越的调子便淌了出来。轻启朱唇，跟着琴声唱了起来：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嗓音柔婉，和着琴音，听得谢小乙心旷神怡，大气都不想喘。江山笑，烟雨摇，涛浪淘尽，红尘俗世知多少。一曲终了，谢小乙拍手叫好，又皱着眉道：好是好，就是差了点东西。傅瑶琴挑眉看他什么？这曲子该是琴箫合奏才对。傅瑶琴眼睛一亮，拍手道：对啊，甚妙，正好玉生房穆娉婷姐姐的箫声观绝清江城，明天我请她来，咱们一起合奏。不知道他们俩肯不肯一起飞。谢小乙陷入神往，千里之外，东海之滨，悬衣女子立于崖巅，青丝被海风拂得凌乱，可遮不住她倾国倾城的容颜。这人正是号称东海素影倾国倾城的谢灵运。望着巨浪拍岸，谢灵运抬手
背后长剑凌空飞出鞘外，剑柄像一只听话的小鸟落在他掌心，唰一剑落，万顷碧波被生生斩成两半，断口处浪花凝滞，露出幽深的海底暗礁，良久才轰然合拢，震得海面掀起数丈高巨浪。谢灵运身后不远处走出一位身着道袍的老人，正拍手称快，好一招一剑分苍蓝，这剑意怕是比沈北落的一剑小天下只强不弱。谢灵运转过身，容光潋滟，惊得海风都静了。谢道运前辈有礼了，怎么有空来东海一游？呵呵，我是来给你送迟来的消息的。前辈的意思是？谢灵运眉眼带霜的容颜难得的泛起涟漪。谢道运扶了扶道袍广袖，语气笃定：18年前我便算准，他18年后必会踏足东海。天算子，抬眼望向天际那缕隐现的龙气，前几日祖龙真气现实于空，天机已明，那人不远了。谢灵运仰望东海天空，脑中浮现出曾经的画面：一个穿着粗布短打的少年，扛着一把木剑，跌跌撞撞地闯过守庭护卫的阻拦，撞进他的视线里。少年额角沾着汗珠，眉眼间带着一股子未经雕琢的干净利落的帅，笑起来时嘴角会弯出一个极明朗的弧度，就是这个笑让年轻的他呼吸骤然一滞。20多年前的洛城关，漫山红叶燃得似火，眉心摇坐在落满枫叶的青石上，晃着腿偏头看他练剑，忽然开口问：喂，你这样好的模样，这样好的身手，往后什么样的人才能入你的法眼？那时的她容颜轻视，被人称为江湖第一美女，也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她收剑回鞘，瞥了眉心摇一眼，语气傲得像枝头出绽的寒梅：我谢灵运喜欢的人，将来定要做这世间最厉害的剑客，他的剑要能劈开苍山雪，斩断东海浪，他的名要能让天下武夫听见就俯首称臣。眉心摇听了直点头，伸手去扯他头上沾着的红叶。那好，你等着我，10年之内我定要练出劈开苍山雪，斩断东海浪的剑，让天下武夫都听我的名字。那就等。他挑眉，指尖弹在剑脊上发出清越的狰狞。等不到，我就自己做天下第一，护着我想护的人，守着我想守的山。可后来，谢小乙辞别傅瑶琴后回到客栈，屁股还没坐热，就突然想到了穆娉婷的邀约，身形一晃便掠出客栈，直奔御生房。月华如练，御生房静得枝纹重鸣。后院阁楼窗棂半开，氤氲的水汽混着淡淡的花瓣香飘了出。穆娉婷正浸在雕花浴桶里，乌发松松挽着，几缕湿发贴在颈侧，衬得她肌肤银白如雪。门外守着2个婢女，一个执着灯，一个抱着熏香笼。呼，一阵夜风吹过，窗纱轻晃，眼角的铜铃叮当作响。执灯婢女蹙眉望了眼，怪了，方才明明没风。抱熏香笼的婢女探头往窗内瞥了瞥，水声潺潺，屏风后的穆娉婷并无异样，许是突然的阴风，仔细守着，别扰了姑娘。沐浴。2人话音刚落，屏风后倏然多了道人影，一道目光扫过浴桶中朦胧水汽里的身影，嘴角显出绷不住地笑。穆娉婷闻声侧目，见身后有人影晃动，来不及看清容貌，就要喊出来，结果那人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另一只手伸进了浴桶。穆姐姐，你是不是想让你的2个婢女看到咱们如何如何？穆娉婷一听是谢小乙的声音，瞬间放下了心，抬手就往他胳膊上拍。谢少侠这是想做采花大盗？谢小乙一呆，呵呵，他居然猜中了我的老本行。那穆姐姐想不想被我这采花贼踩？哼，手起开，白天请你不来，这会子却来撩拨我。穆姐姐你知道吗？英宁，你手先规矩会儿，我知道什么？我脱别人衣服快，脱自己的衣服更快。扑通一声闷响，浴桶里的水花飞溅，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门外执灯的婢女猛地站直身子，侧耳听了听，扬声问道：房主，您没事吧？没事，就是手滑碰倒了皂角盒。抱熏香笼的婢女皱起眉，声音更急了：房主，要不要奴婢们进来看看？您要是够不着，奴婢帮您捡。不用，这点小事还用得着你们？都守好门外。但屋内动静越来越不对头，2个婢女皱眉，今天房主是怎么了？洗澡洗得这般惊心动魄。穆娉婷轻声英宁，啐骂：芥末你坏死了，有你这么弄的吗？谢小乙凑到他耳后，故意用鼻风吹了一下他泛红的耳廓。穆姐姐再大声点，他们该真进来了。你真的是大胆。外面，哎呦，外面可有人？这才刺激，想偷情。穆娉婷白了他一眼，指甲在他手背狠狠掐了一下，转头对向屋外，声音刻意放得平稳：都愣着做什么？去把廊下的灯笼挑亮些，夜里风凉，仔细吹灭了。门外的婢女应了声是，脚步声渐渐远去。穆娉婷这才松了口气。择日，傅瑶琴邀穆娉婷合奏《笑傲江湖》，琴箫和鸣，清江城为之轰动。雅音房、御生房名声大噪，赚得盆满钵满。谢小乙听罢此曲，想起华右无所言江湖才是砥砺剑道的道场，自己也在清江城待了不少日子了，该去笑傲江湖了。于是回到客栈收拾一番，当即决定离开清江城，踏上游历江湖之路。隔日，分别又寻到傅瑶琴、穆娉婷，一一作别。2位佳人眸底虽流转着恋恋不舍，但也知道纵有万般留恋，江湖路远，终须一别。落向茅草屋，谢小乙将200两银票恭恭敬敬奉上。师叔祖，我决定听你的，不去昆仑天剑宗了。
我想去江湖砥砺剑道。华佑武拿着银票，眼睛放光，嘴角咧到耳根，却依旧故作高深。对，浩然天下才是武者的真正道场。1月后，望江湖山的天下第一庄要开天下会，每年一次，届时天龙榜和乾隆榜榜单都会公布，那里新秀扎堆，你先去那去瞧瞧，心境能开阔不少。谢小乙心头一动，知道天龙榜单上面是江湖10大高手的排名，于是辞别华佑武，改奔天下第一庄。谢小乙身上的观沧海毕竟是城主白乐天赠送，他辞别华佑武后，又去城主府和白乐天辞别。白乐天想多留他几日，不过谢小乙坚持趁早启程，他也不再坚持，于是打开城门亲自相送。临别，谢小乙对着白乐天拱手行礼，眉宇间带着少年人的锐气。城主厚待，谢莫敏感于心，告辞了。白乐天抚着汗下短须，微笑颔首。江湖路多舛，正好城西的红绫镖队要往望江湖山地界走镖，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跟着他们也好有个照应。谢小乙应声谢过，转身便见镖局的马车停在城门下，一共有20-30人，其中3个人引立在车旁，正是镖队的领头。为首3人，2男1女，男的一个身形魁梧，面皮黝黑，名叫赵夯；另一个个子不高却敦实，唤作刘亨。女子一身黑色镖服，眉眼飒爽，腰间悬着一柄柳叶刀，正是镖队的女镖头林三娘。3人各自介绍后，与白乐天一一作别。这时城头响起琴音，抬头望去，傅瑶琴头戴帷帽，正以一曲《断情伤》送别，琴音飘荡，诉尽江湖聚散，伤离别，伤离别。明月照尽浮华间，凡尘不过一句戏言，韶华易谢君难见。谢小乙立在马前，抬手摇摇依依，转身策马，融入了烟尘里。一行人行了大半日，途中林三娘目光不住地在谢小乙身上打转，忽然展眉一笑：“城主说的果然没错，倒是个眉眼周正的俊小伙子，瞧着就英气。路上跟着我们，姐姐我罩你。”谢小乙闻言，心中一乐：“那多谢林姐姐了，我欲望江湖不熟，往后还真要劳烦姐姐罩着，嘴真甜，真招人喜欢。”谢小乙刚要和这位女镖师再调侃2句，蓦地瞥到赵夯和刘亨目光灼灼地瞪他。靠了，这俩人的眼神像是要吃人啊！他们不会是看林三娘撩我吃醋了吧？不过现在是人在屋檐下，还是别得罪那俩大汉了。闭目养神，任由马行。天下第一庄，天龙榜、乾隆榜2榜豪杰，个个都是江湖人向往的巅峰啊！想到这里，谢小乙开始了神往。谢小乙正憧憬着天下第一庄，耳边却传来赵夯和刘亨的谈话声。2人骑着马刻意扯着嗓门，故意让林三娘听得一清二楚。你是不知道，上个月我在青州地界，硬是强行突破到1品修为，接了黑风寨3当家的3长，半点没吃亏。赵夯拍着胸脯，嗓门不自觉地拔高，黝黑的脸上满是得意。等再过些时日，我把内劲再凝练几分，说不定能摸到顶尖1品的门槛。1品哦，天下能入品阶的可不多哦。刘亨嗤笑一声，斜睨了他一眼：1品算什么？我如今已是1品巅峰，只差1步便能破境。真动起手来，你这初入1品的修为，在我面前可不够看。赵夯急了：嘿，你小子找打是不是？1品巅峰又如何？我这1品是实打实打出来的，体魄比你强多了。你那算什么体魄？你不过是空有蛮力。2人你一言我一语，句句都往林三娘那边递，显然是想在她面前露一手。林三娘听得眉头微皱，也没出声阻拦，毕竟自己可是镖局的菊花，男人为自己争风吃醋，理所应当。他目光扫过谢小乙，见他在马上闭目静坐，不禁偷偷打量他，这小子真帅，要是能和他在麦子地里抱着打滚，一定带劲。长得清清爽爽的，眉眼还带了点野气，真要拉扯起来，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那边赵夯和刘亨正争得唾沫横飞，眼角余光瞥见林三娘的目光正粘在谢小乙身上，眼神里还带着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打量，像是想把那小子吃了一样。2人顿时像被泼了盆冷水，合着吹了半天1品境界，他居然没在意，反而在看小白脸，生气了。刘亨最先反应过来，狠狠啐了一口，梗着脖子含沙射影：哼，长得再俊有什么用？不过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小白脸，真遇上山匪，怕是腿肚的软，还得靠爷们儿护着。赵夯和他有了共同的情敌，所以开始一致对外。就是有的人空有副好皮囊，绣花枕头一包草，真论起真本事，估计就是一个银样蜡枪头。谢小乙突然睁开了眼，2个傻叉，奚落人奚落到我头上了。你说银样我认了，毕竟老子挺帅的。你说蜡枪头，妈的，我要为我2弟证明。你们要是知道我神龙摆尾的武功招式，得吓死你们。谢小乙暗暗下了决心，这一路他要拿下林三娘，以报2弟被侮辱之仇。行到日头快要西斜，道旁林子密了起来，林三娘抬手喊停，歇半个时辰，埋锅造饭。镖队的人应声散开，赵夯和刘亨安排众人做好防备，眼睛却往林三娘的屁股上瞟，活像饿死鬼脱生。谢小乙寻了块干净的青石坐下，刚摸出腰间的水囊，就听见身后传来一串脚步声。他回头望去，只见岔路口走来2个和尚，为首的老和尚约莫60岁年纪，身披灰布僧袍，手持一根木禅杖，眉眼间透着几分慈和。他身后跟着个小和尚，16、17岁的模样，身形结实，一张脸却生得清俊透亮，一身洗得发白的僧衣穿在身上，非但不显寒酸，
反倒衬得肩宽腰窄，干净又好看。施主，叨扰了。老和尚走上前，双手合十，声音温和。贫僧师徒2人云游而来，见此地有人烟，想讨碗热水解渴，不知可否方便。林三娘正蹲在火边扇风，闻言抬头笑道：“出家人客气什么？锅里的水马上就开，大师尽管坐。”老和尚谢过，便领着小和尚在不远的地方坐下。小和尚放下布搭帘，好奇地打量着镖队的人，目光扫过谢小乙时，还冲他友善地笑了笑。谢小乙被他那不染红尘的笑打动了，伸手从背囊中取出一小包马蹄糕丢了过去。大师旅途辛苦，不嫌弃的话，这糕点笑纳吧。小和尚一把接住，打开后吓了一跳，连忙起身，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施主好意。出家人讲究清修，这般精细糕点实在不便收受。”话刚说完，老和尚抬手就给了他一个清脆的脑瓜崩，斥道：“憨徒儿，佛法在心头，不在嘴上。施主赠糕是缘，咱们受糕也是缘，哪来的这许多矫情？”小和尚捂着脑门辩解：“师傅，你不是说出家人要断贪执，远俗物，不贪口腹之欲吗？”老和尚拿起一块马蹄糕递到他嘴边，目光如深潭：“执于不贪，亦是贪；避于俗物，反成障。佛经言，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清净不在外物，而在内心无挂碍。”小和尚没再和师傅辩解，反正怎么说都是师傅对，他感觉自己好无辜啊。老和尚说罢，对着谢小乙何时还礼：“贫僧带列徒谢过施主。世间万般福田，不离方寸心田。施主这一块马蹄糕，便是种下一份善缘，他日自有福报相许。”话落，拿起一块糕点分给了小和尚一块，两人嚼了起来。刘亨冷笑一声，故意扯着嗓子道：“这年头，什么人都敢往江湖上跑，毛都没长齐，怕是连山匪的刀都扛不住。”这话明着说那两个和尚，暗里却在讥刺谢小乙。谢小乙挑了挑眉，没吭声。“妈的，给你脸了，回头送你一顶大大的绿帽子戴。”林三娘见刘亨又指桑骂槐，赶忙喊他去给自己搭把手。刘亨心中暗喜，盯着林三娘的背影，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突然，一声尖锐的哨声划破了山林的宁静。林三娘心头一惊，叫道：“不好，有点子！大家站好位置，护住飙车。”镖队众人闻言，赶忙抽刀围着2架飙车布了一个防护的阵型。果然，哨声落，四面八方的树影里就窜出数十条大汉，手里的钢刀在夕阳下闪着冷光，瞬间将镖队围了个水泄不通。盗匪为首的3个人极其扎眼，刀疤、瘦猴、双板斧正是匪首。红绫镖局的都给老子站住！刀疤连往前跨了一步：“老子是温山寨大当家汉天雷，这位是2当家牟少月，这位是3当家赵鬼。识相的把飙车留下，再乖乖交出身上的银子，老子饶你们一条狗命！”林三娘见说，松开按刀的手，往前走了2步，嘴里全是绿林道上的切口：“3位当家的，山水有相逢，江湖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汉天雷闻言，盯着他的胸脯咧嘴一笑：“日后好相见，咱们现在可还没日，要不留下钱，要不先日了再说。”这话刚说完，手下众兄弟就是一阵哄笑：“对，让大哥先，我们排队刷锅。”一旁的小和尚完全听不懂，不知这些土匪的笑点在哪。他皱眉问师傅：“师傅，那些人为什么要抢着干活？难道他们都喜欢刷锅吗？”老和尚嘴角挑了2下：“这个问题有点难啊。”林三娘强压心中怒火，继续抱拳说道：“在下红绫镖局林三娘，城头压这趟镖。眼下山高路远，混口饭吃不易，诸位要是手头紧，我愿奉上100两银子做个买路钱，全当交个朋友，还望高抬贵手，放我们一行过去。”2当家牟少月在一旁阴阳怪气的接话：“林当家的，你红绫镖局的规矩，低于5万两的镖不接，当我们是傻子不成？”赵夯和刘亨大怒，见对方没松口的意思，当即呛啷一声抽出腰间钢刀。赵夯黑着脸骂道：“汉天雷，你他妈活腻歪了，敢动红绫镖局的镖，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刘亨也跟着怒喝想劫镖，先问问我手中的刀。谢小乙自始至终没挪窝，依旧懒洋洋的倚在青石上，手里把玩着一片刚摘下的草叶，嘴角挂着那抹玩世不恭的笑。3当家赵鬼听得刘亨放话，当即把大板斧往地上一跺，瓮声吼道：“好个不知死活的雏儿，老子这就叫你知道什么叫刀劈斧剁！”话刚说完，人群里就窜出个精壮的喽啰。3当家羞恼，看我劈了他，挖心给大家做醒酒汤。说罢，举着单刀哇哇叫着扑向刘亨：“小子，先问过爷爷的刀！”刘亨冷笑一声，手中钢刀横劈而出，当的一声脆响，2刀相撞，那喽啰只觉虎口发麻，手里的单刀被直接崩飞，还没反应过来，刘亨抬腿就是一脚，正踹中他胸口，喽啰惨叫一声，倒飞出去，摔在地上，疼得全成了虾米。刘亨得手，正想嘲讽2句，就见又一个膀大腰圆的喽啰扛着破刀冲了过来：“妈八羔子，爷爷来会会你！”只一个照面，又被刘亨踹飞了出去。刘亨又胜一场，随即得意地看向林三娘，脸上堆起谄媚的笑：“三娘，你瞧，这点小喽啰哪里是我的对手？有我在，保管这趟镖平平安安，一根汗毛都不会少。”说罢，又斜睨着一旁的赵夯，下巴扬起，语气里满是嘚瑟：“赵夯，看到没？老子这一品巅峰的修为，可不是吹出来的，比你那刚摸进门的初入一品强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吧？”大敌当前，赵夯也不和他争辩，
心里暗骂：先让你牛一把又如何？以后老子要是把林三娘弄到手，不比嘴上占便宜强，到时候老子让你亲眼看着我搓搓林三娘，妈的馋死你！汉天雷听得一品巅峰4字，猛地抬手喝止正要往上冲的喽啰，都给老子站住！一品巅峰，怪不得能轻松撂倒我的人。众喽啰听罢不服气了，纷纷叫嚣：大哥你怕他作甚？咱们这么多人，用老二呲也能把他呲死。这时二当家牟少月出来说话，他指着众喽啰：你们这帮蠢货懂个屁！绿林好汉上100人里头未必能出一个入品的，从初入一品到一品巅峰，更是要熬秃了脑袋，打烂了骨头。寻常练家子在他手里走不过3招，你们上去就是送死。众喽啰老实了，二当家牟少月可是山寨里的军师，他都说一品厉害了，就是真的厉害，看来是打不过。众人看向大当家，齐刷刷叫道：大哥咋办？汉天雷把胸脯一拍，沉声道：这小子交给我，老子可是日夜打磨出来的2品修为，收拾个一品巅峰的雏儿绰绰有余。刘亨脸上的得意还没散去，汉天雷已经大步流星地冲了过来，砂锅大的拳头直砸他面门。刘亨慌忙举刀格挡，只听当的一声巨响，钢刀竟被震得脱手飞出，整个人更是被震得气血翻涌，连退3步。汉天雷也不给他喘息的机会，抬脚便是一记横扫，正中刘亨小腹。刘亨惨叫一声，倒飞出去，摔在地上爬不起来。赵夯虽然和刘亨是情敌，但毕竟是在镖局里一起刀头舔血魂饭吃的兄弟，见刘亨被打得站不起来，当下怒吼一声，提刀便冲。汉天雷，我跟你拼了！汉天雷头都不回，手肘一拐，狠狠撞在他胸口。赵夯闷哼一声，也瘫倒在地，和刘亨并排躺着。众喽啰见状，当即扯开嗓子齐声吆喝起来：大当家威武，大当家牛逼，一拳干趴一品巅峰。三当家赵鬼听得热血沸腾，2把大板斧舞得虎虎生风，几步冲到刘亨和赵夯身前：大哥，这2个废物留着也是碍眼，俺替你把他们剁了，晚上给兄弟们加道菜下酒。林三娘见状，银牙紧咬，握着柳叶刀便刺向汉天雷。休狂，看刀！汉天雷侧身避开，反手攥住他的手腕，轻轻一拧。林三娘吃痛，柳叶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汉天雷捏着他的手腕，脸上露出淫邪的笑，另一只手捏着他的下巴，一点点往下滑。好个标致的漂亮妮子，老子倒是不舍得杀你，乖乖跟我回山寨，给兄弟们都乐呵乐呵。众老罗顿时嗨了起来，小娘子长得真带劲，看那练家子的屁股真厚实，这么多兄弟陪着你，能吃得消就留你条小命。就是，咱这么多人，压也能把你压得喘不过气，保准让你爽歪歪。众镖师见3位总镖头先后受伤被擒，当即红了眼，纷纷提起兵刃，将镖车护在身后。大家并肩子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谢小乙正琢磨着出手救下林三娘，毕竟他对自己还是很不错的。谁知这个时候，在一旁的小和尚突然起身走向那群打劫的强盗。老和尚一直闭目念珠，察觉到身旁动静，猛地睁眼低喝：虎四，休得鲁莽！名叫虎四的小和尚早已按捺不住，冲到做事要斧劈刘亨2人的赵鬼面前，双掌合十：施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赵鬼低头瞅着眼前这个奶声奶气还一脸正气的小和尚，一愣：成佛？成佛有鸟用？施主信了佛对你大有裨益。操，老子和你那佛连一顿酒的交情都没有，凭啥信他？施主信了佛，你就会知道你是谁，要做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老和尚轻轻摇头，这孩子真是的，和那些人说这个不是对牛弹琴吗？赵鬼大板斧往地上一拄：不信佛俺也知道，俺是赵鬼，要做的事儿是打劫，从温山上来到各个地方杀人越货，哪用得着佛来告诉我？虎四小和尚懵了，这完全和自己想的不一样啊！小秃驴，快滚开，别挡着大爷们发财！要不是看你穷的叮当响，浑身上下掏不出一个子，大爷们连你一起劫了。虎四小和尚突然大怒，胡说！这一声把他身边的赵鬼吓了一跳，一激灵就把地上的斧子抄了起来。你干嘛？虎四摸着身上背着的搭帘，一板一眼地说：谁说我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我搭帘里还有10好几两银子呢，都是我和师傅化缘来的。老和尚在一旁听得眼皮直跳，当即抬手狠狠拍了下自己的脑门。这傻徒弟哪有主动把家底亮出来的道理啊？赵鬼眼睛瞬间亮了，咧着嘴大笑，手里的板斧顺势对准了虎四的脑袋。哦，还有10几两银子，那正好，小秃驴，把你搭帘里的银子乖乖拿出来，大爷或许还能饶你一命。虎四往后退半步，攥紧了搭帘的带子，正气凛然地说：这是化缘来的善款，要拿去修寺院，不能给你。赵鬼懒得和他磨叽，脸上的笑瞬间敛去，骂了句不识抬举的小崽子，抡起大板斧朝着虎四的头顶踢了下去，斧影霍霍，带着一股子狠劲。谢小乙准备出手相救，因为那小和尚天真无邪，他觉得和他很有眼缘。老和尚却突然起身，原本垂在身侧的手掌猛地抬起，指尖捻诀，大金钟罩落。话音落，咚的一声，一道肉眼可见的淡金色光照陡然自虎四小和尚头顶出现，形如一口巨大的金钟，将虎四严严实实地护在其中。当，大板斧狠劈在金钟之上，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火星四溅。赵鬼只觉得一股巨力顺着斧柄传来，震得他虎口开裂，
鲜血直流，整个人更是像被重锤砸了一样，噔噔噔连退7、8步，最后扑通一声摔了个极难看的仰八叉。谢小乙心中暗惊，大金钟罩，这不是大觉寺的独门护体神功吗？这老和尚看着慈眉善目，平平无奇，竟是位深藏不露的顶尖高手啊！金钟声嗡嗡作响，众喽啰被那股沛然正气吓得连连后退，一个个惊得瞠目结舌。我操，真佛降世了！这金钟是佛光护体啊！人群里的大当加汉天雷瞳孔地震，死死盯着那口淡金色的金钟。这哪是佛光护体，这分明就是以气化形的修为。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9品巅峰金刚圣域境？二当家牟少月眯起眼，捻着下巴上的胡子，心里飞快地盘算着老和尚的来路。等金钟的金光渐渐散去，汉天雷才从震惊中回过神，往前踏出一步。老和尚，你这是要多管老子的闲事？老和尚缓缓放下捻诀的手，双手合十，面色平静。众施主误会了，老僧此举并非多管闲事，实是在救你们的性命。这话一出，喽啰堆里顿时炸开了锅。救我们的命！一个喽啰怪叫起来：你这老秃驴唬谁呢？就是刀架到自己脖子上了吗？用你救！牟少月灵机一动，大师，今天这表我们结定了，你是高僧，应该不会杀生的对吧？没等老和尚开口，虎四小和尚率先说道：我师父从来不杀生，连遇到蚂蚁都不踩，都躲着走。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话音未落，几十个喽啰嗷嗷叫着冲了上去，直扑镖车。镖队众镖师见状，当即抄起兵刃，怒吼着迎上去。但温山喽啰足有上百号人，且个个凶神恶煞，众镖师不过20-30人，3个镖头又被制住，不过片刻功夫就被砍得节节败退。接连有数个镖师被砍翻在地，惨叫连连。赵夯和刘亨瘫在地上，浑身骨头像是散了架，只能眼睁睁看着同伴们被围攻。林三娘又惊又怒，但他人被汉天雷制住，拼命挣扎也没用。汉天雷，你这烟杂泼财，有本事放了我再打！汉天雷低头瞪着他淫笑，一把钱进怀里。妞儿，再狠还能拒人上不成？看晚上我把你按在身下，治得你服服帖帖，大叫舒服。方知你雷也有智能啊！林三娘被他这虎狼之瓷器得浑身发抖，胸口被捏，时不时还传了剧痛，但力不从心，完全挣不动汉天雷的双臂。虎四眼看镖师们一个个被砍倒在地，林三娘又被汉天雷死死制住，忍不住朝老和尚喊了一声：师傅！老和尚看着倒地的众镖师，脸上出现了不忍，朝他轻轻摆了摆手。杀生为护生，斩业非斩人。虎四瞬间会意，眉头一拧，双脚猛地在地上一跺，整个人凌空跃起，悬在半空，攥紧的拳头朝着下方镖师与喽啰缠斗的正中心狠狠砸落。砰！一声闷响炸开，一股强横的罡风陡然自拳印处席卷开来，正在缠斗的镖师和众喽啰如同被无形的大手推搡，齐齐被震得向两侧踉跄着分开，中间应声空出一片丈许见方的空地。谢小乙差点惊呼出声：我的天，难怪这小和尚叫虎四，这不是天生神力吗？虎四落地时脚下青石咔嚓裂开，乱纹交错着蔓延出半丈多远，稳稳站定，清俊的脸上竟是和他年龄相反的严肃。诸位施主可知，诛于罪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今日刀兵相向，杀业既成，来势必堕恶道，何苦以一时贪念造无尽罪孽？被罡风震得东倒西歪的众喽啰这会儿才缓过神来。牟少月目光在虎四和老和尚间转了2圈，心里念头转得飞快。这小和尚才16、17岁，刚才一拳阵退几十人，脚下石头裂出半丈乱纹，这神力绝不是人能有的，定是老和尚在暗中帮忙，像刚才的大金钟罩一样，借他的手出的力。定是这样。兄弟们，这小秃驴看着厉害，其实是那老和尚在后面用了什么法门。老东西说不杀生，咱们先解决这小的，没了幌子他还怎么管？二当家说的对，咱说这小崽子怎么突然这么猛？原来是老秃驴搞鬼！操，老子只信刀快钱多，什么无尽罪孽，大家砍死他！众喽啰一阵怒骂，十几把钢刀齐刷刷朝着虎四砍了过去。虎四没有躲闪，只是双掌合十。小僧受众施主一刀，了结今日因果，此后还手便非造业。装腔作势，造你妈！10数把刀齐齐地劈在他身上。众喽啰心中一喜，这还不分尸了他？可只听得当当脆响，火星四溅，小和尚身上连一道白印都没留下，反而震得众人虎口发麻，刀身都劈得卷刃了。谢小乙暗自吃惊，这是9品巅峰金刚圣域境，我去，想不到这小和尚比我还小，竟有这修为。这么一比，我这5品修为还差得远呢。那边喽啰们哪见过那种阵仗，红着眼又扑了上去，准备补刀。只听虎四喃喃自语：因果两清，佛门弟子亦有金刚怒目之时。砰砰砰砰，不过眨眼功夫，扑上来的20-30个喽啰便被尽数打飞上天，紧接着噼里啪啦坠落在地，断胳膊的，折腿的，更有甚者直接口喷鲜血，当场毙命。三当家赵鬼看得眼红，趁着虎四背对着他，抄起双板斧，使出吃奶的力气朝着他后背猛劈下去。嘡的一声，斧刃勘触到虎四的僧袍，就像是劈中铜墙铁壁，震得他虎口再次开裂。赵鬼还没来得及惊呼，虎四小和尚猛地转过身：施主，佛还说你不入的狱，
谁入地狱？扬手一拳正中赵鬼面门，只听砰一声响，雷劈斧的脑袋像摔在地上的西瓜，炸了。大当家汉天雷和二当家牟少月吓得魂飞魄散，哪里还敢恋战？汉天雷一把扛起被制住的林三娘，扯着嗓子喊：买卖不亮，收家伙料！众喽啰连滚带爬的跟在他后面逃命。赵夯和刘亨瘫在地上，急得浑身发抖，只能眼睁睁看着林三娘被汉天雷扛着远去。老和尚缓缓走上前，看着满地狼藉，叹了口气，对着那群逃远的背影淡淡道：老僧方才说用大金钟罩是在救你们的性命，此话是当真的。我这徒弟发起狠来，便是老僧也不好阻拦得住。这时汉天雷扛着林三娘越跑越远，众镖师们顿时慌了神，完了，林镖头被贼人捉走了，这可怎么办啊？一个个唉声叹气，面带绝望。他们伤的伤，残的残，根本无力追赶，心里清楚，即使追上，自己这些人压根儿也不是人家对手。今天要不是有幸遇到这两位神仙和尚，说不定都交代在这了。就在这时，一道清朗的声音响起：放心，我去把你们镖头救回来。众人循声望去，只见方才立在暗处的谢小乙缓步走了出来。你们别急，我去就来。谢小乙身形一晃，施展出燕翻云的轻功，脚下像是踩着无形的云朵，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嗖的一下就追着贼人的方向掠了过去。镖师们看得目瞪口呆，半晌才回过神来，原来这位也不简单，也是高手啊。另一边，虎四看着满地的尸首，小脸上满是茫然，抬手把粘在手上的脑浆甩掉。师傅，我又把人脑袋锤爆了，我又杀了很多伤。众人想，佛门向来禁止杀生，这位高僧定要怒斥小和尚，要不替小和尚说句话，求情，毕竟他救了大伙。这时老和尚已走到虎四小和尚身边，抬手拍了他的头顶。无妨，佛门之戒，戒的是无端杀生，戒的是妄起杀念。这些人手持利刃，作恶多端，你杀的是不是生，此乃杀一人而救百人，是大慈悲。众人见说，瞬间亚麻呆住了，目色四合。残阳的最后一缕余晖隐没在温山的密林里，谢小乙踩着燕翻云轻功，脚尖点着林间的树枝，悄无声息地循着温山大寨而去。不一会儿，一座寨子里的火光就映入眼帘。谢小乙摸了摸背后的关沧海，心中暗道：我虽有五品修为，可看温山大寨这规模，少说也有几百号匪人吧。真要硬闯，纵是能杀出一条血路，也难免落得个两败俱伤，更别说还要救出林三娘。不急，谢小乙低笑一声，飞身上了一棵老树，目光望向不远处隐约可见的寨墙和火把，索性盘膝坐下，从背囊里摸出一块马蹄糕，慢慢嚼着，耐心等着夜色彻底浸透山林。月上中天，山风渐凉，谢小乙身形一晃，似一道青烟，贴着温山大寨墙面的阴影，悄无声息地掠了进去。寨子里灯火通明，酒肉香气混着汗臭扑面而来。聚义厅的方向传来阵阵划拳行令声、猜眉声、笑骂声，酒碗碰撞声搅成一团，显然那帮匪人正喝得尽兴。谢小乙循着声音飘身而起，足尖勾住聚义厅的飞檐，身子以倒挂金钩的姿势贴在眼角下，借着灯火光往里看去。聚义厅里，汉天雷敞着衣襟，胸口的黑毛随着粗重的呼吸起伏，手里攥着个酒坛子，正骂街：他娘的，今天真是撞了鬼！那老和尚的大金钟罩刀枪不入也就罢了，那小和尚更是个煞星，一拳就把老三的脑袋开了瓢。老子活了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邪门的硬茬。牟少月缩在椅子上，闻言打了个哆嗦，端着酒碗的手都在抖。大哥，可不是吗？那老和尚不杀生，小和尚可是个吃斋的魔头，今晚可得把寨子守严实了。谁知道那师徒俩会不会趁黑摸过来？戒备，必须戒备！汉天雷狠狠灌了一口酒，酒水顺着嘴角流进衣襟。传令下去，今晚轮值守夜的都给老子睁大眼睛，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立刻鸣锣，谁敢偷懒，老子扒了他的皮！一众喽啰连声应和，又纷纷举杯劝酒。聚义厅里的喧嚣更甚。谢小乙贴在檐下，心中暗暗好笑，这帮夯货喝得醉醺醺的，就算真有动静，怕是也反应不过来。正想着，汉天雷被他呛得心头火起，索性直起身，从屋中木柜拿出个小瓷瓶，拇指抠开瓶塞，一股甜腻得发冲一香瞬间弥漫开来。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汉天雷狞笑着，将瓷瓶里的粉末一股脑倒进酒坛，手腕狠狠晃了晃，随即拎起酒坛，大步逼近，一把攥住林三娘的下颌，硬生生将她的嘴撬开。咕咚咕咚，辛辣的酒水混着药粉，被他粗暴地往林三娘嘴里灌。林三娘拼命甩头，喉咙里发出呵呵的闷响，酒水呛得她眼泪直流，却根本躲不开那只铁钳般的大手。大半坛药酒被灌进腹中，剩下的顺着她嘴角淌下，浸湿了胸前的衣襟，把那抹轮廓勾勒得清清楚楚。汉天雷看呆了，喃喃自语：牟少月说的没错，练家子的体型就是带劲啊！等着吧，不出一盏茶的功夫，保管你哭着喊着求老子！谢小乙隐藏在暗处，终于躲过了一队巡逻的喽啰，紧接着又是几个喽啰路过，嘴里还骂骂咧咧，尽是些抱怨守夜辛苦的混话。等他们走远了，谢小乙这才飘身而出，循着踪迹摸到汉天雷卧房的窗下，窗纸糊得不算严实，指尖挑开一道细缝，往里望去，油灯下
林三娘胸前衣襟湿得透透的，酒渍正顺着她脖梗往下淌，那画面让谢小乙不由得心头一紧。我是错过什么了吗？只见汉天雷灌完酒，得意地把空了大半的酒坛往地上一扔，反手就去拴房门。臭娘们，降世吧！汉天雷拍了拍手，转身朝着林三娘逼近，脸上的淫笑一波接一波。等会儿要笑上来，看你还嘴硬不硬，老子倒要瞧瞧，你这练外功的身子比那些娇滴滴的闺阁小姐味儿有什么区别？林三娘只觉一股热流猛地从丹田窜起，在全身蔓延起来，烧得她浑身皮肤都发烫。那股子热意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痒，钻心蚀骨，让她原本紧绷的身子微微发颤。她死死咬着下唇，牙几乎要嵌进肉里，硬是把喉咙口的呻吟咽了回去。怎么样，很带劲吧？汉天雷搓着手步步逼近，一会儿保管你快活似神仙。林三娘偏过头，死死瞪着他，眼底却不受控制地蒙上了一层水雾。他想骂，想啐他一脸，可身体不受控制，腰间的软肉一阵阵发烫，让他忍不住想蜷缩起来，热意越来越烈，连手脚都开始发麻。他能感觉到自己的理智正一点点被那股邪火吞噬，身体里有个声音在叫嚣着：别妥协，别妥协！汉天雷被他这副又倔又媚的模样勾得心头火更旺，低吼一声，大手攥住绑在林三娘身上的麻绳，猛地一扯，吃了！粗麻绳应声而断，林三娘猝不及防地晃了晃身子，就被汉天雷一把揪住衣襟，又是呲啦一声脆响，她身上那件标识劲装被撕得四分五裂，露出里面杏黄色的中衣，紧贴着她练过外功的紧实身段。汉天雷看得眼睛都直了，伸手就要去搂她的腰，瞧瞧这身段，比窑子里的娘们带劲多了。快，叫声好听的，老子保你！话音未落，窗户突然哗啦一声被打开，一道黑影如电闪了进来，紧接着，谢小姨五指倏然屈成鹰爪，扣住了汉天雷后颈的大椎穴。二品修为是吧？那给我了苍龙吸水！一股吸力如渊似海，直透汉天雷的大椎穴，吸取他丹田内积攒了10几年的真气。汉天雷只觉腹间一阵剧烈的绞痛，原本鼓胀的丹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瘪了下去。你只感觉内力不断的外泄，想喊却喊不出来。不一会儿，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皮肤干瘪松弛，像是瞬间老了10几岁。谢小乙边吸边用和气诀炼化汉天雷的内力。起初他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结果没想到一试竟成了。对方10成真气被炼化后，能有3成化为己用，虽然少了点，但蚊子再小也是肉。真气耗尽，汉天雷哼都没哼就昏倒了。谢小乙在窗外，本来想多看看这类似痴汉系列的画面，因为他太像某岛国电影的现场直播了。可当汉天雷扒林三娘外衣时，他知道不能再看戏了。林三娘内心深处本就在天人交战，这时看到了谢小乙，不禁松了口气。是你？浑身一软，身子晃了晃，就栽倒在了床榻上。谢小乙顺势扶住他，低声道：林姐姐，我救你来了，咱们走。刚要转身，手腕却被林三娘一把攥住，那力道带着几分失控的急切，全然不似刚才硬扛汉天雷时的狠劲。林三娘想硬挺着，可那股子药竟像火一样在烤她。她睁着一双迷蒙的眼，嘴唇微微张着，呼吸又急又烫，喷在谢小乙的手背上。谢小乙闻到屋中酒气里夹杂着的药香，他师承华天乙，又怎么会不知道这药是做什么的？林姐姐，你被下药了。林三娘咬着牙点点头，喉咙里溢出一声压抑的轻哼，带着几分强撑，又带着几分不自知的媚意。别走，不走！谢小乙目光扫过林三娘绯红的脸颊，还有那因外衣被撕碎而露出的紧实腰腹，采花大盗的本能瞬间窜了上来。还不错，这可是练过外功的身子，比那些娇柔的闺阁小姐带劲多了。眼下她被药力所迷，就算自己做点什么，她也会配合。可念头刚冒出来，就被另一个声音狠狠压了下去。两个意识在大脑里天人交战。谢末，谢小姨，你这么做和汉天雷有什么区别？谢小乙，我本来就是采花盗，这是我的职业，我无可厚非。谢末，你这么做可太卑鄙无耻了。他现在是身不由己。谢小乙，看看他身材，你不想吗？谢末，谢小乙，回答我，看着我的眼睛。谢末有点想。脑海里的撕扯还没完事，林三娘却先下手为强了。她猛地抬手勾住谢小乙的脖颈，滚烫的身子用力往他怀里钻。不等谢小乙反应过来，他仰着头，带着酒气的嘴唇就狠狠撞了上来。柔软的触感附在唇上，带着一股不顾一切的疯狂。这一吻毫无旖旎，反倒带着几分破釜沉舟的惨烈。林三娘像是要借着这股风劲把谢小乙吃进肚子。谢小乙浑身一震，脑子里的拉扯瞬间被这突如其来的吻取代。林三娘此时力道大的惊人，死死地搂着他，嘴巴一直翻来覆去的啃他，这谁顶得住？谢小乙发出一声闷哼，反手扣住林三娘的腰，眼底闪过一丝暗芒。我这是在帮他，我这是在舍生取义。我不入的狱，谁入地狱？地狱，我来了！一念至此，谢小乙抱起发狂的林三娘扔上床榻。林三娘意识昏沉，体内邪火乱窜，本能地攥住他领口，哧啦一声裂开了他的衣襟，随后用力一扯，过来吧你！谢小乙一个踉跄，肩膀就被死死咬住了。然后林三娘比谢小乙还谢小乙，谢小乙傻了，他感觉这次自己不是采花盗，而是被害者，这太侮辱他的职业了，只能用武功扳回颜面。和气诀，
神、龙、百、尾、林三娘啊！窗外的云布知何时散了，月光漏进来，恰好落在床榻边散落的衣衫上。林三娘是被胸前一阵凉意惊醒的，药力的余韵还残留在四肢百骸里，浑身酸软的厉害。她抬起眼皮，第一眼就看见身侧闭目调息的谢小乙。昨夜那些混乱滚烫的画面瞬间涌入脑海，脸颊疼的一下烧得通红。林三娘胡乱捞起一件衣衫挡在胸前，心里暗暗骂街，真想不到便宜竟让这小子占了，还是他自己主动送上门的，真是丢死人了。虽说之前也肖想过和他滚卖场的画面，可那也只是想想啊。他刚坐起身，遮在胸前的衣衫突然滑落，露出一片青紫的五指印。林三娘慌忙撩起衣衫偷看一眼，心头一跳，娘啊，这混小子下手也太没轻没重了。他狠狠捶了谢小乙胸口一下，微嗔道：挤开，都是你害的。谢小乙闻声睁眼，刚要开口，就对上林三娘那双又羞又恼的眸子，那眼神里带着几分锐利，又藏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直直瞪着他，竟让他一时语塞。三娘，你个屁！占我便宜就算了，你看我这胸口的青紫。林三娘敞怀就要给他看，话到嘴边才觉不妥，赶忙又把衣襟拢紧，这也太放浪了。刚才是情难自禁，现在可不行。谢小乙哭笑不得，觉得自己实在冤枉。三娘，你还真别怨我，你自己好好回忆回忆。林三娘被这话一噎，混沌的片段瞬间清晰，是她被药力烧得发昏，强行把谢小乙压在身下，堵得她喘不过气。她抬手推拒时，他攥着她手腕较劲，那些青紫印子分明是这么挤出来的。还真是冤枉他了。谢小乙伸了个懒腰，起身穿衣，林三娘却看直了眼。这小子看着清瘦，脱了衣裳竟这般有料，虎背狼腰，线条利落的紧。他猛地咽了口水，暗自嘀咕：罢了，这相貌身段自己也不算吃亏，总好过被汉天雷那夯猪糟蹋。谢小乙白他一眼，看什么看，还不快把衣服穿好，待会儿我带你飞出去。林三娘回过神，脸上泛红，嘴上却不肯认输。看你怎么了，便宜都让你占尽了，多看两眼还亏了你不成？三娘，明明是你主动的吧？知道了，别再说了，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谢小乙傻眼了，这也行？怎么女人占了便宜就能这么潇洒的翻篇？两人收拾妥当，林三娘转身瞥见地上昏死的汉天雷，眉头一蹙，他怎么了？我打晕的，怎会哭搞成这副模样？嗨，还不是昨晚瞅见你春光乍现，心火太旺，直接虚脱了呗。谢小乙随口胡诌，他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会吸人内力的邪门功法。林三娘自然不信，却也懒得深究，目光一转，落在谢小乙背上那柄观沧海上大剑，借我用。干嘛？我说过要剁了汉天雷的脑袋，你身上药力还没散尽，我来吧。说罢，谢小乙手腕翻转，寒光乍起，一剑封喉，血光四溅，汉天雷的脑袋滚落在地，脖梗处的血柱痴痴往外喷。多谢，客气。谢小乙手腕轻抖，剑尖斜垂，嘴唇一抿，轻轻吹了口气，剑上血珠簌簌滚落，剑身霎时光洁如洗。林三娘看得心头一跳，忍不住呢喃：剑上吹血，寒风无痕，好剑，确实是好剑。谢小乙挑眉看他，不过三娘，你光夸剑就不夸我那把更厉害的剑？哪一把？林三娘没反应过来，就是那把能使出上下左右招式的宝剑啊。林三娘还在迷糊，谢小乙已经收剑入鞘，转身在屋里翻箱倒柜，衣柜暗格，床底木箱，没一会儿就摸出个沉甸甸的匣子。你在干嘛？林三娘蹙眉问。谢小乙转头冲他眯眼一笑，贼不走空，就当是我救你的赏金，让汉天雷这家伙出。他打开匣子，里面竟是满满一沓银票，细数下来足有13000两。谢小乙眼睛一亮，将银票一股脑塞进行囊，又捡了几块成色好的玉佩递给林三娘。走。谢小乙朝他递了个眼色。林三娘看了眼地上的尸体，迟疑道：汉天雷虽然死了，可他手下还有200-300号人呢，所以我才说要带你飞出去。怎么飞？就是这么飞。谢小乙突然打横，将林三娘抱了个满怀。林三娘惊呼一声，下意识搂住他的脖梗，脑袋埋进他颈窝，抓稳了。谢小乙低喝一声，手臂陡然发力，抱着他猛地踹向窗户，哐当一声脆响，木窗应声碎裂。他足尖在窗台上轻轻一点，整个人如飞燕般窜了出去，燕翻云轻功施展开来，身形快得像一阵风。有人跑了，快追！从大当家屋里跑出来的喊杀声刺破4更天的夜色，数十名山匪举着火把兵刃冲了出来，火光映红了半边天。可他们只看见一道残影在夜色里一闪而过，快得像鬼，转瞬便没了踪迹。温山大寨里，牟少月看着地上汉天雷的尸体，心里乐开了花，嘴上却哀嚎道：哎，大当家的死，我真是悲痛欲绝。我早就劝过他，可他就好那没人碍眼的调调，玩女人非要把门口侍卫全撵开，说什么隔道门都碍着他痛快。这下好了，报应啊！从今往后就由我暂代大当家之位。众喽罗本就对汉天雷喜欢吃独食不满，闻言纷纷应承，二当家应命，以后跟着二当家吃香喝辣。另一边，林三娘被谢小乙抱在怀里，只觉两旁的树木山石飞速向后倒退，低头望去，脚下是蜿蜒的山道，远处温山大寨的灯火越来越小，竟真生出一种御风而飞的错觉。
你这轻功竟这般厉害，还行吧？对了，林三娘突然想起一事，你之前说的另一把剑到底是哪一把？谢小乙低头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林三娘霎时羞红了脸，张口就咬在他肩头。谢莫你混蛋！哎呦，别咬这里，想咬就咬别的地方。东方玉晓，谢小乙抱着林三娘，足尖在最后一棵老树上一点，轻飘飘落在了镖队扎营的山坳里。篝火只剩最后一点余烬，众镖师守着商号，个个唉声叹气。赵夯和刘亨靠在树干上，脸色蜡黄，还在低声争执昨日的结镖之辱。三娘她怕是凶多吉少了。刘亨咳了2声，声音里满是颓丧。那谢墨轻功虽强，但这个时候都没回来。怕赵夯一拳捶在地上，都怪咱们没用，想不到一个贼寇头子都有2品修为。哎，恰在此时，镖队旁歇脚的师徒2人里，小和尚虎四先开了口：“施主莫急，女施主和那位男施主回来了。”话刚说完，一道清亮的声音陡然响起：“谁说我凶多吉少了？”众人猛地抬头，就瞧见谢小乙和林三娘缓步走来，晨光落在2人身上，带着几分缱绻。林三娘鬓发散乱，镖师劲装也破烂不堪，浑身尽是解虏后的狼狈。三娘，林镖头回来了！众镖师惊呼着从地上爬起，脸上满是不敢置信的狂喜。赵夯和刘亨顾不上身上的伤，踉跄着扑过来，见林三娘安然无恙，差点哭出来：“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赵夯激动的连声重复，刘亨跟着点头，看向谢小乙的目光里满是感激：“谢兄弟，之前是我不识好人，多谢你救了三娘，大恩不言谢。以后你但凡有用得着我刘亨的地方，上刀山下火海，绝无二话。”谢小乙微微一笑，这2人倒是情种，对林三娘当真关怀备至。要是这2人知道林三娘昨晚化身成了一个英勇的骑士，会不会拿刀砍我？周围镖师纷纷附和，七嘴八舌地说着感谢的话。林三娘理了理衣襟，目光扫过营地的惨状，见几个熟悉的面孔带着粗布躺在地上，眼圈微微泛红。兄弟们，汉天雷已经伏诛，温山大寨的匪首没了，往后这段路咱们能走得安稳些了。汉天雷死了，众人惊呼。林三娘点头，死了。刘亨瞪大眼，他一个2品修为的高手，怎么死的？林三娘看了看谢小乙，又转向众人，他被这位谢少侠点了穴道，然后一剑削了脑袋。他只说后果，前因却绝口不提，总不能说自己被下了春药，还强迫谢墨，那他的脸往哪搁？众镖师一阵欢呼，欢呼声里，一道稚嫩的声音挤了进来：“施主，你回来了。”谢小乙循声望去，虎四正双掌何时朝他打招呼，眉眼温和。要不是昨日亲眼瞧见这小和尚一拳砸碎温山大寨3当家的脑袋，当真要被他这人畜无害的模样唬住。谢小乙笑着走上前，冲老和尚和虎四拱手在下谢幕，敢问2位大师法号？老和尚颔首还礼，声音平和：“贫僧一琛，这位是我弟子虎四。”谢小乙心中猛地一惊，在他的双重记忆里，大觉寺乃是佛门之首，与昆仑天剑宗、真武道宗并列上3门，寺中无琛、微琛、一琛3位高僧，个个修为深不可测，堪称江湖顶尖存在。他赶忙躬身行礼，原来是大觉寺一琛大师，晚辈有礼了。一琛何时还礼？谢施主机敏果敢，就下临施主，实乃功德一件。山野相逢即是缘，少侠不必多礼。虎四上前还礼，多谢谢施主昨天的马蹄糕。哎呦，话没说完，脑袋就被一琛拍了一下。虎四捂着额头，一脸疑惑：“师傅，你怎么又给我当头棒喝？”一琛伸指轻点他的眉心，温言道：“色身一宿，口腹之欲不过是皮囊枷锁，心若系于真修，灵台便难见菩提。”虎四不服气：“可师傅，你昨天不是还说佛法在心头，不在嘴上吗？”一琛捻着佛珠，眼皮都没抬：“时节因缘不同，行事分寸自当有别。昔日你饥肠辘辘求斋饭，是求生之念；今日你饱食终日思荤腥，是堕贪之根。时移世改，理自然也。”虎四点点头，不再反驳，反正怎么说师傅都是对的，再多说指不定又要挨揍。不过他很快又揪出了破绽：“师傅，时移世改，理自然也，那不是道家真言吗？”一琛闻言一顿，随即摇头晃脑道：“世间道理殊途同归，所谓法无二法，理无二理，不同说法只是方便法门，本质并无二致。佛门道门道理本就相通。”谢小乙偷偷撇了撇嘴，这大师可真会耍嘴皮子，他这徒弟往后有的受了。忽然他想起昨日虎四和赵鬼的对话，心念一动，开口问道：“先前听小师傅提及，2位是要化缘修缮寺庙？”虎四立刻抢着答道：“师傅说了，要盖一座宽敞的藏经屋，还要添置书架和防潮的药材，少说也得800两银子。我们已经化缘3个月，攒了好几十两。”话还没说完，就见谢小乙反手从行囊里掏出一叠银票，数出10张100两面额的，径直塞到虎四手里，一点心意不算什么，全当为自己积德。虎四攥着银票的手猛地一松，连连摆手：“不可不可！师傅说口腹之欲是枷锁，无端之财起不也是枷锁？弟子不能堕贪。”一琛闻言，眼疾手快，啪的一声就给了他一个暴力。不等虎四抬手捂脑门，他早一把抢过银票，麻利地揣进僧袍兜里，使劲拍了拍，生怕掉出来。随后板起脸，一本正经地训道：“师儿，贪银钱是执念，舍善缘是吃鱼。这银票不是银票，是施主的慈悲，是藏经屋的良木。你不收，便是拒人于佛门之外。”
虎四捂着脑门眨了眨眼，似懂非懂的嘟囔：“师傅说的都对。”弟子又学到了。一琛教育完徒弟，双掌合十向谢小乙起手，眉眼间满是笑意。阿弥陀佛，施主慷慨解囊，此乃结善因。藏经屋落成，经书的护，辨识的善果，善因善果皆是佛门福报。贫僧替大觉寺谢过施主。谢小乙微微一笑，连忙还礼：“大师客气了，晚辈不过是顺手而为，种善因得善果，也算为自己积点福德。”一琛淡笑，目光扫过谢小乙时陡然一凝，随即开口：“施主昨日与今日判若两人，定是有奇遇傍身吧？”谢小乙心头一紧，面上却不动声色。一琛接着说道：“施主体内真气磅礴暴涨，却驳杂滞涩，经脉似有淤堵之象，远非昨日可比。若不及时理顺，久则易引动内息，走火入魔。”谢小乙心头巨震，林三娘那时中了汉天雷的烈性春药，体内郁气翻涌难平，他已和气绝将其吸纳融合，反哺自身，经此双修，内力竟隐隐有了突破之兆。只是过后气血翻涌，他正暗自纳闷，竟被这老和尚一眼看穿。大师慧眼，我昨晚偶得了2道真气，现在体内确实有点混沌。一琛点点头，从僧袍夹层摸出一枚琥珀色的丹药递过去，此乃大觉寺秘制的大觉丹，能治内伤，涤荡浊气，梳理内息，施主拿去。谢小乙大喜，果真是种善因的善果，多谢大师。他接过丹药，想都没想就服下，丹丸入腹，瞬间化作一股清流，顺着经脉游走，所过之处，淤堵的真气缓缓归位。谢小乙心中一喜，寻了块青石，盘膝打坐。大觉丹的药力在丹田缓缓化开，顺着经脉奔涌游走，原本滞涩汹涌的真气被尽数理顺。不多时，周身真气翻腾如潮，骨骼噼啪作响，一股磅礴的力量感从四肢百骸直冲头顶。谢小乙只觉丹田鼓荡欲裂，好像有什么东西要破体而出，随即猛地长啸一声，声浪穿林越鹤，惊得飞鸟四散。经此一笑，内息骤然通畅圆融，修为直接从5品一举突破到6品。谢小乙大惊，想不到大觉寺的大觉丹竟助他修为暴涨到6品，真是意外之喜。他起身对着一琛郑重行礼：“多谢大师赠药之恩，晚辈敏感妩媚，举手之劳。施主与我佛有缘，这丹药也算不得什么。”一琛说罢，偷偷摸了摸怀里的银票，嘴角微微上扬。不远处，赵夯和刘亨正和林三娘等镖师收拾车队，突然听到谢小乙那声长啸穿破山林，震得树梢簌簌落英，金鸟乱飞。赵夯的动作戛然而止，脸上表情瞬间僵住，下意识缩了缩脖子。刘亨更是倒抽一口凉气：“老夯，这动静应该是几品修为？不知道，反正比咱俩加起来高。”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骇。之前还嘲笑谢墨是银样蜡枪头的小白脸，感情人家是真人不露相。另一边的林三娘也怔住了，眼中闪过一丝讶异。谢小乙抱着他逃出温山大寨的时候，他只道他轻功了得，却没想到他内功也这么雄厚。呵，难怪这小子在床上这么厉害，感情他是扮猪吃老虎啊。日头堪堪爬到半空，谢小乙等人与一琛师徒拱手作别，双方在山路口分道扬镳。如此行了数日，这一天，镖队歇在道旁老槐树下，谢小乙离他们远远的，寻了个僻静被人的去处歇着。林三娘端着水囊走近，本是来递水的，待见他倚树而坐，夕阳把他的剑眉星目描得愈发分明，6品修为的真气隐隐浮现，添了几分阴锐。先前温山大寨的画面涌上心头，他心里瞬间燃了一团火，只想和他单独唠唠嗑。谢墨，谢小乙抬眼挑眉：“怎么了三娘？是不是想我那一招剑法了？”林三娘没接话，挨着他坐下，肩头撞了撞他的胳膊：“就你嘴贫，你那剑我早忘了什么样了，还不如瞧你这人顺眼。”谢小乙低笑一声，侧过身时故意蹭了蹭他的胸前曲线：“三娘这是看上我了，看上你又如何？”林三娘也不躲，反而往前挤了挤：“难不成还怕我吃了你？”谢小乙被他挤得心头火起，怕倒是不怕，就怕三娘到时候舍不得撒开握剑的手。林三娘被他这话撩得心头一跳，伸手就去捏他的脸，油嘴滑舌：“我看你就是欠收拾。”谢小乙心头一乐，他这是在简介承认我的剑强吧？不过送上门来的甜点可没理由不吃。他一把扣住林三娘的手腕，另一只手就往她的衣襟里伸：“你手起开，青子印还没下去呢。疼？那我轻点。轻点也不行。哎呦，你真狠！”两人正拉着肩，突然传来赵夯和刘亨的喊声：“三娘，林三娘，你哪儿呢？吃干粮吗？”林三娘浑身一颤，猛地把谢小乙的手掏出来，慌乱地拢了拢衣襟：“我要走了。”说着起身就跑。谢小乙现在火大了，歪着头，眉头一皱，骂道：“这三娘真是过分了，浪上人的火来，他倒跑了。”林三娘闻言猛地顿住脚，回头嗔道：“我浪我的，你平白无故上什么火？难道图你受用一回，让赵夯和刘亨看见了不待见我？看不见。”谢小乙低笑一声，趁林三娘还在拢衣襟的空当，猛地探身向前，打横将她抱了起来。林三娘惊呼一声，嗔道：“芥末，你疯了？放我下来，咱们去玩点刺激的。”谢小乙脚下一点，身形轻飘飘掠出数尺，避开赵夯等人搜寻的目光，往半山腰飞去。这是去哪？放我下来！赵夯他们还在找我，找便找，半山腰清静，正好跟他们把之前的账算清。林三娘好奇，捶了他后背一下，你和他们有什么账算？
他们之前说我营养辣枪头，我那个时候发誓要在你身上证明，还要绿了他们。怎么绿？当然是咱们看得见他们，他们看不见咱们。谢小乙说着，足尖再一点，在半山腰寻了处树叶茂密的地方落了脚。果然，这里能看见底下的人，底下的人却看不见他们。郎如孤剑破云出，女作鞘中一寸柔。瀚海见云间雪本是负天下第一桩天下会之约，途中师兄师姐却莫名中了迷药，他也未能幸免，下药之人却紧咬着他不放。云间雪拼尽最后气力，竟被逼到一处绝路悬崖。他扶着崖边矮松，膝盖发软，紫色劲装被汗水浸得发黏，浑身力气像是被抽干，指尖止不住的抖。该死，这迷药好霸道！身后脚步声尘堵，一步一步踩在人心肩上。云间雪猛地回头，长剑在鞘中清明，可他连出鞘的力气都没有。月光劈开树影，落到来人身上。青色锦袍，面容俊朗，却透着阴鸷，眉峰高挑，眼尾上挑时，傲气与狠戾尽数毕现。没地方跑了。瀚海剑派的云女侠也有这般狼狈的时候。云间雪攥紧拳头，借着掌心刺痛，勉强保持清明。是你下的药？你是谁？男人嗤笑一声，根本不答，身形陡然一闪，残影未散，人已经贴到云间雪身侧，手腕一翻，猛地磕在他剑鞘上，长剑哐当震飞出去，砸在崖石上弹了几下，滚落无踪。不等云间雪反应，他的手掌已经扣住他脖颈，力道不大，却掐得他呼吸一滞，半个字也吐不出来。我是谁？江湖人送外号东瀛、西涧、南荡、北色、中小乙，你没听过？话音落，另一只手猛地一扯，哧啦一声，布料撕裂的脆响刺破夜色，夜风裹着凉意，瞬间钻进云间雪胸口。云间雪浑身一颤，下意识往回缩间，却被那人掐着脖颈，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那片紫绸被他随手丢在地上。云间雪心头一沉，这5个名号他听过，他们是下三门天上人间的5大采花道。江湖门派分上3门，下3门，中8门。下3门最是为江湖不耻，天上人间、百乐门、凌霄殿并称下3门。天上人间的女子擅长色诱、迷药、媚术，专勾正派高手入套；男子则精通采花、双修，专攻邪修法门。东瀛最好色，见了女子便走不动道；西涧最阴损，专爱用龌龊手段逼人就范；南荡最浪荡，采花无数，还四处吹嘘；北色最懂风月，一双眼睛盯着美人的身段。那中小乙名为谢小乙，年纪最小，却把4人的龌龊行径占了个遍。论作恶，他才是这5营之首。你是谢小乙？这话瞬间戳爆了男人的火气。老子最恨采花的时候，有人叫我谢小乙。扣着云间雪脖颈的手猛地收紧，另一只手攥住他紫衫领口，又是狠狠一扯，湿了。整件外衣被扒下来甩在地上，云间雪只剩一身中衣，山风一吹，冷得他浑身发颤。男人冷嗤，看来我这江湖名头还是不如谢小乙响亮。那你是谁？云间雪的声音带着颤。爷是东瀛。东瀛话音落，手指摩挲着云间雪脖颈细腻的肌肤，眼底贪色翻涌。他俯身逼近，另一只手顺势扣住他发软的手腕，反剪到身后。云间雪浑身脱力，中衣单薄的挡不住风，更挡不住东瀛眼中的恶意。你放过我行吗？他挣扎着扭动腰身，却被东瀛用膝盖顶住膝弯，猛地往前一压。云间雪踉跄着跪倒在崖边，掌心按在冰冷的碎石上，疼得指尖发麻。别白费力气了，迷药早散了你的内力，这荒山野岭，你叫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东瀛说着，俯身捡起地上那件紫色劲装，2根手指捻住衣袖，稍一用力便撕下一大片。他攥着那截紫绸，绕到云间雪身后，3下2下便将他反剪的双手紧紧捆住，打了个死结。山风掠过崖边，掀得云间雪的中衣往上缩了半截，露出后腰浅浅的2道腰窝。东瀛看得眼热，笑声里的恶意更浓。不错，正是放大拇指的好地方。夜风卷着野草的腥气，吹得崖下草木簌簌作响。良久，东瀛得逞的笑声震得山崖嗡嗡作响。他慢条斯理地整了整衣襟，手指掸了掸膝盖上的碎石子。怎么样，云女侠，你敢动我，瀚海剑派绝不会放过你。云间雪咬着牙，眼里翻涌着不甘与恨意。瀚海剑派？东瀛冷笑，就算他们找来，也只能去崖底捡你的骨头。话音落，他抬脚狠踹在云间雪纤细的腰侧，云间雪的身子像断线的风筝，直直往崖下坠去。啊！惊呼声没入崖底的黑暗，3道黑影倏地从林子里窜出，落在崖边。为首一人嘿嘿一笑：“东老大，你这么做可不地道。”东瀛回头，眉峰一挑：“西涧、南荡，你们来凑什么热闹？”2人身后，北色缓步走出，暴毙冷笑：“咱们东瀛、西涧、南荡、北色、中小乙，向来只采花不杀生，你这一脚下去是坏了规矩。”东瀛仰天哈哈大笑：“规矩？谁他娘的跟你们讲规矩？谁敢说谢小乙比我名气大，老子就先采后杀，管他什么狗屁规矩！”夜凉如水，官道旁的有间客栈里灯火通明。谢小乙和林三娘玩完山阵后，跟着镖队刚安顿下来，正盘腿坐在木桌旁，端着粗瓷碗喝着热茶。忽然鼻尖一痒，啊嚏一声未落，紧跟着又是2声清脆的喷嚏，震得碗里的茶水晃出几滴。谢小乙放下茶碗，揉了揉发红的鼻尖，挑眉骂道：“一声是响，
2声是念，3声是骂他妈的，哪个混蛋玩意儿在背后咒老子。隔壁房传来林三娘的叫骂声，你最坏，最混蛋，谁敢骂你？谢小乙跟着红绫镖局小行夜宿，不几日便踏入了望江湖地界。此地山温水软，规矩井然，官道旁的茶寮酒肆里总飘着些江湖上最新的流言。谢小乙骑着马跟在镖队中段，耳间总被周遭的窃窃私语勾着。前日在渡口歇脚，林州2个挑夫模样的汉子压低了嗓门，话里天上人间4个字听得真切。听说了吗？下三门那伙人最近疯了似的，尤其是天上人间，五营齐出，没一处安生的。可不是，南边清风寨的女寨主一身好武艺，竟被他们用迷药算计了，事后不堪受辱，拔剑抹了脖子。还有城西张大户家的小姐，出门上香时被掳走，3天后才扔回来，人已经疯疯癫癫，见了男人就躲，好好的姑娘家算是毁了。谢小乙指尖敲着马鞍，眉头一皱，我不去采花有1年了吧？怎么可能五营同出？定是那4个草包废物管不住老二，天天出来采。他自己顶着钟小乙的名号混在五营里，这么久没作案，没想到这几日东营他们竟闹得如此沸沸扬扬。林三娘骑着马跟在他身侧，听得真切，眉头拧成了疙瘩。这天上人间越来越嚣张了，五营河流，江湖上的女子可遭了殃。谢小乙撇撇嘴，江湖上的女子遭殃？你要是知道你把五营之首钟小乙当马骑过，够你吹半辈子牛皮的。镖队提声哒哒，碾过最后一段官道尘土，前方烟波浩渺，正是望江湖山地界。望江湖我到了。谢小乙勒住马缰，咱们该分道扬镳了。林三娘虽恋恋不舍，却也别无他法，正要各自调转马头离去。谢小乙看着他的身形，蓦地心中一动，突然出声叫住他。林三娘会意，便让镖队先行一步。见四下无人望来，谢小乙才快步上前，伸手托住他胸前2侧，轻轻往中间拢了拢。你这天扎马步打群练外功的，再这么下去，怕是要下垂跑偏了。我先帮你正一正，往后可得好生保养着，不然回头我摸着可就没那么舒坦了。林三娘以为他有什么重要事儿说，结果他却来了这么一出，慌忙拨开他的手，登徒子，下垂也是被你这一路摧残的。谢小乙哈哈一笑，翻身上马，一个往山雾深处去，一个往官道路上行。江湖之中从无定法，却有定评，这定评的源头便在这望江湖之巅的天下第一庄。天下第一庄能立足武林，凭的从不是称霸一方的武力，而是庄主司徒瑞的师傅天算子谢道韫手中那杆笔。那2张榜，一张乾隆榜，列的是江湖中青出于蓝的少年英侠，榜上之人皆是为马而立的后起之秀，或天赋异禀，或机缘深厚。今日乾隆在渊，他日便可能腾跃九霄，搅动风云。一张天龙榜，则是武林中登顶绝巅的宗师名录，入榜者无一不是威震一方的巨擘，一招一式皆能牵动江湖气宇，是真正的当世传奇。不同于江湖邪司的野榜，谢道韫号称算无一策，一双慧眼看破众生根骨气运，笔下点评从无偏差，2榜既定，江湖无人敢智慧。谢小乙孤身一人在望江湖山下的小镇客栈住下，彼时离天下会开榜尚有半月有余，他便日日在镇中闲晃，静待时日。可这些天每到3更锣响，他身上总有一股压不住的气息在澎湃，每次也只能咬牙运功强行克制。就这样扛了半个月，终于到了天下会开榜的日子。天刚蒙蒙亮，晨雾还未散尽，谢小乙起身穿好衣服，推开客栈木门，径直往望江湖山上而去，奔赴那场天下瞩目的武林盛事。抵达山脚，谢小乙拾级而上，望江湖山势巍峨，越往上越觉天地开阔，山峰拂面，云雾流转，只觉胸间郁气尽散，心胸陡然大畅。谢小乙立在山道开阔处，迎风而立，忍不住朗声吟道：踏破白云千万种，仰天池上水溶溶，横空大气排山去，抵住人间是此风。诗句落毕，山峰卷着余音漫过林梢，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清越赞叹：好诗，好一句，横空大气排山去，果然有几分豪情。谢小乙回头望去，只见山道上走来一年轻道人，身着玄色道袍，长相还不错，就是带了点慵懒气质。他背上斜挎着一口古朴剑匣，剑匣棱角分明，隐约能看出匣深嵌着7星纹路。年轻道士缓步走近，目光落在谢小乙身上，含笑道：贫道真武道宗陆放，方才听闻阁下吟诗，字句间气魄不凡，忍不住驻足相赞，失礼了。谢小乙大吃一惊，真武道宗那可是道门第一啊！他身后的剑匣莫非就是江湖上传言的天罡北斗？可那天罡北斗是真武道宗的传家宝，怎么会给一个年轻的道士带着？谢小乙不敢大意，赶忙抱拳行礼：道长谬赞了，不过是健忘江湖山势雄浑，一时心胸激荡有感而发，随口胡诌了几句，当不得到长一句气魄不凡。在下谢末，一介闲散江湖客，今日是特地来观摩天下会的。陆放眉宇间并无道人的清苦刻板，反倒带着几分漫不经心的随性。既然是一时有感而发，随口胡诌，那这几句诗便送我，往后就当是我做的，如何？谢小乙莞尔一笑，摆手应道：不过几句闲诗，道长若是喜欢，随便拿去便是。嘿嘿，反正又不是我做的诗，这首诗是清末关中大儒牛兆莲所作，我今天来的康他人之慨。陆放眼前一亮，当即爽朗一笑，先前的慵懒里添了几分利落，够爽快。
那便交个朋友，咱们结伴一同上山。谢小乙欣然应下，二人并肩设计，一路闲谈，不多时便已抵达望江湖之巅。天下第一庄山门巍峨矗立，朱红大门前早已人声鼎沸。只见两侧庄卫高声宣唱着入庄铁规，声浪震得人耳膜发颤。诸位听好，入天下会众人皆需登记身份，今年来人众多，庄主有命，我会实在无法周全招待，凡修为低于6品者，只能谢绝入内。诸位请依次排队登记，切勿拥挤。只见山门两侧正分列着司徒瑞麾下4位得力干将，山无棱守东侧守卫，海无涯立于其侧，川无界守西侧守卫，则无波立于其侧。4人分工有序，不时有被验出低于6品的江湖客被拦下，皆是满面不甘，却又无可奈何，只能望门兴叹，悻悻离去。谢小乙立在队伍中，听得这规则，心头暗自庆幸，幸得之前吸纳了汉天雷的内力，又与林三娘双修，让真气暴涨，更蒙一琛大师赐下大绝丹，将至色内息梳理得顺畅无比，恰好一举突破至6品。若是仍停留在5品，今日这场天下盛会，当真只能在外围干看着了。不多时，便轮到了谢小乙，恰逢泽无波负责合宴。泽无波抬手招呼，笑着问道：“兄台你好，不知高姓大名？”谢小乙含笑抬手，顺势与他向我，朗声道：“在下谢墨，一介闲散江湖客，今日特来观看这天下会。”泽无波一怔，谢墨？难道他就是庄主之前夸赞的谢墨？说他学会了醉酒折剑仙华佑武的剑8啸红尘，还一直对他的剑法赞不绝口。今日恰逢其会，倒要看看此人究竟凭什么被庄主如此看重。他缓步上前，抬手与谢小乙轻握，真气凝于掌心，一股温和却暗藏劲道的气劲悄然探入对方经脉，看似是例行验看品阶，实则全是好奇心作祟。谢小乙心头一动，手指微凝，以自身真气轻轻相抗，面上却依旧笑意从容，不显半分异样。泽无波探得他真气沉稳，心中讶异更甚，未逼出他的真实实力，掌心气劲陡然加重，一股浑厚内力如潮水般涌向谢小乙经脉，是要探清他的底牌。这股气劲来得又急又猛，谢小乙只觉经脉胀痛。靠，别人都是一检验就结束，怎么到我这里就变了？他这分明就是在和我较劲啊！谢小乙根据他的气机，已经判断出他至少是7品以上的修为，自己难以抵挡。心念电转，当即施展出华佑武所传的大龙功30之一的苍龙吸水，刹那间掌心翻涌起一股极强吸力，刚才还冲撞他经脉的内力，如江河归海般被他一股脑的吸入经脉，以和气诀炼化。泽无波只觉体内真气如开闸的洪水疯狂外泄，顺着掌心直往谢小乙体内涌去，惊得他心头巨震，脸色骤变，脱口惊呼：“这是苍龙吸水，是华佑武前辈的苍龙吸水！”惊呼声落，他慌忙猛地抽手，掌心一空，内力已然折损了1小成。再看向谢小乙的眼神里满是震惊和难以置信，久久未能平复。泽无波好半晌才强压下心中波澜，强作镇定的拱手：“谢兄好修为，6品修为，准入。”谢小乙将吸来的内力用和气诀悄然炼化，归为己用，面上依旧是那副闲散淡然的模样，含笑拱手回礼：“多谢泽大人通融。”另一边陆放早已合宴完毕，正倚着一旁的石柱等着他，见他过来，眉眼一挑，笑意慵懒：“走吧，看来咱们俩都有资格进去凑着热闹了。”谢小乙应声跟上，二人并肩迈步，踏入那朱红山门。门内琼楼叠翠，玉阶纵横，中央演武广场人声鼎沸，各派高手按序列坐，剑影流光，一派风云将起的壮阔景象。不多时，3响金钟震彻全场，喧嚣应声而显。高台之上，白衣雍容的天下第一庄主司徒瑞缓步而出，朗声道：“诸位武林豪杰，不远万里齐聚天下第一庄，共赴此届天下会，不胜荣幸。今日盛会共设3项议程，其一，揭晓江湖武道之巅，更新天龙榜10位绝顶高手名讳；其二，核定新锐翘楚，重排30岁以下俊杰齐聚的乾隆榜；其三，便是我庄研习多年的压轴盛事问剑夺魁。”话音刚落，场下已然议论纷纷，因为大部分人都知道，这问剑夺魁向来不拘刀兵剑术，一众高手皆可登台竞技，彩头更是年年轮换，或是名剑山庄的绝世神兵，铸剑山庄的锋锐宝刀，或是世间难寻的奇丹妙药，上古灵才。而本届问剑夺魁的压轴彩头究竟是什么？所有人都翘首以盼。有人壮着胆子问道：“不知庄主，今年是何彩头？”司徒瑞含笑静待片刻，续道：“乃是一枚蛟龙的龙源。”此言一出，全场哗然，瞬间爆发出震天热议，连原本稳坐席位的老牌高手都难掩动容，眼中金光暴涨。那龙源的玄妙，江湖人早有耳闻，既能助低阶高手夯实根基，突破瓶颈，更能让9品以下稳固修为，再攀巅峰。这般至宝，远比寻常刀剑丹药诱人100倍。高台侧的陆放闻声，侧头看向身侧的谢小乙，慵懒一笑：“好家伙，往年彩头已是难得，今年竟直接是龙源，这下可有好戏看了。谢墨兄，你方才那首苍龙吸水这般霸道，要不要登台凑个热闹，博一枚龙源傍身？”谢小乙一愣，随即问：“你怎么知道我之前用了苍龙吸水那一事？”陆放呵呵一笑：“那个泽无波自己叫出来的，我听见了。”他都呆了。这苍龙吸水我可听师傅说过，这一手功夫可是当年醉酒折剑仙华佑武的独门绝技。说你是怎么学来的？
谢小乙咧嘴一笑，摸了摸下巴，故作高深，天机不可泄露，不说算了，回来我总归是要知道的。就在这时，场中司徒瑞再度开口，声音洪亮，字字清晰。闲话不多叙，先揭晓本届天龙榜10位绝顶高人。话落，全场所有目光齐齐紧锁高台。琼楼椅，剑气冲，群雄聚首，竞豪雄。天龙榜，乾隆峰，一笑金尘冠长虹。花影鬼，暗香浓，采花大盗影迹踪。40将至，明皇御案上摊着星图残卷，被拨弄出褶皱。大圣皇帝王继龄指尖轻点着图上赤红芒痕，抬眼看向阶下躬身的于世南。于监正，这星象异动已查了将近1月了吧？那关乎国运的批语，你算得如何了？于世南脊背绷得更直，双手捧着勘定的星轨册，一字一句地说：陛下容禀，臣虑钦天间一众炼气士，已勘破祖龙真气玄机。这祖龙乃众龙之首，古书云龙性好淫，无所不交，所以那身负祖龙之气转世之人，定是个沉溺温柔乡、贪图女色的性子。王继龄眉头一皱，手掌在案前一拍，叫唤：这种人也能威胁到皇朝？于世南降低身子，声音压得更低，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意。陛下息怒，祖龙重现朕九霄，一见龙吟撼皇朝。龙性虽单于淫，却藏雷霆之威，那沉溺温柔乡不过是表象，如莲子清如水，莲心彻底红，内里藏着惊天剑骨。王继龄嘴角轻挑，嗤声冷笑：哦，惊天剑骨也能威胁到皇朝？于世南身子又矮了矮，额头的青筋微微跳动。陛下，恕臣直言，天下确实有人能练出一剑摧城之威的剑骨。王继龄指尖在玉座扶手上轻轻敲了敲，眉峰微挑，何人之剑足可摧城？于是南猛地抬头，瞳孔骤缩。帝先问道：剑仙之剑足以摧城？比如说18年前生死道消的梅星瑶，当时若不是3大藩王手下高手配合1万铁甲轮番号他修为，以当时的他踏入帝仙问道境，其实就只差一步之遥。王继龄指尖骤然停住敲击，眸色沉了下来，冷声道：传朕旨意，钦天监上下连同炼气士，日夜不休给朕查，务必把这身负祖龙真气的人找出来，杀在剑仙之境前。于是南心头一凛，忙躬身叩首：臣遵旨。退下吧。王继龄挥了挥手，于是南不敢耽搁，捧着星轨册恭恭敬敬地退了出去。王继龄随即抬手按住两侧太阳穴，指腹用力揉了揉，眉宇间漫开一层烦躁的倦意。他偏过头，目光沉沉扫向一旁垂手立着的苏软儿，朕头疼。苏软儿心领神会，连步轻移上前，抬手松了颈间系带，俯身11襟微微敞开来，露出内里软断抹胸，那一片丰盈将缎面撑得饱满圆润，堪堪坠出一道柔缓的弧度，似是胜不住。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晃了晃，苏软儿微微前倾身子，小心翼翼拖住王继龄的后脑，引着他靠向自己胸口。那温软的触感瞬间裹住了王继龄的脸颊，两侧绵密的软肉微微挤压着，将他的半边脸都埋了进去，像要将人整个陷进去一样。王继龄了一声，下意识往那片软泥里蹭了蹭，脑袋轻轻晃了晃，鼻尖萦绕着苏软儿身上的女儿香，连带着方才因批语而起的烦躁，都似被这温软熨贴的散了。一旁的大太监眼观鼻鼻关心，垂着的眼帘微微颤了颤，很显然这已经是皇帝王继龄的日常了。正当王继龄沉浸在温软之中，殿外忽然传来太监恭敬的通传：皇后娘娘驾到。话音刚落，一身凤袍的皇后已缓步踏入殿内，鎏金凤凰纹在明黄光影里泛着冷光。她目光扫过玉座前的景象，眉头当即蹙起，却未对皇帝多言，只转向苏软儿，声音清冷如冰：你且退下。苏软儿身子一僵，忙要起身告退，腰肢却被王继龄反手抱住，脑袋依旧贴在他心口，语气慵懒带着几分不耐：急什么？皇后立在阶下，凤冠上的珠翠轻轻晃动：陛下，臣妾有事需与你单独详谈。王继龄沉默片刻，指尖在苏软儿腰侧轻轻摩挲了一下，才缓缓松了手。苏软儿如蒙大赦，躬身行了一礼，快步退了出去。一旁的大太监见状，也连忙低眉顺眼的躬身告退，顺手合上了殿门，将满室的暧昧与凝重都留给了玉座上的帝王与阶下的皇后。皇后抬眸看向玉座，眉峰蹙得更紧，声音里带着几分压不住的沉郁：陛下，你有没有觉得对那个苏软儿太过亲昵了？王继龄懒懒地靠在玉座扶手上，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方才残留的温软触感。这算什么亲昵？朕小时候头疼手冷的时候，母后也是这般安慰朕。皇后的脸色沉了沉，凤袍的裙摆轻轻晃了一下。可您现在不是小时候了。还有，陛下为什么非要是苏软儿？臣妾不解。王继龄掀了掀眼皮，语气淡得没什么波澜：它能让朕暖手，能缓解朕的头疼。皇后猛地抬步上前2步，胸口微微起伏，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几分倔强：臣妾也能。王继龄闻言，终于正眼看向他，眉梢微微轻挑，带着一丝鄙夷：哦，你做得到吗？皇后顺着他的目光低头扫了一眼，心头掠过一丝涩然，确实做不到，可臣妾还有别的。皇后垂眸，凤钗上的珠翠轻轻晃动，声音柔得发颤：陛下，随臣妾来。说罢，他转身走向紫宸殿西侧的隐秘暖阁，推开了那扇雕着金灯花的暗门，那是他和王继龄独有的私人空间。皇后趴在床榻上，
背后的鞭痕让他疼得不敢侧身。宫女捧着药膏，指尖沾了微凉的膏体，小心翼翼地敷在他背上。皇后娘娘，您这是何苦委屈自己？宫女的声音里满是心疼，手下的力道放得更轻了些。皇后鬓发散落，遮住了眉眼，声音淡得像一潭深水，只有这样才能拢住陛下的心。宫女手上的动作顿了顿，心底泛起一阵寒意。若不是太医院秘制的祛疤良药效力惊人，怕是这个陛下实在是太变态了。宫女垂下眼睑，将这念头死死压在心底，不敢露出半分意。天下第一庄，天下会。司徒瑞呆场中稍定，抬手做了个示意，身旁的山无棱当即上前。他一身玄铁劲装，衬得身形魁梧，双手捧着一卷通体鎏金的榜单，一现身就引得全场目光聚焦。他大步走到高台中央，随即展开金晃晃的天龙榜，朗声念道：天龙榜第一，一剑西来，昆仑雪开崔巨清。天龙榜第二，南岭剑手，一人一城孟东野。天龙榜第三，北影听风，斩龙追魂王少伯。天龙榜第四，东海素影，倾国倾城谢灵运。天龙榜第五，西方魔教，大搜神守月萧神。天龙榜第六，一剑小天下沈北洛。天龙榜第七，真武道宗掌门天随子陆天随。天龙榜第八，魔刀千刃轩辕烛光。天龙榜第九，大绝寺一琛大师。当说到第九一琛大师的时候，谢小乙吃了一惊，他万万没想到那天下排名前10的高手居然有一琛老和尚，那个老财迷居然是天下第9。天啊，天下第9的高手这么接地气吗？9人名会刚宣毕，场下震天议论再起，很快便有一道尖锐的声音冲破喧嚣：司徒庄主，天龙榜历来10位，今年只宣9位，还差1位，敢问是何人？此问一出，全场再度静了下来，无数目光齐齐望向高台，满是疑惑与好奇。司徒瑞嘴角笑意淡了几分，神色添了几分莫测，缓声道：诸位所言不差，天龙榜却有10位，只是这第10位最是难猜透，他无固定位次，于江湖中亦无定宗。说他是天下第10可，说他是天下第1，亦未尝不可。这话一出，广场哗然更甚，众人皆是一头雾水。胆大者再度高声追问：司徒庄主，此言玄机甚深，这第10位高人到底是何人？司徒瑞目光扫过全场，一字一顿吐出名号：此人乃大圣王朝大内总管秦怀玉，常年居于深宫，鲜少踏足江湖，其独门武学正是天罡童子功。一语落地，全场彻底沸腾，满场豪杰皆是惊愕失色，谁也未曾料到天龙榜的最后一位竟是深宫之中的太监，更没想到那传说中炼制大成便可金刚不坏，内力无穷的天罡童子功竟真有人修成，还跻身天龙榜绝顶之列。沸腾声浪翻涌半晌，司徒瑞方才抬手轻压，场内渐次归静。天龙榜既定，江湖新锐亦不可轻量，接下来便公示本届乾龙榜30岁以下绝顶新锐，尽在其上。话音落，海无涯缓步登台，他手中捧着另一卷鎏金榜单，虽不如天龙榜厚重，却也金芒熠熠。接着他轻展榜单，笑意温和，却字字清晰。本届乾龙榜10位新锐，排名如下：乾龙榜第一，名剑山庄庄主燕南龟次子燕离；乾龙榜第二，真武道宗掌门陆天随亲传弟子陆放；乾龙榜第三，大觉寺一琛大师座下高徒虎四；乾龙榜第四，西方魔教月霄神之女雪小七；乾龙榜第五，昆仑天剑宗崔巨清二弟子丁一；乾龙榜第六，昆仑天剑宗李毅安二弟子罗一刀；乾龙榜第七，大内总管秦怀玉义子秦钟；乾龙榜第八，昆仑天剑宗崔巨清大弟子萧凌云；乾龙榜第九，名剑山庄燕离侍女林卓颖；乾龙榜第十，闲散江湖客谢墨。榜单宣毕，场下又是一阵轩然大波。比起天龙榜的惊天反转，乾龙榜的热议更添几分鲜活。有人惊叹昆仑天剑宗独占其三，不愧是榜首崔巨清坐镇；有人诧异名剑山庄次子上榜，连其侍女都能跻身前10，底蕴当真深厚。更有人好奇那雪小七身为魔教之女，竟能堂堂正正位列乾龙榜，天下庄此举竟是不惧正道非议。谢小乙更是吃惊不已，这乾龙榜意味着都是将来江湖上后起之秀，他竟没想到自己以谢墨之名排在末尾，而他认识的陆放和虎四原来都不是池中之物。这时身旁的陆放已然低笑出声，撞了撞他的胳膊：谢墨兄，看不出来已经是藏州的主儿，居然能挤入乾龙榜前10。谢小乙挑眉回看，正要开口，场中已有人对着高台高声发问：这乾龙榜第10的谢墨，无名无派无师承，何以能跻身前10？还有那秦钟，一个太监的义子，也能入榜？海无涯收起榜单，笑意不改：乾龙榜论武功，不论出身，谢墨身份虽闲散，却能以一剑击败白衣书生剑苏慕白，实力自不必说。秦钟师从秦总管，天罡童子功已初窥门径，凭实力上榜，何来不妥？这话一出，质疑声渐现。司徒瑞随即朗声说道：接下来就是咱们天下第一庄天下会的压轴问剑江湖。话落，场下一个粗嗓门猛地炸开，那人踮着脚拱手望向高台：司徒庄主，海先生，方才公示的乾龙榜10位新锐，应该个个都有好本事，敢问这10位青年才俊，今日可都到了咱们天下会？这话一问，
全场瞬间静了大半。众人本就对乾隆榜满心好奇，此刻更是齐齐抬眼望向高台，目光里尽是期待探寻。司徒瑞未语，身旁的则吴波已然上前一步，抬手从怀中取出一本硬壳册页，指尖翻飞快速览阅，片刻后便合上册子，沉声道：“诸位稍安，此乃本届乾隆榜在册签到簿，逐一核验无误。榜上10位新锐，除大内总管秦怀玉义子秦钟，其余9位尽已到场。”话刚说完，场下顿时议论纷纷，众人皆为乾隆9人齐聚而惊喜，场面一时热闹非凡。这时江南武蒙蒙主顾三通豁然起身，声如洪钟般朗声道：“司徒庄主，诸位朋友，今日天龙榜高人虽未亲临，却有乾隆9节齐聚于此，皆是江湖数年难遇的好苗子。老朽斗胆进言，此番问剑夺魁，何不就让这9位到场的乾隆新锐同台竞技？我等这些老骨头便在台下观礼见证，也好给后辈们留足崭露头角的机会，让江湖看看新生代的风采。”顾三通这话一出，场下瞬间炸开了锅，不少江湖人士纷纷附和：“此言甚善，乾隆9节各有本事，正好一较高下。老哥哥说的对，咱们当年也曾意气风发，如今该让年轻人挑大梁了。”寥寥数语间，赞同之声已然汇成主流，偶有零星顾虑，也被这股势头盖了过去。司徒瑞见状，点头以示认可。既然诸位有意成全，那便如大家所愿。今日问剑，便由到场的9位乾隆新锐独占鳌头，还请9位俊杰各随心意，移步至场中2侧景台就位。待规则宣布完毕，便开启本届问剑盛会。言罢，场中气氛瞬间攀至顶峰。最先动身的是名剑山庄的燕离，他一身白衣剑袍，容貌出尘，背负2柄长剑，身后跟着一名背双锏的黑衣侍女，径直落至东侧首座景台，神色淡然，自带名门少主的金贵气场。紧随其后的是陆放，一身道袍，轻易出尘，步履轻快，路过谢小乙身旁时，还笑着对他抬了抬下巴，方跃至和燕离相反的西侧景台。大觉寺的虎寺小和尚身披僧袍，走到谢小乙跟前，双手合十躬身行礼：“谢施主，想不到在这见面了。”他对谢小乙颇有好感，只因谢小乙那1000两银子，帮他和师傅早早完成了大觉寺藏经屋的修建。此刻在人群中瞥见谢小乙的身影，他当即迈步上前，主动打了声招呼。谢小乙赶忙抱拳还礼，想不到虎寺小师傅也来这天下会了。虎寺小和尚抬眸一笑，眉眼间带着几分少年僧人的澄澈。大觉寺日前收到天下会的帖子，师傅说这问剑盛会难得一见，便让我下山来长长见识。话毕，虎寺略一躬身作礼，便踏着稳健的步伐走向了西侧景台。众人心中呐喊，真是江湖能人辈出，这么一个年轻的小和尚都能入榜。紧接着，西方魔教的学小七一袭红衣似火，眉眼含俏带媚，周身明艳锋芒张扬的毫不掩饰，踩着轻快如蝶的步子翩然上台。甫一落定，西侧景台便引得不少正道弟子侧目，他却浑不在意，反倒挑眉扫了全场一圈：“各位不必这么看着我，我西方教早和中原签下条约，咱们现在是和平共处。”这话在场的人个个心知肚明。当年西方魔教教主七叶君惨败给昆仑天剑宗的崔巨清，双方议和之后，便立下了互不侵犯的规矩。只是那七叶君后来重伤不治，他妻子月萧神继任教主，想不到这母女俩竟都登上了天下第1庄的榜单。紧接着，昆仑天剑宗丁一、罗一刀、萧凌云3人结伴而来，皆是一袭青色剑袍加身，依次落座于东侧景台。最后，所有目光都齐刷刷聚焦在了人群中最后一人的身上。谢小乙心里门儿清，论出身排场、师门底蕴，自己跟台上这些名门子弟比起来，本就是个陪榜的角色。可事到如今，只能赶鸭子上架，去哪一侧好呢？他目光一扫，视线猛地被西侧那抹红衣勾住。雪小七身段窈窕，姿容绝色，艳得晃眼。谢小乙心中一动，不再迟疑，脚下暗自运力，陡然使出大龙宫30里的神龙摆尾，脚尖在地面猛地一蹬，身形骤然腾空，宛若一道轻盈残影掠过长空。不过眨眼之间，便稳稳落在了西侧景台之上。这一下起落干净利索，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场中瞬间爆发出一阵叫好声，不少江湖豪客都在赞叹，连高台上的司徒瑞几人眼中都添了几分赞许。9位新锐各就各位，东侧5人衣袂翩然气场摄人，西侧4人锋芒暗藏自成一派。东西景台遥遥相对，场内喝彩声渐歇，所有目光皆汇聚于高台之上。司徒瑞端坐主位，目光缓缓扫过东西2侧景台，他身后4人齐站定，玄铁劲装的山无棱，月白锦袍的海无涯，手持册页的则无波，青山玉带的川无剑，山海川则4大高手拱卫左右，天下第1庄的气派瞬间拉满，全场皆屏息凝神，静候庄主示下。司徒瑞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凭着身后内劲传遍全场。诸位静听，此番问剑原定还要另行分派对手，如今诸位俊杰自行分据东西2席，倒是省了不少功夫。这话落入千余人耳中，字字清晰，众人心中齐齐暗惊，天下第1庄的底蕴果然名不虚传，这一手传音功没有8品的修为，绝对练不到这般境界。说罢，司徒瑞目光扫过台上9人，话锋陡然一转，既然东西2席已然分明，那便按此对阵东侧5人，西侧4人，
西侧须有一人以一敌二。此举看似不公，可江湖儿女争的是快意恩仇，论的是实力高低，这般安排反倒更能显出真章。诸位可有异议？等了片刻，场内鸦雀无声，无人应声反驳，显然皆是默认。司徒瑞见西侧井台无人反驳，微一摆手，身后川无界当即手持2个小锦盒，掠至演武场中央，身姿端方，神色肃然。此番对阵由在下主持，河中揪千纲，才我已拟定，现在便抓阄，一切结果皆看运气。说罢，川无界缓缓掀开左右锦盒封盖，开始揪签。第一阵，西侧谢墨对东侧萧凌云、罗一刀；第二阵，西侧雪小七对东侧燕离；第三阵，西侧虎四对东侧林卓颖；第四阵，西侧陆放对东侧丁一。话音落下的瞬间，全场哗然，众人皆惊于谢小乙竟抽中这最凶险的以一敌二之举，更讶异雪小七须直面乾隆榜首的燕离。东西井台瞬间暗流涌动，川无界宣读完便，将揪签一并举起，视之于众，左正公允无欺，而后手持锦盒躬身一礼，退归高台之下。谢小乙心里骂街了，这是什么运气啊？冤家路窄，1年前被萧凌云2道剑气差点要了小命，这回可倒好，除了他大师兄，还要加上一个罗一刀。操！雪小七真是红颜祸水，早知道我就不来西侧井台了。妈的，我这为色所迷的毛病早晚得害了自己。司徒瑞待演武场外众人议论声稍定，朗声道：“诸位稍事调息，半炷香后，第一场问剑便开始。”话音传开，西侧井台上4人各自寻了处角落立足。陆放斜倚着栏杆，单手支着下巴，眼皮半抬，语气懒洋洋的，倒是省事，省得挨个挑对手。虎四盘腿而坐，双手合十，垂眸低吟：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沙一极乐，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一念一清明。谢小乙没去理那2位，一双眼早被雪小七勾走了3魂7魄，粘在他那身惹眼的红衣上挪不开分毫。喉结不自觉地滚了滚，嘴里喃喃念出一句诗来：眉黛夺江轩草色，红裙杜莎石榴花。雪小七耳尖一动，听到那句诗，猛地抬眼：哟，这是形容我的吗？还怪好听的。谢小乙脸上挂着痞气十足的笑，厚着脸皮接话：那是自然，放眼这井台上下，除了姑娘你这一身红衣艳压群芳，谁还配得上这诗句？雪小七微微一笑，答道：谢谢少侠喽，咱们几人同在西侧，都是缘分啊。陆放斜倚着栏杆，指尖慢悠悠地敲着青石台面，声音漫不经心的带着点戏谑：缘分，这小子来咱们西侧也是被你引来的，刚才你要是去东，估计他的缘分也到东了。谢小乙扭头冲陆放翻了个白眼，痞笑不减：你懂什么？这叫战前养心悦目，总比你杵在这儿当根没骨头的木头强。陆放嘴角上扬：自个儿养吧，别一会儿被萧凌云和罗一刀的罡气抽得找不到北就行。这话刚落，雪小七直接咯咯娇笑出声，红裙随着笑声轻轻晃了晃，微风卷着井台边的花瓣掠过，拂过陆放垂落的袖角，也蹭过虎四捻着佛珠的指尖。谢小乙继续和陆放斗嘴，雪小七时不时插句俏皮话，连诵经的虎四都忍不住抬眼看了看打闹的3人，又飞快低下头，小声念了句阿弥陀佛。原本各据一方的4人，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唠得熟络了起来。不一会儿，半炷香的时间到了。川无界看向司徒瑞，见司徒瑞点头示意，他心下了然，纵身上前，朗声说道：天下第一桩，问剑江湖，首战谢墨对萧凌云。话音落，一道身影掠上演武场中央，正是萧凌云。谢小乙摸了摸肩膀，想起了之前的2道剑伤，那可是萧凌云给他留下来的，要不是华灵书经过，自己死定了。现在自己修为虽然提高了，但再次面对萧凌云，心里还是打鼓。正在思忖之际，一只手啪地拍在他肩膀上，陆放眯眼笑：谢兄加油，干翻那姓萧的。谢小乙嘴角轻挑：那届陆兄吉言了。说罢，脚尖一点，身形如燕掠至演武场中央。萧凌云抱拳一礼：谢兄身上练气势的伤可曾痊愈？好利索了，多谢萧兄挂怀。谢兄能入天下第一桩乾隆榜，想来修为是1日千里。你先前舍命救过我师妹，那今天咱们之间的问剑，我先让你一剑。此言一出，台下顿时炸开了锅，议论纷纷。萧凌云也太过托大了，居然让对方一剑，这算不算瞧不起谢墨？乾隆榜前10，哪一个是软柿子？是啊，天剑宗的人都这么狂吗？这时虎四隔着半个演武场远远喊道：谢施主，他说让你一剑，你倒是快上啊。陆放愕然，慵懒一笑：呵呵，这小和尚倒是个急性子，还挺偏心谢墨的。他哪知道虎四心智淳朴，说话直白，早因谢小乙那1000两化元银子记着人情，对其颇有好感，不知不觉间便偏了心，将佛门不偏不倚的训诫抛到了脑后。谢小乙心中一喜，当下抱拳一礼，反手抽出背后长剑观沧海。既然萧兄执意相让，那我可就却之不恭了。萧凌云右手一摊，请。话音未落，谢小乙脚下轻功展开，贴着演武场地面直射而出，右手长剑挽出一道冷弧，正是剑80里的剑衣。唰，剑锋锐地劈开空气，直刺萧凌云心口。这一剑快得超出想象，萧凌云瞳孔一震，仓促间横剑格挡。谁知谢小乙的剑势快得惊人，来得快，收得更快。
萧凌云这一挡直接劈了个空，力道泄得太急，身子都跟着晃了晃。还没等他稳住重心，第二剑又到了，直取他腰侧。萧凌云咬牙扭身，反手去挡，可剑尖擦着他的衣衫掠过，又是一记空挡。他接连挥剑，次次都落了空，心头一凛，刚要变招，谢小乙的剑又折了回来，直刺他面门。萧凌云慌忙横剑上撩，谁知对方手腕一翻，剑锋抖收，这一挡又直接落了个空。台下瞬间爆发出一片叫好声，好快的剑，这身法这剑速简直绝了。陆放抱着胳膊靠在柱子上，低笑一声，我知道他的内功心法独树一帜，想不到这剑术也还说得过去。远处司徒瑞眼中闪过一丝赞许，果然是块美玉，比之前清江城对苏慕白的时候修为又高了。东一侧的罗一刀突然开口，因为他看出这位大师兄萧凌云已有败相，大师兄不能再留手，对方的招式属于一剑瞬杀的剑意，你再这样会输。萧凌云一凛，冷汗顺着下颌线往下滴，心头掀起惊涛骇浪。这才多久，谢幕的身法竟精进至此，先前念着他救师妹的恩情，处处留手，只想着点到即止的击败他，哪曾想竟被逼到这般狼狈境地。颜面扫的是小，再这般被动下去，怕是要栽在这演武场上。心念于此，身形猛地沉腰扎马，掌心真气暴涨，浑厚的内力顺着剑柄疯狂灌入剑身。谢兄小心了！一声暴喝落下，扬剑横劈，一道凛冽剑气朝着谢小乙怒斩而去。谢小乙眼见那道剑气劲风扑面而来，眼底寒光一闪，当初肩膀上的2道剑伤正是拜这霸道剑气所赐。他不退反进，手腕猛地翻转，剑二断木。话落，谢小乙丹田真气尽数灌入观沧海剑身，朝着对方剑气横劈而去。砰！一声闷响炸开，萧凌云的剑气被硬生生劈碎，化作漫天气劲四散飞溅。借着这劈剑之势，谢小乙身形如燕，眨眼间掠至萧凌云身侧，左手探出运转华右武所传的大龙功3式神龙摆尾，手臂波动，一掌拍在萧凌云胸口。噗！萧凌云如遭重击，整个人倒飞出去，直飞东侧方向。大师兄！罗一刀和丁义脸色巨变，齐齐飞身掠出，堪堪将他接住。萧凌云捂着胸口，抬眼看向演武场上的谢小乙，他知道自己大意了，让一剑先手，结果被对方一剑瞬杀攻了个措手不及，再想扳回劣势就被对方抓住了破绽，一击即溃。只是他万万没想到，不到1年的功夫，谢幕的武功竟精进如此。虽然不甘，但还是说了句我输了。谢小乙自己都没想到，只用了醉酒折剑仙华右武的3式武功，就击败了之前差点打了自己的萧凌云，心里暗爽，嘴上却说萧兄承让了。接着收剑入鞘，冲着高台上的司徒瑞略一抱拳，转身径直回了西侧井台。刚站稳脚跟，陆放一副懒洋洋的状态迎了上来，手肘轻轻撞了撞他的肩膀。可以啊，这剑2断木有点意思。虎四小和尚双掌合十，谢施主，我就知道你能赢，刚才那一掌很不错，就是太软了，没什么力气。谢小乙微微一笑，腹诽没力气，是你天生神力，看谁都软趴趴的好吗？刚想开口回话，薛小七已经款步走来，眉眼带笑，好身手，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那招神龙摆尾真是让人大开眼界。谢小乙尬笑，我的那招神龙摆尾还能干点别的呢？哦，还能干吗？谢小乙目光扫过他红衣裹着的腰线，在心里回了他的话，能干。薛小七见谢小乙在愣神，好奇地问他，那有机会我想见识一下。谢小乙乐了，行吧，我那神龙摆尾还有一个妙用，希望有机会能和雪姑娘切磋。大师兄，这时演武场便传来一声极异的低呼。谢小乙下意识循声望过，看清那人眉眼时愣了愣，竟是慕容威。他身旁的云千寻立在原地，一身素白衣裙衬的身形清冷，眸光只淡淡扫过台上，没什么波澜。这天下第一桩就是大呀，这么标致的2个美女，我这才发现其中一个还被我踩过也救过。想到救慕容威，谢小乙一阵抑郁，因为他想起了师父华天野，而他愣神的目光正不偏不倚撞进慕容威的眼里。四目相对的刹那，慕容威心头一跳，眼前这人曾是舍命救过他的人，还说了一句我不欠你的了莫名其妙的话。想不到他现伤不但好了，还进了天下第一桩的乾隆榜。这时庄主司徒瑞目光落在东侧井台的萧凌云身上，萧少侠方才受了那一计，伤势可有大碍？萧凌云抱拳躬身，声音沉稳，谢兄手下留情，我伤得不重。司徒瑞颔首，旋即朝川无界微微示意，川无界会意，当即迈步至演武场中央，扬声宣布第2场问剑，西侧薛小七对东侧燕里。言罢，场下的惊呼议论声浪瞬间掀了起来，众人目光齐刷刷锁在东西2侧井台之上。薛小七是魔教月萧神的女儿，她娘当年可是仅次于谢灵运的天下第2美女啊，乾隆榜第1对上魔教新秀第4，这戏可比刚才那场好看10倍。月萧神当年名动江湖，想不到他女儿也这般明艳张扬，这局有的瞧了。这时薛小七对着西侧井台众人报以一笑，轮到我为咱们西侧出头了，你们给我加油啊！谢小乙咧嘴一乐，看好你，加油！陆放单手枕着头，淡笑道，玩得尽兴点小魔女。薛小七嘴角轻挑，微微点头。虎四小和尚见薛小七身姿婀娜，容貌明艳，
又和自己说话，只臊得满脸通红，双手合十一礼，一句话也不敢说，心中默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咦，不对啊，我怎么记得是色即是贪，贪即是色啊？到底是哪一个？虎四挠挠头，一脸懵圈。这时演武场下众人只见一道红影闪现，薛小七已跃至场中央，一身红衣衬得身形曼妙，眉眼间的俏意里又透着几分魔教特有的张扬锐气，不禁让人为之心动。谢小乙低头，哥哥劝弟弟冷静冷静，这个场合不适合你站出来，那太嚣张了。东侧井台之上，乾隆榜第一的燕离动身了，只见他足尖一点，白衣翻飞如流雪，瞬息便落至场中对面，背负的双剑在日光下泛着寒光，整个人身姿挺拔，锋芒内敛，偏生又带着一股夺目的俊朗锐气。他对着薛小七微微点头示意，语气清淡，自带着名门少主的金贵气度。雪姑娘，请了，燕少庄主有礼了。那请雪姑娘亮兵刃吧，我只用手。听到这里，燕离皱了皱帅气十足的眉。那雪姑娘小心了，我身后这2把剑，一把名一时，另一把名一世。薛小七闻言，唇角勾起一抹明艳的笑，抬手挽了挽鬓边发丝。燕少庄主不必客气，那好，我让姑娘3剑。这话一出，场下的议论声顿时炸了锅。又是让招，刚才昆仑天剑宗的萧凌云让谢墨一剑，差点被那神龙摆尾拍死。这东侧井台的人都这么狂，燕离还让3剑，真当西方魔教是吃素的？名门望族的架子端得够足，可别学萧凌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谢小乙看得津津有味，这红白大战让他想起穿越前的街机游戏12人街霸，龙 vs 肯。薛小七蹙眉，燕公子既是如此谦虚，那我不客气了。话音落，身形一晃，红衣如燕掠至近前，双手探出一片赤红。第一招五指如钩，直取燕离手腕脉门。燕离微微一笑，足尖点的向后飘出，轻轻松松避开这刁钻一招，背后一时间嗡鸣轻颤。他拍了拍剑鞘，老实点，我答应人家了，你急什么？众人懵了，他居然和自己的剑在对话。薛小七第2招已至，红手并立成手刀，直劈燕离肩膀。燕离脚掌右势在地面一撑，身子侧滑出2-3丈，轻飘飘的又躲开薛小七一招。这是第2招，你还有1次机会。薛小七轻咬下唇，这一次他不再留手，舞直浅红成钩，身法比之前快了1倍。人和燕离还有7-8尺远时，一道赤红色爪形罡气以破空打出，那罡气凝如实质，红爪森然，带着破风声直抓燕离心口，竟是掌味道，气先至。台下有识货之人已脱口而出，这是大搜神手，当年西方魔教的狠辣掌法，今又真的重现江湖了。这一击内燕少主恐怕躲不开。燕离唇角那抹淡笑依旧，整个人站定，迎着那道赤红色罡气不躲不闪。砰！薛小七的爪形罡气结结实实的找中燕离胸口，轰！赤红色的罡气在燕离身前炸开，气浪四下横扫，劲风吹得他衣袂猎猎翻飞。众人惊呼，只道他凶多吉少，那红爪罡气必然给他穿胸破肚。这时井台东侧，燕离的侍女林卓颖却轻轻挑了一下嘴角，完全不为他家少主担心。风波过，定睛看，燕离白衣纤尘不染，衣角都不曾乱了分毫，唇角那抹淡笑依旧从容。山海川则4守护同时惊呼出声，9品巅峰，金刚圣域。台下众人见说，立马炸雷，9品巅峰，我的天！燕少庄主竟已是金刚圣域境，难怪敢让3招，这境界寻常招式根本破不了防。薛小七这漂亮娘们儿的大搜神手够狠了，居然连他的护体罡气都没破开。薛小七胸口微微起伏，也不去理台下人的奚落，目光遥看燕离。乾隆榜的排名果不欺人，你这第一确实实至名归。不过你虽是9品巅峰，我依旧有办法和你一战，不必留情，出手吧。即是如此，3招已过，该我出手了。一时去吧。燕离反手一拍，背后剑鞘，锵啷一声，剑鞘震颤，那柄名为一时的长剑竟似有灵使一般，嗡鸣着挣脱束缚，斧一离鞘，便化作一道雪亮流光，破空直刺薛小七面门。薛小七心头一惊，花容微变，腰身猛地向后弯折成一个惊人的弧度，长发曳地，堪堪避过那道寒芒，一时间擦着他鼻尖掠过，带起的劲风刮得脸颊火辣辣的疼。御剑术，是御剑术！台下爆发出一片倒吸冷气的惊呼。燕少庄主竟已修成御剑术，这可是传说中剑修的法门，不用手持便能隔空杀敌，难怪他敢让3招，这等手段谁挡得住？这时薛小七手掌在地面猛地一撑，刚借力站稳身形，燕离已反手抽出背后的另一柄剑一式。众人只觉眼前白影倏然一闪，那柄一式的剑尖已稳稳抵住了薛小七的胸口，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全场死寂，连风吹过演武场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良久后才爆发出惊雷的喝彩。谢小乙看呆了，他真没想到那燕离有这等剑意修为，和他一比，自己刚才的剑术好像也不怎么样，不自觉的喃喃自语：我去啊，御剑术这谁受得了？陆放手肘不轻不重的对了对他的胳膊，眼皮掀了掀，还是那富懒洋洋的样子。御剑术罢了，看把你惊的，他这不过才御一把剑，有限的很。谢小乙翻了个白眼，心里忍不住腹诽，
你倒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合着御剑术没对你脸上，真要是对上这一手，看你还能不能这么懒洋洋。剑尖抵着胸口，薛小七能清晰感受到那刺骨的剑意，他咬了咬嘴唇，终究是不甘地哼了一声，我输了。燕离闻言，手腕微旋，一式剑变铮的一声归鞘，动作行云流水，不见半分得意，只淡淡颔首承让。说罢，便转身回了东侧席位，白衣胜雪，步履从容，好像刚才的对战不过是举手之劳。他身后一时剑还悬在半空，剑身在日光下明晃晃的转圈，像有些恋战，迟迟不肯归位。燕离头也没回，声音清清淡淡的轻斥，还不回来干嘛？没玩够。话落，一时像听懂了人话，嗡的一声清鸣，化作一道流光，精准的没入燕离背后的剑鞘。天下第一庄不远处的阁楼里，天算子谢道运正独自对弈，他指尖捻着一枚黑子，目光却透过窗棂落在演武场方向，眼底映着剑光残影，慢悠悠的开口，剑通神识，心语契合，此子命格藏锋，将来前途不可限量。这边薛小七转身往西侧走，还没踏出几步，胸口突然传来嘣的一声轻响，胸前红衣的盘扣印生旦开，素色肚兜露了出来，上面绣着的几只红梅沾了些汗渍，反倒添了几分惊心动魄的艳色。薛小七心头一凛，转瞬便反应过来，自己胸前的衣扣竟是被燕离那柄一式剑尖的剑气悄无声息地震断的。风一吹，有点凉，他脸颊疼得烧了起来，忙不迭伸手去捂，脚步也乱了。这一幕正好落进西侧井台三人眼中，各有各的模样。陆放手肘搭在栏杆上，原本半眯的眼微微睁大，人已经定格了。虎四小和尚见状呀了一声，双手啪地捂住眼睛，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不以散心，挟侍女色，官身不敬，欲火自息。嘘！谢小乙对着那抹春色吹了个口哨，随即解下身上的黑色披风丢了过去。要是不嫌弃，就遮一遮吧，免得春光外显。薛小七抬手接住，手忙脚乱地拽过披风，裹紧身子，拢紧领口，把那片惹眼的风景遮得严严实实。谢了。就在这时，演武场外西侧阵营里，几个黑衣劲装的属下快步掠出，为首之人躬身行礼，沉声问道：“少主，您没事吧？”周围教众也纷纷围拢，目光里满是关切。薛小七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羞恼和不甘，恢复了几分教主之女的威仪。无妨，你们退下吧。少主既然已经比完，咱们可要先行离去。不急，我还想看看接下来的比试。话刚说完，川无界的声音透过内力传遍全场，瞬间压下了周遭的窃窃私语。诸位稍静，方才两场比试，诸位也都瞧见了，皆是后生可畏。闲话不多说，接下来便是第3场大决四，虎四小师傅对名剑山庄林卓颖。这话一出，台下顿时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林卓颖，我记得她是燕离少庄主身边的侍女吧？连侍女都能闯进乾隆榜，名剑山庄真是卧虎藏龙啊！议论声里，一道轻影纵身掠上场中央，正是林卓颖。她背后背着一对儿双锏，尽显英姿飒爽。众人暗暗喝彩，冷艳双锏林卓颖果然人如其名，他少主被双剑能使出惊人的御剑术，不知道他的双锏能不能飞。西侧井台之上，谢小乙率先拍了拍虎四的肩膀，加油，别让他们名剑山庄独领风骚。他之前见识过虎四的修为，不但天赋异禀，力大无穷，而且还是金刚圣域的体魄。谢小乙对他有信心。陆放也难得收起了懒劲儿，淡淡补了句量力而行，别输得太难看。虎四小和尚憨憨一笑，双手合十道了声阿弥陀佛。旁人登台都是足尖点地，轻功掠影，他却双脚猛地蹬地，浑身肌肉奔张，直直蹦了起来，咚的一声砸在场中央，震得台面都微微一颤。台下众人懵了，好家伙，这小和尚是铁打的不成？这蹦法比绿林好汉的硬功还猛。那林卓颖身姿匀称，估计接下来是一场力量和身法的较量吧。林卓颖见虎四露了一手蛮力蹬，难得的冷艳面孔上出现了一丝惊讶，他没动背后的双锏，只是缓步上前，对着虎四抱拳，声音清冽大师请。说罢，沉腰扎马，双拳护在胸前，竟是一副赤手空拳的起手式。台下众人又懵了，他不拔双锏，冷艳双锏要徒手应战？不是吧，这小和尚看着就是力量型的，他这是要硬碰硬？虎四也愣了愣，随即咧嘴一笑，同样摆开架势。女施主请。师父曾叮嘱，见了女施主得手3步，不先动手，不使蛮力，不伤花容，不然要罚我抄100遍心经。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话音未落，林卓颖身形骤然一动，足尖猛地蹬地，整个人拔地而起，一拳朝着虎四狠狠砸下。噗！拳风呼啸，竟打出了音爆。虎四脚下一旋，整个人向左侧横移出数尺。砰！林卓颖这一拳擦着虎四的僧袍砸在地上，力道迸发的瞬间，演武场中央的青石砖镜应声炸裂。轰！碎石飞溅间，一个尺来深的大坑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裂纹之压般四下蔓延，看得台下众人倒吸一口凉气。天赋异禀，力大无穷，这哪是什么身法流？这分明就是女共工转世啊！虎四看着被林卓颖单拳砸出来的石坑，不屑一顾，只说道：“女施主力量有余，可速度不足。”林卓颖眉头一皱，
眼底寒光一闪。方才那一拳本就是试探，没使出10成力，这小和尚倒指点起自己缺点了。你还真以为我慢？身形骤然一晃，林卓颖竟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速度比起先前何止快了1倍，人如箭般射向虎四。虎四小和尚还是侧身躲避，不过这次再也挪不开数尺的距离。呼！林卓颖这一拳打空，拳头打出的音爆贴着虎四胸口轰然炸响，一股刚猛无匹的气劲撞出，虎四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噔噔噔向后连退数步，稳住身形后摸了摸被拳风扫过的胸口，咧嘴一笑，这次速度有了，准头差了点。台下众人大声喝彩，议论纷纷。刚才林卓颖那一拳没有任何真气流转，分明就是纯力打出音爆也就算了，居然还能伤人。看那气劲，小和尚要不是乾隆榜上第3的高手，怕不是被他用气给崩死。谢小乙摸了摸下巴，林卓颖，我看他分明就是火影忍者里的纲手机，这以后谁娶了他一不高兴，还不直接化身为亡人啊！喝彩声浪还没落下，林卓颖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被一个和尚当面调侃准头，这口气他咽不下，脚下猛地一碾，青石板一阵咔嚓作响，身形再晃，这次连残影都没留下，整个人化作一道青红直射虎四，拳风破空，音爆声比先前更烈，刚猛的拳风卷起站台上的碎石，朝着虎四扑面而去。这一拳，力量、速度、准透，分毫不差，躲不开了。虎四小和尚脸上微笑隐去，不退反进，浑身肌肉轰然鼓起，僧袍瞬间被撑得紧绷绷的，佛门龙象之力奔涌而出，右手握拳，迎着林卓颖的拳头硬碰硬撞了上去。砰！双拳相撞，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炸开，音波呈环形向四周席卷开来，站台上的碎石直接被震得飞向四周，惹得台下众人一阵骚乱，纷纷亮出看家本领格挡。再看虎四与林卓颖二人均是身子一晃，向后倒飞出去，双方站定身子，林卓颖眼底闪过一丝震惊，想不到你居然接得住。虎四小和尚明朗一笑，女施主这一拳力道准头都有了，我不拿出5成力来挡，怕是真接不住。谢小乙嘴角微微一挑，这哪是问剑，这分明就是纲手机 vs 李元霸。林卓颖听完5成力3字，眉头一蹙，脚下猛地发力，拳劲再涨3分，迎着虎四冲了上去。虎四双拳交错，不躲不闪，这次两人拳速陡增，双拳快如疾风，每一次碰撞都炸响一声沉闷的音爆，拳风激荡，周遭的空气都像被搅得扭曲起来。演武场下众人皆惊，我的天，这还是人吗？纯靠蛮力打出音爆，一个是名剑山庄侍女，一个是大觉寺和尚，怎么全是天生怪力的怪物？这哪是比武，这分明是2头凶兽在拆台子。所有人看得大气不敢喘，满脑子都是拳劲的刚猛，唯独谢小乙这厮眼珠子转得比谁都快。哇！刚才2个人的拳风一震，那林卓颖胸前都颤了3颤，抖了3抖，这要是抖在我脸上，想想都舒坦。他看得心脏狂跳，双眼化成摄像头，牢牢地把那旖旎的画面拍了下来。陆放也收起了那副懒洋洋的样子，眼神发亮，喃喃道：龙象之力对上女共工，这场架有意思了。2人拳来拳往，又应汉时数招，震得站台裂纹密密麻麻。林卓颖只觉双臂发麻，虎口隐隐作痛，这小和尚的力量似无穷无尽，再这么耗下去，怕是讨不到好。想到这里，他借着拳风相撞的反震之力，身形向后急退。小师傅拳力惊人，既是如此，那我只能亮兵器了。话落，林卓颖拔出背后双锏，整个人透着一股凌厉的杀气。人群里有外公行家开始议论：诸位且看，外家兵器讲究1两贯10斤，1两的重量能催出10斤的力道。你们瞧瞧林卓颖那对双锏，估摸着一根就有20-30斤重，双锏齐出，单论兵器借力就能有近1000斤的力道。旁边几个外家高手连连点头，没错，再加上他自身的怪力，估计那小和尚悬了。林卓颖双手持锏，抬眼看向虎四，声音清冽又带着一股傲气：我自出道以来，天下没人能挡得住我半锏。虎四小和尚一脸好奇，什么是半锏？双锏合力一击为1锏，单手一击为半锏。林卓颖手腕微旋，双锏相击，发出一声狰鸣：你若是接不下我这半锏，可直接认输，我不伤你性命。虎四摸了摸光头，女施主这就不好了，你一动兵器，小僧就拿捏不住力量的分寸，我怕伤了你。顿了顿，他好像想到了什么办法，这么着吧，我站着让你打，不还手了。这话刚说完，演武场下瞬间炸锅，连庄主司徒瑞都皱了皱眉。林卓颖眼神一凝，只当这小和尚是托大。他生性冷艳，比武喜欢脆萝卜快刀子，当下单手攥紧锏柄，手腕微微一沉，灌了出去。这一锏正是他口中的半锏，力道虽足，却是试探。虎四果然站在原地纹丝不动，一双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锏风袭来。林卓颖瞳孔放大，这和尚竟真的不躲，这样不就打死他了吗？不行，不能让明剑山庄和大觉寺产生江湖恩怨。千钧一发，手腕猛地向旁边一偏，锏风擦着虎四的肩头砸落，重重夯在演武场中央的青石砖上。轰！一声巨响，震得整个站台都晃了晃，烟尘四溅，一个方圆丈余的大坑赫然出现。林卓颖收锏而立，气息不乱，
冷艳的脸上掠过一丝凝重，以当真不躲。出家人不打诳语，下山前师傅叮嘱，对女施主动死手，下辈子要变木鱼，天天被人敲脑袋。小僧不要！双锏狠狠砸在金钟之上，巨响震天动地，地面也跟着微微摇晃。林卓颖只觉一股刚猛无匹的反震之力顺着简身狂涌而上，根本来不及卸力，整个人如风吹柳絮般飘了出去，直到飞出6-7丈远，才勉强稳住身子。演武场瞬间一片惊呼，不少人被虎似的金钟罩折服，拍手称赞。林卓颖微怒，待要上前再战，势必要破开虎似的大金钟罩。虎似小和尚突然抬手，施主停！声音清亮，隐隐带着佛门禅音的穿透力。林卓颖浑身力道已然催到极致，闻言应声顿住：“你干嘛呀？”只见虎似单手合十，单手无眼，不打了。小僧认输。林卓颖愣在原地，满脸错愕：“为何？你明明没输，不能打了。没有为何？女施主，你现在这样，小僧没法和你动手。”林卓颖下意识低头，瞬间俏脸长得通红。刚才全力之下，肩背与腰侧的衣衫竟被暴涨的肌肉撑裂，竖到口子，露出大片银白肌肤，趁着紧实的线条，竟有种刚柔并济的别样张力。他慌忙侧身掩住，羞恼交加。虎似却兀自摇头晃脑。小僧对那颗龙原本就没多大兴趣。师傅说了，出家人当戒色戒嗔，女施主衣衫不整时动手，便是坏了境界。小僧可要堕入恶趣的。说罢，他转身头也不回地走向西侧井台。众人一呆，随即爆发出震天的哄笑。哈哈哈！明剑山庄这引法绝了，不靠拳脚，靠身段，这波不亏。这哪是比武，分明是林姑娘一招春光乍现，直接把小和尚吓唬住了。也吓唬我一下吧，我也想被那么吓唬。嘘，你找死吗？明剑山庄的笑话你也敢看？这时川无界得到司徒瑞的示下，憋着笑纵身上台。诸位静一静，虎似小师傅既然自愿认输，那么本场比试胜者明剑山庄林卓颖。说罢，目光一转，望向西侧井台的谢小乙。谢少侠方才连歇2场，养精蓄锐已足，接下来便是你的第2战。随即川无界转身朝着另一侧朗声道：“罗一刀少侠，请。”林卓颖俏脸通红，刚狼狈退到井台边缘，一件带着淡淡清冽竹香的白色外衣便轻轻披在了他的肩上。抬头看，正撞上燕离那双含笑的眸子。少主，我不用。燕离伸手替他拢了拢衣领，声音轻缓：“逞什么强？不怕着凉？赶紧披着换件衣服去。”林卓颖垂下头，耳根羞得通红。少主，这一幕让一些江湖客看出了别样情绪。我的天，这还是那个一拳砸裂青石砖的冷艳双锏吗？瞧瞧，对着少庄主那脸红的，活脱脱一个见了情郎的女儿家。满场哄笑还在沸反盈天。谢小乙准备动身上场，陆放伸手拍了拍他的肩头，懒懒散散地说：“那罗一刀的路数你留神，此人刀法从不驳杂，专攻一刀破敌，半点花哨都没有，比之前那个萧凌云要厉害得多。”驴一刀。谢小乙咧嘴一笑：“还有叫驴的？”陆放无奈地摇摇头：“是罗一刀，不是驴一刀。”谢小乙嘴角挑出一个痞笑，怎么听都像乐鱼。驴。陆放皱了皱眉，回味半天才恍然大悟：“乐鱼，驴，哈哈，这个叫法听着倒是新颖。”谢小乙扬了扬下巴，转身大摇大摆地朝着演武场方向走去。哎，谢幕，是雪小七的声音。谢小乙没回头。干嘛？加油，就这些了，没别的忠告了。别死，谢谢。谢小乙背对着他翻了个白眼，随即足尖轻点，稳稳落在场中央。几乎同一时，罗一刀现身，和谢小乙遥遥相对。谢小乙目光扫过对面负刀而立的驴一刀，暗自揣摩对方周身流转的气机，沉凝有余，却锋锐不足，隐隐透着七品武者的滞涩感，比自己高出一品。今天正好拿他砥砺剑道，看看自己那剑艺能到什么程度。这时罗一刀抱刀拱手：“谢兄，你刚赢了我大师兄，可他毕竟让了你一剑，接下来咱们各凭本事，刀剑无眼，莫怪。”说罢，罗一刀手腕一翻，长刀嗡鸣出鞘。演武场下一片议论声：“昆仑天剑宗弟子居然使刀，真是破天荒头一遭。你们怕是不知道，当年这罗一刀因刀法太绝，才被天剑宗破格收入门墙的，是吗？这么强，看来罗一刀赢定了。切，我赵薇偏说谢莫能赢，赵薇你这就抬杠了，敢打赌吗？好你个烟雨泉的柳嘉欣，你说赌什么？输了的切老二敢吗？”罗一刀听着台下的吹捧，嘴角挑出极淡的不屑，又抬眼看向谢小乙：“谢兄，咱们开始吧，我想速战速决，省得耽误后面的比试。”这话一出，谁都听得出哪里是客气话，分明是没把谢小乙放在眼里。谢小乙闻言挑眉：“很好，我也是这么想的。”话落，五指扣住背后剑柄，观沧海嗡然出鞘，寒光破风，剑一疾风，一剑瞬杀，直指罗一刀心口要害。罗一刀不闪不避，举刀沉腰，以自己最擅长的全力一刀硬汉这瞬杀一剑。锵一声金铁交鸣之声，谢小乙只觉一股雄浑刚猛的力道顺着剑身涌来，手臂被震得发麻，整个人噔噔噔连退7、8步才堪堪稳住身形。罗一刀纹丝不动，长刀斜指地面，脚下一蹬，趁谢小乙立足未稳，出手一刀破风一刀斩，来势凶猛。谢小乙想退，但这时候要是退了，心境可就输了。想到此处，牙关一咬，强行压下右臂的酥麻，手腕翻拧，剑二断木。
枪！金铁交鸣之声更胜先前，谢小乙只觉胸口一闷，双脚在地面擦出2道印痕，但这次只退了3、4步。该我了，剑三破甲！罗一刀见他不退反进，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冷笑一声，长刀反手一旋，又是一记破风斩劈出。枪！这一次谢小乙脚下像生了根，没有后退，只是上身微微一晃，稳稳立在原地。罗一刀却是手臂微麻，看向谢小乙的眼神里终于多了几分凝重。司徒瑞暗暗点头，这些莫比之前和苏慕白斗剑的时候又强出一大块了。剑1的时候他被罗一刀震退7、8步，剑2只退了3、4步，剑3就能硬汉罗一刀的破风一刀斩。接下来不知道剑4会是什么情况，难怪师傅谢道韫说今年的天下会问剑会有趣的紧。果然啊！远处阁楼里，天算子谢道韫下棋的手停在半空，喃喃自语：老剑吃的剑巴士确实厉害，每一剑都威力倍增，看来下一招能分出胜负了。演武场中，谢小乙双目澄澈，剑身斜指地面，3剑硬汉之后，周身真气奔涌如大河，一股震战的悸动自丹田升腾，像有什么东西要震破桎梏，破体而出。驴一刀，来吧！西侧井台的陆放，东侧井台的燕离，在这一刻同时低声呢喃：有意思了，他的剑意和之前不一样了，难道在搏杀中悟了？罗一刀不敢大意，面色沉凝，刀意陡然攀升，周身气流被搅得猎猎作响。他抬刀直指谢小乙，声线冷冽如冰：谢末，我这破风一刀斩，分2重境界，方才不过出境，此刻借我第2重刀意。刹那间，凛冽刀意铺天盖地压来，谢小乙脑中轰然炸响，杂念尽消，剑心通明。那逼人的刀势竟成引路时，一道压不住的剑意自心头破土而出，朗吟出口：剑！谢末杀驴锋刃线，生死判，反手断恩怨。只听破风一刀斩，谢末杀驴，2个声音几乎同时响起，唐刀剑相交的巨响震彻全场，剑气与刀刚轰然碰撞，2股罡气对冲，在演武场中央搅出一道10数丈高的气劲龙卷风，周遭尘土碎石尽数卷裹其中，旋转着呼啸升空，四周的观战者被劲风逼得连连后退，衣袂猎猎作响。龙卷之中，只听咔嚓一声脆响，罗一刀的长刀应声断裂，整个人如遭重击，喉头一甜，一口鲜血喷涌而出，后退着单膝砸地，一时间动弹不得。师弟！萧凌云、丁仪快步掠出，扶住重伤的罗一刀，连忙从怀中掏出伤药给他喂了进去。谢小乙望着受伤的罗一刀，心头猛地一震，难怪师叔祖说剑道要在浩然天下砥砺，刚才连拼3剑，竟悟出一招谢末杀驴。他压下周身翻涌的气血，缓步走向萧凌云：不好意思，萧师兄，你师弟攻得太猛，我这手没收住，下手重了点。台下群雄见了这画面都讶异了，不对劲啊！乾隆榜第10的谢末，居然连胜2位排名比他靠前的高手。这叫谢末的小子能在问剑中突破，这榜怕是要重新排了。演武场下，之前打赌嘴硬的赵薇变得精神焕发。喂，柳嘉欣刚才的赌还记得吗？输了的切老二。嘿嘿，算了吧，我是练拳的，我没有刀，那用我的8棱梅花亮银锤吧，用锤也能自宫，可以砸蛋。去你妈的，老子这辈子就为裤裆里的鸟活着，没有了，还不如死了。众人一阵哄笑，完全忘记演武场上吐血的驴一刀。萧凌云没心情理谢小乙，只是点了下头，和丁义扶起罗一刀，直奔东侧井台处疗伤。几乎是同一时间，2道倩影如惊鸿掠空，紧随其后飞落东侧井台，一个喊罗师兄，一个喊罗师弟，正是慕容薇和云千寻。场下顿时一片窃窃私语，昆仑天剑宗这2位女弟子竟生得这般标致，那是昆仑双姝，将来不知道谁有福气能娶这样的仙子做老婆。谢小乙转身往西侧井台走去，一抬头就见陆放凭栏歪着身子，见他过来，淡淡一笑：刚才的谢末杀驴挺漂亮的。谢小乙挑了挑眉，冲他咧嘴一笑。虎四小和尚双手合十，眉眼澄澈，恭喜谢施主赢下问剑第2场。谢了，虎四小师傅。说罢，转身冲另一侧凭栏斜倚的薛小七扬了扬下巴：喂，干嘛？没死？挺好，还是你更挺好，我更挺好。薛小七懵了，他顺着谢小乙的目低头看，才明白他的挺好是别有洞天。挺好，要不要尝尝我这挺好的身手，让你知道什么叫大搜神手？薛小七指尖霎时腾起一抹艳红真气，红光顺着腕间红袖蜿蜒而上，透着古摄人的狠力。谢小乙吐了吐舌头，连忙摆手：红酥手，红袖斗，小七奶奶莫要吼。薛小七先是一愣，随即柳眉倒竖，跟着又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算你嘴甜，既然都喊我奶奶了，饶了你了。旁边陆放闻言，握着栏杆的手微微一顿，肩头脊不可察的抖了抖，显然是憋笑憋得辛苦，因为他还记得和谢小乙之前的对话。陆兄，这个薛小七肯定孝顺，怎么看出来的？因为他对他的奶奶很好，他对他奶奶好，这也能看出来。这你就不懂了，他便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当时顺着谢小乙的目光看，陆放终于明白，他奶奶不是他奶奶，而是他奶奶。不过那句风景这边独好说的极有道理。这时司徒瑞已经从东侧井台探望罗一刀回来，接着朝川无界示意。川无界点点头，
缓步夺道场中。众位，罗少侠伤势无大碍，接下来准备下一场真武道宗陆放对昆仑天剑宗丁一。陆放见说，对着西侧井台几位战友摆了一下手，到我了，稍等我一下，一会儿接着聊。他语气从容的像在院子里招呼人喝茶，一点紧张都没有。谢小乙看着东侧井台的丁一，随后凑到陆放耳边低声提醒，这个丁一在乾隆榜排名比萧凌云和驴一刀都靠前，陆兄小心。陆放懒洋洋的扭了两下腰，轻飘飘的应道，放心，我很快的，乾隆榜我还排第2呢，我骄傲了吗？虎四小和尚双手合十，上前一本正经的说教，陆道长，佛法有云，我漫高山，法水不入，胜负未分之时，心持恭敬才是正道。陆放撇撇嘴，小师傅，我们道家说悟者自得，不直不劝，你这说教未免着香了。佛说破除我慢，道讲顺应本心，咱俩说不到一块去。说罢，足尖一点，轻飘飘的掠向演武场，人在半空，回头又冲虎四晃了晃手，放心，赢了请你喝望江湖山下的果酒，我请客。丁义此时也缓步登场，一柄长剑，一身剑袍，衬得整个人气场十足。抬眼看向飘然而至的陆放，他脸色虽然倨傲，人却不失礼数。今日能与真武道宗的陆道长问剑，荣幸之至。我也荣幸之至。陆放单手负在身后，另一只手摆了一个请的手势。丁一愣，他不惧身后的剑侠拔剑吗？这个样子是想单手和我打？好嚣张的道士！他冷笑一声，周身剑意陡然暴涨，剑袍无风自动。那陆道长借我一剑雪落昆仑。剑出，寒气骤起，周遭空气似凝霜，半空中像飘起雪花，直压得人喘不过气。众人被这一剑惊呆了，好强的剑意，剑气竟像落雪，果然是雪落昆仑。罗一刀的刀兄，这丁一的剑美，乾隆榜第2又如何？丁一这剑怕能冻死他。陆放依旧头歪歪，右手食指中指并拢，在身前捏了一个道门印诀。谢小乙认出来了，沈星宇之前的祝融取火和他这个印法一模一样，难道他想用火？这时丁一剑气凝成的雪花速速飞射，离陆放不过1丈时。陆放凌空画符，指尖划破凛冽寒气，一道真气凝成的赤色符印蓦地悬于半空。南明离火起，声落的刹那，符印应声炸开，一道凝练如碧的幽蓝色火焰凭空横亘。丁一那卷着碎雪的剑气撞上来，半点声响都没来得及发出，便被这只阳神火灼成了袅袅白气，纷纷消融在空气里，一丝寒气都没沾到陆放衣袍。丁一瞳孔一震，握着剑柄的手猛地收紧，他竟能以道门离火诀破了我的剑气。来不及细想，身形已动。既然剑气被他南明离火破了，那就竟身比剑术。丁一手中长剑化作一道流光刺出，直逼陆放胸口。你的剑很快。陆放面对刺来一剑，嘴角上挑，可还不够快。话音未落，中指食指轻描淡写地夹住了那块剑。丁一只觉一股柔中带刚的力道顺着剑身传来，卯足了劲想要往前再送半寸，长剑却如被定在虚空，纹丝不动。他脸色骤变，正欲催动真气，陆放却突然收手，中指抵在拇指下，对着他剑身轻轻一弹，当一声脆响，丁一手中长剑被震得脱手飞出，哐当一声插在远处青砖缝隙中，剑身兀自剧烈颤抖。不等丁一回过神，陆放身形一晃，以欺身近前，如法炮制的在他脑门上一弹。丁一浑身一僵，体内真气瞬间溃散，整个人往后连退数步，跌坐在地，满脸的难以置信。演武场之上落针可闻，片刻后众人哗然出声，什么情况？又是放火，又是脑瓜崩的，这就结束了？这也太轻松了吧！丁一的剑连他衣角都没碰到。陆放弹了弹指尖灰尘，转身冲西侧井台的方向扬了扬手，搞定，回头该喝果酒了。谢小乙伸出大拇指给了他一个赞。东侧井台，萧凌云见丁一踉跄着站稳，飞身迎上去扶了一把，眉头微蹙，丁师弟，你没事吧？丁一摇摇头，声音中有些不甘，没事，陆道长手下留情了。说罢，垂着眼，避开周围的目光，和萧凌云缓步退到东侧井台。这边陆放已夺回西侧井台，看着谢小乙挑了挑眉，怎么样？我说过我很快吧？你哪快？哪都快。那女孩子可不喜欢，女孩子不喜欢。陆放沉吟了一下，就明白了，这小子是在含沙射影。谢幕，你大爷，你才快，你每次都快，我的快是快，你的快是真的快。薛小七和虎四对望一眼，听不懂，完全听不懂。这时川无界缓步走到演武场中央，清了清嗓子，扬声道：第一轮问剑结束，晋级者4位，分别是真武道宗陆放道长、江湖游侠谢幕、明剑山庄燕离，还有明剑山庄林卓影。言罢，台下又开始了聊骚。奇了怪了，昆仑天剑宗3个名额，居然一个都没进前4，这也太离谱了吧！是啊，那个谢幕就给他鼓捣下2个去，他的那一剑谢幕鲨鱼是真牛，都劈出旋风了。看明剑山庄一下占了2个名额，这波赚啊！龙源搞不好就是明剑山庄的了。川无界抬手虚压，众位稍安勿躁，先请晋级4人调息养气，稍后咱们便以抓阄定第2轮对阵。不多时，谢小乙4人抓阄完毕，川无界当即高声宣布第2轮对阵结果：真武道宗陆放对战明剑山庄林卓影，江湖游侠谢幕对战明剑山庄燕离。谢小乙大叫命苦，他知道要是抽中林卓影还有的打，
可那燕离是九品巅峰金刚圣域境，自己压根破不了他的防。转念一想，这样也狠，即使赢了林卓颖，一会儿还是要对陆放和燕离，这俩家伙哪一个都不是好惹的。算了，早死早脱生，每一辈子都年轻。谢小乙看看西侧井台的几位，陆放正懒洋洋的闭目养神，虎四小和尚垂着眼，指尖捻着佛珠，低声默诵经文，唯有薛小七正支着下巴，一双秋水似的眸子定落在他身上。喂，谢幕，怎么了？又是想说我别死？薛小七手肘撑着栏杆，身子微微前倾，玲珑的曲线在谢幕的披风下若隐若现。听我说，燕离的一时容易躲，你小心他手中的一事。小七奶奶可有什么忠告？奶奶二字一出口，薛小七脸颊微红，比你大不了几岁，你再把我喊老了。话刚说完，身侧就传来陆放懒洋洋的轻哼，语气带着促狭。放心吧，你老不了，他奶奶不是你奶奶，你奶奶却是他想要的奶奶，你懂？道长这是什么意思？呵呵，小七奶奶别理他，他这人喜欢打禅机。薛小七瞪了谢小乙一眼，正色道：如果能躲过一时，那就再躲过一世，有机会就绕后一剑刺他尾驴穴。谢小乙傻了，尾驴穴可是尾椎骨那里，难道薛小七想让我给燕离来个千年煞？小七奶奶还请说明，要不我很难懂。薛小七虽然是西方魔教中人，但明说男人的某个部位他还真的害臊。你别管，只管照做。这招太损了吧？只听陆放缓缓开口，大道出修通九窍，九窍原在尾驴穴，这下明白了吗？谢小乙一脸茫然的追问：陆兄，你这话跟绕口令一样，我哪儿明白啊？陆放终于掀了掀眼皮，手指在膝头慢悠悠敲着。这你就不懂了，九品修炼至巅峰，讲究通三关，开九窍。尾驴穴是任督二脉交汇的根基，更是气脉升降的死门。谢小乙恍然大悟，那里是金刚体魄的罩门。陆放点头又摇头，金刚圣域境看似刀枪不入，实则是将罡气凝于体表，如同气甲护体。不过金刚体魄如果未达化境，尾驴穴那处就是罡气最难兼顾的破绽。破绽？我看是破定吧。谢小乙心中一喜，旋即开口：行吧，我明白了。没等他高兴片刻，陆放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你别高兴得太早，寻常的九品金刚圣域，尾驴穴是死门，但我观燕离修为，他离上5境星辰亏悬只差半步之遥。你认为那处还会是破绽？谢小乙撇了撇嘴，合着说了半天跟没说一样。那个破定估计是没用了。正耷拉着脑袋唉声叹气，就听台中央传来一声清亮的高喊，穿无界的声音压过了众人的嘈杂。诸位，调息时辰已到，第2轮问剑，第一场江湖游侠谢幕对战名剑山庄燕离。话音落地，演武场外一小撮人开始巧声议论：来了来了！谢幕对上燕离，看看他能在御剑术下走几招。看燕离那御剑都出神入化了，魔女薛小七一招就败，谢幕也够呛。不好说，谢幕那小子功夫不赖，指不定能耍出什么花样。燕离闻声，从东侧井台起身，走到演武场中央，目光扫向谢小乙：谢幕少侠，请。他声音平淡，不像要比剑的样子，倒像是来踏春赏景的贵公子。好拽，都拽死了。谢小乙深吸一口气，握紧手中长剑，目光紧盯着燕离背后那2把剑，一时和一世，尤其是那柄一时，之前飞剑刺向薛小七的时候，快得惊人。请指教。谢小乙拱手，身形微沉，摆出防御姿态。燕离淡淡颔首，并未拔剑，只是并指在一时剑鞘上轻轻一弹，嗡的一声轻鸣，那柄长剑骤然出鞘，化作一道残影直冲天际，随即调转方向，带着凌厉的破空生刺向谢小乙后心来了。谢小乙心头一凛，脚下点着燕翻云，险险避开一时的锋芒，但还没站稳，一时在空中一个折转，又从侧面扫来，剑锋吹过，割得他脸颊隐隐作痛。谢小乙只能仗着轻功不断腾挪，时而矮身躲过，时而纵身跃起，手中观沧海，连触碰一时的机会都没有。那柄剑好像有了灵性，招招不离他周身要害，逼得他毫无还手之力。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妈的，简直是被降维打击。谢小乙咬咬牙，瞅准一时刺来的间隙，长剑横扫，试图将其挡开。谁知一时在空中微微一顿，突然加速，擦着他的剑刃划过，直刺他咽喉。千钧一发，谢小乙猛地后仰，几乎与地面平行。靠了，凶多吉少，我现在这姿势和薛小七躲一时的时候无差。果然，一个声音在他身前响起：谢兄，你输了。燕离手中长剑已经抵住了他的咽喉，果真是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谢小乙输得很惨也很快，只是被一把飞剑逼成这样，有点窝火。咬了咬牙，伸出2根手指，轻轻拨开抵着咽喉的剑尖。燕少庄主这一时飞剑厉害，我现在等于前后被夹击，1打2，有点不公平。这话一出，台下有人出言嘲讽：错了错了，谢小子分明是自己身法慢了半拍，还喊不公平。燕少庄主的双剑本就是一套剑法，哪来的1打2？输了就认，再在一试，剑下不丢人。燕离收剑而立，嘴角扯出一抹微笑：既然谢兄认为不公，刚才那局不算，咱们再来一次如何？说着，转头朝高台上的司徒瑞拱手道：司徒庄主，方才那局不作数，我与谢兄可否重新比试一场？司徒瑞闻言一笑：既然是2位比试，那自行定夺便是。说罢，燕离便转身看向谢小乙：
手中双剑一震，剑刃寒光凛凛。谢兄，这回我正面和你对剑如何？谢小乙也知道自己刚才是死鸭子嘴硬，只是输得憋屈，给自己找理由。没想到这燕离还挺大度，没办法，赶鸭子上架，继续来。那请赐教。燕离指尖一动，一时剑再次腾空，剑身嗡鸣长大，凌空化成丈许长的巨剑虚影，恰似一柄神兵从天而降，轰的一声，朝着谢小乙头顶劈落。谢墨，你挡不下的，快躲！陆放和雪小七同时出口提醒。谢小乙知道这一剑非同小可，但他突然泛起了人来疯，就是不服燕离，打算拼着受伤的风险，也要和那剑气拼上一拼。他右手握紧手中剑，左手时钟二指抚过剑身，朗吟出声：抚长剑，一扬眉，敢向天下问是非。剑舞摘星，轰！周身剑意猛地迸发，迎着一时的巨型剑气横劈而上。砰！震响过后，巨剑虚影被他从中劈碎，剑气碎片化作光点消散在空中。高台上司徒瑞眼中金光一闪，抚掌赞道：好一句敢向天下问是非，少年人有此剑意，有此胆气，不愧是江湖儿女。台下顿时炸开，好家伙，这剑意够硬，难怪想中笔。嘘，静声，快看，燕少庄主又来了。谢小乙刚松口气，就见燕离身形拔地而起，手中一式剑带着千钧之势凌空劈下，剑锋似山崩地裂，连人带剑直压过来。谢小乙刚用尽全力才挡下空中巨剑，这时燕离又如影而至，根本来不及躲。他咬牙举起观沧海，剑应接，两剑相碰的瞬间，一股巨力砸在他手臂上，咔嚓一声，膝盖一弯，重重磕在地上，剑身被压得弯成了弧，再也抬不起半寸。这回是挡得住一时，挡不住一时。燕离的剑停在他眉心前寸许，声音平静无波：谢兄，你又输了。谢小乙点了点头，但没说话。燕离淡淡一笑：这次怎么样？可还不服气？你妹的，杀人诛心！谢小乙心中暗骂，嘴上却呵呵一笑：服了，心服口服，外加佩服。燕离闻言，手腕轻旋，将一式剑归鞘，俯身去扶谢小乙：老子不领你的情！谢小乙嘿嘿一笑，拍开他的手，自己撑着剑爬起来，揉了揉剧痛的膝盖。燕少庄主这剑真是砸得我骨头快散架了。燕离站直身子，目光落在他手中那柄观沧海上，语气淡却认真：谢兄的轻功底子极好，步法灵动，第一次比试你躲亦是飞剑时，有3次都堪堪避过要害，只差一线便能借力反击。他是在夸我？谢小乙挑眉：哦，这么说我刚才还不算输得彻底？不算。燕离颔首：你输在2点，其一，真气驳杂，方才劈碎一时巨剑虚影时，你强行催动全身真气，后续却无力衔接，这才被一式剑压得无法翻身。其二，剑招太急，你的摘星剑意够硬，却少了收的余地，剑意一出便结，后劲不足。谢小乙摸着下巴沉吟，这话听着实在比陆放那家伙的禅机好懂多了。他咧嘴一笑，索性耍无赖似的拱手：燕少庄主此言简直是听君一席话，少练10年剑。话没说完，就听西侧井台传来陆放懒洋洋的声音：谢墨，要点脸，人家刚赢你2次，你就赶着拜师学艺。燕离闻言，嘴角难得勾起一抹浅笑：谢兄不必客气，武道一道本就是相互砥砺，你若有心，他日明剑山庄随时欢迎你登门论剑。林卓引力在东侧井台的阴影里，眉头蹙了又蹙。少庄主一向眼高于顶，对谁都懒得多说一句话，他竟和这个谢墨说了这么多。这谢墨武功修为明明还在我之下，怎地能让少庄主这般看重？林卓颖又瞥了瞥谢小乙，这小子明明输得狼狈，偏生有股让人无法轻视的韧劲，看来日后此人定能在江湖上声名大噪。川无界剑场中，2人已分出高下，当即迈步上前，扬声朗道：第2轮问剑第1场，谢墨对燕离，燕离胜。话音落下，台下顿时响起一片雷鸣般的喝彩。谢小乙知道那喝彩不是给自己的，于是快步走回西侧井台，和陆放正好擦肩而过。陆放顿了顿脚步：喂，谢墨，别气馁，不气馁才怪，我这辈子怕是也追不上姓燕的那家伙了，这就道心蒙尘了。那待会儿我对上燕离，你看完怕是连剑都不想再碰了。好大的牛皮，你先过林卓颖那关再说吧。言罢，东侧井台阴影里，林卓颖提步而出，稳稳立在场中央。陆放抬了抬眼皮，拍了拍背后的7星剑匣，站直身子与他遥遥相对。林卓颖目光冷冽，双锏在掌心轻轻一磕：明剑山庄林卓颖，请赐教。陆放原本一副慵懒样，此刻有了精神。真武道宗陆放，姑娘倒是比谢墨那行货养眼多了，待会儿动手我尽量轻点。轻点这个词让谢小乙撇了撇嘴，因为他想起了林三娘。你会动？这有什么好稀奇的？我有一招真气流转，能让任何一块连着经脉的肌肉动。哪一招？神龙摆尾。哎呦，轻点！陆放之前用2根手指就击败丁一。林卓颖知道他修为非同小可，但他太过骄傲，这辈子除了少主燕离，谁也不入不了他的法眼。陆道长，接下来不需要你留手，开始吧。力道刚猛却施柔技，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姑娘可恶，不想我偏要以刚破柔。哦，以刚破柔，那贫道要瞧瞧姑娘这剑能不能硬过天道。林卓颖一言不发，双锏沉腕蓄力，
脚下猛地一蹬，身形直射而出，铁剪朝着陆放面门狠狠砸落。陆放脚尖轻点，身形悠然向后飘出数尺，动作轻描淡写。轰！铁剪砸在陆放立足之处，青石砖应声碎裂，场上瞬间又多了个半尺深的大坑。司徒瑞皱了皱眉，今年这天下会，有了这姑娘和虎四小和尚，损失可大了去了。旁边山无棱说道：“庄主，您瞅这青石板，都是从西蜀运来的玉岩，一块就得10两银子，这坑砸下去，没100两银子，怕是补不回来了。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司徒瑞没吭声，嘴角却狠狠抽了一下，那弧度看着不是笑，是实打实的肉疼。紧接着他连续肉疼，林卓颖攻势不停，手腕翻转间，演武场中深坑不断。陆放每次都是轻飘飘的躲开，林卓颖突然收剪，双剪主地，震起一片碎石，抬眼看向陆放，语气带着几分不服：“道长，一直躲就能赢？”陆放指尖捻了捻，慢悠悠道：“我剑出怕见血，姑娘这般好筋骨，伤了可惜。”林卓颖眼神更烈，将双剪往地上一顿：“道长尽管出手，如此反复，怕是等老了人。好一个宁折不弯的女人！”陆放伸了个懒腰，反手一拍后背的七星剑匣，天拳出来，咔嗒一声轻响，剑匣中一道青光冲天而起，正是一柄长剑，剑身如玉，剑气清冽，悬于半空，嗡嗡作响。观众席众人惊呆了，御剑，又是御剑之术，除了燕离少庄主，竟还有人会御剑，这倒是看着懒散，原来是扮猪吃虎啊！远处阁楼里，天算子谢道运执着一枚黑子落下后，轻轻摇头。陆天随那老家伙把七星剑匣传给了这小道士，今年的天下会，怕是要闹翻天喽！演武场中央，陆放指尖微动，悬于半空的天拳渐渐一暴涨，紧接着一道青光闪现，直刺林卓颖而去。林卓颖毫无惧怯，双剪交叉成盾，手腕翻转间，金铁交击之声响彻全场。当当当，天拳剑的攻势全被双剪格挡，剑光撞在剑身，溅起串串火星。林卓颖双剪舞得密不透风，任凭天拳剑如何穿梭劈砍，就是进不了他3尺之内。几个回合下来，天拳剑攻势渐缓，竟真的奈何他不得。林卓颖猛地一减阵，开剑身，抬眼看向陆放，嘴角勾起一抹傲气：“道长这御剑之术还差得远呢，我日日与我们家公子的御剑切磋，比这凌厉10倍的剑招我都接得下来。”陆放闻言，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语气散漫的像没睡醒：“哦，是吗？看来我这一剑是入不了姑娘的眼了。”话音落，反手又一拍七星剑匣，匣身嗡鸣震颤，天击出来，嗡，又是一道青光破匣而出，与天拳剑一左一右悬于半空，两柄长剑交相辉映，剑气瞬间凛冽数分。台下众人瞬间沸腾，惊呼声此起彼伏。2把，他能御2把剑，燕离少庄主也才御1柄，这小道士居然这么厉害！陆放指尖再动，悬于半空的天拳、天机2剑顿时如2道流光，一左一右分袭林卓颖肩头、腰侧，剑势比先前凌厉1倍，剑气擦着地面画出2道浅痕。林卓颖眼神一凛，不退不进，左手剪横架，右手剪旋身横扫，当当2声脆响，火星四溅，双剪左挡右架，2柄飞剑的攻势尽数被化解，他脚下丝毫不乱，稳稳立于原地。不到片刻，2柄剑的攻势渐渐滞涩，剑光暗淡了几分。林卓颖抬眼看向陆放，嘴角的傲气更甚：“2把吗？陆道长，这样你还是赢不了我。”陆放闻言低笑一声，语气里带着几分叹服：“哎，好个要强的女人。”说罢，反手又是一拍背后七星剑匣，扬声道：“玉衡出来！”嗡，第3道青光破空而出，与天拳、天机2剑同时悬于半空，3剑共鸣，剑气浩荡，压得周遭空气都微微扭曲。台下的惊呼瞬间变成了倒抽冷气的膜拜。3柄，他能御3柄剑，同时御3剑，这等修为，怕是比燕离少庄主还胜一筹。西侧井台，谢小姨紧盯着场上的陆放。第1柄剑飞出来的时候，他的眼睛睁得大了些；第2柄剑再出，他已经惊得说不出话来；第3柄剑并排悬在半空。谢小乙直接低骂了一声：“卧槽！难怪陆放他会说大话，感情是真有本事。”小七奶奶，干嘛？干？我走神了。我是想问，咱们陆道长是什么修为？我娘曾经就用他的大搜神手遇过剑，那个时候他是星辰亏玄境、上武境。雪小七点了点头。这时半空中3剑成3角之势，剑招陡变，天拳直刺面门，天机横扫下盘，玉衡斜劈肩胛，3道剑光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剑网。林卓颖咬紧牙关，双剪舞得如同车轮，当当当的金铁交击声密如骤雨，3剑的攻势连绵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场。不一时，林卓颖累得双臂酸软，脚步也开始踉跄。不到片刻，防御露出破绽，玉衡剑擦着他胳膊划过，带起一道血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陆放根本没下死手，每一剑都留了3分余地，不然林卓颖早已落败。但林卓颖性子犟，红着眼睛硬是不退，反将双剪舞得更急，带着一股子豁出去的狠劲。东侧井台的燕离看得眉头紧锁，忍不住扬声喊道：“卓颖，够了，你已经输了。”林卓颖充耳不闻，反手一剪砸向天拳剑，却被天机剑趁虚而入，直逼他心口。这一剑陆放没来得及收拾，眼看就要刺中他的胸脯。谢小乙遥遥看着，暗叫不好，糟了，
扎爆可就没法用了。叮，一道凌厉的剑光破空而来，正是燕离的意识。那剑精准地撞在天机剑剑脊上，将天机荡飞出去数丈远。燕离身形一闪，落在演武场中央，沉声道：“林卓颖，我命令你认输。”林卓颖胸口剧烈起伏，死死盯着陆放，又看了看挡在身前的燕离，半晌后才咬牙说道：“我输了。”陆放点头一笑，一拍剑匣，3道青光如流星归巢，天拳、天机、玉衡3剑先后没入匣中，只余一声轻响，便归于沉寂。这时演武场下爆发出一阵惊人的喝彩声。陆道长3剑齐出，果然名不虚传。燕离那柄一时好快的剑，方才那一剑怕是连风都追不上，看来乾隆榜前2的实力要优于其余8人了。喝彩声中，林卓颖不甘地退出演武场。燕离一时见归鞘，跟着转身，却听身后传来一声漫不经心的呼唤：“燕少庄主，别走了！”是陆放的声音。燕离闻言又转过头，陆道长有何赐教？就剩咱俩了，既然都站到这儿了，倒也没必要再回去坐着了。燕离脚步一顿，可我不想占陆道长的便宜。陆放抬手冲他比了个食指，拇指捏在一起的小动作，指尖离得极近，却没碍上。刚才动手，我连这么一丁点真气都没用，你完全没必要觉得占我便宜。说罢，陆放歪头看向司徒瑞：“司徒庄主，我们现在比可不可以？”司徒瑞单手轻扬，淡笑：“2位可以自行斟酌。”陆放头又歪了回来，重新看向燕离：“怎么样，燕少庄主，这下没问题了，现在可以了吧？那恭敬不如从命。”场下喝彩声顿时停了，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这2位剑道天才，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之间的问剑可能关系着未来江湖的格局走向。演武场上，陆放和燕离对视，2人身上的剑意挡都挡不住，一时间山峰动一妹，气流撞城墙。陆道长，请。说罢，燕离背后一时在微微发颤，像是很兴奋，想迫不及待的出鞘。那我也恭敬不如从命了。陆放一掌拍在背后的7星剑匣上，天书，嗡，匣盖应声弹开，天书剑化作一道冷冽的银芒，带着破风锐响，直刺燕离眉心。一时，去吧！燕离背后长剑瞬间脱鞘飞出，寒光一闪，撞上天书剑，叮的一声脆响，直接把天书剑震退数丈。陆放懒洋洋地啧了一声，剑意还挺不错。说罢，抬手拍在剑匣上，天旋，嗡，剑匣在震，天旋剑破空而出，和被震退的天书剑一左一右夹击向一时，叮叮2声脆响，燕离指尖捻动剑诀，一时剑光瞬间暴涨，以一敌2，硬生生将天书、天旋2剑同时击飞数丈。陆道长，你是有多瞧不起我？能出就多出几把剑，不然我可要开始动手了。陆放摸了摸鼻子，收起了那点漫不经心，反手连拍2下剑匣、天机、天拳，去！2道银光应声出鞘，与折返的天书、天旋汇于一处，4剑呈十字形，以更盛的剑气朝着一时猛攻过去。小一时，4柄剑斗你玩吗？陆放挑了挑嘴角，散漫地问。一时剑像是受到了侮辱，蓦地剑光大盛，却终究架不住4剑合击的凌厉剑气，剑身嗡嗡震颤，被压得连连后退。场外一片哗然，惊呼喝彩混作一团，居然能驾驭4把剑，这真武道宗也太厉害了吧！这剑气隔着老远都觉得刮脸，一时挡不住了。看来乾隆榜第2的陆放要反打第1的燕离了。燕离充耳不闻，反手握住背后的另一柄长剑，一试，唰的一声抽剑出鞘，足尖一点地面，身形纵跃而出，手中一试，朝着4剑交汇处狠狠劈落，枪枪枪枪，4声脆响连成一片。天书、天旋、天机、天拳4剑被这一剑的磅礴力道震得倒飞出去，剑身在半空打着旋儿，哐当几声重重落在演武场的青石地面上。不等陆放抬手召回4剑，那柄被压制许久的一时剑陡然调转方向，化作一道银光，直刺他面门。陆放瞳孔地震，哪还有半分方才的慵懒，抬手连拍剑匣，真是麻烦。玉衡、开阳、瑶光，去！3道寒光应声出鞘，在半空汇成一道剑墙，和一时剑轰然相撞，当的一声巨响，剑气四散，震得周遭空气都在震颤。一时以1敌3，和玉衡、开阳、瑶光3剑拼了个旗鼓相当。燕离脸色平淡，手中一试，剑碗出道剑花，脚下踏风，径直朝着陆放冲去。陆放咧嘴一笑，非但没慌，反而吹了声轻快的口哨，指尖随意一勾，跌落在地的天书、天旋、天机、天拳4剑像是得了号令，嗡的一声，震颤着弹起，化作4道银光，眨眼间与玉衡、开阳、瑶光汇聚在一处，7剑组成一面剑网，将燕离的一时一是和陆放隔离了开来。陆放嘴角上扬，看着望江湖最高峰朗吟出声，踏破白云千万重，仰天池上水溶溶，横空大气排山去，抵住人间是此风。诗颂罢，演武场观礼台上便传来司徒瑞的一声朗笑，好一个抵住人间是此风，陆道长好诗才，好气度，这望江湖的山魂水魄竟被你一语道尽，当真痛快。陆放这个插桩到了，哈哈一笑，故作高深。谢小乙在西侧景台鼓掌叫好，哇，好诗，气魄非凡，不知道陆兄是怎么想到的。谢兄谬赞了，不过是健忘江湖山势雄浑，一时心胸激荡有感而发，随口胡诌了几句，
当不得谢兄一句气魄不凡。谢小乙嘴角抽搐，他显然没想到自己和他之前的对话，现在掉了一个个。可演武场上的燕离就有点懵了，林卓颖都在暗暗吃惊，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家少主这么全神贯注的比剑。而陆放那边是真叫一个潇洒，负手而立，周身真气像看不见的丝线，轻轻巧巧牵着那7柄7星剑，剑身在燕离周身盘旋游走，快时如流星掠空，慢时似闲云漫步，全凭陆放心念一动。演武场下传来几声震天的喝彩，有人拍大腿叫好，有人扯嗓子大赞，好个7星御剑术！陆放这手段，怕是不输他师傅天随子了。同时控7剑，我看就算是一剑，咱们这些6、7品武夫这辈子恐怕也很难做到了。燕离眉头微蹙，身上真气流转，突然暴涨3分，手中一式连劈2剑，一道剑气逼退4剑，另一道剑气化作弧光，那圈剑光簌簌作响，将7星剑扑面而来的剑气尽数挡在圈外。与此同时，被玉衡、开阳、瑶光3剑困住的一时忽然挣出半分空隙，化作一道银虹，绕着燕离周身疾飞，剑锋呼啸间凝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屏障。此刻的一时，恰似一道流动的银甲，7柄7星剑无论如何盘旋冲击，都难越雷池半步。屏障既成，燕离再无掣肘，脚下猛地发力，径直朝着陆放冲了过去，手中已是剑意暴涨，招招狠辣直取陆放周身要害。陆放原本负手潇洒的姿态瞬间破功，脚下连连后退，但燕离的剑招密如雨点，逼得他只能左躲右闪，之前的从容气度荡然无存。陆放狼狈不堪，嘴上却不闲着，哎呦，你这个人肯定没朋友，得理不饶人。燕离手腕一转，一式剑擦着他发梢劈过，语气半点波澜都无，剑招不停，便是我的剑道。出剑的那一刻若有犹疑，就是对自己的剑不敬。陆放矮身躲过横扫过来的剑刃，还不忘回头挤眉弄眼，这么较真，那颗龙元真的那么重要？燕离脚步不停，步步紧逼，剑招直指他后心。陆道长应该知道，一颗蛟龙的龙元对你这星辰亏玄和我这金刚圣域境来说裨益不大，真是难缠。陆放摇摇头，指尖掐了个剑诀，随即后跃至半空，天拳剑陡然化作一道流光掠至他脚下，剑身在半空稳稳拖住他的身子，带着他直升起10余丈高。真正的御剑飞行，所有人皆是一惊。陆放悬在半空，低头俯瞰着脚下的燕离，衣袂被风掀得猎猎作响，宛如仙人临世。既然龙元对你我都算不得稀罕物，那你何苦追着我死缠烂打？燕离抬头望向空中的陆放，握剑的手稳如磐石。今日若是我输你一剑，恐怕对我日后的剑道有损。陆放闻言先是一愣，随即仰头大笑，好个护道之心，倒是陆某小瞧了你。笑声未落，燕离低喝一声，一时脚下剑光乍闪，一时剑应声而至，稳稳悬于足底，随即足尖轻点剑身，拔地而起，直升10余丈。燕离立于剑上，周身剑气迸发，凛冽锋芒四下扩散，在身周凝成一方无形的方寸天地。那7星剑余下6柄，寻着陆放心念，齐急冲而至，却在触及燕离方寸的刹那，如同撞上无形壁垒，被硬生生弹开，压根进不了他的3尺之内。两人各踏一剑，遥遥对峙。演武场下瞬间惊呼声、喝彩声掀翻了半边天。我的天，这哪里是比武问剑，分明是神仙打架！瞧瞧那剑气，6柄7星剑都进不了身，这等修为，怕是离宗师境也不远了。谢小乙此刻在西侧井台摇着头，唉声叹气。难怪刚才陆放说，他要是认真出剑，我怕是连剑都不想碰了。今日见到这2位的剑意，才晓得我那剑术跟没练一样。薛小七闻言，手肘轻轻撞了撞他的胳膊，这就剑心受损了。谢小乙咧了一下嘴角，他们比我大不了几岁，和他们比简直就是蚍蜉撼大树，可笑自不量力。薛小七看着他，心中一动，生出一丝异样。剑道一道，哪有什么一蹴而就的道理？他们今日的剑意纵横，也是从你这般没练一样一步步磨出来的。你练的是剑，修的是心，眼下看着是匹夫撼树，来日未必不能让这树为你征战。谢小乙闻言一怔，随即像是被人当头敲了一记闷棍，整个人僵在原地。小七奶奶，干嘛？你怎么懂得这些大道理？这些话都是我娘以前跟我说的，她总说武道殊途同归，不管是剑是拳，修的都是一颗不肯认输的本心。小七奶奶，干嘛？都说当年你娘月萧神是天下第2的美女，仅次于谢灵运，是吗？不知道，我没见过谢灵运，反正我娘挺漂亮的。高空之上，风势愈急，衣袂猎猎作响。燕离率先开口，声线4代剑气，陆道长，凌空问剑，可敢接？陆放挑眉一笑，散漫的神色里终于多了几分郑重，有何不敢？话音落，陡然低喝一声，剑来！说罢，6柄7星剑闻声而动，化作6道流光，围绕着他周身飞速旋转。陆放周身剑意攀至巅峰，随即大袖一挥，天机去！旋即天机剑脱阵而出，磅礴的剑意由胜7剑分散之时，嗖如一道破空惊雷，直刺燕离而去。燕离面不改色，手腕翻转，一式剑出手，只听当的一声响彻云霄，那一式剑剑身硬汉天机剑剑尖，两股剑意相撞，气浪四下扩散。天机剑巨震，被这一剑的力道震得倒飞出去，化作一道寒芒，消失在天际尽头。陆放瞳孔一震，右手食指中指并拢在空中画弧，天旋去！天旋剑出，
和刚才天机剑如出一辙，直奔燕离而去。燕离如法炮制，又将天玄剑击得找不到北。陆放紧接着指尖连弹颠书、开阳、玉衡、瑶光，余下4剑一柄接一柄，轮番冲杀而至，每一剑都凝聚了10成剑意，比先前6剑齐发还要凌厉3分。燕离立于一石剑上，身形稳如磐石，一式剑在他手中挥洒自如，剑光如织，当当当，每一声巨响起，便有一柄7星剑被击飞。那些剑或是被挑飞剑尖，或是被震碎剑矢，无一例外，尽数化作流光，倒飞着消失在天际，残影都未曾留下。不过瞬息之间，6柄7星剑竟已被燕离尽数击落，杳无踪迹。演武场下死寂一瞬，随即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议论：燕少主赢定了，这还有啥悬念？6柄7星剑全被打飞，陆放这是彻底没底牌了吧？谁说不是？燕少主这剑意简直是神仙水准！喧嚣声里，高空之上的陆放突然低笑一声，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燕离，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这话一出，沸腾的演武场瞬间静得落针可闻，所有人都懵了，面面相觑。啥？6柄剑都没了，还让燕少主认输？这是打懵了，还是留了啥后手？疯了吧？难不成他还藏了更厉害的招式？谢小乙、薛小七和虎四面面相觑，都不明白为什么陆放输了6剑还让对方认输，搞不懂啊！高空之上，燕离手握一式，眸光沉静如渊。陆道长，今日能与你凌空问剑，与我此生裨益极大，但我若自行认输，怕是剑心就此受损，日后再难寸进。陆放闻言，脸上的笑意彻底敛去，眼底翻涌着决绝。今日我建议潘志如此，若不能将你击败，我的剑心同样会生出裂痕。燕离，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认输还来得及。燕离眉眼沉静，声音朗然传开：道长，若是还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一剑，尽管使出来，我想接。陆放闻言，眉头紧锁：也罢，若是接下来这一剑你接不住，尽管可以逃，只是那样一来，你的剑心受损只会比战败更甚。燕离闻言，身形纹丝不动，只将一式剑横于胸前，无需多言。很好，接下来的一剑记住了，接不住可以逃。说着，陆放低头，目光落在西侧井台的谢小乙身上：谢兄，借剑一用。谢小乙还没反应过来，背后关沧海铮的一声自行出鞘，朝着高空飞去，稳稳停在陆放脚边。陆放足尖一点，身形飘然落在关沧海剑柄之上，单手捏出一个剑诀，周身剑意疯狂翻涌，卷起漫天罡风。我剑何在？话音刚落，天际尽头猛地亮起6道寒芒，正是先前被击飞的天机、天玄、天书、开阳、玉衡、瑶光。6剑呼啸着冲回高空，连同陆放脚边的天泉剑，7柄剑齐齐悬于他身后，宛如孔雀开屏。剑刃交错间，磅礴的剑意铺天盖地倾泻而下，将整片天空染成了一片森然的银白。燕离只觉一股如山似海的威压迎面冲来，呼吸不禁为之医治。但他此刻剑心澄澈，就算对方现在是一剑袭来，昆仑雪开的崔巨清，亦或是南岭剑手一人一城的孟东野，他照样也敢去接他们一剑。而下方的演武场死寂之后，陡然爆发出倒抽冷气的惊呼：我的天，这是什么招式？7剑同辉，这剑意怕是能劈开一座山。燕少主撑得住吗？这威压，我站在台下都觉得喘不过气。燕离没有被下方人的闲言碎语影响，握剑的手反而愈发沉稳，缓缓抬起一式，剑身映着漫天光影，泛起点点细碎青芒。道长的7剑开屏的确惊心动魄，但我也有一剑，请到长品剑。陆放挑眉问：哪一剑？燕离双目如炬，剑尖直指陆放身后的7剑，声震四野。我这一剑名为一剑碎星辰，今日纵使你是星辰窥玄境，也未必能接下我这一剑。话落，手腕猛地一旋，一式剑划破长空，似有漫天星屑般的光点随着剑锋流转，像要将整片天空的剑气都搅碎。一剑碎星辰，有点意思。陆放眼底翻涌着吞天噬地的剑意，口中暴喝声响彻云霄，震得所有人为之一颤。我以7剑不天罡，敢引进雷撼八荒。天罚！话音落，身后7剑应声而动，天权、天机、天玄、天书、玉衡、瑶光、开阳7柄剑如北斗7星般错落排布，在燕离头顶当空照下。刹那间，原本晴朗的天穹风云变色，乌云翻涌汇聚，雷声自云层深处滚滚而来。7柄剑嗡鸣震颤，每一剑的剑脊都亮起一道刺目银芒，随即嗤的一声，7道凝练如织的剑气冲天而下。那7道剑气划破罡风，在空中轰然相撞，直接凝成一道水桶粗的紫雷。天地间仿佛只剩下这道紫雷的光芒，演武场的喧嚣都被彻底压垮。那道紫雷带着撕裂时空的爆笑，朝着燕离当头砸下。燕离没有躲，也躲不开，于是将手中剑高高举起，剑尖正对着那道呼啸而来的紫雷，一剑碎星，硬汉天罡雷法。演武场下千道目光死死定在紫雷与银芒碰撞的临界点上，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陆放赢定了。因为燕离的剑气虽强，可还在凡人能接受的范围，但陆放的紫雷就不一样了，那简直就是神罚降世，难怪他最后会叫出天罚。谢小乙都忘了和薛小七调侃，
只瞪着眼睛喃喃：“小七奶奶。”这一击下去，燕离会不会渣都剩不下。薛小七没有理他，因为他也被那雷罚震慑得愣了神。就在人们以为燕离必死无疑的时候，千钧一发，一道温润的白光陡然撕裂长空，是一方通体银白的玉质棋盘，约莫3尺见方，棋盘上黑白棋子错落有致，近似还凝着几分未散的棋韵，不偏不倚地横亘在紫雷与剑气之间，快得让人看不清来路。轰！震耳欲聋的巨响炸开，狂暴的气浪席卷开来，大半个演武场的青砖尽数被掀飞，碎石浑着尘土冲天而起，又噼里啪啦地砸向四周。众人只觉一股劲风扑面，逼得他们连连后退。在抬眼时，那方白玉棋盘已然炸得粉碎，玉屑纷飞如雨，在日光下折射出点点碎光。烟尘之中，一道身影飘然落下，是个须发皆白的老者，身着一袭青布道袍，手里捏着一枚白玉棋子，显得悠然自得。老者仰望上空，缓缓开口：“你们两个到此为止，都滚下来吧。”高空之上，陆放的七星剑阵剑一瞬间消散，燕离也引了真气，收剑入鞘。两人对视一眼，脚下剑光敛去，身形缓缓下落，稳稳地落在演武场残破不堪的地面上。烟尘尚未散尽，司徒瑞已快步上前，对着老道躬身行礼：“师傅。”那人正是天算子谢道韫。他本在独自对弈，忽见天际风云突变，当即暗骂一声：“一个是仙脉，一个是剑随体，两个不知轻重的年轻人，看来老算子我要出手了。”身边没有趁手家伙，谢道韫只能把身前的羊脂白玉棋盘丢了过去。那棋盘裹着他毕生修为凝练的罡气，堪堪为燕离挡下了这道致命雷罚。虽然谢道韫心疼的嘴角都快咧到了后脑勺，可转念一想，这总比眼睁睁看着剑随体的燕离陨落强。谢道韫看着满地的白玉棋盘玉血，嘴角心疼的抽搐了2下，随即恢复正常的表情：“今日问剑，胜者陆放。”说罢，转向燕离，语气平和：“你不反对吧？”燕离收剑入鞘，对着谢道韫深深一揖，沉声道：“多谢前辈出手相救，我输的心服口服。”陆放歪了歪脑袋，冷笑一声，抱拳一礼：“真武陆放，拜见谢老前辈。”谢道韫摆摆手，示意他不必多礼，随即轻骂：“天罚一出，鬼神让路！老陆个老混蛋，居然把7剑御雷法传了给你！”陆放咧嘴一笑，把观沧海丢回给谢小乙，抬手又拍了拍七星剑匣，收。话落，悬于半空的7柄天罡剑嗖的一声，尽数钻回剑匣。陆放这才慢悠悠的接话：“还不是晚辈悟性高，我那师傅不过随口点拨2句，这7剑御雷之法，我就瞧会了。”谢道韫闻言笑骂：“你这混小子，倒是和你师傅一个德性，喜欢自夸。”陆放一乐，双手往脑后一枕，不再说话。司徒瑞朗声道：“天下会问剑，胜者真武陆放。”说着，他抬手虚压了压喧嚣的人声：“天色也不早了，天下会已结束，诸位且散了吧。”言罢，司徒瑞向海无涯摆手示意。人群中，海无涯快步走出，手中托着一方紫檀木盒，走到陆放面前，双手递了过去。此乃本次天下会问剑的彩头，蛟龙龙源，阁下当之无愧。陆放双手还枕在后脑勺上，闻言随手接过木盒打开，盒内一团银白光芒裹着龙眼大小的龙源，隐隐有水流嗡鸣之声。他瞥了一眼，直接把龙源揣进衣襟袋里，动作散漫的像是塞了颗糖。场中众人应声散去，议论纷纷，无非是刚才紫雷裂空的惊艳，还有谢道韫袖手镇场的潇洒。谢小乙转身便要汇入散去的人流，一个声音喊住了他：“你叫谢末是吧？随我来，我有几句话和你说。”声音穿透了场中间隙的嘈杂，谢小乙脚步一顿，缓缓转过了身，抬眼望去，就见谢道韫立在演武场中央，道袍迎风微展，目光落在他身上。他迟疑一瞬，终究还是收回了迈向人群的脚步。“前辈有何吩咐？”“跟我来吧。”谢道韫转身便朝着演武场外走。司徒瑞见状，对着山无棱几人吩咐几句，让收拾残局，随后他也快步跟上。谢小乙略一思忖，也抬脚跟了上去。三人2前1后，穿过护院，径直上了天下第1庄观星楼的顶楼。楼内陈设极简，只设一张蒲团，一方矮几，墙上悬着幅八卦图，案头摆着个青铜罗盘，角落里立着个半人高的青瓷丹炉。谢道韫走到窗边坐下，捻着的那枚白玉棋子在手里来回翻转。司徒瑞立在桌旁，神色恭敬：“坐吧。”谢道韫指尖敲了敲矮几，对谢小乙抬了抬下巴。谢小乙一言坐下，开门见山地问：“前辈叫住我，可有何事？”“我靠，江湖都说天算子能观人气运，算人前世今生，他不会看出我是一个采花道吧？”谢道韫捻着白玉棋子，目光在他脸上一扫：“我见你有眼缘，欲给你卜一卦，你可知我是谁？”谢小乙微微一笑，起身拱手：“前辈必是天算子谢道韫。”谢道韫嘴角勾了勾，浅笑：“既识的我，可信我这卦术？前辈声名在外，晚辈自然信得过。”谢小乙一脸笃定，心中却松了口气：“还好，还好，我还以为西洋镜被拆穿了呢。他那丢棋盘的功夫，我可刚才见识了，真要动手拿我，我血质没有。”但见谢道韫双目微合，望向谢小乙周身，且凝神莫运功。谢小乙心头一紧，只觉对方目光似能穿透皮肉，直探神魂。就见谢道韫缓缓说道：“我以观卦望气，你周身气脉甚是奇特，上有2阳清净，如青云托日，是今生暗藏的正道机缘；下复4阴沉郁，
色成莫清而带色，恰是今生余孽未消之兆。谢小乙一惊，非同小可。今生正道机缘，今生余孽未消，这不就是说我的身份在亦正亦邪里徘徊吗？谢道韫屈指轻叩矮脊，青铜罗盘的指针随之微颤，官挂风行地上，便查万物。这四阴沉郁之气，并非恶煞，反倒带着旋风无孔不入的轻佻，又有坤的承载的执念。今生你应是游走四方，逐色而行之辈，虽无大恶，却因行事轻佻，耗损阴德，以致浑身大气运反堕魔念。谢小乙听得浑身发寒，采花道的身份好像被点透，又好像没被点透，一时间不置可否。好，谢道韫朝司徒瑞递了个眼色，司徒瑞立刻取出一张素纸，一节炭笔，放在谢小乙面前。谢道韫的声音平淡，透着不容置疑的底气。观其笔，你且写下一个字，不拘时嘛，随心便好。谢小乙盯着素纸片刻，抬手握住炭笔，一笔一画写下个墨字，然后推向谢道韫。谢道韫拿起素纸，端向那个墨字，手下青铜星罗盘突然嗡的一震，天池里的指针先是微颤不归中，转瞬变风转如陀螺，时而直指谢小乙，针尖泛起白芒，时而转向窗边微速方位，来回折腾。司徒瑞脸色微变，刚要开口，就被谢道韫抬手止住。这镇楼之宝，测星定气，从无差错，此刻却是转针唐针铜线，异象陡生，有意思。谢道韫声音低沉，目光穿透谢小乙，直抵神魂，异香之气。说罢，他指尖在素纸上重一点，眸底翻涌着难辨的波澜。墨字藏空，你命格游离于这方天地之外，我有5成把握，你本就不属于此处。谢小乙心头一震，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他妈也太神了吧！难道他能算出我是穿越过来的？定了定神，他抬头追问，如此说来，那前辈说我是来自哪里？谢道韫闻言，忽然仰头哈哈一笑，数千年前，数千年后，也可能是18年前，更可能非这方宇宙之人。谢小乙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后背瞬间冒出一层冷汗。前辈，仅凭一个墨字便能算出这些？非也，亦有罗盘之助。谢道韫捻着白玉棋子，指尖在墨字上轻轻一点，字为星象，星应天地。这墨字古意为日落草莽间，本是无不之象，却藏着日暮途远，非此归途的玄机。他指尖又点了点之前风转的罗盘，声音带着几分飘渺，你写的草头分叉，不拢天地之气，日字偏仄，不接此间日光。最妙是底下大字，看似立得住，实则根基悬空，这是命格游离之兆，非此方天地能居。司徒瑞听得眼神一凝，心中暗忖，师傅占卜向来无差，只是今日之言太过惊世骇俗，这个谢墨不简单啊。谢道韫抬眼继续说道，我观字数十年，见字如见人，你这墨字藏着莫知其所来，莫知其所往的混沌气，5成是域外之客，至于是古是今，是一语，便是天机，不可说尽。谢小乙汗流浃背，手指拳了拳，继续追问，前辈为何说我只有5成是域外之客？谢道韫呵呵一笑，捋了捋胡须，神一半，识一半，魂一半，魄一半。谢小乙又是一惊，我现在确实是2个人的记忆，2个人的性格，而且善恶只在一念之间。这老头子这么神吗？前辈，能不能告诉我现在是谁？谢道韫摇摇头，盯着谢小乙的眼睛，正色道，你可知事不可做尽，话不可说尽，凡事太近，缘分是必早尽。谢小乙低头沉思，他这番禅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猜不透，索性不猜。片刻后，谢道韫将素纸一扬，纸片无风自动，悠然地飘到谢小乙面前。这字里的玄机，你自己未必懂，但天地法则骗不了人，信与不信，皆在你。谢小乙手掌在大腿上一擦，抹去湿汗。那前辈能不能算出我日后的去处？是能回去，还是要困死在这江湖里？谢道韫闻言，捻着白玉棋子的手往矮脊上一拍，去处，天机最忌道破，算字不如摇卦来得更准。说罢，他朝司徒瑞使了个眼色。司徒瑞心领神会，转身从阁内角落的木柜里取出一个古朴的乌木挂筒，筒身刻着斑驳的八卦纹路，里面装着6枚铜钱。谢道韫接过挂筒，递给谢小乙，声音带着几分神叨，此铜里是人黄铜钱，你双手捧住，心里默念你要问的事，摇上9次，将铜钱倒出，老夫便知卦象。谢小乙盯着那挂筒，迟疑片刻，还是伸手接了过来，心跳不由得快了几分。随后摇了9次，猛地倒扣在矮脊上，6枚铜钱滚落，5枚阳面朝上，1枚阴面翻出，正是怪卦。谢道韫瞳孔骤缩，前倾身子按住那枚阴面铜钱，居然是怪卦。司徒瑞脸色煞白，失声低呼，师傅，这是最难摇出的决断之卦，主大事临头，必须当机立断。谢小乙看着卦象，这卦是好是坏？谢道韫没应声，指尖划过铜钱，目光幽深，怪卦者，绝也。你本是域外之客，命格悬空，摇出此卦，前路要么破局归乡，要么困死此间，没有第3条路。他顿了顿，手指轻轻点在谢小乙眉心，又快速收回，关你气机流转，我赠你一言。谢小乙连忙拱手，前辈请指点。谢道韫捻着白玉棋子，一字一顿，声音带着几分玄奥。3更锣响时辰到。谢小乙完全听不懂，紧接着又问前辈，3更锣响时辰到，作何解？谢道韫抬眼望向窗外流云，天机这东西本就3分在算，7分在藏，这3更锣响4字是你命格里绕不开的劫数，也是缘法。说罢，
他转头看向身侧垂手而立的司徒瑞，声音沉了几分：“时辰不早了，送谢小友下山吧。”司徒瑞连忙躬身应下：“是，师傅。”随即转向谢小乙，拱手一礼：“谢莫少侠，请随我来。”谢小乙出了天下第一庄，穿过半山云雾，一路无话。刚才谢道韫那句天机难算还在耳边盘旋，三更罗响时辰倒像根无形的线，缠得他心口发闷。这半个月来，他确实每到夜半三更就有一种说不出感觉，而且那感觉越来越压不住。时节渐平，望江湖的水汽裹着炊烟扑面而来。谢小乙脚下不停，径直穿过山脚的碎石路，不多时便回到他居住的那间客栈。刚掀帘而入，就见靠窗那张方桌旁，两道身影正相对而坐，一个是青衫道袍，背后背着七星剑匣，正是真武道宗的陆放；另一个是光头锃亮、俊美天真烂漫的虎四小和尚。两人闻声抬眼，陆放率先扬了扬手中酒壶：“呵，这不是巧了，谢兄你也在这客栈住下了？”谢小乙嘴角上扬，方圆10里就那么几间客栈，遇到也不足为奇。那谢兄回来的正好，我刚雇了2坛果酒，就等你入座了。虎四小和尚也咧嘴一笑，伸手拍了拍身旁的空凳：“谢施主，快坐。我说趁夜回大觉寺，陆道长说哪有趁夜赶路的人？”谢小乙眯眼一笑，确实没听说过趁夜赶路的人。陆放双手啪的一拍：“怎么样，虎四小师傅？我就说无论谁都会赞同我的看法。”虎四小和尚眨巴着漂亮的大眼，脆生生反驳：“佛说法无定法，世间本无绝对的是非对错，不过是因缘和合的不同显现罢了。你所言未必是真，我所行亦未必是妄呀。”陆放下了口酒，道袍袖口一扬：“道祖言清净为天下正，世间万事虽因缘流转，却自有大道纲纪在。若不分是非，不辨邪正，岂不是乱了自然秩序？”他食指扣了扣桌面，目光清亮：“观天之道，执天之行，正道便是正道，妄行便是妄行，哪有什么模糊不清的道理？”谢小乙听得头大，这哪是聊天，分明就是福道之争。不对，是福道吵架才对。谢小乙3步并作2步抢过空凳坐下，咧嘴打圆场：“嗨呀，自古福道一家，争这些口舌输赢做什么？”说着，他拎起酒坛满上了3杯：“来，喝酒喝酒，吃饭吃饭，哪有那么多道理好辩的？”虎四慌的双掌合十：“谢施主，小僧不能饮酒，不然是破戒。”谢小乙哈哈一笑，把酒杯推了过去：“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喝吧。你只要心中无酒，胃里有酒又有何碍？”陆放闻言也放下酒壶帮腔：“小师傅，此言差也。道家有云：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酒乃五谷之精，顺天时而酿，因地气而生，本就是自然之造化。你只消饮这一杯，便是融于自然，合于大道，何来破戒之说？”虎四小和尚眨巴着大眼睛，看看谢小乙，又瞅瞅陆放，手指捻着僧袍衣角：“酒究竟是什么味道的呢？和水看着一样，闻着却香，我确实很想试一试啊。喝还是不喝？”他盯着酒杯里晃荡的酒液，嘀咕道：“可是师傅说出家人戒荤腥酒肉。”陆放挑眉，又添了一句：“道经有云，顺其自然，无为而化。一杯酒入喉，不过是顺了此刻的意，和了当下的缘，算不得破戒。”谢小乙趁机把酒杯往他嘴边送了送，笑道：“百折不挠金刚智，万魔不退菩提心。只要一心向佛，肚中有酒又有何妨？”这话落在虎四耳中，如同当头棒喝。他浑身一震，捏着僧袍的手指猛地松开，那双澄澈的大眼睛里先是闪过一丝迷茫，随即豁然开朗。师父常说，修行在本心，而非拘泥于外物。他怔怔地望着酒杯，先前的纠结尽数散去，咧嘴露出一个豁朗的笑。没等谢小乙和陆放再劝，虎四便抬手端过酒杯，先是小心翼翼抿了一小口，清冽甘甜的滋味在舌尖散开，让他眼睛倏地一亮。紧接着干脆仰头，咕咚一大口将杯中酒喝了个干净，空酒杯往桌上一放，砸出清脆的声响。再来一杯。陆放和谢小乙对视一眼，齐齐大笑起来。酒过3巡，心智愈浓，谢小乙索性换来店家，又添了2、3坛甘醇果酒。酒盏碰撞声里，福道之争的激风早已散作笑谈。三人从江湖趣闻聊到宗门轶事，从年少轻狂谈到修行体悟，越说越投机。窗外夜色渐深，更夫梆子敲过2更，烛火摇曳，映着3张带笑的脸，满是尽是酣畅快意。陆放将酒盏往桌上一顿，酒液溅出几滴，仰头大笑：“痛快，痛快！咱3人萍水相逢，却能这么投缘，说起来也是天大的缘分。依我看，既然聊得这么投机，不如就此结为兄弟，岂不快哉？”谢小乙刚灌下一口酒，差点呛着：“他妈了，把嘴角的酒字等等，佛门道门也能结拜，这何事？”陆放挑眉，伸了个懒腰：“道经有云，大道泛兮，岂可左右？世间大道本就包罗万象，哪有那么多清规戒律框定？结拜是交心，是重义，是顺了这份缘法，合了这份义气，与宗门何干？”说着率先起身，朗声道：“我陆放愿与2位结为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谢小乙酒气上涌，随即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好，这话合我心意。”虎四打了个酒嗝，也跟着站起来，双手合十道：“啊，阿弥陀佛，哥，今日结义，便是兄弟。”陆放哈哈大笑，伸手揽住2人的肩膀：“别磨叽，都自报年龄。陆放24，虎四17，谢小乙正好18。
陆放拍着谢小乙肩膀笑道：“老二，以后我不当老二。”谢小乙冲口而出。陆放一愣，皱了皱眉：“怎么不当老二？你想当大哥？”谢小乙傻了，这个老二让他想到了某器官，他可不想当老二，不然每次见面陆放都喊他老二，听着就像喊傻屌一样。他摇摇头：“不行，我才不要当老二。我当老三吧。”虎四摸着光头不解：“那我呢？我们大觉寺可是从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这样排的。你是四弟。”谢小乙手忙脚乱地指着陆放，又指着自己，最后点向虎四，语速快得像打快板：“你是大哥，我是三弟，他是四弟，咱们老二就不要了。不能不要。老二就先不算了。”话刚说完，陆放愣住了，手将在半空中结拜，哪有缺了老二的道理？这传出去不得让人笑掉大牙。谢小乙灵机一动：“我们家乡有个说法，结拜结双不结单，所以就按我说的吧。”“这是什么说法？你家乡哪的？”陆放带着怀疑的目光扫视谢小乙，一点点靠近。谢小乙往后退了退，大笑：“我这是为了你好啊。”陆放伸手搓下巴，挑眉问：“为了我好？”谢小乙开始胡说八道：“对啊，我们那里的规矩是结拜拜双不拜单，拜单回老大，拜双走天下。”陆放闻言挑了挑眉，眼底闪过一丝算计，原来有拜单回老大，拜双走天下这个说法，那还是不要老二的好。三弟这话倒也通透老二的位置既金贵，便先空着就是。说着，他轻身倒了杯酒，抬手一扬：“那便这么定了，我是大哥，谢莫三弟，虎四四弟。”谢小乙松了口气，连忙端起酒杯应和：“大哥，四弟。”虎四还晕乎乎的，跟着拍着胸脯喊：“大哥，三哥，阿弥陀佛，哥，以后咱仨还一起喝酒，望江湖山巅，天下第一庄观星楼。”谢道韫隔窗夜观星象，手指间拨弄的白玉棋子蓦地一顿，喃喃自语：“真武道隐隐仙胎，活佛憨僧踏俗来。乾隆未醒江湖里，一坛浊酒结云台。”酒杯撞过几轮，酒坛早已见底。谢小乙三人俱是醉意沉沉。陆放搂着虎四的肩膀笑，虎四嘴里还嘟囔着阿弥陀佛，酒好喝。谢小乙靠在门框上，强压着体内说不清道不明的邪火，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3更锣响的时辰了。最后不知是谁先提议回屋睡觉，于是3人便各自挥挥手，歪歪扭扭钻进自己的屋子，鞋子都没来得及脱，鼾声很快便与窗外的虫鸣交织在一起。翌日天光大亮，宿醉的头痛才让3人慢慢醒转。3个人在客栈小院寒暄几句，便依依不舍地各自道别。陆放回转真武道宗，虎四返回大觉寺，谢小乙则打算再望江湖逗留2日，赏完风景再动身去东海，因为他想去看一看东海浮鱼山的美景，说不定还有机会见到当年的天下第一美女谢灵运。送别陆放与虎四，谢小乙回客栈扒了碗清粥，宿醉的倦意又袭来，回到客房倒头便睡。在睁眼时，窗外已是3更天，月色浸满了窗棂。3更梆子敲过第3响，谢小乙突然感觉丹田猛地炸开一团滚烫，一股真气破体乱冲，烧得他眼冒猩红，浑身血脉奔张，邪火直冲颅顶。他低吼一声，手掌拍碎窗棂，身形如燕穿窗而出，足尖点地，踏着青石板一路狂奔，一口气奔出20-30里，脚下的路渐渐从荒郊野径换成了青石板街巷。谢小乙一个踉跄收住脚步，竟已闯进了一座陌生小镇的深处，身前正是一条幽深僻静的巷口。他正不知何去何从，忽听到巷尾阴影里传来女子凄厉的哭嚎。谢小乙红着眼冲过去，正撞见一个青衣人将一名少女按在墙角，狞笑着撕扯衣襟。是他，东瀛。谢小乙声如寒刃，想不到在此撞见你。那人回头看青来人，先是一愣，随即放声狂笑。东瀛西见，南荡北色，钟小乙，谢小乙，你这缩头乌龟躲了整整1年，总算舍得露面了。谢小乙扫了东瀛一眼，嘴角上扬，1年多吗？不过是游山玩水罢了。东瀛嗤笑一声，手上力道更重，少女疼得闷哼出声。采花道的老营生，你倒是舍得撂下。谢小乙指尖因压抑邪气微微颤抖，目光落在少女身上，这不正出来寻些买卖，把她给我吧。东瀛像是听到天大的笑话，咧嘴大笑，笑话，这是老子的猎物，凭什么给你？谢小乙整个人像是换了一副面孔，邪笑道，你给我，我玩完再还给你不就得了？东瀛皱眉冷笑，你看老子像是给你这种毛头小子收拾残羹剩饭的人吗？毛头小子！谢小乙狂笑，笑声带傲，我9岁加入天上人间，13岁开始混迹江湖，跟我比起来你就是个弟弟。说罢，他足尖点地滑了过去。东瀛啐了一口，将少女横抱而起，随后脚掌猛蹬地面，掠向外。谢小乙低骂一声，提气追了上去，邪气在经脉里翻腾，脚下速度陡增数分。东瀛在前面踏瓦而行，回头冲他狂笑，谢小乙，别忘了咱们同出天上人间，都是燕翻云的轻功，你以为能轻易追得上我？谢小乙被邪气压得发狂，声音都变得开始沙哑。东瀛，我干你娘！今天你手中的女孩我要拿不下，也就不叫谢小乙。东瀛边跑边回头眯眼笑，去干吧，我老娘都60多了，你要是喜欢就拿去，最好替我养老送死，我叫你爹都行。谢小乙被邪气撩得不能自拔，脚下速度变得更快，但没奔出几步，身后突然响起一声怒喝，谢小乙，想不到找你整整1年，你终于敢露头了。谢小乙浑身一僵，真气瞬间乱了半分，回头一看，
只见一道紫衣身影散发着凌厉剑意，急冲而来，正是昆仑天剑宗慕容威。他手中长剑斜指地面，寒光映着眉眼间的滔天恨意，猛地逼近。谢小乙一惊，怎么遇到他了？转念一想也对，这里是回昆仑天剑宗的方向，他住在这小镇客栈也无可厚非，定是自己刚才那句也就不叫谢小乙太大声了，把他引过来的。他心头咯噔一下，暗叫不妙，乃还敢耽搁，手指一捻，火速从怀间摸出那张生根的人皮面具，五指翻飞间刷得往脸上一糊，手腕狠狠一压，瞬间换回了昔日作案时的模样。这时他回头再望，那紫衣身后一袭素白的云千寻正足尖点地，身形如飘雪般紧随其后，神色清冷如月下寒玉，目光扫过谢小乙，虽没半分波澜，却透着一股不食人间烟火的威压。萧凌云则落在最后，剑眉紧锁，手按在剑柄上，周身剑意隐隐浮动。他死死盯着谢小乙，眼底翻涌着怒意，既是急着替慕容威报仇，也是怕他一时冲动再栽在这疯子手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谢小乙咧嘴一笑，舌尖抵了抵后槽牙，嗓音变了：慕容威女侠，这是又想我的梅开二度了吗？慕容威听完气得浑身发颤，紫衣猎猎作响。谢小乙，你这无耻之徒，拿命来！东瀛见状，心中一讶，谢小乙这家伙刚喊的是慕容威这个名字，那不是昆仑天剑宗崔巨清的女弟子吗？慕容威和云千寻并称昆仑双姝，这小子居然把他梅开二度了，他妈的，难怪他能当五营之首，老子踩了一个中八门瀚海剑的云间雪，就认为够大胆的了，他居然敢对上三门昆仑天剑宗的女弟子下手，操，这辈子都难超过他了。东瀛知道后面紧追不舍的三个昆仑弟子实力非凡，他不想像谢小乙那个疯子一样去招惹西昆仑的人，但抱着这少女又跑不快，万一昆仑三弟子有一人追来怎么办？没办法，他当即把那少女丢到一条岔巷里，足尖在屋脊上一点，便朝着镇外密林掠去，转瞬没了踪影。那少女虽然摔了个仰八叉，也算托了钟小乙的福，落得个清白身子。谢小乙提气要去追东瀛，后颈蓦地袭来一阵刺骨的剑锋，他侧身一闪，慕容威的长剑擦着他衣角劈在地面的石砖上，溅起一串火星。谢小乙，今日便是你的死期！慕容威声嘶力竭，剑招狠厉，招招直逼要害。云千寻身形飘忽，素白的身影如影随形，剑尖凝着一缕真气，看似缓慢，却封死了谢小乙所有退路。萧凌云则守在后方，长剑横亘，剑意如渊，将他逼得只能往小镇外跑。一群疯子！谢小乙怒骂一声，瞅准一个空隙，足尖在瓦当狠狠一蹬，身形如箭，朝着镇外的山谷窜去。身后三人紧追不舍，山谷口阴风阵阵，乱石嶙峋。谢小乙一头扎了进去，身后的追杀声却丝毫没有减弱。他回头瞥了一眼，慕容威的紫衣在月光下如同一团燃烧的火焰，那是他曾经迫害过的人，也是他舍命救过的人，甚至搭上了师傅的一条命。谢小乙咬了咬牙，丹田处的滚烫又开始灼人，那股邪火顺着经脉窜往全身，让他理智又丧失了许多。他脚下猛地发力，燕翻云的轻功施展到极致，专挑山谷里那些崎岖狭窄的山道窜，时而贴着崖壁掠行，时而踩着乱石借力腾跃，故意选了两条岔路交错的隘口，这样后面那三人想追他就不得不分开。山道越走越窄，身后的风声越来越近，谢小乙回头一看，心头一凛，是萧凌云追了上来，想必是在岔路的地方和他两个师妹分头行事了。谢小乙双足拼尽全力狂奔，直到前方的山道戛然而止，断崖，脚下是云雾翻涌的万丈深渊，身后是萧凌云冰冷的剑锋。谢小乙，你无路可逃了！萧凌云逼近，长剑在手，直指他面门。谢小乙眯着发红的双眼，他大师兄，别心急啊，我可以给你讲个故事。淫贼，你有什么好屁放？我可以把和你师妹一起遇仙遇死的故事分成3集，每集分8段，让你一段一段的听，保证你听着身临其境。萧凌云气得浑身发抖，握剑的手控制不住地颤，连带着周身的剑意都乱了几分。无耻淫贼，竟敢这般亵渎我师妹，我今日定要将你碎尸万段，抛尸崖底！说罢，猛地挥剑劈下，这一剑带着满腔怒火，势大力沉，但怒气冲昏了他的理智，剑招重狠厉却失了速度，破绽大得惊人。谢小乙是故意气他，见状嘴角邪笑得更甚，蠢货，果然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生气就露破绽，跟上次天下会问剑时比，简直破绽百出。念头刚落，谢小乙脚下发力，右腿一招神龙摆尾狠蹬地面，借着这股反冲之力，身形猛地射出，紧接着燕翻云的轻功施展到极致，整个人贴着萧凌云的剑锋，从他胸前大开的破绽里钻了过去。不等萧凌云回神，谢小乙手腕一翻，时中2指并作剑，快如流星般点中对方后腰的悬殊穴。嗤的一声轻响，萧凌云浑身猛地一僵，握剑的手瞬间脱力。谢小乙得势不饶人，指尖如蝶穿花，又接连点向他章门穴、肩颈穴、大腿浮突穴，3处大穴接连被治。萧凌云只觉浑身气血逆流，半点力气也使不出，脑子里第一个念头就是谢小乙武功变强了。1年前交手他不过是3品的修为，自己随手一剑就能震得他招架不住，可只是1年的功夫，他的修为居然和自己不相上下。萧凌云暗骂自己太笨，一被激怒就不能自持，
这次对方没用暗器就把他擒获了，简直是该死。谢小乙反手扣住萧凌云的脖颈，苍龙吸水骤然运起，一股霸道的吸力猛地从掌心迸发，萧凌云丹田内的精纯内力便如江河倒灌，争先恐后的朝着谢小乙体内涌去。而谢小乙边吸他内力，便以体内的和气诀炼化。没一会儿的功夫，萧凌云就感觉自己真气损失了几乎大半。就在他脸色惨白、气息奄奄的当口，两道身影一紫一白掠上崖顶，正是慕容威与云千寻。慕容威一眼就看到被钳住脖颈的萧凌云，惊怒交加，手中长剑嗡的一声刺出，剑尖直指谢小乙。紫裙翻飞间，声音都带着颤：“谢小乙，放开我大师兄！”谢小乙捏着萧凌云脖颈，语气轻佻，却带着致命的威胁：“怎么想动手？尽管来啊！你们再往前半步，你们这位好师兄可就要去崖底喂狼了。”萧凌云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响，想要说别管我杀了他，却连半个字都吐不出来。云千寻思绪清明，知道救大师兄要紧，他见指谢小乙，冷声道：“谢小乙，放了我大师兄，我们可以放你暂且离去。放我离去。”谢小乙目光在云千寻纤细修长的身形上流连，光是放我走吗？慕容威气得柳眉倒竖，握着长剑的手都在抖。你还想干嘛？想，他又说那话了，这让慕容威想起了之前在客栈和谢小乙的对话。蓦地身上一阵寒战，那段经历太屈辱，太不堪回首，像一根淬了毒的刺，深深扎在他的内心深处。你卑鄙，你无耻！谢小乙脑袋向左右各甩了甩，脖颈发出2声卡拉的骨骼弹响。嘿嘿，想让我放了他也可以，你们俩现在给我转过去，背对着我，不准回头，那样我才能安全的用轻功逃走。云千寻的脸色一变，清冷的眼眸里满是警惕。你先放了大师兄，我们即刻放你离开。先放他！谢小乙嗤笑一声，掌心猛地一收，萧凌云瞬间发出一声凄厉的闷哼。没得商量，要么转过去让我可以放心的跑，要么看着他死。这时风卷着一片云掠过明月，带着一股令人心悸的诡谲。云千寻咬了咬牙，看了一眼慕容威，又看向崖边被钳制的萧凌云，眼底闪过一丝决绝。他缓缓放下长剑，沉声道：“好，我们转过去。你若敢耍花样。”谢小乙的声音里带着走火入魔的戏谑。放心，我谢小乙穿着这身黑色外衣的时候，一向说话算话。云千寻皱了皱眉，率先转过身去，脊背挺得笔直。慕容威气得浑身发抖，虽然满心不甘，但是大师兄的命最重要，也跟着转过了身，握着剑的手依旧攥得死紧。就在两人转身的刹那，谢小乙眼中寒光一闪，脚下猛地发力，右腿一招神龙摆尾，狠狠蹬在地面，借着这股反震之力，嗖的一声闪到二人身后，出手如电，快准狠地点向他们后颈的大椎穴。噗噗2声轻响，二人浑身一僵，体内的真气瞬间滞涩，手脚再也使不出半分力气，长剑当啷一声坠在地上。云千寻和慕容威只觉全身发麻，浑身力气如潮水般退去，踉跄着跌坐在地，一时间连站起身子都做不到，只能死死咬着牙，从牙缝里骂出8个字：卑鄙无耻，言而无信。慕容威紧接着又怒骂：谢小乙，你这个卑鄙小人，骗子！你明明答应过我们，只要我们转身就放过大师兄，你就走的。谢小乙大手一挥，唰的一声黑色外衣便脱了下来。我是说，我穿着这身外衣的时候说话一向算话，现在没有了，所以我说话可以不算数了。云千寻的柳眉蹙了蹙，清丽的声线又冷又冰。衣裳是身外之物，信义是立身之本，你弃了信义，与披毛戴角的畜生何异？谢小乙闻声低笑，低头的瞬间，目光恰好撞进云千寻那双清冷如寒潭的眸子，明明唇色因怒气泛着白，可那张脸偏生干净的不像话。他眉峰是远山的棱，眼尾是冷月的勾，整个人透着股不沾一点世俗烟火的劲儿。这副模样比慕容威哭红了眼的倔强更勾人，比他见过的任何女子都更对胃口。经此一幕，谢小乙丹田处的邪火轰的一声又在全身炸开，烧得他4肢百骸都在发紧，邪气入脑，哪还顾得上其他？他反手撩起那件黑色外衣，如同补网般猛地罩住云千寻，黑色的布料裹住他素白的衣衫，连带着他纤细的腰肢一并收紧。慕容威见状，想起了之前的不堪经历，急得眼泪直流。谢小乙，放了我师姐！谢小乙看了他一眼，蓦地顿住。我之前舍命救他究竟是为了什么？要不是救他师父华天乙也不会死，现在又开始欺负他师姐。他晃了晃脑袋，大脑里又开始了天人交战。谢墨，住手！谢小乙，你不能这么做。谢小乙，我惦记云千寻好久了，你不想吗？你不是心里经常念叨她的气质，像你穿越前世界里的小龙女吗？谢墨，不行，咱们现在走火入魔了，不能那么无耻。谢小乙，你之前还羡慕龙骑士，今晚我让你做云骑士，怎么样？谢墨，我没那么卑鄙，我和你不一样。谢小乙，蠢货，别自欺欺人了，我就是你，你就是我，走了。云千寻，谢小乙低笑一声，掌心扣住云千寻的后颈，不顾他的挣扎，弯腰将人打横抱起，足尖在崖边乱石上一点，朝着山谷深处狂奔而去。身后猛地响起慕容威撕心裂肺的惊呼：云师姐！那声音里满是惊恐和无力，混着萧凌云发出的呵呵闷骂，像淬了毒的针扎在叶枫里。而谢小乙的身影早已裹着那抹素白，
消失在山谷深处的黑云里。风在耳边呼啸，黑衣裹得太紧，云千寻虽然身上暖暖的，心里却似坠入冰窟。谢小乙，你若敢动我分毫，昆仑上下定会将你挫骨扬灰，永世不得超生。这话轻飘飘的落在谢小乙耳中，却像是听了个笑话。呵呵，巧了，1年前慕容薇也是这么说的。你不许再提我师妹。对，不提她，现在是咱俩的好事儿，干嘛提她扫兴呢？你卑鄙无耻！你们昆仑天剑宗不会骂人了吗？翻过来调过去的卑鄙无耻，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他脚下不停踩着崎岖的山道疾驰，颠得云千寻一阵皱眉。谢小乙低下头，鼻尖在他的鬓角蹭了蹭，语气戏谑又嚣张：你放下心，我比以前强多了，我新学的一招神功可以演示给你看。云千寻侧过头，避开他蹭过来的鼻尖，旁门左道的邪功也配称得上神功2字，神不神？一会儿你不就知道了。谢小乙脚下继续狂奔，直到窜进山谷深处，一片被风的断崖凹洞，才停下脚步。他反手将云千寻抵在冰冷的石壁上腾出空来，指尖用力一扯，便从裹着他的黑衣上撕下一块粗糙的布条。不等云千寻挣扎，他捏着布条的两端，粗暴地蒙住了他的双眼。你做什么？云千寻的声音依旧清冷，但被蒙住双眼的不安让他下意识地绷紧了后背。谢小乙邪笑一声，扯掉了脸上的人皮面具，指尖随即顺着他蒙眼的布条边缘轻轻摩挲，像是在欣赏一件稀世珍宝。怕你在月光下看见什么不该看。云千寻目光依旧涣散，重复着那3个字：不知道。要不要我送你出山谷？云千寻顿了半晌，木然地开口：不知道。这个漂亮姑娘莫不是个傻子？可惜了，这模样说是仙女也不为过，居然这么呆。反正四下无人，要不我就……挑夫的喉结狠狠动了2下，眼底的贪婪疯长。他搓了搓糙乎乎的手掌，狞笑着凑近：小仙子别怕，哥疼你，保准让你快活似神仙。说罢，他伸出布满老茧的大手，一把攥住云千寻纤细的手腕，力道大得像要捏碎他的骨头。可云千寻只是轻轻蹙了下眉，随即又恢复了木然的模样，连挣扎的念头都没有。看来真是个漂亮的傻仙子啊！这是上天赐给某家的，必须享用。挑夫胆子更壮了，反手一扯，就将云千寻推倒在山道旁的泥地里。碎石子割得他脊背生疼，云千寻像是毫无知觉，目光直望向灰蒙蒙的天空，眼皮都没眨一下。挑夫见状愈发肆无忌惮，扑上去就去撕扯他身上本就凌乱的衣衫。云千寻依旧一动不动，空洞的眼神里没有半分波澜，好像被轻薄的不是自己，只是一具与己无关的躯壳。谢小乙在远处遥望，面对这一幕不禁心中一痛，这完全都是他走火入魔后造成的，他被他毁了。而此刻的云千寻像个破败的布偶，从头到尾没吭一声，也没半点挣扎，任由那糙汉的手在自己身上乱摸，任由布料被撕扯出刺耳的声响，一双空洞的眼连恨意都生不出来。谢小乙将这一幕看在眼里，不假思索俯身拾起一颗石子，中指与拇指用力一夹，指尖骤然发力，石子便如一道冷箭破空而出，噗的一声轻响，那石子精准嵌进挑夫脖颈，血洞霎时绽开，鲜血喷溅而出。挑夫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身体便重重栽倒，整个人压在了云千寻身上。云千寻却像毫无知觉，依旧瘫在地上，连手指都没动一下。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急促又踉跄的脚步声，夹杂着压抑的喘息，是慕容薇和萧凌云。时辰一到，穴道自然解开的瞬间，两人便围着山谷寻找。萧凌云内力被吸走大半，脸色惨白，每走一步都晃得厉害，全靠慕容薇在一旁死死搀扶。师姐，你在哪？慕容薇的声音带着哭腔，目光在晨雾里急切地扫过。呆看青山道旁骇人的一幕时，他的声音戛然而止，萧凌云也僵在原地。那具糙汉的尸体正沉沉地压在云千寻单薄的身上，暗红的血渍染脏了他素白衣衫，与身下的泥泞缠在一起，看得人心头发紧。啊！慕容薇大叫出声，顾不上害怕，拽着萧凌云跌跌撞撞地冲过去，将那具尸体从云千寻身上挪开。萧凌云喘着粗气，看向云千寻的眼神里满是痛惜。师妹，你怎么样？慕容薇蹲下身，颤抖着去抚平云千寻凌乱的发丝。师姐，我想洗澡。谢小乙见慕容薇扶着萧凌云赶来，确认云千寻无碍，便身形一晃，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赶回客栈时，天已大亮，他不敢逗留，结完账背起行囊，出了客栈便径直朝着东方而去。他刻意绕开官道，专挑荒僻山道走，步伐不快，既没有赶路的浮躁，也没有半分留恋的迟疑。每到3更锣响，谢小乙体内的邪气便会暴涨，他要么提气在山道间狂奔，要么一头扎进冰凉的溪水里保持冷静。如此小行夜宿，与体内的邪气日夜缠斗。数日后，终于来到一个小镇，住了下来。1日无话，谢小乙枯坐在小镇客栈的硬板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静不下心。咚咚咚，3更锣响，时辰到。谢小乙的被褥被冷汗浸得发潮，丹田深处的邪气像是挣脱了枷锁的野兽，白日里还能凭着真气勉强压制，可一到夜半3更，那股子燥热就顺着经脉乱窜，灼烫的气劲烧得他四肢百骸发颤，连双眼都控制不住地泛起猩红。谢小乙咬着牙做起身采花的念头，又疯了似的往外钻。哈哈，去他妈的控制！
老子一天就这个时间段能快活，现在不去采花更待何时？他低骂一声，随手捞过床边的黑衣穿上，刚要推门而出，鼻尖就飘来一缕若有若无的香，不是脂粉气，是那种带着勾魂劲儿的冷香。谢小乙强压下体内的邪气，哈哈一笑：“宁阳子姐姐，何必藏着？赶紧出来吧！”话音未落，窗外的月影里，一道火红身影轻飘飘落了下来。来人正是下三门天上人间里与五营齐名的四宴之一。那四宴各据一方，东五花弄影，西妖叶婉娘，南媚宁阳子，北或月清寒，个个专攻魅惑之术。江湖上拜倒在他们石榴裙下的人不计其数，风头比五营还要乘上几分。宁阳子就那么斜斜坐在窗棂上，两条纤长的腿垂在半空晃悠，手肘支着膝盖，指尖把玩着一只红玉箫，眼波流转间，媚意往人骨头缝里钻。明明明艳到极致，偏生笑起来时，唇角那点弧度还带着几分勾魂。他望着谢小乙，声音酥酥的，带着点调戏：“你的鼻子还是和以前一样灵，真是天赋异禀。”谢小乙挑眉，漫不经心开口：“你怎么找到了这里？”宁阳子指尖一转，红玉箫在掌心打了个旋，笑得眉眼弯弯：“还不是你这道帅干的好事。”道帅？谢小乙愣了愣，随即低笑出声，语气里带着几分玩味。宁阳子晃了晃垂在半空的腿，声音里满是戏谑：“你个小混蛋，别人采花都是奔着小门小派的姑娘，你倒好，专挑上三门的慕容薇和云千寻下手。现在采花界谁不知道你，都喊你采花道中的大元帅道帅。”谢小乙挑了挑眉，指尖在门框上轻轻敲了敲：“你还没回答我，你到底为什么会跑到这儿来？”宁阳子脸上的笑意淡了几分，停下晃悠的腿，指尖捏着红玉箫轻轻抵在唇边，声音里多了几分沉郁：“以前就看着你小子顺眼，白天恰巧遇上，这不晚上特意来告诉你，咱们天上人间被崔巨清那个老剑仙给挑了，长老死了7个，门主下落不明，剩下的人数到猢狲散，全散在江湖里了。”谢小乙脸上的笑意猛地僵住，声音拔高，带着几分难以置信：“为什么？”宁阳子抬眼看向他，眼底的戏谑彻底散尽，一字一句道：“还不是因为你，因为我。”谢小乙猛地站直身子，语气里满是惊愕。宁阳子冷笑一声：“红玉箫在掌心重重一颗，你把云千寻给踩了，他好像没回昆仑天剑宗，直接在江湖上消失了。”崔巨清得知真相后，一怒之下就寻上了天上人间，一口气杀了300多人。我今天路过这小镇，正好撞见你，白天我在乔庄，趁晚上来看看你。宁阳子姐姐，你不恨我，恨你？呵呵，咱们天上人间本就是各取所需的地方，据势力来，散时力尽，哪来什么真心实意的情分？你毁也好，崔老剑先灭也罢，于我而言不过是换个地方混日子。我恨你做什么？那你来见我是想干嘛？告诉你，躲着点天上人间的门人，他们现在恨不得把你挫骨扬灰。还有崔巨清那老怪物，他满世界找你，所以你以前作案的人皮面具别戴了，行吧？反正话没说完，谢小乙就感觉刚才强制压下去的体内邪气又开始疯狂暴涨，他猛地上前攥住宁阳子的手腕，手臂一收，将她狠狠搂进怀中。我现在想去采花，你来了，我就地去采。宁阳子身子一僵，用红玉箫在他胸口戳了戳。咱们天上人间的规矩，男不犯女，女不犯男，你这是坏了规矩。那你放开我。好。可这好自落音的瞬间，谢小乙非但没松手，反而拦腰将宁阳子打横抱起。宁阳子急了，狠狠地捶他胸口：“谢小乙，我可一直把你当弟弟看，你还是人吗？今天我不当弟弟，你想当什么？姐夫？你个小混蛋！”窗外的月影被乌云掩去大半，屋内的烛火摇曳着，根本停不下来。4更梆子声遥遥传来，敲碎了客栈里的沉寂。谢小乙划亮火折子，点燃了桌上的烛火，跳动的火光映亮他半边脸。他靠坐在床边，衣襟大敞着，肌理分明的胸腹肌上还带着未退的薄汗，线条冷硬又充满力量。宁阳子长发散乱着，几缕发丝粘在汗湿的颈侧，身上那件火红的衣裙皱巴巴的。他没说话，只懒洋洋地往前一趴，脸颊贴在谢小乙微凉的后背上。小乙，你变了。谢小乙侧过头，唇角扯出一抹自嘲的笑。我说，我现在是2个人融在一起的，姐姐你信吗？我当然信。宁阳子抬手，指尖轻轻戳了戳他后背。你刚才就不是人，是畜生。谢小乙沉默了一瞬，声音沉了几分。我也知道，可每次3更锣响的时候，我身上就有种压不住的邪气，像走火入魔。宁阳子轻笑一声，那笑声里带着点怀念。你呀，9岁进入天上人间，13岁就长成个俊俏的帅小伙了。我以前就说，你这模样哪用得着去采花？勾勾手指，那些大姑娘还不就窜到你怀里去吗？谢小乙挑了挑眉，偏过头睨着他，也还说我姐姐你自己不也是这样吗？宁阳子一愣，随即挑眉反问我哪样？谢小乙收回目光，盯着跳跃的烛火，一字一句：亲本家人，奈何做贼。宁阳子离开谢小乙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很痛苦。谢小乙变了，他不再是以前的钟小乙，感觉他现在就是一个疯子。他自诩男媚，见过的男人不计其数，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也不计其数。可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像谢小乙那样疯狂的。过程虽然很美好，回忆起来却满是后怕。宁阳子走在空无一人的山道旁，想着想着就笑了起来。
笑到眼角沁出点诗意，又猛地啐了一口。他妈的谢小乙，如此生猛的我还是第一次见，什么狗屁神龙，我呸！说着，宁阳子的红玉箫在掌中打了一个转，指尖捻住箫孔，凑到唇边轻轻一吹，一曲绯色禅音就飘了出来。曲毕，宁阳子的意洋洋，哼，最后还不是敌挡不住我吹的箫。天光大亮时，谢小乙才慢条斯理地起身，他随手将黑衣斗的平整利落地套在身上，推门下楼。客栈大堂里只零星坐着几个赶早的食客。谢小乙寻了张靠窗的桌子坐下，敲了敲桌面，店家切3斤酱羊肉，1碟茴香豆，再来1壶热酒。伙计闻声快步迎上，肩上搭着的白抹布甩了个漂亮的弧度，脸上堆着热络的笑。客官好眼光，咱这酱羊肉可是用30年的老卤汁焖出来的，选的都是节羊类条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不过这羊肉有壮元阳补筋骨的效果，你一口气要3斤。说着，他又瞥了一眼谢小乙，客官您是一个人吗？要是没有侍女什么的陪伴，怕您晚上受不了。谢小乙挑了挑眉，心中暗骂，妈的，遇到好心人了。他倒担心起我的身子来了。他偷偷揉了揉发酸的腰，开始胡说八道，去切吧，我这人体寒，再壮也受得了。店伙计咧嘴一笑，得嘞，您稍等。3斤酱羊肉切得厚薄均匀，浸在琥珀色的卤汁里，肉片边缘还泛着油光，咬下去满口醇香。谢小乙慢条斯理地捏着肉片，偶尔加2颗茴香豆下酒。正吃到兴头上，邻桌2个挑夫模样的汉子忽然压低了声音议论起来，你听说了吗？镇口老树下豆腐娇娘跪在那儿卖身葬夫呢。真的假的？那么年轻居然成寡妇了，骗你干啥？我刚路过瞧见了，那妇人的模样比城里的花魁还要俏几分，看着怪可怜的。听说她男人昨儿在结石城输光了家产，连她16岁的女儿都输进去了，最后被活活打死的。哟，还有这等事？走走走，去瞧瞧。两人说着匆匆结了账，脚步又匆匆地往门外去。谢小乙夹肉的筷子顿了顿，眉梢微微挑起，卖身葬夫，绝色村妇，这组合倒有几分意思。他随手摸出几枚碎银拍在桌上，分量足够付账还有余，起身大步跟了出去。镇口的老树枝繁叶茂，遮出一片阴凉，此刻树下已经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三三两两地议论着，目光都落在人群中央那个跪着的妇人身上。谢小乙挤开人群走近，目光一落，便不由得微微一怔。那妇人跪在冰冷的地面上，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裙，容貌算中等偏上，压根就没那俩汉子吹得那么邪乎。谢小乙感觉无趣，转身刚要离开，蓦地顿住，目光不受控制地落回那妇人脸上。他不是惊艳于她的容貌，而是被那双眼睛定住了。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没有半分哭求的卑微，也没有寻常女子的怯懦，只有一片死水般的沉寂，像极了那日山谷里云千寻被他凌辱后失魂落魄游荡时的眼神，空洞麻木，透着一股无视世间冷暖的绝望。周遭的议论声哄笑声瞬间退去，谢小乙只觉得心口像堵了什么东西，指尖不受控制的收紧，心中不由得一动。他沉默片刻，抬起脚一步步走向那妇人面前，妇人就跪在那里，头都不曾抬一下，好像周遭的一切与他无关。谢小乙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你要多少两，我给你。这话一出，围观众人先是静了一瞬，随即开始小声议论，这么帅气的小伙子居然看上一个半老徐娘。我知道他就是在西头客栈吃了3斤酱羊肉的小伙子，难怪如此，感情是憋不住了。妇人缓缓抬起头，她的脸算不上绝色，甚至还带着几分菜色，半点光彩也没有。她看着谢小乙，嘴唇动了动，一字一顿道：“20两。”这3个字落进人群里，像是一滴水砸进了滚油中。20两，就你这寡妇还敢喊20两？莫不是想钱想疯了？就是，寻常人家买个丫还才10来两，你这寡妇还当自己是金枝玉叶不成？哄笑声此起彼伏，妇人却像是没听见一样，依旧定定地看着谢小乙。谢小乙的眉峰微微蹙起，眼底掠过一丝不耐，反手从怀中掏出1叠银票，抽出一张面额50两的，轻飘飘地朝着妇人甩了过去。50两，那明晃晃的面额让所有人一呆，他们都在心里开始暗骂，这小伙子肯定是一个傻子。250。妇人指尖一颤，飞快捡起银票揣进怀里，抬头依旧是那副死气沉沉的模样。多谢公子，待我把我家那口子发送完，今晚便是公子的人。谢小乙眉头一蹙，老子玩过的女人，不是傅瑶琴那样风情万种的才女，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云千寻，再不济还有我那男妹宁阳子姐姐。你这副死气沉沉的样子，入得了我的眼。他不耐烦的摆手，不用，这钱白送你，不用你伺候。谢小乙说着就要转身，手腕却被一只冰冷的手猛地攥住。妇人不知何时西行2步，凑到了他跟前，公子且慢。谢小乙皱眉，心中暗忖，50两都给你了，还想怎么样？该不会是强迫我半夜去敲寡妇门？你还有事？妇人重新跪稳，攥紧了怀里的银票，狠狠磕了一个头。我家还有个16岁的女儿，我那口子在城里赌坊输疯了，把家产输得精光不算，还把闺女抵了债。如今他人没了，赌坊的人说要把我闺女卖到勾栏里去。妇人的额头重重磕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公子既肯出手相助，必是心善之人，求您发发慈悲，
救救我那苦命的女儿！他再次磕头，这次力道更重，地上竟沾了点点血迹。只要公子能把我闺女从火坑里拉出来，我李氏这辈子愿为公子做牛做马，任凭驱使，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绝无半句怨言。围观的人群哗然。李巧云，你这是把这位公子当冤大头仔啊？就是人家已经白送你这多钱了，还叫人花钱救你女儿，哈哈！你们母女是不是打算晚上一起伺候这位小哥？谢小乙听了这话，心中一动，我靠了，还能这么玩？一会儿当爸爸，一会儿当女婿，虽然有点乱，不过想想还是挺兴奋的呀。他脑袋里想着肮脏的画面，蓦地瞥见那李巧云渗血的额头，还有那落魄模样，心头一软，脑子里之前的天马行空也就忘了。行吧，李巧云猛地抬头，谢谢恩公，谢谢恩公，我定会。没等他说完，谢小乙就打断了他的话，那50两你先拿着，把你男人的后事办了，完事了去镇西头客栈找我，带我去那赌坊。说完，谢小乙转身就走，没再看身后哭得泣不成声的妇人，只揉了揉依旧发酸的腰，心里暗骂：罢了，这事儿本不该我管，可谁叫我遇上了呢？未时3刻，日头斜斜挂在眼角，洒下斑驳光影。镇西头客栈的门槛被轻轻推开，李巧云一身素衣，发髻梳得整齐，只是眼底仍带着丧夫的憔悴，手里攥着各素色布包，脚步匆匆地寻到谢小乙。谢小乙正闲闲地包着茴香豆，见他进来，抬了抬眼，后是半利索了，目光扫过李巧云身上将洗得干净的素衣，发髻梳得一丝不苟，脸上虽还有憔悴，却比之前那副狼狈模样顺眼多了。他心里暗忖，则收拾利索了倒也看得过去，身段匀称，眉眼也算周正，要不是个寡妇，暖被窝倒真是个不错的人选。李巧云扶了扶身，这一毛腰，素色布裙勾勒出的胸线微微晃了晃，看得谢小乙心头一跳。谢小乙心里当即暗叫后悔，狠狠啐了自己一口，妈的，早知道他还有这身材，当初就不说什么50两白送，不用伺候的屁话了。李巧云全然不觉，恭恭敬敬答道：劳恩公挂心，已妥当安置了。谢小乙收回描胸的目光，轻咳一声，掩饰那点不自在。既然完事了，那咱们动身吧。他起身抬脚往门外走，末了又回头瞥了李巧云一眼，语气松快了些：带路吧，去那赌坊。李巧云连忙应声跟上，脸上露出一丝感激：哎，好，恩公这边请。出了镇子往北走就是结石城的地界了。结石城，那里有个很大的赌坊，叫千金阁，进了城很容易找到的，离咱们这40-50里路。谢小乙听到40-50里路，眉头皱成了疙瘩，心里暗骂：这娘们怕不是各路痴，40-50里地靠2条腿走，走到明天都未必能到，还救个屁的人。他停下脚步，斜睨李巧云：40-50里，那么远吗？李巧云被问得一愣，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泪水不自觉地往外流。会骑马不？谢小乙干脆问道。李巧云连忙摇头，脸上满是歉意。那你急着救你闺女不？急，自然是急的，晚一步我怕。既然着急，那嫂子我就不客气了，失礼莫怪。说罢，谢小乙也不等他反应，长臂一伸就揽住了他的腰肢。李巧云惊呼一声，下意识搂住谢小乙的脖颈，整个人被他打横抱了个结实。谢小乙脚下一点，身形骤然拔起，脚尖在客栈的眼角上轻轻一点，如一片落叶般飘了出去。他低头看着怀里吓得脸色发白的女人，嘴角勾起一抹痞气的笑。慌什么？报警了？不会骑马没关系，我带你飞，你来指路，我这3条腿保准比骑马还快。李巧云皱了皱眉，3条腿，恩公他莫不是不识数？风声在耳畔呼啸而过，李巧云只觉身子轻飘飘的，路边的树影都成了飞速倒退的模糊色块。他起初吓得紧闭双眼，双手死死箍着谢小乙的脖颈，大气都不敢喘，待稍稍缓过神，才敢眯着眼打量。谢小乙身形挺拔，衣袂翻飞，脚尖只在墙头，树稍轻轻一点，便能掠出数丈之远，那速度竟比镇上最快的马车还要迅捷。李巧云心头巨震，惊得忘了言语。原来恩公竟是会武功的，这踏雪无痕般的身法，不正是镇上说书先生口中那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侠客才有的本事吗？这般俊朗的身手，这般仗义的行径，定是哪个隐姓埋名的大侠特意来渡我于危难之中的。其实他哪知道，自己心心念念的大侠，此刻正憋着一肚子的蔫坏笋。他脚下踏着燕翻云的轻功，瞧着身形又快又稳，偏偏在起落腾挪的间隙，故意把身子往痕里颠。这一颠，李巧云就不由自主地往他怀里猛贴，胸前的软肉就来回蹭着他的胸口。谢小乙现在的心情就是乐、美、高兴、吃蜜了，他嘴上却故意咋咋呼呼。抓好了，这轻功讲究的就是个借力打力，颠2下是正常操作，掉下去我可不管。李巧云哪里顾得上这些，一颗心全悬在女儿身上，只把头埋在他肩头，急声催促：恩公，再快些，再快些，奴家受得住。风驰电掣，不过半个时辰，谢小乙便抱着李巧云跃进了结石城的城门。随着李巧云的带路，行不多时，就见不远处的街口立着一座气派楼阁，鎏金铜门敞着，门楣上悬着块鎏金匾额，千金阁3个大字下角还刻着个小巧玲珑的乐字。谢小乙心头一荡，这乐字标记分明是百乐门的记号，百乐门和他们天上人间被江湖人士不耻统称为下三门，没想到这结石城的千金阁竟是百乐门的地盘。
两人抬脚迈入阁内，骰子碰撞的脆响，赌徒的吆喝与钱币交割的叮当声混作一团，喧嚣扑面而来。谢小乙只扫了一眼，便不再理会，径直跟着李巧云往内堂走。内堂偏厅里，一个留着两撇鼠须、穿短衫马褂的汉子正扒着算盘，正是百乐门在此地的管事胡八子。他抬眼瞥见进来的两人，皮笑肉不笑地问道：“二位找我何事？”李巧云扑上前，声音带着哭腔：“胡管事，求您高抬贵手，我女儿，我来赎我女儿。”胡八子放下算盘，手指在桌案上敲了敲：“原来是你，赎女儿？晚了。你说什么？”李巧云身子一僵，脸色惨白了起来。胡八子慢条斯理地下了口茶，语气带着几分轻蔑：“你那女儿随你，模样周正，刚被带进来就被我们老板相中了，如今已是老板跟前的人，你赎不回去了，无非就是钱的事儿。”谢小乙上前一步：“我要见你们老板亲自谈。”胡八子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猛地拍桌大笑：“小子，你以为你是谁？我们老板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识相的赶紧带着这妇人滚，不然别怪我让你们竖着进来，横着出去。”李巧云浑身一颤，想起被掳走的女儿，双膝一软，便直跪了下去。“胡管事，求您发善心，我女儿还小，她不能毁在这儿啊，求您通融一下，让我见见老板，我给您做牛做马都行。”胡八子盯着他颤抖的身子，眼底闪过一丝猥琐的笑：“要不占占便宜？他年纪虽然大了点，不过年纪大有年纪大的好，只要一个眼神，他就知道接下来该干嘛。年纪小的不行，还他娘的用人教。想见老板也不是不行。”胡八子慢悠悠开口：“今晚陪老子一宿，把我伺候舒坦了，就给你递个话，让你见见老板。至于熟人，哼，那就要看你伺候得够不够尽心了。”李巧云浑身一颤，屈辱漫过心头，可一想到女儿，她咬着唇哑声道：“我答应。”胡八子一笑，手指就往李巧云胸口的曲线探去。“打住！”谢小乙跨步上前，抓住胡八子的领口，就把人扯了起来。“今天这老板让见也得见，不让见我也得见。”胡八子被揪得双脚离地，脸长成了猪肝色，喉咙呵呵作响。偏厅外的几个手下见状，抄起短棍就嗷嗷冲了上来：“小子找死！放开我们管事！”谢小乙头也不回，另一只手隔空连劈带拍，几个打手还没来得及近身，就被劲风掀翻在地，撞得桌椅哐当乱响，捂着胸口哎呦直叫。胡八子费力地扒了扒谢小乙的手，吃力地说：“你以为恐吓得了我？小子太嫩了！我们百乐门麾下千机阁能在碣石城立足这么多年，自有生存之道，岂会怕你的蛮力？”谢小乙一脸痞笑：“不错呀，百乐门居然出了你这么个硬骨头。”胡八子喘着粗气，双脚凌空乱蹬，脸上却露出几分阴恻恻的算计：“想见我们老板也容易，我们千机阁向来以赌为业，凡事都讲赌的规矩。你要是有种，就去钱塘赌几把，赢够了筹码，自然有人带你去见老板。要是输了，哼！”他故意拖长了语调：“要么就把这妇人留下来给老子玩几天，要么你留下给老子当兔子。”李巧云早被这阵仗吓得魂飞魄散，此刻更是泪眼婆娑，颤巍巍看向谢小乙：“公，这可怎么办啊？我可怜的女儿。”谢小乙心里暗忖：百乐门在底层江湖上根基扎得深，人手众多，虽然我硬闯没问题，可救不了人，就算拆了这千金阁也没意义。想到这里，他手腕一翻松开了胡八子的领口，反手又将李巧云从地上拽起来：“怕什么？不就是赌几把吗？咱们陪他们玩玩。”李巧云擦了擦眼角的泪痕：“恩公，咱们要是输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不是你伺候他，就是我当兔子呗。”胡八子阴恻恻一笑，甩袖让手下在前头带路，带着小子去赌，老子倒要看看他是不是一个能耐个。谢小乙和李巧云穿过喧嚣的赌厅，选了一张围满人的赌桌站定。赌桌旁一个汉子瞥见李巧云，当即怪笑一声：“这不是杨雄那行货的婆娘吗？怎么着？你男人把家里输光了，你来捞本？可惜了，就算你把这千金阁的银子都赢走，你家那死鬼也活不过来了。”李巧云满脑子都是女儿，也没心情去搭理他，只是咬着嘴唇看谢小乙。谢小乙目光落定在赌桌中央的头钟上，双耳微侧，凝神细听着钟内骰子碰撞落底的细碎声响。他年纪不大，却是底层江湖摸爬滚打出来的老手，深知10赌9输的门道。有的赌场骰子要么灌了铅，要么渗了水银，十有八九藏着猫腻。屏息听了片刻，确认钟内骰子并无异样，就放下了心。谢小乙如今已是7品修为，耳力早已超凡脱俗，纵是破空而来的暗器，也能精准听出方位，区骰子落地的声响，自然难不住他。要知道，骰子6个面点数各异，对应的重量也略有差别，落地时发出的声响差距虽极其细微，可在他这般7品修为的人耳中，分辨起来却轻而易举。几把骰子摇下来，那细微的重量差异与碰撞轨迹都被谢小乙尽数捕捉，他已然能稳稳分辨出骰子落地时的点数大小。谢小乙也不着急，等保官开了几钟，侧耳听了数次，是的无误，笑道：“保官，限住吗？”保官是一名老练的中年人，见谢小乙说话有点狂，大声道：“结实满城都知，千金阁的赌方绝不限主，不然叫什么千金阁？”谢小乙痞气一笑，伸出大拇指一翘：“很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听得骰子落定，应该是14点大，朗声说道：“我押！”满桌子的赌徒都伸长了脖子，眼睛死死粘在谢小乙的手上。刚才他反问保官限注码时，
那股子漫不经心的嚣张劲儿，早把所有人的期待值吊到了嗓子眼。有人猜他会掏几10两银票，有人赌他干脆砸出100两现银，就连楼上的胡八子都在看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如何下重注，正好让他一把输个底朝天，肯定是大手笔。早晨我见他给李巧云甩钱的架势牛逼哄哄的，少说也得50两起步，这才配得上千金阁的赌局。议论声里，谢小乙慢悠悠探手入怀，众人的呼吸瞬间平住，目光跟着他的指尖移动。可下一秒，他掏出来的不是一沓沉甸甸的银票，而是一枚亮闪闪的碎银。只听啪的一声脆响，碎银被他拍在赌桌上压大，满屋子瞬间死寂。所有赌徒都撇撇嘴，操，以为憋了个大招，结果拉了坨大的。众赌徒脸上的兴奋和期待僵成了清一色的懵逼状。谢小乙却压根没理会周遭的哄笑和议论，嘴角轻挑，我今天就要逼得你们老板现身，否则我就用这1两银子赢下你们整个千金阁。这话一出，满场人都笑出了声，哈哈哈，这小子怕不是疯了吧？1两银子赢千金阁，痴人说梦哟！感情是拿1两银子砸场子，哈哈哈，乐得我肚子疼。李巧云看着桌上那枚孤零零的1两碎银，又听着谢小乙那句狂话，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公，咱们。谢小乙向他摆摆手，淡笑，站我旁边，哪也别去，看着就行。李巧云现在唯一的靠山就是他，虽然刚才的行为确实狂，不过也别无他法，只能咬着牙点头。宝官被谢小乙这股子狂劲逗乐了，掀开头中3颗头子，明晃晃是446 14点大。宝官畅诺一声，随手从钱匣子摸出1两赔的银子丢过去，满脸不屑，小子手气不赖，算你捡着。谢小乙却直接把桌上的2两银子全推出去，痞笑不变，别停，继续。宝官手腕一翻，头中重新扣在桌上，摇得风生水起，头子在中内撞出哗啦啦的脆响，末了啪的一声按在桌面，各位买定离手。谢小乙侧耳听了2息，指尖在桌案上轻轻一点，压大。宝官嗤笑一声，猛地掀开头中356 14点大，唱诺声落下，满场的哄笑声戛然而止。宝官脸上的不屑僵了僵，又赔出2两。谢小乙随手把这4两银子全推到下注区继续。第3把，宝官摇中的力道重了几分，落定后死死按住中沿。谢小乙耳朵微动，眉头微挑，换小，中盖掀开，223 7点小，筹码瞬间涨到8两。众赌徒彻底闭了嘴，一个个伸长脖子，眼神里满是惊疑。第4把，宝官摇得又快又急，头子声杂乱无章。谢小乙静听片刻，淡淡道：压大，开中454 13点大，筹码翻倍成了16两。谢小乙连赢4把，众赌徒这会儿哪还敢笑，一个个眼珠子瞪得溜圆，盯着谢小乙的手跟盯着圣旨一样。第5把开中的瞬间，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嗓子，我也跟着压。这话像个信号，满场瞬间炸开了锅。我压10文，跟这位爷压大，小的也跟8文，如此往复。谢小乙一口气连赢10把，桌上的碎银早已堆成了小山，白花花的一片，晃得人眼晕。粗略一算，竟有1000来两。满场的赌徒都疯了，跟着压住的人赚得盆满钵满，叫好声浪一波高过一波。桌上的碎银，元宝早就堆得冒了尖，宝官急得满头大汗。账房先生，快过来兑银票。楼上的胡八子再也坐不住，死死盯着楼下那个气定神闲的背影，牙齿咬得咯吱作响。好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敢在老子的地盘上耍手段！手下攥着短棍，皱着眉问胡爷怎么办，要不要做了他？胡八子猛地抬头，狠狠瞪了手下一眼，压低声音斥道：蠢货，现在满堂的赌徒都盯着呢，他赢了钱咱们就动他，传出去谁还敢来千金阁赌？赌场有赌场的规矩，坏了规矩这生意就彻底砸了。手下一脸无辜，胡爷那咋办？胡八子目光阴鸷地扫过楼下，看着那张被银子堆满的赌桌，这小子有点门道，赶紧派人去请梅花夭夭。手下躬身应了声诺，转身急匆匆去请人。但楼下的赌局半点没停，谢小乙依旧气定神闲，宝官换了3个，摇中的手法一个比一个刁钻，头子撞钟的声响或急或缓，或沉或脆，偏生谢小乙闭着眼听上2息，总能精准吐出大或小。第11局，头声忽高忽低，他淡淡道：小，开中124 7点小，筹码翻至2048两。紧接着4096两、8192两、16384两。众赌徒跟着谢小乙撇油都赚翻了，一个个都当他是财神爷，之前的嘲笑变成了现在的恭敬。爷，这一注怎么压？叫什么爷？这可是亲爹！爹，下一注压大还是压小？就在满场的叫好声浪里，楼梯口的喧哗突然停了，一道倩影缓步走了下来，穿着一身掐腰的鎏金文宝冠短打，墨发松松，挽成一个髻，簪着只红梅银钗。她生得极美，眉眼间却带着股子漫不经心的锐利，步子踩得不快不慢，偏偏让满场的赌徒都屏住了呼吸。女赌神梅花夭夭，满场的亲爹呼喊戛然而止。梅花夭夭眼尾上挑的桃花眼，径直锁在谢小乙身上，3分审视7分漫不经心，像在看见有趣的玩物。胡八子佝偻着身子跟在他身后，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赌桌前的宝官见了2人，脸色一白，忙不迭退2步，
恭恭敬敬让出主位。梅花夭夭连步轻移，裙摆扫过桌角，先手往桌面一搭，抬眼看向谢小乙，声音软中带锐：“听说你连赢14把，赢了我千金阁1万多两银子。”谢小乙见他既美貌又风骚，不禁有点上头，目光在他掐腰的身段上打了几个转，慢悠悠开口：“我要见你们老板。”然后给他看向李巧云，李巧云会意，扶了扶身道：“我女儿叫杨红玉啊，对，我要给杨红玉赎身。”谢小乙续道。梅花夭夭闻言，忽然低低笑起来，笑声软媚：“想见我们老板，那得赢了我再说。赌方有赌方的规矩，可不是谁想怎样就能怎样的。”胡八子忙往前凑了2步，拍着胸脯拔高嗓门：“小子，你可别不知天高地厚，这位可是咱们千金阁的活神仙梅花夭夭，想见老板，先过了夭夭姐这关再说。能在他头中下讨着好的，整个结10城都找不出第二个。”胡八子刚吹嘘完，梅花夭夭便粘住身前的头钟，手腕轻旋，头钟在掌心滴溜溜转了个圈，随即倒扣在桌上，指尖在钟底轻轻一扣，压吧。这话一出，周遭赌徒瞬间噤声。方才想跟着下注的几个汉子缩了缩脖子，面面相觑，没一个敢去摸怀里的银子。梅花夭夭的笑还挂在唇角。谢小乙忽然懒洋洋开口：“慢着，能不能再摇一次？”胡八子指着谢小乙骂道：“小子，你耍什么花样？说我耍花样？不再重摇，那这把我可以选择不压。”谢小乙耍起了2皮脸。梅花夭夭眉峰微蹙，没多话，指尖勾住头钟，手腕利落旋转，头钟在掌心转成一团残影，落桌时一声脆响。谁知他手刚放下，谢小乙又扯着嗓子喊：“再来一次！”梅花夭夭眼底的笑意淡了几分，耐着性子又摇了一回，这次动作更快，钟内撞击生密的像雨点。他刚要开口催，就见谢小乙抱着胳膊，唇角扬着痞气十足的笑，第3次慢悠悠道：“麻烦再来一次。”梅花夭夭这才觉出不对劲，顺着他的目光往下一瞟，那视线分明粘在自己摇钟时随动作轻晃的胸口上。他脸色一沉，抬手将头钟狠狠拍在桌上，声音气中带媚：“登徒子，看你姑奶奶的胸脯，还看上瘾了？”谢小乙闻言，手肘撑着赌桌，痞笑更甚：“我倒是想压，可就怕我这一注下去，你们千金阁拿不出现钱赔。”这话像根针，狠狠扎在胡八子心上。他本就被谢小乙连赢10几把搅得心烦意乱，这话一出，他厉声喝道：“放屁！我们千金阁在结识立足这么久，别说你这16000两银子，便是16万两、60万两，也能立刻兑给你。少装腔作势，有胆子就压，没胆子就滚！”满场赌徒大气不敢喘，只是盯着谢小乙看他如何，究竟是压住还是见好就收。谢小乙却置若罔闻，只把目光锁在梅花夭夭按在头钟上的手上。“夭夭姐，胡八子话都放这了，你还按着钟干啥？难不成是怕我压中了？你心疼银子？”梅花夭夭嘴角一挑，完全没把他的挑衅当回事，手腕一抬，那只压在头钟上的手便慢悠悠收了回去。“压吧，只要你有那运气，千金阁的银子任你搬。”谢小乙忽然直起身，把手里的16000多两银票全推了出去，一字一顿地说：“我压3个4，豹子！”轰！这话一出，赌坊里瞬间炸开了锅。压豹子，这可是赌桌上最凶险也最疯狂的注。谁都知道，3颗头子摇出同点数的概率堪比登天。千金阁的规矩更是明明白白，压豹子中了10赔1，也就是说，谢小乙这16000两的筹码，若是真中了，千金阁的赔给他16万两。疯了，这小子绝对疯了！就是16000压豹子，这是把家底都赌上了呀！别说是3个4，便是随便哪个豹子也难如登天。他怕是连赢10几把飘了。李巧云吓得脸色惨白，紧紧攥着谢小乙的袖子，声音发颤：“公，这太冒险了，要不我们换个注吧？”谢小乙没有理他，双眼却紧盯着梅花夭夭的一举一动。梅花夭夭在听到豹子2字时，脸色猛地一变，这小子真还有些门道，他居然能听出来我摇的是豹子通杀。不过我既然能摇出豹子来，就也能让他变成别的。他眼底金色一闪即逝，随即冷笑：“好大口气，我便开给你看。”说着，梅花夭夭指尖触向头钟，暗中凝厉，欲要换点。不必了。说罢，谢小乙右手五指成钩，苍龙吸水内劲一出，梅花夭夭手底下的乌木头钟嗡的一声凌空飞起，径直飞入他掌心。梅花夭夭猝不及防，身子猛地一震，指尖空旋，从容尽碎。再看桌面，原本被钟压住的3颗银白头子一动未动，赫然是3个朱红4点，10打10的豹子。满场死寂3息，随即爆发出震天叫好。我操，真是豹子！3头赌局的规则10赔1呀！妈的，早知道跟一手，不然现在发财了。梅花夭夭姐果然厉害，想摇啥点就摇啥点。不过李巧云的拼透更厉害，像能看透头钟一样。胡八子惊得张大嘴巴，慌忙转头看向梅花夭夭。梅花夭夭果然是见过大风大浪的，花容失色了一瞬，旋即便恢复了正常。对，按10赔1，给他16万两。胡八子脸黑如锅底，咬着牙狠喝一声，命人火速去账房取16万两银票。不多时，一沓沓银票捧到跟前，他狠狠拍在桌上。谢小乙将手里的头钟抛回给梅花夭夭，又随手拢过银票，在梅花夭夭眼前一晃，痞笑挑眉：“这下能见老板了吗？”梅花夭夭眸光冷沉，淡淡吐出3个字：“还不够。”谢小乙眉峰一扬，
将银票往身侧一撂，干脆道：“带来。”梅花夭夭目光转了转，心中有了计较，抬手拈起头中，万间一旋往桌面一扫，3颗头子应声入中，随即手腕高扬，头中凌空翻飞，内里头子撞得脆响连连。头中落桌时重扣一声，稳稳压住。压！谢小乙瞥了眼头中，慢悠悠摇了摇头，不压。梅花夭夭脸色一沉，冷声道：“么，不敢压？方才的底气呢？”谢小乙哈哈一笑：“别急啊，夭夭姐，我就问一句，你们千金阁的规矩，要是头子在中里落在一起，那该怎么算？”这话一出，梅花夭夭心头猛地一沉，糟了，看来这小子确实是一个高手，他能听出豹子也就罢了，我这手法他居然也能听得出来。原来梅花夭夭刚才摇头子时，特意用巧劲让头子层层相叠，本想凭着这手绝技稳赢，没成想这样的手法也被他识破了。他强装镇定，嘴上却依旧硬气，自然是几个点露在上面，就算几点。谢小乙听完，反手将手里的银票全推了出去，挑眉道：“大好，我梭哈。”梅花夭夭愕然：“梭哈？那是什么鬼？小子，你给我说人话，头子只能压大小，别说姑奶奶听不懂的。”谢小乙一呆，两种记忆还真是麻烦，一兴奋就容易抛出现代梗，真是的。尴尬一笑：“我压小。”梅花夭夭眸底寒光一闪，这次他没给谢小乙开中的机会，指尖死死按在头中上，一股暗劲悄无声息地透过指腹渗了进去。头中底下本是落得整整齐齐的3颗头子，被他内力一震，瞬间翻了个底朝天，点数从极小的1点硬生生变成了18点，豹子通杀。这一切发生在瞬息之间，满场赌徒没一个人能察觉。而谢小乙在修为的加持下，耳朵这会儿比狗还灵，挑眉一笑，手指漫不经心地往桌面一按，一股更为霸道的内力顺着木纹窜了过去，正撞在头中底部。只听咔的一声轻响，头中里的头子又是一阵乱颤，待彻底静下来时，点数又悄悄变回了极小的5点。梅花夭夭脸色骤变，只觉一股强劲的力道顺着头中反扑过来，震得他手腕发麻。他咬着牙催动内力，谢小乙也不甘示弱，继续催动真气，两股内力在小小的头中底下疯狂较劲。众赌徒都懵了，那头中明明没人触碰，里面却嗡嗡直响，难道见鬼了？突然砰的一响，头中骤然碎裂，3颗头子叮叮当当的弹飞出去，没落地就在半空碎成了渣。谢小乙收回手，摸了摸下巴，痞笑着看向脸色铁青的梅花夭夭：“夭夭姐，这连1颗头子都找不着了，你说这算大还是算小？”话落，满场赌徒瞬间议论纷纷，没头子怎么算？难道算0点？就是没点数就是0就是小兄弟赢了，小兄弟赢了！起哄声浪一层高过一层，震得整个千金阁都嗡嗡作响。梅花夭夭蹙了蹙眉，这小子深藏不露，我有2品的修为，他至少在5品以上，真还不好对付，难怪他能连赢15把，看来今天要谨慎点了。他手指捻起一块头中残片，笑意盈盈的欠身，敢问阁下尊姓大名？谢小乙挑了挑眉，攥起拳头往自己左胸咚的捶了一下：“我姓霸，霸道的霸。小时候我爹为了好养活我，就没给我起名，就按家里的排行算的，我是老八。”梅花夭夭拨了拨鬓边发丝，嫣然一笑：“爸爸。”哎，谢小乙立刻应了一声。周遭的众赌徒先是一愣，随即哇的一声哄堂大笑。这名字好，满世界认儿子，不对，认女儿。哈哈，我和我婆娘晚上滚被窝的时候，就喜欢她叫我爸爸，我听了就来劲。梅花夭夭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俏脸长得通红，杏眼圆瞪，柳眉倒竖，厉声喝道：“你敢奚落你姑奶奶？”谢小乙半点不慌，一脸坦荡地摊开手，语气诚恳的不能再诚恳：“我真叫这名字，我没骗你，我可以向你发誓。”那好，接下来咱们怎么赌？爸，翠。就在这时，一直站在谢小乙身后的李巧云终于忍不住颤声开口：“伦公，求你救我女儿！”谢小乙闻言转过身，冲着身后的李巧云沉稳地点了点头：“放心，我记着呢。”随即他转回身，目光落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的银票上，声音朗然：“桌上这些银票拢共16万两，我1分都不要，只要你把这位嫂子的女儿还给她，这些钱全当给你赔个不是。”梅花夭夭柳眉一挑，杏眼闪过一丝讥诮，冷笑道：“想见我们老板也行，把所有银子押上，再赢我一把。”谢小乙啪的一掌拍在赌桌上，震得上面的碎银子跳了3跳，银票凌空飞起，被他苍龙吸水的内劲吸回掌中。赌什么？你画蛋儿！爸爸我接着。周遭的赌徒瞬间安静下来，一片倒抽冷气的嘶声。我的娘嘞，这手功夫是神仙手段吧？是啊，刚才吸头子，现在吸银票，感情这位爸爸是个深藏不露的练家子。刚才那手功夫，梅花夭夭姐都未必能做出来。梅花夭夭不屑一顾，转头冲身边的胡八子喝道：“去，再给我拿2副头子，2副头中来。”胡八子不敢耽搁，麻溜的应了声：“好嘞。”便命人跑向后堂。不多时，2副崭新的头中和头子被端了上来，摆在赌桌中央。